我年仅18就有数十个干儿子，他们之中不仅有身价万亿的全球富豪，还有毁天灭地的嗜血魔王，甚至是长生不死的仙界老君，而且每月都会强行给我一笔赡养费让我摆烂。只因穿越后我得到一个奇葩系统，可以随便指定任何人做干儿子或干女儿。此刻的我饿了3天3夜，首先就想到了作为首富的干儿子。第一次去拿赡养费，我反而有点紧张，吸了口气稳了稳自己紧张的心情，接着走进了首富干儿子的集团公司。前台是个很可爱的小妹妹，但看我脚下的金色切尔西，她有点轻蔑，不过还是保持着职业性的微笑。我此时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心虚，我是来找方建林的，听到要找他们董事长。前台小妹又重新打量了下我廉价的装扮，她已经见怪不怪了，每天都会有人来找董事长，但跑到前台来问的绝不可能是和董事长有预约的。随即冷笑一声，轻蔑地看向我，董事长现在在美国，您去见他吧。我当然听出这句话中的调侃意味，瞬间感觉有些恼火，但仔细一想也不能全怪这前台妹子，我刚穿越来只是个平头老百姓，跑到一豪集团找首富方建林，换做谁也都不会相信，这让我心中有些犯难。儿子是有了，但见儿子一面可真不容易啊，总不能直接告诉妹子方建林是我儿子吧，那不得被人当成神经病。当即我便准备自己上去找他，谁料前台小妹突然按了一下铃，随后几名保安立刻面色不善的就把我围起来，还说如果我不走就割我蛋蛋。但此时保安中却突然有人认出了我，原来是上学时的老对头李刚，他当时仗着自己个头大，上学那会儿经常欺负我。李刚轻蔑一笑，下巴微微扬起，眼神中还带着几分傲气。我是这里的保安队长，月薪3000多，你羡慕不？对了，你跑来找董事长干嘛？认亲戚吗？我当时就愣住，这事你是这么知道的？可李刚却一脸不屑，冷冷讥嘲，这里每天起码有10个人自称是董事长的私生子，读书的时候你不是挺有能耐吗？现在怎么成了个骗子？我顿感十分无奈，我真是来认亲戚的，我和方建林的关系不一般。李刚闻言迅速开始调侃我，能有多不一般？昨天董事长有10个私生子和10个失散多年的亲兄弟想要和董事长相认，但都被我们轰出去了，难道你还能玩出新花样？我只能勉为其难地向他解释方建林是我儿子。几名保安先是一愣，然后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像是听到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董事长是你的儿子？老子在这儿当了5年保安，见过有80岁的老头来认董事长当爹的，从没见过有人来认董事长做儿子的。兄弟，你不是穷疯了？王小强要不是看在以前是同学的面子上，我特么早把你扔出去了。来这儿有10块钱，出去打个车去医院检查检查脑子。说着，李刚真掏出10块钱拍到我的手上，赶快滚，否则老子就扔你出去。这一幕让我十分无奈，怎么说个大实话就没人相信呢？正尴尬时，只听外面传来跑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接着一辆十分炫酷的跑车停在一豪公司门口，随后一个穿着小西装的青年从跑车上下来，此人正是一豪集团首富方建林的独子方聪。方聪下车后径直向前台这边走来，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情。前台小妹和保安们都有点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前台小妹更是拿出镜子很快补了个妆，可是方聪根本没看他们一眼，反而直接走到我的面前，接着亲亲热热地喊了一声，爷爷您怎么来了？所有人立刻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因为这带给他们震撼实在太大太刺激了。方聪一个堂堂一豪集团的少东家，竟然叫这个年龄看起来比他还小，穿的又寒酸的男人为爷爷，所有人都感觉自己三观受到史无前例的撞击，甚至连脑袋都有点发懵。您叫他什么？李刚回过神来又问了一遍，方聪却一脸理所当然的，我老爸是他干儿子，难道我不应该叫他爷爷？李刚听完差点一个趔趄栽倒在地，这特么究竟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一豪集团董事长的独子方聪竟然把一穷二白的王小强叫做爷爷，我嘿嘿一笑，原来系统真的把方建林变成了我的干儿子，简直不要太爽。爷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您找我爸爸有什么事？我来是关于赡养费的问题，你懂的。方聪急忙点头，要带我去见他老爸。我眼尾扫过李刚等人，他们目瞪口呆，嘴巴张大，那样子足以塞下一整只烧鹅，像是一根根木桩，毫无知觉地立在原地，装逼打脸还真特么爽啊！此时方建林正在办公室主持工作，方聪推开了门说道，爸，爷爷来了。能出现在方建林办公室的都是一豪集团的高层，都知道方建林的老父亲早就去世，怎么会突然冒出一个爸爸？所以人都停下手里的事情向门口看去，只见门口站着方聪和一个衣着普通的年轻人，哪有王老太爷的影子？不过如果他们真见到王老太爷，那才是活见鬼。正当他们一脸懵逼的时候，方建林忽然起身，连声音都激动的发颤，爸，你怎么来了？一豪高层懵逼成二，这什么情况？方建林父子今天都中邪了不成？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方建林快步走到那衣着朴素的年轻人身旁，随后握着我的手，爸，你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来接你啊！一豪集团所有高层彻底懵了，我这不是怕你忙吗？我一副慈父理解孝儿的模样，老实不客气的坐在了方建林的老板椅上。最近业务开展的不错呀，一定实现了不少小目标吧？方建林毕恭毕敬的站在我身边，又是递烟又是递酒，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我叼着雪茄很是装逼的吸了一口，不过毕竟是第一次抽这等好烟，装逼失败，呛入肺里咳嗽了好一阵，还好，就是手头有点紧。方建林恍然大悟，立刻就从钱包拿出一张空白支票，您自己填，想写多少写多少。老实说，我是第一次拿到支票，一时之间都有点发懵，想了想，算了，还是你来填吧，多少都是你的孝心。方建林提起笔，深思熟虑良久，写上了1亿这个数字。我看到这一排零蛋，默默在数这是多少。方建林看我神色以为是嫌少，立刻在后面又添了一个零，我眉角一挑，卧槽，这好像是10亿。方建林
捕捉我的小动作，以为仍然不满意，又在后面填了一个0，110。此时我脸上都笑开了花。行了行了，公司还要运作，这点钱我先收下。你的孝心我知道了。帝豪集团高层心中集体有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点钱110是一点钱，折合成软妹币能把人活活砸死的。这小子怎么可能是董事长的爹？看年龄，董事长给他当爹还差不多，可是方建林都口口声声叫他爸爸，难道还能有假不成？乖儿子乖孙子，我就不打扰你们忙事情，我先走了。钱已经到手，我当然要立马撤退。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启混吃等死、有钱多金的新人生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叮嘱你们一下，干爹还有什么吩咐？方建林垂手聆听，你一定要创造财富，要回报社会，要为构筑伟大华夏梦而奋斗终生。随后开上干孙方聪送的跑车赶往银行，银行人很多，大堂经理正忙得焦头烂额。进门我就问 VIP 专区怎么走，谁料经理看了我一眼，十分不屑：先生，小额度存取款，请到外面自动存取款机上操作。我顿时挠脑袋，100个亿也不算小额度了吧？我要到 VIP 专区办理，请问怎么走？大堂经理都要把我裤衩看透了，上亿的基本都有专门的渠道对接沟通，绝不会跑到大厅来问怎么走，所以他立刻认定我就是来找茬的，白了我一眼就准备继续去忙其他的事。我被晾在一边，顿时感觉很不爽，又提高了几度音调：请问 VIP 专区怎么走？我要去办理业务。大堂经理瞬间就急眼了：你能拿得出10万块钱吗？还 VIP 专区，请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这话一出，立刻引起众人的附和。是啊，别耽搁大家办事，小钱还要到 VIP 专区取，你是不是有病？别说10万块，我看这家伙连1万块都拿不出来。此时的我真想揍人，怎么到处都是狗眼看人低的混账？这怎么可能忍下去？这是你逼我装逼的。我心中一叹，看来只能把我行长儿子找来了。系统赶紧提醒行长秋风是否制定为干儿子，指定行长需要花费1000万软妹币。我差点忘了这事。最开始指定方建林是系统赠送的，今后都需要花钱来指定。经系统提醒，我立刻想了起来，身份地位越高，指定的费用就越大，100亿估计也花不太长久。但现在这行长必须指定，这经理实在太气人，一定要把他脸打肿。当即便下了决定，反正孝顺儿子不嫌多，指定成功。银行行长秋风已成为为您的干儿子，前方高能，我要开始装逼了。去把我儿子找来，他叫秋风，我要投诉你。我不慌不忙拉出一条椅子坐下，既然要开始装逼，那就得气定神闲的装，装出一个艳惊四座、把脸打肿的大脸。你是个神经病吧？经理眉头大皱，邱行长是你儿子？保安，保安，来把这个疯子赶出去！啪！王小强直接把支票往桌上一拍，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老子有没有资格去 VIP 专区办理业务？大堂经理拿起支票反复勘验，确定这是真实有效的，再一看支票上的零头，顿时冷汗就出来了。100亿，小小一张支票的金额是他服务过的所有客户总和的数倍。明明该早点拿出来，大堂经理都开始结巴了，不仅称呼改了，连神态也变得恭敬。这可是真真正正的大客户啊，谁知道他穿的不怎样，又年纪轻轻的，竟真的能拿出这样的一笔巨款？难道他是方聪？大堂经理心中暗想。如果王小强听到他的声音，一定会冷笑一声，然后告诉他方聪算哪根葱，他是老子孙子，还是我的错了？王小强冷笑反问：这就是你摆张臭脸，用如此恶劣态度对待客户的理由？大堂经理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人太多了，我以为您是在开玩笑。我刚才认认真真的问，哪一句像是在开玩笑？你是怎么回答的？问我能不能拿出10万块钱？我确实拿不出10万块钱，因为我就是来取钱的，我现在要取10亿，全给我换成1毛钱硬币，我找货车拉走。这您不是在为难我吗？你搞清楚，谁先为难谁？王小强加重了语调。大堂经理知道今天是踢到钢板了，以往都是别人求他办事，他高高在上，收了红包还要摆脸色，今天终于在王小强手里栽了跟头。您这样，您这数额太大了，我做不了主，我让大客户经理专门和您对接，您看怎么样？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什么意思？惹了事就想去祸害别人？不是，您是超级 VIP 大客户，我没有这个权限为您提供服务。呵呵，倒是蛮会推卸责任。王小强冷笑，你没有这个权限是吧？那好，等我儿子过来，我就让给他，给你升个职，专门开个权限为我服务。大厅经理知道今天踢中钢板，只好把自己舅舅副行长徐万才找来。这家伙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肚皮都快把西装里的衬衣撑爆，拿起王小强的支票扫了一眼，气定神闲地往桌上一放。抱歉，你这业务我们办不了。办不了？为什么办不了？王小强眉头大皱，看来这货是打算护短了。我还没说要办什么业务呢。办不了就是办不了，也许是数额太大吧。徐万才扶了扶眼镜，嘴角划过一丝不为人知的阴险笑容。随便你办什么业务，总之就是办不了，这是规定，请去其他银行办理吧。银行还有这规定？抱歉了您，咱们妙小荣不下你这尊大神。徐万才阴冷一笑，心中暗想，有钱了不起啊，银行可是老子的地盘，等会老子给其他银行也打个招呼，让你小子有钱都取不出来。大厅经理心中暗暗高兴，果然姜还是老的辣，这可是银行，老子的主场地盘，刚才怎么能就怂了呢？趾高气扬道，听到没有，我舅舅说了，咱们银行无法办理你的业务，你可以走了。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既不生气也不动怒，今天我这业务在这里办定了，既然你们办不了，那我就等我儿子来替我办。看不出来您年纪轻轻还有儿子呢。
在上幼儿园还是学前班，他还懂得办理银行业务。徐万才肆无忌惮的冷嘲热讽：“舅舅，他说他的儿子是咱们邱行长。”什么？徐万才先是一愣，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像是听到这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哈哈哈！神经病吗？邱行长是你儿子？邱行长的儿子比自己还要大？我明白了，我们明白了。你取钱出来应该是看病的吧？你这可是不治之症啊，钱再多都治不好。拿好你的支票去准备后事吧。第4章，教你做人。你让谁准备后事？忽然一道声音传来，一个光头中年出现在银行大厅。老邱，你来的正好，这小子。徐万才，我在问你话，你让谁去准备后事？秋风一张脸阴沉的都快要凝出水来，语气十分冰冷。徐万才一阵惊愕，他和秋风关系不错，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他指了指王小强，这小子。够了，徐万才。秋风打断他的话，这小子，你就这样称呼我爸爸？你还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你还敢咒他准备后事？我看你他妈去准备后事差不多。徐万才被秋风骂得狗血淋头，一脸懵逼，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老邱，你说什么？你说这小子是你爸爸？你爸爸不是早就去了吗？他是我干爹，是我在这世上最亲近、最敬重的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羞辱他！秋风怒火冲天，这怎么可能？不只是徐万才，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感觉三观受到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张力更是眼前发黑，这小子还真是行长的爸爸。徐万才不愧是修炼几十年的人精，立刻变了一副脸色，哈哈，干笑一声：“小老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都是误会，误会而已。”小老弟，王小强话里挑刺：“我是你老领导秋风的干爹，你叫我做小老弟，有意思。”果然，秋风面色难看至极。徐万才，你还敢占我的便宜？徐万才神色慌张，急忙解释道：“老邱，你听我解释，我不知道啊。”够了，秋风根本不想听任何解释。你们俩明天不用来上班了。徐万才辛辛苦苦几十年，终于爬到今天这个地位。本来再过不久秋风调任，他就可以坐上行长的宝座，没想到在今天全都毁了。他痛哭流涕：“老邱，老邱，我们可是老同学、老战友，你真要这样无情？你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我最敬重的干爹徐万才，我们交情到头了。”徐万才面皮抖动，竟然扑通一声对王小强跪下：“叔叔，干爹，爹，都是儿子的错，您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全都指望我养活您，劝劝老邱，放我一马吧。”张力吓傻了。所谓树倒猢狲散，徐万才倒下，他难道还会有好日子过？况且这祸是他闯出来的，如果他连累徐万才丢掉工作，恐怕徐万才会记恨他一辈子。徐万才一个堂堂副行长，在这么多人面前都拉下脸来喊爹求饶，他一个平头百姓还有什么顾忌？扑通，张力也跪下，哭丧着脸：“大爷，爷爷，我错了，我该死，我该死！”说着左右开弓，往自己脸上抡巴掌。银行职员看到这一幕，简直觉得大快人心。张力仗着有徐万才撑腰，在银行为所欲为，小职员对他敢怒不敢言。今天终于见到他被人收拾，恨不得拍手称快。王小强漠然地看着二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犯错就必须承受代价。保安，来把这两个家伙轰出去！秋风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过头来对王小强时，就立刻和颜悦色起来：“爸爸，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儿子这就给开个绿色通道，分分钟办妥。”大额支票兑现原本需要15天左右的时间，可是王小强一路绿灯，15分钟不到的时间，所有手续办得妥妥当当。甚至王小强本人都没出面，在行长办公室，秋风好烟好酒的伺候着。“爸爸，所有手续费一律算我头上，这是您的卡。”秋风恭恭敬敬地把银行卡递给王小强，然后再恭恭敬敬把他送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那小子害得咱们丢了工作，这个仇一定要报。张力，你不是认识很多社会人吗？打电话找来修理那小子一顿。徐万才面色阴沉，目光狠厉：“好的，舅舅，我找兄弟废了他。”说完拨通了一个电话：“大比哥，我是阿丽亚，有点事情想找你帮帮忙。”挂断电话，大比哥是这片区的老大，有背景有后台，为人心狠手辣，舅舅你放心，绝对有好戏看。徐万才眼角抽搐，恨声道：“只要不搞出人命，怎么弄都行，出事我来摆平。”王小强当然不知道这二人要阴他一波，现在他正规划今后的美妙人生。这身行头得先换了吧，得买一个大房子吧，跑车必须要最炫酷的呀。嘿嘿，媳妇儿肯定得找啊，找嫩模还是找明星？就在他规划人生的时候，有人拍住了他的肩膀：“喂，你站住！”王小强转过头，看到4、5个神色不善的年轻人。拍他肩膀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套着比大拇指还要粗的金项链，不过仔细看，有金粉掉在他脖子上，很显然这是一条假货。“你们是谁？我好像不认识你们。”“你不用认识我们，老子就是看你不顺眼想揍你，怎么了？”
金链子大比哥相当嚣张，揍我！王小强眉头大皱，看到街角处有2个鬼鬼祟祟的影子，立刻明白过来。徐万才2人见没发现，干脆不躲了，狞笑着走过来：“小子，这一次我看你还有没有儿子来救你。原来是你们2个狗东西，还想报复我！”王小强勾起嘴角，冷冷一笑：“怎么，觉得吃定我了？”徐万才恨声道：“你害得老子丢了工作，老子今天就要废了你！”大比，弄他！大比还没动手，王小强抬起巴掌就是2个耳光扇去，不仅大比被打懵了，徐万才和张力也懵了，大比身后的小弟更懵。王小强还真不是一般的嚣张，这种局面还敢动手，激怒了大比，有他好受。大比，擦亮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子是谁！大比擦了擦眼睛，腿都软了，战战兢兢说道：“干爹！”什么？徐万才和张力毛都炸了，这他妈什么情况？大比也是王小强的干儿子？王小强究竟有多少干儿子？2人对望一眼，一股不祥的预感浮上2人心头。王小强抬手又是2个巴掌给他扇过去：“你好大的胆子，连你老子都敢揍！”大比捂着脸，委屈巴巴地说道：“我没认出是您，现在认出来了。”大比哭丧着脸点点头：“他们雇你来揍你老子，是要让你成为不孝之子啊！你说该怎么办？”妈的！大比回过头怒视着2人：“张力，你坑老子！”张力满脸惊慌，这是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节奏啊！急忙道：“比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他怎么可能是你干爹？”大比根本不听，甩手就是2巴掌过去。他练过几年，下手又狠，直接打掉张力的几颗牙齿。徐万才一看慌了，急忙后退，早就被大比哥的小弟拦住。他吓得脸上肥肉乱抖：“大哥，爷爷，误会，全都是误会，放我一马，放我一马！”王小强语气冷漠：“我已经放过你了，可是你偏要找事，不能怪我。干爹，这家伙怎么办？还能怎么办？”王小强脱下拖鞋，鞋底噼噼啪啪抽在徐万才的脸上，声音就像是过年放鞭炮，来回抽击数十下。徐万才本来就像猪头一样的脸，现在肿得更大。王小强穿回拖鞋，就这样打，直到把你们的拖鞋打断为止。大比哥谄媚笑道：“爸爸果然高明。”王小强反手一耳光扇回去。大比哥捂着脸发懵：“爹，怎么又打我？非要有什么才能打你？”王小强理所当然道：“看你不爽，就是想打你，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爸爸高兴就好。”大比哥点头哈腰：“老子走了，没空理你们这帮垃圾。记住，鞋底给老子打断，他们自己的也不例外，少一只都不行。”王小强说完这句，再也没看徐万才2人一眼，自顾自走了。看着王小强离去的背影，小弟忍不住问了：“大比哥，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干爹？我们怎么不知道？我拉屎是不是都要向你们汇报？”大比哥心情十分不爽，恶狠狠地盯着徐万才：“既然雇我来揍我干爹，妈的，老子亲自来教你们做人！”第5章，至尊黑金卡。王小强没有再去想徐万才和张力的结果，但他知道一定会很惨。后来也证实，从那天以后，2人的嘴再也合不拢，只要一说话，就会不由自主地流出口水。半个小时之后，王小强出现在本市最大最繁华的商圈星光城，里面全是卖奢侈品的地方。王小强穿着拖鞋，啪嗒啪嗒的就走进去了。商场内人不多，毕竟奢侈品不是大白菜。专柜的导购员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一眼就能看出哪些人是自己的顾客。王小强明显不是，洗得发白的 T 恤，大大的短裤，还有一双快要穿烂掉的拖鞋，怎么看都像是乡下来见世面的土鳖。任何人都想不到王小强现在是真正的土豪，所以没有任何人理会王小强，连一句欢迎光临都懒得说。我真的就这么不招人待见？王小强在镜子面前站定，认认真真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老实说，他长得不算丑，甚至还有一点帅气。可是这些导购对他白眼翻了又翻，是个什么意思？他随便走进一家服装店，店招是英文，他不认识，他也不在乎，反正他有的是钱，看上什么买什么就行了，管他是什么牌子。欢迎光临阿玛尼。女导购刚才一直在默默祈祷，这货一定不要进店，一定不要进店。可是上帝没有听到他心里的声音，王小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没有办法，他只能堆出职业笑容，看起来就像戴了一副假面具。看你的样子，似乎不是很欢迎。王小强扯了扯嘴角，四处走走看看。女店员跟在身后：“哪有啊，先生，您需要挑选什么？”“全身行头，包括内裤。”王小强指了指自己的衣服。女店员心里皱了皱眉：“全身？我看你连一条内裤都买不起，有什么推荐吗？”王小强边走边看，伸手去摸衣服面料时，女店员急忙阻止：“先生，我们这是意大利手工羊毛的，不能触摸。”“哦，这么金贵？”王小强不管，直接伸手摸了摸，也就那样。女店员脸都气白了，心中大骂：“土鳖，你懂什么？我先看看，你去忙你的吧。如果我有需要，我会叫你。”王小强吩咐道。女店员立刻警惕起来，心想：这家伙把我支开，不会是想偷东西吧？实在可疑，脸上笑道：“先生，我们都是一对一服务的。”王小强没有多想，笑了笑：“卖得贵，
还真是有原因的。转了一会儿，王小强看中一件西装，又想摸摸面料手感，导购员急忙制止。王小强也不想难为他，也就作罢。可偏偏这时走过来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问道：“这是什么料子的？”女导购目光像扫描仪一样扫过年轻人，立刻确认他身上的各种名牌，眼睛发亮：“先生，这是意大利手工羊毛，喜欢的话您可以试穿。”与服务王小强不冷不热的态度相比，女导购的热情简直快要喷出火焰。王小强眉角一挑：“不是一对一服务？”女导购白了王小强一眼，意思很明显，哪儿凉快哪儿待去。那年轻人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优越感来，扫过王小强：“是一对一服务啊，对我服务。”王小强又问导购：“不是不能摸？”年轻人嘲笑道：“我是要试穿，穿完就买，你要买吗？”“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呵呵，你买，就你那穷酸样，攒钱攒到下辈子来买吧。”王小强看向女导购：“你也这样觉得？”他虽然没说话，不过他眼中那轻蔑和不屑已经出卖了他。他的想法和这年轻人一致，王小强根本买不起这件衣服，甚至连扣子都买不起。这年轻人呵呵冷笑：“他就是这样觉得的，他不敢说，我来替他说。穷比一个，装什么装？你喜欢这件衣服是吧？那我让你买98000，刷卡还是现金？”“我没现金。”“那就是刷卡了。”王小强点点头：“刷卡。”女导购忽然觉得有些愧疚，小声道：“先生，没必要为了争口气，把你1年甚至好几年的积蓄都搭上。你让他刷，他这是活该。这地方是他这种人可以来的吗？这是给他的教训。”年轻人一副倨傲神色，下巴都快翘到天上。如果他的卡里能刷出98000，老子现场把他这件衣服3倍价钱买回来吃了。王小强微微一笑：“3倍价钱就不需要你出了，一点小钱谁稀罕？不过我这辈子没见过人吃衣服，你表演一个吃衣服就行了，大概会很有趣。”年轻人嗤的一声笑出声来，信心满满，说的你好像真能拿出98000似的。但他话音未落，紧接着便瞪大了眼睛，震惊欲绝的吐口而出：“卧槽，竟然是至尊黑金卡！至尊黑金卡，什么玩意儿？”王小强根本不知道他手里的银行卡代表着什么，银行卡还特么不一样。“刷卡吧。”“等等，你说你不知道这卡？”年轻人一把夺过王小强的银行卡，双眼眯起来，审视着他：“这卡不是你的。”王小强略过不爽，眉头大皱：“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哼！”年轻人一脸嚣张：“还敢狡辩？你有至尊黑金卡，还会不知道至尊黑金卡是什么？难怪你小子敢来这种地方购物。说这张卡你是在哪儿偷的？”“偷？”王小强是真生气了，把卡夺了回来：“老子宁愿饿死也不会去偷，你他娘的别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你看看你这穷酸样，能办到至尊黑金卡？本少爷明告诉你，这卡不是有钱就能办，本少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王小强冷冷一笑：“你不能办到，就证明我不能办到。少他妈废话，老子还要看你把衣服吃了。等等，去把你们商场的经理叫来，就说李林少爷找他，他认识我，我在这儿逮住个小贼，看他怎么解决。”第6章，他是我爷爷，你有问题？女导购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事情似乎闹得有点大，而且他也更偏向于信这高富帅的话，所以立刻跑去柜台给办公室打电话。王小强抄着手一动不动，冷笑不语。今天这是怎么了？竟遇到这样气人的鸟人！保安，保安，过来看着他，别让这小贼跑了。李林唯恐天下不乱，又把保安招呼过来。我提醒你，你别满嘴喷粪，谁是小贼？你有证据？小贼，心虚了是吗？你手里的至尊黑金卡就是证据，别想跑，老子马上报警。说着就拿出电话报警，报完警后对保安炫耀道：“至尊黑金卡，你们知道什么是至尊黑金卡吗？对了，你们几个穷保安怎么知道？就这么说吧，这个卡我只见过一次，方聪知道吧？方聪才有这种卡。”王小强冷冷一笑：“方聪是老子的孙子。”呵呵，你们看，典型的屌丝仇富心理，美国总统是不是你孙子？王小强耸耸肩膀，摊开手，爱信不信。还敢嘴贱，刚才我在这儿遇上方聪了，我这就把他找来，他脾气可不好，看他会不会大耳光抽你，到时候你可别怂，有种当面叫他孙子。原来他也在，那好，去把他找来吧，他脾气好不好我不知道，反正等会你小心，他要抽你可没人会拉他。周围保安听得眉头大皱，李林不是什么好鸟，可是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这牛逼吹的都快赶上台风了，还要嘴硬是吧？好，你等着。李林气冲冲的出去转了一圈，没找到人，算你运气好，方聪走了。走了没事，我把他叫回来。王小强拿出4喇叭4卡4带4盒的山寨机，拨通了方聪的电话。喂，爷爷，什么事？你在星光城吗？刚走没多久，更新和赫赫找我直播吃鸡呢。吃什么鸡？你赶紧回来星光城，我在阿玛尼等你。好的，爷爷。方聪不敢怠慢，挂断电话就往回赶。李林听不到电话那头的声音，讥笑道：“
还装得挺像。王小强没好气的道：“爱信不信。”这时，星光城经理来了，看到李林，问道：“李大少爷，怎么了？”李林指着王小强的鼻尖：“郭经理，我给你抓了一个小贼。”王小强满脸不爽：“你再叫一个小贼试试，老子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李林见王小强目露凶光，没由来有点害怕，真不敢再说。星光城经理郭东是个戴着眼镜的斯文青年，不紧不慢地说道：“李大少爷，这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看这小伙子不像是个贼啊，你有什么证据吗？”证据？他手里拿的就是最好的证据，你看那是什么？李林提高音调，指着王小强手里的至尊黑金卡。至尊黑金卡？郭东微微动容，他知道这卡的来历，显然不是王小强这样的人可以持有的。他是贫寒出身，靠着自己一步步的努力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他对李林这种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大少爷没有任何好感，反而对王小强有亲近的意思。所以他过来到现在，并没有因为李林有钱而立刻站在李林那边，而是想极力还原事实。可是王小强手里的至尊黑金卡实在无法让人解释。先生，您可以告诉我，您的至尊黑金卡是怎么来的吗？郭东温和问道。很抱歉我如此无礼，但如果不弄清楚真相，恐怕李先生不会罢手。我这至尊黑金卡是我儿子秋风给我的，不信你可以问问他。秋风？是某某银行的行长秋风。显然李林的人脉颇广，连秋风也知道。你说他是你儿子，一会儿方聪是你孙子，一会儿秋风是你儿子，你他妈是不是真有病？先生，您仔细回忆一下，这可不能开玩笑。郭东面色尴尬，他倒是很想帮王小强，可是这家伙不上道，还满嘴胡言乱语，难道真想李林把他送进派出所不成？王小强无奈摊开手，这年头说真话都没人信吗？做人好难，谁能信？郭东也不信，他拉着王小强轻声道：“兄弟，你这样我可帮不了你。”王小强拍着他的肩膀：“你很不错，我听说星光城是一豪集团的旗下产业，有这么一回事吗？”郭东一愣，点点头：“等会让我孙子来了，给你升个职。”王小强不咸不淡地说道：“呵呵，还在做梦呢。”李林听到这句话，又是一声冷笑：“让你孙子方聪到派出所来找你吧。”转头对郭东说道：“你猜他说他孙子是谁？”他说他孙子是你们老板方建林的儿子方聪。咦，这么说来，你们老板方建林岂不是他的儿子？这不是有病是什么？哈，你特么就不该进派出所，而是神经病医院。方总，郭东突然看到方聪走了进来，急忙迎了上去：“您怎么来了？”李林也和方聪打过几次交道，热情的和他打招呼，溜须拍马：“方少，您来的正好，这小子哈太逗了，您猜他说是您什么人？您听了非得抽他不可。”爷爷，怎么了？方聪根本不鸟李林，恭恭敬敬地对王小强问道。李林自顾自得意，听到爷爷两个字后，笑容瞬间在脸上凝固。你叫他什么？李林转动着僵硬的脖颈，他甚至可以听到自己脖子脊椎摩擦出咔咔的声音。他是我干爷爷。方聪斜了李林一眼：“怎么？你有问题？”第7章，1个亿能买什么车？咕噜，李林吞了一口唾沫，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急忙摇头，没问题想了想，又认真问了一遍：“真是您爷爷？”方聪眉头大皱：“你特么听不懂人话吗？爷爷有乱叫乱认的。”李林吓得赶紧闭嘴，苦着脸看着王小强：“兄弟，看来这是误会。”方聪一听，知道里面一定有事，问道：“爷爷，到底怎么了？”王小强晃了晃手里的至尊黑金卡，指着李林的鼻尖：“这小子说我是贼，这至尊黑金卡是我偷来的，还要把我送派出所。”方聪一听，立刻勃然大怒，抬手就是2巴掌扇去：“你特么有病！我爷爷还不配用至尊黑金卡，里面的钱把你全家买下来都没问题。”李林捂着脸，哭丧着脸：“这都是误会，聪哥误会，误会你妈！”方聪破口大骂：“给老子滚，滚得越远越好，马上就滚，马上就滚！”李林点头哈腰，撅着屁股往外走：“兄弟，不，爷爷，对不住，孙子知错了，改天请您吃饭赔罪。”等等！王小强忽然叫住李林。李林心中咯噔一跳，苦着脸：“大爷，您还有什么事？”王小强拿起那件衣服扔给方聪：“刷卡买了。”方聪立刻乖乖照办：“不用包装，捡烂，我要看他把这件衣服吃了。”李林惨然变色：“大爷，我开玩笑的，您放过我吧。你特么要送我去派出所的时候，可没见你是开玩笑。”9万8的衣服已经被剪成破布条子，堆在李林面前。大爷这个吃下去会死人的李林瘫坐在地上，都快要哭了。看着这堆布条子，他仿佛看到自己被噎死的场景，喉咙像是有什么虫子在爬，痒得难受。我知道。王小强不咸不淡说道：“我知道会死人的，不然让你吃什么？也许烫个火锅蘸点将会比较容易入口。”大爷，我错了，我赔钱行吗？方聪正手反手2巴掌过去：“你特么是在侮辱我！
王小强蹲在李玲面前，捡起一块布条递到他面前，来吧，自己装的逼，跪着也要装完。李玲惨叫一声，干脆口吐白沫晕过去。王小强切了一声，扔下布条站起来，不管李玲是不是装的，反正今后对这毛茸茸的东西肯定是会生出心理阴影了。保安，把这家伙弄出去，以后凡是一豪集团旗下商场，统统不准他进来。直到这时，郭东才回过神来，这家伙真是方总的爷爷。他感觉自己的三观被刷新了一遍，还好自己没有得罪他，否则自己辛辛苦苦摸爬滚打走到今天，恐怕也就到头了。小聪啊，你们这经理不错，给他升个职位吧。王小强拍了拍郭东的肩膀，是个副职，升成总经理怎么样？爷爷，方聪问道。您太抬爱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郭东心里乐开了花，总经理的位置他连做梦也不敢想，因为没有关系后台，总经理的位置是绝对爬不上去的。我看上的人，你给升个总经理，是给我面子吗？王小强有点不爽。那您说了算，爷爷。直接做星光城的 CEO， 我感觉他有这个能力。好，不过这事我得跟老爸汇报一下，但您说的，他一定会同意。郭东简直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他现在甚至感觉都快要晕过去。跳过总经理，直接出任 CEO， 他现在就差点迎娶一个白富美，攀上人生巅峰了。他的一生命运因为王小强的一句话而改变，他现在心情激动，恨不得现在就跪下来，感激涕零地喊王小强一声爷爷。王小强当然不知道郭东心里想什么，在他看来，自己只不过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这是对郭东的奖励。他对方聪道：“那行了，没你事了，回去直播吃鸡吧。”方聪挠挠头，爷爷这话怎么听起来别扭？说鸡不说吧，文明你我他，不要在意这些细节。王小强微微一笑，爷爷，那我就走了，有事给我电话。王小强点点头，是目送他离开，心说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很快，王小强是方聪爷爷的事很快在星光城传开，所有经理级别的人全都跑来为王小强拎包，就算方建林亲自来考察，也没有这待遇。最低折扣，我不要折扣。王小强拒绝郭东的好意，钱太多，花都花不完，我要折扣干嘛？郭东无语，还这种骚操作？土豪的世界他还真的不懂。王小强刚进星光城时像是个土鳖，出星光城后就变成了活脱脱的土豪。果然人靠衣装，佛靠金装。王小强看着镜子里由搭配师精心搭配的一身装备，整个人像是变了一个样。看着脚下的大包小包，王小强道：“这我可没法拿走，直接打包给我寄过来。”郭东恭恭敬敬的道：“您住在什么地方？”王小强一拍脑门，忽然想起自己还租着一个小破屋，挠挠头尴尬道：“暂时还没落脚的地方，不过我马上就去买个房子，等我买好房子再给你打电话，把东西给寄过来。”郭东无语，这家伙把买房子当买大白菜啊，说买就买。不过一想到他是方聪的爷爷，便觉得不奇怪了，说道：“需要我陪您去买吗？我认识不少做地产的朋友，毕竟一豪集团是做商业地产的，他认识搞房产的人也不奇怪。”王小强挠了挠鼻子，不用，你只需要告诉我哪儿的房产最贵就行了，我不买最好，只买最贵。现在最贵的房产是龙润地产，山上的别墅可以360度俯瞰本市，他们的宣传是君临天下，王者气魄我看很适合您。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确实很适合我，那就去龙润地产吧。郭东恭恭敬敬把这财神爷送走。王小强一想，以后要住在山上，没车怎么能行？对出租车司机道：“先带我去看看车。”出租车司机一停车，立刻来了兴趣：“您想要买什么车？老实说，我对车还挺有了解，没准能给您建议建议。”王小强对车一窍不通，想了想：“我听说劳斯莱斯有个什么幻影不错，我想买一辆。”出租车司机方向差点打偏，无语道：“小伙子，吹牛逼可不是你这样吹的，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帮你出主意，你可不能拿大哥开涮。”王小强摊开手：“我也是真心想买个劳斯莱斯，他们都说不错。”出租车司机道：“就算你想买，也不一定能买到，那玩意儿在我们这里哪有现货，都是先下订单再出货的。”原来还有这么一说。王小强想了想：“那就先随便买个什么车吧。你打算买个什么价位的？”这玩意儿我也不懂，1个亿能买辆什么车？第8章，这车是我的了。小兄弟，我看你是写小说的吧？出租车司机笑道。王小强有点懵，何出此言？你这么能吹，不去写小说简直可惜。司机，算了，我看你就是逗大哥好玩，我把你送到汽车城，你自己去选吧。王小强想了想，汽车城那么大，我也懒得去转悠，我不如你给当向导得了。小伙子，我可不能丢了工作陪你啊，一家老小等着我养活呢。这样吧，今天我把你买断了，1万块钱你觉得够不够？出租车司机笑了笑：“小伙子，我看你真有去写小说的潜力。”话音还没落下，王小强便把一叠钱递过去：“1万够不够？不够就5万块吧。”出租车司机一脚刹车，差点让王小强撞上挡风玻璃。老弟，你真没开玩笑？看着王小强手里的一叠红票子，出租车司机睁大了眼睛。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王小强把钱往车里一放，这是你的了，我真要买一辆好点的车，1个亿到底够不够？出租车司机没想到今天运气爆棚，拉了一个纯金土豪的，连忙道：够了，够了，想买什么车都可以了。顿了一顿，不过那种超顶级的豪车咱们是买不到的，不过那种车大多数是别人的收藏，想买也没地方买。王小强点点头，我对车兴趣也不大，那就随便买一个吧。很快，二人来到汽车城。很显然，王小强让出租车司机来做导游是明智的选择。这汽车城颇具规模，一个人还真不好锁定目标。咱就买个1000万左右的车，您看怎么样？可以。布加迪威龙还是玛莎拉蒂？我也不知道。王小强真是一个车盲，只听过这些车的名字，啥也不懂。他四处看了看，忽然眼睛一亮，指着不远处的车标，问道：那是什么牌子的车？出租车司机大刘顺着王小强所指望去，王老弟，那是宾利，也是豪车。这车好，车标对我胃口。王小强微微一笑。大刘一愣，大多数人买车都是看性能、看价位、看配置，王小强倒好，看车标。他不解问道：这车标对老弟而言有啥特殊的意义？王小强嘿嘿一笑：你看，这车标有一对翅膀，里面一个 B， 意思就带你装比带你飞，很符合我的气质啊。大刘无语，宾利创始人听到王小强对宾利车标的解读，恐怕都能气得复活过来。二人走进宾利专卖店，工作人员表现得相当热情，与他刚开始去星光城时的遭遇有着天壤之别。毕竟王小强的这身装备也算是顶级神装，豪车销售人员个顶个眼尖，立刻认出王小强手腕上的百达翡丽就是一套房子，所以欢迎他的样子比来了亲爹还要热情。先生，欢迎光临宾利专卖店，我是这儿的销售经理，叫我小美就可以了。女销售穿着工作制服，一条窄裙下是一双长腿，套着黑色丝袜，笑起来露出一对迷人的酒窝。小美确实长得挺美的。王小强聊了一句：谢谢先生夸奖，您也很帅气。小美恭维一句：您要看什么类型的车？我给您介绍一下。介绍就不用了，你直接告诉我，你们这最贵的车是多少钱的，我开走。王小强财大气粗。小美睁大了眼睛，一般人来买车，不都是先问问价格，看看款式吗？这家伙直接选最贵的就要开走，他是头一次遇见。大刘挠了挠脑袋，说道：老弟，不看看性能配置什么的？我也不懂，看什么？反正买最贵的，再烂也该有几分吧。王小强就是这么简单粗暴。我能替你看看啊。大刘说道：不然你请我来做什么？拿你的钱我得拿得心安理得呀。王小强想了想，那你就帮我去看看吧，我在这儿等你。大刘点点头，和小美去了。没过一会儿，那边传来一阵争吵声。王小强皱了皱眉，心想看个车怎么还能和人吵起来了。他走过去，大刘满脸通红，看样子怒不可遏，大口呼吸着空气，就像是暴露在空气中的鱼，显然是想借此来平定心中愤怒。大刘，怎么了？王小强问道。和大刘争吵的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他从上到下扫视了王小强一眼，看起来挺有钱。大刘，你女儿离开我没多久，就又掉了个金龟婿啊，挺有本事的。大刘怒容满面，黄峥，你还是不是人？你糟蹋了我女儿，现在竟然还说这样的话，我和你拼了！说着挥舞着拳头要冲上去动手。妈的，你敢对我动手？黄峥毕竟年轻力壮，伸手就把老刘推开，幸亏王小强在他身后扶了一把，否则老刘绝对会摔倒在地。喂，你怎么回事？王小强十分不爽，虽然他和老刘认识不到半个小时，但对热情的老大哥十分有好感，容不得他被别人欺负。我怎么回事关你什么屁事？我告诉你，他女儿就是个我穿过的破鞋，看你也算是有身份的人，何必跟这种穷酸货色搅在一起？黄峥说话透着一股子高傲味道，让人十分不爽。王小强眉头大皱，问大刘道：怎么回事？大刘咬牙切齿，这个畜生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又有一些背景，糟蹋了我女儿，还让我女儿怀了孩子，最后不得不拿掉。想起女儿的悲惨遭遇，大刘忍不住泣不成声。喂，臭老头，什么叫糟蹋你女儿？黄峥一脸嚣张，是你女儿主动投怀送抱的，她就是十足的拜金女。你放屁！她一直不愿意跟你交往，是你这个畜生又要逼她就范，我要杀你这个畜生！大刘越想越气，又扑上去要和他拼命。黄峥一掌把大刘推开，脸上浮现出一抹戾气。刘老头，你特么少信口开河，我们就是正常恋爱，哪有强迫？警察也调查过，根本没有强迫这回事，你特么在胡说八道，当心老子对你不客气。谁都知道你家里在警察局有人。大刘看着王小强，老泪纵横。老弟，这世界是怎么了？黑白不分，我的女儿的冤屈再也洗刷不掉了。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心中有怒火在爆炸，他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欺男霸女的事。他看向黄峥，大刘说的都是真的。黄峥不屑一笑，警察都说是假的，你敢说真的？我说，你到底是不是他家的金龟婿？如果是，
我劝你赶紧把他女儿甩了，绿茶婊一个。如果不是，那你根本就少管闲事。另外，这辆车我也看上了，我原价购买，不要折扣。王小强没有作声，眼睛四处转了转，看到地上有一盆花，他直接走过去端了起来。黄峥吓坏了，急忙后退。你要做什么？王小强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端起那盆花狠狠砸在引擎盖上。砰！一声闷响之后，这辆价值500多万的宾利新车引擎盖深深地凹了进去，在场所有人都被吓懵逼了。王小强咧开嘴一笑，这车是我的了。第9章认罪。宾利店的销售人员全都惊呆了，这家伙也太狂了一点，直接把这辆崭新的车砸掉，现在他不想买都不行了。黄峥脸色发青，眼皮抽搐，恶狠狠地盯着王小强，隔了好半晌，牙缝里才蹦出3个字：算你狠。小美呆了半晌，好不容易回过神，先生这车。王小强直接摸出至尊黑金卡，递给他，不用折扣，按照历史最高价刷。小美双手接住，心情澎湃，按历史最高价刷，自己岂不是可以多拿很多佣金？王小强出手也太大方了。黄峥面色更加难看，小子，你是找事？我就是找事。王小强直接回应，我再问你一遍，大刘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你想怎样？你想打抱不平？我告诉你，我老爹在警察局有人，你能拿我怎么样？哦？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目光灼灼地直视着黄峥。这么说来，大刘说的都是真的。黄峥闭嘴不言，干脆来个默认。好，我清楚了。王小强转头对大刘道，我想替你女儿翻案，你介意吗？大刘脸上仍挂着泪水，一脸难以置信地问道，真的吗？可是他们家的后台很硬。王小强狠狠道，再硬老子也给他掰断，我要让他亲口说出自己的罪行，为你女儿讨回公道。大刘悲凉一叹，擦干眼角的泪水，这怎么可能？小强老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对我的帮助已经很大的了，没必要为了我们一家去趟浑水。黄峥冷笑，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分不清东南西北，话还没有说完，身体忽然一抖，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王小强，好像是见了鬼，开口喊道，老祖。王小强抬手就是2巴掌，把他剩下的一个宗字打回去，喝道，跪下。黄峥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王小强左右开弓，又是2巴掌，别他妈叫我。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大刘彻底惊呆了，正小碎步跑回来的小美也吓住了。刚才还嚣张无比的黄峥，怎么分分钟就跪在王小强面前了？啪啪！王小强抡开手臂就是一顿狂扇，最后仍不解气，飞起一脚把黄峥踹倒。黄峥跪在地上怂得跟一个孙子似的。事实上，黄峥现在变成了王小强的曾孙，因为王小强直接认了黄峥的爷爷为干儿子。给老子跪好！王小强怒火未消，打电话把你爸爸叫来。黄峥鼻青脸肿，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因为脸肿了，说话都变音，没人能听懂他说些什么，只是隐隐约约听到老祖宗几个字。大刘瞪大了眼睛，刚才黄峥那不可一世的嚣张劲儿去哪儿了？在王小强面前竟比一条狗还要听话。小美，我可以麻烦你把你们的沙发搬出来让我坐坐吗？王小强站得有点累，能坐的时候他绝不会站着。小美傻乎乎的点头，自己跑去吭哧吭哧的推沙发。王小强摇摇头，心想这专卖店的家伙们都不懂怜香惜玉还是怎么的？无奈之下只好自己跑过去帮忙。黄峥直挺挺的跪在原地，动也不敢动，路人不少，纷纷侧目。王小强翘起2郎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一时之间谁也没有说话，都被他身上散发出无形气势所摄。过了大概10来分钟，一辆黑色奥迪停在宾利专卖店门口，走下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人，大背头，黑皮鞋，让人一看便知是有身份的人。不过此时他却是一脸惶急，像是天快要塌下来。他一路小跑钻进宾利店中。来了！王小强在烟灰缸中奔灭烟头站起来。黄有为战战兢兢的点头。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王小强看着他，不知道。王小强毫不客气，抬手噼啪2耳光过去，冷冷问道，不知道。黄有为吓得浑身哆嗦，连脸都不敢去捂。老祖宗，我真的不知道，这混账小子没跟我说，就说您在这儿，让我赶紧过来。大刘一脸懵逼，黄有为叫王小强老祖宗，一定是他心情太激动产生的幻觉，一定是幻觉。王小强指了指大刘，他你认识吗？黄有为抬起头仔细看了一眼，好像是有点印象。王小强一听，火气往上冲，又是2巴掌。你儿子糟蹋了人家的姑娘，我这么说是不是能增加你的印象？黄有为吓得脸都白了。您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王小强冷冷一笑，犯了错就该承担后果，你明白？黄有为彻底懂了，可是他是您曾孙子啊，您真要把他送进牢房？我说了，犯错就要承担后果。王小强神色冷漠，子不教，父之过，你也跪下。对他们而言，王小强就是他们敬若神明的老祖宗，可是对王小强而言，他们什么都不是。黄有为颤颤巍巍地跪下。
小美，你们这儿有什么藤条没有？王小强问道。打扫卫生的鸡毛掸子可以吗？可以，去给我找来吧。不一会儿，鸡毛掸子到手。你们俩裤子脱了躺好。王小强举起鸡毛掸子就是一顿狂抽。大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曾经在警察局、在法庭上如此嚣张的父子，现在竟在王小强的鸡毛掸子下抽泣。他知道今天是真的遇到贵人了，不由老泪纵横。女儿啊，你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啪！王小强终于把鸡毛掸子打断，漫天鸡毛乱飞。黄有为父子二人的屁股上出现一道道乌青痕迹，说明王小强是下了狠手。说吧。王小强把鸡毛掸子往旁边一扔，你他妈是怎么糟蹋人家姑娘的？黄峥哭丧着脸，那天晚上我让他的朋友约他出来，他一五一十的把当天犯案的经过说了一遍，甚至连几个销售人员都听不下去，咬牙切齿的低骂畜生。大刘彻底泪崩了，王小强真的让黄峥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想起女儿所承受的不幸，大刘泪流满面。你个畜生，你毁了他的一生，你知道吗？他差点自杀。越想越气，冲过去一顿拳打脚踢。这一次有王小强在，黄峥再也不敢还手，被打得鼻血长流，也只能默默忍耐，而且没有任何人对他怜悯同情，相反，谁都恨不得当场把这个畜生打死。第10章，善恶终有报。你报警吧。王小强对黄有为道，你儿子毁了人家的姑娘，我要你亲手把你儿子送进监狱。黄有为浑身剧颤，但不敢违逆王小强的意志，他拿出手机，艰难地拨通报警电话。喂，警察局吗？这儿有一个强奸犯，是我儿子。挂断电话，黄有为头发凌乱，看起来瞬间苍老10岁。大刘激动得泣不成声，捂住嘴嚎啕大哭，扑通一声跪在王小强面前。小强老弟，你的大恩大德，我大刘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王小强赶紧把他扶起来，举手之劳而已，你再这样就是没把我当朋友。大刘站起来把眼泪擦干，一时之间哽咽无语。王小强理解他的心情，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安慰。没过多久，警车来了，走下来2个警察，稍作询问就把黄有为父子2人带走。小强老弟，我也是当事人，要去一趟警局，不能陪你买车了，这1万块钱还给你，拿着吧，这是你应得的。王小强硬推回去，他们在法庭上不敢再抵赖，你还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大刘握着王小强的手，半天不知道该说什么。行了，走吧，别婆婆妈妈像个娘们一样。王小强催促一句，事情办好，真想感谢我，那就打电话请我吃火锅吧。一言为定，到时候咱哥俩喝个痛快。好，王小强答应下来。大刘钻进警车，王小强目送着离开。回过身来，看到小美眼冒桃心的看着自己，年少多金，充满正义感，简直是每个少女心中最完美的王子。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这小丫头不会看上自己了吧？啊，那个强哥，你有微信吗？小美羞红了脸，急忙解释，我不是那种拜金女，我就想和你交个朋友，刚才你实在太帅了。难道我现在就不帅了吗？现在比起刚才稍微逊色那么一点点，不过还是很帅。小美很会说话，正所谓有妞不泡，大逆不道。可爱的小美女主动来撩骚自己，必须要接招啊！当即拿出与自己身份极不搭配的4喇叭4和4卡4呆的山寨手机，存上了小美的微信。他之所以没有换手机，是因为手机里存着他最爱玩的游戏。强哥，你的车砸坏了，今天没办法修好，要1周之后才能过来提车。王小强根本无所谓，太麻烦了，能开走就行，不用修。小美无语，新买的宾利被砸坏了，就这样开走，真是够有个性。现在车也有了，王小强打算直接去买房子。半个小时之后，他来到龙润地产的售房部。售房部金碧辉煌，人来人往。现在是房地产最景气、最膨胀的时候，房子被炒房团炒成了天价，普通工薪族背负着沉重的房贷在底层挣扎，而这些人却依然乐此不疲地哄抬着房价。先生，买房吗？一个戴眼镜的女销售笑盈盈地走过来招呼他，我叫李丽丽，业务经理。王小强点点头，见他伸手，便与他一握，心道手真软。您是想要买哪个楼盘？多少价位的？李丽丽穿着制服，化着淡妆，看来蛮漂亮。请这边走，我给你介绍一下。指引着王小强来到楼盘模型处。你们龙润不是有山顶别墅，我要买别墅。王小强直接说出自己目的。那边的楼盘叫做寒山楼阁，您是想买那里？王小强点点头。多少钱？李丽丽一愣，因为极少有人来买房，不看户型就直接问多少钱的，就连炒房也得看看户型，因为户型不好，囤在手里也不太容易卖出去。况且炒房一般炒普通商业房，很少炒别墅的，所以他呆了一呆。那边大概是5万1个平米吧。房子有多大？至少都是300平米起步，上下2层，自带游泳池。王小强心里一算，5万1个平米，300平方也才1500多万，也不算贵啊。那就这房子给我来一套吧，最好今天就能住进去的，
否则晚上我只能去星级酒店住总统套房了。李丽丽各种土豪都见过，但王小强的这种确实少见。不看户型，不问好坏，直接就要来一套，看起来和买大白菜没任何区别。您不看看户型朝向什么的？不用看，你就告诉我在哪儿就行。哦，对了，路况不要太复杂，我这人有点路痴，怕找不到家。有今天就可以住进去的吗？有的，拎包入住，不过是每平方4万5，500平方的大房子，您看，就这个吧。王小强拿出卡，刷卡，带我去看看。李丽丽又是一呆，不先去看看就付款，没什么好看的，反正要买，懒得去看。王小强想了想，认真说道：“如果不满意，重新再买一套就行了。”李丽丽差点栽倒，还当真以为是买大白菜啊。在王小强看来，买房子就是和买大白菜没有区别，因为钱对他而言就是一个数字。世界上有钱人实在太多了，多认几个孝顺儿子还愁没钱花。当王小强拿出至尊黑金卡的时候，又把李丽丽震了一震，她眼睛都快冒出金光，人恨不得立刻往王小强怀里钻。人不能有对比，这一对比下来，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小美绝对是个纯情的姑娘，对王小强是单纯的崇拜，而这李丽丽则是十足的拜金女。强哥，那我就带您去您的房子吧。李丽丽热情的有点过分。不用了，既然是拎包入住，你把钥匙交给我就行了。王小强抽回手臂，正色道：妹子，我可不是随便的人。李丽丽娇媚一笑，转移话题：山上风大，晚上要不要妹子陪陪你？话都说到这份上，李丽丽想做什么，王小强当然懂了。不过王小强自认自己不是种马，看见女人就不管不顾，况且这种拜金女是他最厌恶的。如果早知道她是这样的女人，王小强根本不会在她这儿买下这套房产。王小强眉头大皱，语气冰冷：不用了，我们是正常的买卖关系，我不想我们两个人因此发展出更多莫名其妙的关系。李丽丽还抱着王小强不放，心想这样的男人老娘见多了，嘴上说不要，身体是很诚实的，等会见识了老娘的功夫，绝对送你上天，让你立刻爱上老娘。第11章黑发女郎。强哥，难道你有家室？我不介意的。李丽丽自身条件不错，做豪宅的房产销售就是想找一个攀上高枝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怎么能错过？难道强哥瞧不起妹子？王小强甩开李丽丽的手，提高了声调，脸上露出嫌恶：不错，我就是瞧不起你，拜金女一个，谁瞧得起？倒贴钱给王小强，王小强都不会睡。陡然提高的声音把所有人目光都吸引过来。李丽丽一呆，她再不要脸，此时也是满脸通红。众人不明所以，有几个热心肠的一看，还以为王小强仗着有钱有脸欺负人，顿时有些冒火。朋友，你说什么？有钱就能瞧不起人啊？其他人一听，立刻义愤填膺，纷纷附和：小伙子，你这话可说的不对，快向人家姑娘道歉。是啊，他们搞房产销售，兢兢业业为我们服务，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家？围观路人纷纷对王小强表示谴责。李丽丽万没想竟会演变成这样的结果，心中一喜，但眼中眼泪哗哗，一副委屈可怜让人心疼的模样。强哥，对不起，是我服务不周到，您看这样，换个人给您服务吧。王小强眉头大皱：你不去演戏，简直可惜了你。换个人就换个人吧，不过房产卖出去佣金不能算在你头上。李丽丽一听佣金不算在自己头上，这还得了，干脆一把鼻涕一把泪，说有多可怜就有多可怜。强哥，不要啊，客户就是上帝，我陪您睡还不行吗？求求你不要把佣金给别人，那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家里一家老小还指望着我养活啊。众人一听当即就怒了，买个房还要求陪睡，有没有天理王法了？肯定是妹子不同意，这混账东西才恶言相向，狗东西，你他妈还是不是人？妹子别怕，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会为你做主。报警！报警！把这家伙抓起来，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啊。王小强一听也怒了，眉角挑起老高，久久没有落下。他回过身盯着李丽丽看了半晌，看到她嘴角处浮现出一抹不为人知的阴险笑意，很明显是在说：行啊，跟老娘斗，老娘就要你身败名裂。这时主管经理也被惊动，跑来询问情况。丽丽，怎么回事？主管经理陈磊是李丽丽的追求者，现在正是英雄救美的时刻，当然要表现一下。李丽丽确实演技派，直接扑入陈磊怀中，嚎啕大哭：陈经理，你劝劝强哥吧，让他一定不要把我的佣金给别人。陈磊感受着美人的软玉温香，真是爽到爆炸，轻抚着李丽丽的后背，心中更是飘然，暗想：丽丽一直说我没有男儿气魄，要是把这事处理好了，没准丽丽就会对我青年有加了。事实上，李丽丽看不上他，只是因为他是穷比而已。这位先生，您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吗？陈磊清了清嗓子，看着王小强：有什么好解释？我解释了，你们会听吗？王小强环顾众人，李丽丽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所有人已经先入为主，认为是王小强欺辱他，再加上他和王小强相比，算是弱势群体，所有人更是偏向他。
王小强还解释什么？只能越描越黑，心虚了而已。就是，难道我们都是不讲道理的人？看你衣冠楚楚的，没想原来是个衣冠禽兽。你是这小美女的客户，难道小美女还会冤枉你不成？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小美女，报警吧，这是性骚扰，我是律师，我愿意帮你起诉她。李丽丽心中十分得意，但哭得更惨，简直梨花带雨。我见犹怜，强哥，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您那么有钱，找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呢？王小强眉头大皱，语气冰冷。你差不多就行了，非要演到底。我不想和你计较，是因为我瞧不起你这种层次的人，懒得和你计较。佣金你是1分钱也别想拿到，自己滚吧。此话一出，又激起众怒。喂，什么叫你这种层次？你的层次很高，有几个臭钱还真狂上天了。特么的，明明是自己错了，还敢这么横，老子真想揍你！还让人姑娘滚，我看该滚的是你自己。房子别卖给他了，签了合约是吧？违约金我来帮姑娘出。太他妈气人了，算我一份，我也愿意出。房子别卖给他了，和这种人做邻居简直是对我们的羞辱。陈磊觉得是时候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了，挺身而出，先生，你走吧，我们龙润地产不欢迎你。李丽丽又假模假样的哭了几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世上毕竟还是好人多，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请你走吧，我不可能为了那点佣金出卖自己的身体灵魂。哼！人群中忽然传来一声冷笑，在群情激愤的环境下听来尤为清晰，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往那边看去。一瞬之间再也没有人说话。这女子实在太美了，一头黑色长发如瀑布般披散在身后，五官精美如画，身上是一条黑色连体长裙，将她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雪白秀长的脖颈上挂着一条钻石项链，熠熠生辉，挺拔并拢的双腿套着黑色丝袜，一点也不逊色于电视里的明星模特。所有的男人都痴痴看着她，一时之间没有回过神来。这黑发女郎甩开那一对堪比名模的大长腿，走到王小强身边，问道：为什么不解释呢？解释有什么用？他们只想相信自己，对他们而言，我的解释就是掩饰，我才懒得跟他们争辩，老子可没那么无聊。王小强漫不经心地说道。黑发女郎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环顾众人，刚才我看到了，是他自己往他身上贴的，虽然我没听清楚他们说了一些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绝不是他想睡他。女郎的美目盯紧了李丽丽，似乎可以洞穿她所有的秘密，让她心中一阵发虚。依我推断，显然是这女的想攀上他。第12章倒打一耙。李丽丽被戳穿目的，身体明显一颤，但她立刻发挥影后级的演技水平，装作柔弱的样子。姐姐，你不能因为他有钱就帮着他颠倒是非黑白啊。言下之意很明显，不是我想攀他，而是小姐姐你想攀上他，所以才帮他说话的吧。众人眉头大皱，美女，事实摆在眼前，你怎么可以信口开河？长得倒是挺好看，没想到是个拜金女。哼，我看是你想睡她吧。现在的人都怎么了？为了攀高枝，连脸都可以不要吗？黑发女郎显然脾气不好，柳眉倒竖，冲上去左右开弓，就给那出言不逊的家伙狠狠2个耳光。那人被打懵了，过了好半晌才回过神来。你敢打我？打的就这种满嘴喷粪的人。那人也怒了，扬起手来就往女郎脸上裹去，但巴掌还没落下，这长发美女直接一脚踢中那家伙的当下，只听咔嚓一声，在场男士不由自主加紧了裆部。那人浑身一哆嗦，立刻跪倒在地。王小强拇指一挑，啧啧赞道：厉害。黑发女郎回应一声客气，走到李丽丽面前，左右开弓，抡起巴掌甩上去，啪啪2声，清脆悦耳。你记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但别说我是拜金女，这是对我最大的侮辱，因为钱对我来说只是一堆数字，这2个巴掌算是给你保平安。黑发女郎说完这句话，对着外面说道：小事而已，不用找她麻烦。但外面的夜色空荡荡的，只有匆匆行人，众人都不知道她在跟谁说话。李丽丽被黑发女郎的气势镇住，捂着脸不敢吭声。黑发女郎环顾四周，心眸如电，如果你们之中有谁想要给她出头，没问题，你们随时可以到邱家来找我，我姓邱，叫邱双寒。本来还有想打抱不平的人，听到这个邱字，立刻偃旗息鼓，忍气吞声。邱家，华夏顶级豪门之一，纵然是在龙虎汇聚的燕京，跺跺脚也能让整个燕京抖上3抖。而这邱双寒来历更是吓死人，正是邱老爷子指定的接班人，邱家未来的女掌门。说她是拜金女，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侮辱。众人同时明白邱双寒说2巴掌保平安是怎么回事了。大庭广众之下侮辱邱家未来女掌门，在邱家人眼里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过，有什么惩罚，是个有脑袋的人应该都能想得到。李丽丽这个人可能会永远消失，就像从来没出现在这个世界过。然而邱双寒打了他2巴掌，这事就算一笔勾销了，2个巴掌换1条命，很值。不过房地产公司今后绝不敢再用他，得罪邱家女掌门，谁还敢用？放眼整个燕京都没人敢用。多谢你。王小强与他一握，
发现这女郎手有些凉，但手感是极好的。本来不关你的事，连累你被人骂。小事，我叫王小强。邱霜寒，为什么帮我？看不惯，好一个看不惯！王小强微微一笑，想起今天大刘的事，本来也不关他的事，可是他也因为看不惯而出手。如此看来，他和邱霜寒的脾气很登对。既然如此，那也没什么好犹豫的。王小强从来不是一个拘束的人，马上快要吃晚饭了。我知道。那么问题来了，王小强直接开门见山，约吗？邱霜寒勾起红唇一笑，饶有兴致地看着王小强，你确定邀约我？我这样子看起来是在开玩笑吗？邱霜寒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王小强，你不知道我是谁？知道。王小强微微一笑，邱霜寒吗？你自己说的。邱霜寒柳眉微微一挑，你不知道邱家？我刚来这里，不知道邱家，不过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因为他们都怕得不行。不是很厉害，是超级厉害。邱霜寒一脸自豪，旋即看着王小强，以前想约我的人很多，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被打断手脚，成了废人。你还有这种癖好？王小强惊疑不定地看着邱霜寒。邱霜寒没好气的道，被别人打残的。哦，有人怕我被人约成功了，所以干脆把所有靠近我的男人打成白痴，然后只能选他们提供给我的男人。邱霜寒语气中有些无奈。豪门婚姻涉及许多权势倾轧，很多时候他自己也身不由己。还有这种骚操作，所以还想约我吗？约？怎么不约？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就让我王小强来解救你吧。王小强说的大义凛然。售房部的一些人听王小强的话，不由皱起眉头，暗想这小伙胆儿可真肥，为了泡妞连命都不要了。但他们哪知道王小强是系统在手，天下我有，当然要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我很欣赏你的勇气。邱霜寒也很干脆，不过很快就有人会来找你，如果你能好手好脚的活到那时候，咱们就约一次吧。二人互相留下联系方式，邱霜寒飘然离去。第13章，第一次万界穿越。王小强驾着宾利回到别墅，七拐八拐，接连敲错几家门后，终于找到自己家。在他打听自己家的过程当中，他听到一个让他不太爽的消息，原来他住的房子闹鬼。不过王小强艺高人胆大，不管来的是男鬼还女鬼，一律特么通杀。打开别墅门，一股阴风扑面而来，屋子里的东西在模糊的黑暗中看起来神秘诡异，像是各种鬼怪。啪！王小强打开灯，所有一切神秘都暴露在灯光下，所有的诡异也都消失不见。还算整洁，因为白天物业会派人来保养，所以并没有乱糟糟的样子。果然是拎包住，爽。他往沙发上一躺，整个人差点深陷下去。他之前从没睡过这么软的沙发，舒服。自穿越过来，他在今天终于体会到了开挂的人生和有钱的生活，太爽了！以后就做个混吃等死的老干爹吧。躺了一会儿，又开始无聊起来，想起自己系统还有许多未知功能，王小强决定再研究一下。系统，快出来！意识一动，呼叫系统：主人，你有什么差遣？小乖。系统是个有着傲人3维的萝莉，叫做小乖，穿得相当清凉。更过分的是，小乖说自己是拟真的，如果王小强愿意，是随时可以吃了他的。王小强当然还没饥渴到那种程度，要真上了自己的系统，他王小强也算是系统界的一股泥石流了。除了能指认干儿子之外，你还有什么功能？本系统还可以兑换功能、抽奖功能以及主人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功能，只是这些功能没有全部开启，需要主人自行开发小乖才行呢。系统一脸娇羞，开发？你？王小强脑中出现一些羞羞的场景。主人好坏，你想歪了啦。小乖进一步解释，主人可以随时穿越万界，指认儿女，主人儿女在万界中的成长与主人的能力息息相关，儿女成长的越强大，主人也就越强大，小乖向主人开放的功能也就越多。值得重点一提的是，主人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掌握地球本源之心，成为地球的主宰之神。卧槽，成神！王小强睁大了眼睛，这也太牛逼了。小乖微微有些得意，主人，其实成神不算什么的，你以后就知道了。王小强惊讶道，成神都不算什么，那什么才能算什么？哎呀，现在告诉您，您也无法体会的。如果主人能够成神，小乖也可以在现实世界具现化，成为真正的人类。小乖好想成为人类，真真实实的站在主人身边。小乖改变了王小强的命运，王小强对他十分感激，坚定道：小乖，你放心，我一定会修炼成神，满足你的愿望。小乖激动地抱住王小强，主人加油，小乖爱你哦。王小强有点把持不住了，脸上红红，小乖，勒得我有点紧。小乖吐了吐可爱的舌头，抱歉啦，主人。看到王小强满脸通红，小乖说道：主人如果想的话是可以的哦，小乖有重置功能。嗨嗨，王小强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住，小乖真是什么都敢说。不过小乖现在毕竟只是一个系统，和系统做羞羞的事情，王小强实在有点迈不过心里的那道坎。他郑重其事说道：等我成神的之日，等你化为人形之时，
我一定会娶你做我老婆。主人小乖激动得热泪盈眶，又把王小强抱住。小乖一定会等那天到来。好了，现在就开始我的成神第一步吧，我要穿越万界去生儿子了。王小强收敛心神，将脑中那些污污的东西甩出脑袋，开始自己第一次万界穿越之旅。主人，您现在只能穿越低级位面武侠世界，穿越费用为10亿软妹币。卧槽，10个亿！钱虽然现在对王小强而言只是一个数字，不过王小强毕竟是吊丝出身，身份还没来得及转换过来，一听10个亿，把自己吓了一跳。穿越一个低级位面就要10亿起步，看来100亿没我想的那么多。低位世界武侠世界有神雕世界、射雕世界、小李飞刀世界、三少爷的剑世界等等，请问您要去哪个世界？呼！王小强眼中浮现出一片浩瀚星海，每一颗星星点点就是一个世界。高手最多的武侠世界莫过于射雕世界，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五绝的武功独步天下，全真七子威震八方，黑风双煞凶名远播，还有郭靖、黄蓉年轻一辈的高手，实在是不二之选。那就选定射雕世界吧。话音一落，王小强就来到一处满是桃花的地方，清风一吹，落英纷飞。只见一块石头之上刻着2句话：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暗玉箫。这里是桃花岛。王小强立刻反应过来，什么人胆敢擅闯桃花岛？花树丛中忽然跳出一个鹅黄衫小丫头，不过16、17岁，一双大眼睛生得十分漂亮，滴溜溜在王小强身上直转，很是灵动。你是黄蓉？王小强立刻猜出她的身份。那妙龄女子咯咯娇笑，我小师妹还在尿床，你找她有事？王小强当即一呆，这人竟不是黄蓉。那你是谁？本小姐梅超风。第14章，东邪黄药师，给老子跪下！你是梅超风？王小强眼睛都快瞪出来，和电视里不太一样啊，你这个梅超风挺好看的。转念一想，立刻明白过来，自己来到了射雕最开始的时间线，梅超风和陈玄风还没叛离桃花岛，而黄蓉现在还是个仍在尿床的婴孩。你是什么人？梅超风想起这家伙还没回答自己问题，警惕地看着他，快说，否则本小姐对你不客气。我是什么人？王小强挠挠脑袋，这说来就很复杂了，黄药师在不在？好胆，你竟敢直呼我师父名讳！梅超风柳眉倒竖，一掌袭来。王小强还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接得住真正武林高手的一掌？急忙启动系统，把梅超风认作干女儿。梅超风身体一颤，被系统强行植入关于王小强的记忆，惊呼道：义父！叮！指认梅超风成功获得落阴神剑掌。原来指认儿子女儿还可以获得他们的技能。王小强惊喜不已，心中暗想，黄药师座下有7个徒弟：屈凌风、陈玄风、梅超风、陆成风、武绵风、冯墨风、程英。程英是黄药师在神雕里收的关门弟子，现在还没出生，岛上只有6个，这6个人各有各的成长，应该对我很有帮助。梅超风，带我去见见你的师兄弟。是，义父。梅超风带着王小强在桃花迷阵中左转右转，忽然眼前一亮，豁然开朗，一块空地上出现5个劲装少年，正斗的是厉害，但见到梅超风来了，立刻停手，亲亲热热的围了上来。梅师妹，这小子是什么人？怎么在桃花岛市上？师父说过，不准外人进岛的。屈凌风年纪最长，口无遮拦。他是我义父。义父？陈玄风瞪大了眼睛，梅师妹，你不是病吗？这小子看上去年纪和大师兄相仿，怎么会是你义父？王小强微微一笑，我不但是他的义父，也是你们的义父，你们忘记了吗？众人一听，顿时怒了。屈凌风冷笑一声，好胆，竟敢在桃花岛上撒野，让我来会会你，看看你究竟有什么本事做我师兄弟的义父。王小强很是装逼的摆了一个起手势道，来吧。屈凌风低喝一声，猛扑过来，王小强瞬间启动系统，大喝一声，跪下。屈凌风双腿一软，立刻跪倒在地，一掌掴在自己脸上，看着王小强，义父孩儿该死。叮！只认屈凌风成功获得弹指神通。桃花岛其他人瞬时懵逼，面面相觑。大师兄，这是怎么了？难道突然中邪了不成？那小子摆的起手势，明明破绽百出，一掌就可以击倒啊，怎会突然跪下叫他义父？这不是中邪是什么？王小强背脊一挺，满面春风，勾勾手对剩下这几人道：你们一起上吧。众人对视一眼，要是不把这小子拿下，桃花岛颜面何存？齐齐低喝一声，扑向王小强。王小强获得了初级落阴神剑掌和弹指神功，当然要大展身手。他抖擞精神，以一敌4，落阴神剑掌和弹指神功的熟练度在疯狂暴涨，越打越顺，竟然和这4个人打成平手。陈玄风大喝道：你这恶贼到底是谁？怎会使用桃花岛的武功？陆成风道：不管这妖人是谁，今天务必将他拿下，否则我桃花岛颜面何存？4人攻势更急，如狂风暴雨一般落下。王小强毕竟没有内功底子，体力不支，立刻落在下风。不行了，要开挂，否则要怪。王小强连连强攻，逼退4人，大喝一声，
全都给我跪下！众人像是被施了魔咒，扑通一声齐齐跪下。叮！指认陈玄风成功，获得兰花符血手。叮！指认陆成风成功，获得灵鳌步。叮！指认五棉风成功，获得旋风扫叶腿。叮！指认冯墨风成功，奇门遁甲术。王小强的脑袋里叮当乱响，黄药师这几个徒弟在黄药师处学过的武功，一瞬间全被王小强领悟，而且比他们所有人更得其神髓。就在这时，忽然一声轻笑，一道声音由远及近，来人喝道：“什么人胆敢到我桃花岛撒野？”只见此人形象清癯，身材高瘦，风姿俊爽，萧疏轩举，湛然若神，身穿青衣直坠，头戴同色方巾，纹饰模样，不用想也知道是桃花岛主，天下五绝之一的黄药师。王小强面色微微一变，连连拍出3掌落阴神剑掌。黄药师面色大变，竟是落阴神剑掌，也以落阴神剑掌相接。王小强已把落阴神剑掌摸得熟门熟路，知道这掌法八虚一时，他急忙施展灵鳌步，避实就虚，躲开黄药师的攻击，反手一记弹指神功。黄药师万没想到王小强还有这一手，二人一个照面，他便吃了一个暗亏，冷漠的脸上现出一抹震撼，潇洒飘身而退，凝立在一束桃花树上，冷冷盯着王小强。灵鳌步，弹指神功，你竟敢偷学我桃花岛绝技！今日若不给个交代，休想活着离开桃花岛！话音一落，人如一只大鸟一般飞起。很多东西要么好看，要么好用，很少有既好看又实用的。然而桃花岛的武功就这么骚包，黄药师简直把好看和实用这种矛盾统一到极致，以至于成为一种艺术。他出手时的身法不仅飘逸若仙，潇洒无比，而且杀机四伏，凌厉至极，不用眼睛看也该知道，这是一记绝杀。黄药师显然没打算让王小强活着离开，毕竟偷学人武功是江湖大忌，搁谁手里都不可能轻易了事。刚才王小强逼退黄药师，完全是因为打了黄药师一个猝不及防，如今黄药师回过神来，哪还有王小强还手的份儿？凌厉杀机当头笼罩，漫天席地掌影落下，王小强根本避无可避。射雕五绝，东邪黄药师果然不一般。王小强没慌，有系统在手，他有什么好慌的？眼看攻击要落到头顶，他淡淡定定地启动系统。黄药师，给老子跪下！第15章女鬼。黄药师身在半空，身体忽然一颤，被系统强行植入关于对王小强的记忆，张口惊呼义父，强行收招，逆了真气，身体再难保持平衡，从空中狠狠落下，摔了一个狗吃屎。叮！只认黄药师成功获得一甲子内功修为，一甲子就是60年，还不错。内功修为是王小强成神的必备条件，虽然一甲子修为和成神需要的千万年甚至上亿年的修为相比，简直连九牛一毛都不算，不过无论怎样，这是个好的开始。义父，孩儿该死！黄药师战战兢兢伏在地上，既狼狈又惊恐，刚才差一丁点，他就酿成了万死难赎的大错。起来吧，王小强说道，不怪你。黄药师哪敢起身，恐惧的不敢说话。黄药师的6个徒弟也跪在地上，心中暗想，怎么师傅也是义父的义子，这不是乱了辈分吗？算了，别去多想，该怎么叫还是怎么叫吧，不起来就算了。王小强懒得去扶他的任务完成，反正没事，不如多待一会儿，大马金刀的坐在一块青石上，问道，黄药师，这次华山论剑你排第几？黄药师抬起头来，一脸懵逼，义父说什么华山论剑，孩儿不解，请父亲明示。这回轮到王小强懵逼了，你不知道华山论剑？王重阳，你应该知道了吧？黄药师道，抗金义士，久闻遐名，不过素未谋面。素未谋面。王小强灵光一闪，一拍脑门恍然道，我这是穿越到华山论剑之前来了。主人，是的哦。脑海中响起小乖的声音，您有新的系统任务，是否查看？什么任务？王小强问道。请您在射雕世界号召群雄召开第1次华山论剑，达成任务后，您将获得300年内功修为。小乖在脑海中说道，请问主人要接受任务吗？当然。王小强毫不犹豫接受，300年内功修为当然不容错过。叮！任务接收成功。小乖提示，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王重阳。王小强现在满脑子都是召开华山论剑的任务。主人，不要着急，您今天在万界停留的时间快要耗尽了，等您下次进入时，我会直接把您送到王重阳身边。好吧。王小强有点无奈，但没有办法。每个世界都有界神，穿越到万界中改变世界进程是每个界神的大忌。小乖只能保证王小强在一定时间内不被界神发现，如果待的时间太久，就有被该世界界神发现的危险。假若被发现，等待王小强的就只有死路一条。当然，王小强每次穿越都会对该世界产生一定的改变，但只要他本身不被界神发现，这些改变会被界神认为是自然推演的结果，不会产生任何怀疑。呼！回到别墅的沙发上，王小强出了一身汗，毛孔中有黑乎乎的粘稠物体渗出，散发着阵阵腥臭，显然是内功对他身体造成的改变。
他现在感觉精力澎湃，充满了用之不竭的力量，感官也比之前灵敏了许多。先洗个澡。王小强把自己脱得干干净净，门外有冷风出来，树影晃动，像是鬼怪在跳舞。很快，他冲洗干净，只穿了一件薄衬衣，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打开电视，电视内正滚动播放一条新闻：昨日，怪盗楚留香窃取了金贵珠宝公司一尊玉观音，这已经是他第10次在本市作案，其作案手法依然与小说中楚留香作案一致，先留下纸条通知事主，然后作案。警方正积极展开调查，下面请负责本案的警官舒孝旺报告调查进展。画面一转，出现一个齐耳短发、身材健美、英气迫人、十分干练的女警官。舒警官，警方现在有什么线索吗？本案已经有重大突破，相信不久就会将这名可恶的窃贼绳之以法。这是他连续10次偷盗，而且每一次都会提前通知警方，然后在警察眼皮子底下盗取宝物。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解读为挑衅警方？偷盗10次，连窃贼性别都没有弄清楚，是否说明警方的力量有限？公民如何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请媒体不要过分解读，也请民众相信警方的能力，任何挑战法律的行为必将受到严厉制裁。女警官目光凌厉，就算在电视外也能感受得到。我不管之前接手本案的人是不是废物，但案子在我舒孝旺手里就一定可以破。这女警官还真敢说，电视直播竟然说自己的同僚是废物。王小强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武功底子，所以一眼看出这女警官绝对是个高手。舒警官，离第一次案发已经过了大半年时间，您口口声声说可以破案，10年之后破案也是破，民众需要一个确切的答复。这记者也不是省油的灯，一步步的设套，想挖一个猛料。女警官柳眉一扬，伸出5个指头，自信满满道：5天，我只需要5天就可以破案。话音一落，现场一片哗然。从镜头上看，在他身后的几个老警官眉头大皱，脸上掠过不悦。采访记者没想到舒望孝真敢立下军令状，这可是大新闻啊！暗想，这年轻人就是冲动，要是采访这些老狐狸，自己哪能设套给他们钻？镜头在切换时，女警官被拉了下去，换上了一个圆滑的老警察接受采访。没有美女看，王小强就懒得关注，换了一个频道。忽然一阵阴风吹过，王小强耳后响起一个阴恻恻的声音。就在这声音响起同时，电灯闪了闪，然后熄灭，整个房间陷入了一片黑暗，唯有一点月色从窗户漏进来，使房间看来更加诡异。在王小强身后站着一个白色身影，悄无声息地悬浮在空中，衣袍在风中舞动，脸色惨白，在暗然的星月光芒之下显得格外瘆人。王小强回过头看了这身形一眼，仍然淡定地抽着烟。你就是传说中的女鬼？幸会，幸会。来根烟吗？第16章，误会大发了。鬼摇摇头没有说话，两人就这样对视着，场面有点诡异，也有点滑稽。诡异的是，女鬼确实很可怕；滑稽的是，王小强裸着身子站在他面前，这场面确实有点辣眼睛。气氛一度有点尴尬。王小强决定缓和一下这尴尬的气氛，率先开口：“你这妆化的不错呀，喂，我说别盯我那里，我会不好意思的。”他发现女鬼的目光正往下移，而且眼底露出一丝惊骇的神色。王小强微微有点得意：“很大很可怕吧？”女鬼抬起头，阴恻恻地说道：“你不怕我？怕有啥好怕？”王小强嘿嘿坏笑：“一个女鬼大半夜出来吓唬我一个大男人，应该害怕的是你没看到我裤子都脱了？谁说我是假鬼？”女鬼说着，飘然地退出几米，倏然一转，又来到王小强身后，在他耳边吹着冷气：“我是厉鬼，要向你索命。我看你是神经病。”王小强根本不理会他：“哪个鬼特么满口韭菜味？今天晚上吃的韭菜饺子吧？大姐，我拜托你，能不能专业一点？”女鬼自己哈气闻了闻，果然如此。本鬼是想改善伙食，怎么了？好久没吃荤腥，正好你来了，就给本鬼打牙祭。王小强反手就是一记落阴神剑掌，女鬼面色一变，倏然一退，顿时恍然，原来你也会武功。所以哥王小强耸耸肩膀，就不要在我面前装模作样了。转头看着他：“你这轻功很厉害啊，莫非就是怪盗楚留香？”“应该是。”王小强自问自答，否则哪个武林高手会会闲得蛋疼来这儿扮鬼吓人？我猜你一定是看中这儿环境不错，又没什么人，所以把我的别墅当成你的贼窝。怪盗！女鬼很生气，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我是侠盗，是盗帅。王小强扯了扯嘴角，一脸鄙视。现在的犯罪分子都爱往自己身上贴金吗？小偷就是小偷，还侠盗、盗帅，要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女的，老子早揍你了。喂，你把我家当贼窝，属于租赁，要交租金的。王小强现在十分有紧迫感，成神之路就是一条砸钱之路啊，蚊子腿都不能放过。女鬼狠狠瞧了王小强一眼：“你还敢收我的租金？有没有搞错？你走不走？不走，老娘每天来拉你电闸。”王小强白眼一翻：“卧槽，你有没有搞错？这里可是我家，你让我走，在老子的主场还敢这么嚣张？
信不信我马上就报警抓你？女鬼深深看了王小强一眼，你给我等着！身形一动，飘然而退，从房间里消失。王小强打开电闸，屋子里又恢复了一片光明。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王小强4盒4带4喇叭的超级山寨击响起来，周围别墅纷纷亮起灯，破口大骂：谁呀？有没有素质？大晚上的跳广场舞，还要不要人睡觉了？王小强一看号码，是孙子方聪打来的。喂，乖孙，这么晚了有啥事？爷爷，我这弄了一尊玉佛孝敬您，不过却被楚留香给盯上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这就给您送来，但我不知道您住在哪儿，打电话来问问您。我这是寒山楼阁188号，你要来就快点，老子等会睡觉了没人给你开门。好的爷爷，20分钟后我准时到。方聪挂断电话，王小强穿好衣服，莫等多久，门外响起敲门声。没锁，进来就行了。方聪走了进来，手里捧着一只锦盒，后面跟着刚才在电视里看到的女警舒笑望。爷爷，这么晚打扰您，实在抱歉。方聪满脸堆笑地走进来，将锦盒放在桌上，这是一尊玉佛，和被楚留香偷走的观音是一对儿。王小强眉头大皱，这和上尼姑也谈恋爱，加入到虐单申狗的行列中来了。不是那个一对儿，是出自同一名将之手。王小强挠了挠脑袋，这玩意儿能值多少钱？对他而言，再精美的工艺品，不如换成真金白银的来的划算。一对凑齐，价值连城啊！单个的话，也就只能值个1-2个亿。方聪说的比较谦虚，1-2个亿，怎么也不会是个小数目了吧？哪知道王小强不屑地扯了扯嘴角，才1-2个亿，也太少了吧？他穿越一次就要10亿，确实1-2个亿，确实不多。方聪苦笑道：“爷爷不要嫌弃，艺术品嘛，不是用钱衡量的。行，放这儿，你们就走吧，我要睡觉了。王先生，我是奉命来保护这尊玉佛的，所以不能离开。”一直没有开口的舒笑望忽然开口，老实说他有点惊讶。一豪的大少爷方聪是出了名的年少轻狂，谁也不放在眼里，可是在这些年轻人面前却是恭恭敬敬服服帖帖，而且竟叫他为爷爷。他心中猜测，也许是眼前这年轻人在方家有着极高的辈分。不过这一切与他无关，他的任务是保护玉佛。楚留香要偷的东西一定要到手才肯罢休，玉佛是十分重要的线索。从今天起，我会打扰王先生一段时间，希望王先生不要介意。没什么好介意的，有这么漂亮的女警保护，我睡起来会更踏实。舒笑望点头，那么就麻烦王先生把这尊玉佛保管起来吧。保管起来做什么？就放在桌上吧，就和那尊玉观音放在一起吧。王小强顺手一指，等等，玉观音。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尊妙手雕成、极尽颜态的玉观音身上，一时之间没有人说话，气氛一度尴尬。但片刻之后，舒笑望拔枪的声音使所有人都回过神来。王先生，我想请你解释一下。舒笑望一眼就认出这尊玉观音正是金贵珠保刑失窃的那一尊，他的眼神凌厉，黝黑的枪口对准了王小强，语气也十分不善，举起手来。王小强无可奈何地举起手，舒警官，说出来你恐怕不会相信，这一切都是误会。误会？舒笑望扬起下巴，指了指桌上的玉观音，那么请你解释一下，这尊玉观音是怎么回事？第17章，女贼和女警。其实这别墅是楚留香的贼窝。王小强还真不知该怎么解释，跳进黄河都难洗清。你是楚留香的同党？不是，我是这栋别墅的主人，我今天才搬进来。在此之前，那个女贼一直占着这房子，把这儿当成她的贼窝。就在你们来之前，她还扮鬼吓我，结果被我气走了。王小强一五一十的道来。舒笑望冷笑道：王先生，你在这编故事写小说呢？就算你说的是真的，但现在赃物在你房间里，你有重大嫌疑，先跟我去一趟警局吧。方聪站起来，舒警官，我看真有误会，我爷爷怎么可能闲得无聊去做大盗？我家什么东西买不了，何必去偷？舒笑望道：你一说了，闲得无聊吗？你有权发言，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啪的一声，取出手铐就要来铐王小强。王小强眉头大皱，警官，我说的是真话，你为什么不信？他说的确实是真话，不过换成任何人听起来都像是编的。我只相信证据，如果你说的真话，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舒笑望走过来，正要将王小强铐住，王小强嘴角忽然一翘，手腕一翻，当即施展出落阴神剑掌。舒笑望面色一变，急忙出手。要是1天之前，王小强肯定不是舒笑望的对手，只能动用系统外挂。可是他现在身怀1甲子修为，别说他一个小女警，就算黄药师也不是他的对手。立刻被王小强反剪着双臂按在桌上，手铐反而将他自己锁住。舒笑望勃然大怒，大喝道：好大胆子，你敢袭警！扬腿后踢，却被王小强夹住。现在这姿势更是奇怪。舒警官，你听我解释。王小强把舒笑望压住，免得他挣扎，如此一来姿势更加暧昧。快把我放开！舒笑望根本无法挣扎，王小强身上一股股暖流涌入他体内，让他骨头酥软，根本使不上力气。他也是练过武功的人，
知道这绝对是十分高深的内功，更加笃定王小强就大道的猜测，盗窃聚宝外加袭警，你洗干净屁股，准备把牢底坐穿吧。方聪面色苍白，爷爷，您还真是那个大盗，是你个大头鬼！老子解释了他也不听，这是那女贼的贼窝，他当然会回来取他的赃物，让这女警看看不就清楚了。去找绳子把这女暴龙先绑了。卧槽，力气可真大，老子一甲子功力都差点压不住。狗贼，你叫谁女暴龙？舒孝旺破口大骂，老娘明明是淑女，你要是淑女，母猪能上树？卧槽，卧槽，卧槽！绳子呢？方聪满脸黑线，不敢违逆王小强的意思，慌忙找了半天绳子。舒孝旺眼睛一瞪，恶狠狠的道：方聪，你要是敢动手，你就是同犯，你家里有钱也摆不平这事。方聪都快哭了，爷爷，家里规规矩矩做了一辈子生意，我可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废物！王小强可不管袭警不袭警，拿过绳子把舒孝旺结结实实的捆了起来。呼！做完这一切，王小强松了一口。舒孝旺不愧是练过的，力气大的像是一头恐龙，要不是有一甲子内功修为，恐怕还真压不住他。方聪，你回去吧，这儿没你什么事了。方聪现在什么睡意都吓没了，苦着脸道：我现在回去哪还能睡得着？爷爷，你真的不是大盗吧？王小强道：你看我像那种闲得蛋疼要给自己找事的人吗？方聪嘀咕一句：这谁知道？王小强无奈摊开手：你不信也没办法。想了想又觉得好笑，你们防着楚留香来到玉佛，结果直接把这玉佛送进了他的贼窝，不对，现在不应该叫贼窝了，因为我才是这房子的主人。王小强，你放开我！喂，舒警官，我是被冤枉的，可是也不想跟你白走一趟警局，只能先委屈你了，等弄清真相我就放了你。放了我你也是袭警，老娘要把你抓进去蹲一辈子。舒警官，你怎么蛮不讲理？舒孝旺气得要死，这家伙都袭警了，居然还敢说他蛮不讲理。而就在这时，电灯闪了几下又熄灭了，一道白影悄无声息地飘了进来，立在客厅当中。方聪吓得心脏病都快爆发出来，惨叫一声：鬼啊！白眼一翻，竟然晕死过去。警察在这里，你还敢回来？王小强看了一眼女鬼，对舒孝旺道：她就是你要找的女飞贼。楚留香嘿嘿一笑：什么叫女飞贼？我是侠盗道帅楚留香，我管你什么道，你快跟这女警官说一说，这是我家，你把我这儿当做你藏赃物的贼窝，我是被冤枉的，我可不想天天被警察盯着。女飞贼咧开嘴一笑：舒警官，他就是我的同伙，今天这是引君入瓮的之计，至于为什么要把你抓起来，当然是我这男同伙看上你了，要把你嘿嘿嘿。舒孝旺面色大变：王小强，你敢！王小强实在无语：喂，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冤枉好人？舒警官，虽然你是长得挺漂亮，不过我这人向来是不耻做那种事情的。女飞贼见缝插针：原来你还真想泡他。舒孝旺道：呸，老娘就算是死也不会让你泡。王小强无奈道：谁要泡你这个女暴龙啊？女飞贼继续煽风点火道：他是想直接上你。哇，这都绑好了，要不要我拿皮鞭蜡烛来啊？王小强实在有点头大：老子先把你抓住。身形一晃，向女飞贼扑过去。女飞贼的轻功实在相当高明，王小强虽然功力高深，但轻功不是他擅长，追了好几圈，连对方衣服都碰不到。女飞贼哈哈大笑：来追我呀，如果追到我，我就让你嘿嘿嘿。王小强气得半死：别得意，你给我等着。女飞贼洋洋得意道：等着就等着，我怕你啊。王小强正准备启动系统收了这飞贼，不过要是什么都开挂，那就太无趣了，所以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小乖，武侠世界里的轻功谁最高明？当然是道帅楚留香，那就穿越到楚留香世界，收了楚留香，再来收拾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冒牌楚留香。第18章道帅楚留香。丁，穿越楚留香世界。呼！王小强睁开眼睛，已经来到一处花园。花园之内有个气质高雅的翩翩公子在一人饮酒对弈。这个人穿一件蓝色的长衫，非常非常蓝，式样非常非常简单。这个人很瘦，脸色是一种海浪翻起时那种泡沫的颜色，又好像是初夏蓝天中飘过的那种浮云，谁也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颜色，谁也无法形容。这个人的神态气质和风度也是无法形容的，那么飘逸灵动，坐在那里却像是一座山。这是古龙对楚留香的描写。王小强现在近距离观察楚留香，觉得这寥寥数笔勾勒出来的形象实在太贴切不过。楚留香也发现了王小强，能躲过在下的耳朵，兄台的轻功当真天下无双，有兴趣过来喝一杯吗？好啊。王小强老实不客气地走过，楚留香为他斟满一杯酒，王小强端起来就喝掉。兄台海量，不知道忽然造访，有什么指教？楚留香问道。是这样的，我其实是来向你学轻功的。王小强挠挠脑袋，向我学轻功？楚留香挠挠鼻子，兄台没有搞错吧？刚才兄台出现，我甚至都没发现你，你的轻功比起在下来，应该只强不弱才对。
王小强当然不可能跟楚留香解释万界穿越这种事情，只好道：“我根本不会轻功，否则也不会来跟你学习了。”楚留香微微皱眉，可是轻功是在下的独门绝技，在下现在还没有要收弟子的打算，兄台还是另觅贤师吧。王小强无奈叹道：“我本来是想收你做儿子的，但是你请我喝酒，我又觉得不太好意思。不过既然你不肯传授给我，我就只能收下你当儿子了。”楚留香涵养极好，不过听到这句话，脸上也不由闪过愠怒。我以礼相待，兄台怎可出言伤人？王小强摊开手，无奈道：“我就知道说实话要得罪人，不过我得罪的人太多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楚留香，抱歉了。”丁，是否指认楚留香为干儿子？指认，指认成功，获得楚留香的轻功绝学和专属道技。是否提升熟练度？如何提升熟练度？与楚留香交手便可以提升。王小强心中一动，身随意动，人像是纸片一样轻轻飞起来，站在一株花树之上，随风轻摇。这就是飞的感觉。王小强惊叹一声，楚留香的轻功和其他黄药师等人的轻功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感觉实在太爽了。难怪古往今来的人们想尽办法都想要飞到天上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怎么可能？楚留香惊呆了。义父，你怎么会我的轻功绝技？要知道他的轻功绝技是独家定制版，意思就是说无法拷贝第二份，就算他收个徒弟，也没有办法将这轻功绝学传授出去，这也是他不收徒弟的原因。王小强哈哈一笑，也不回答，咱们来比试比试。说着，身形倏然一动，晃到楚留香身前。楚留香也是一晃，到了王小强刚才站立的树枝上，二人就像交换了一个位置。但楚留香的身法更加轻盈潇洒，也更加迅捷飘逸，高下立判。叮！楚留香轻功绝技熟练度+1。卧槽，这才+1，提升到圆满境界，岂不是要练到老死？你也可以用内功修为购买熟练度经验倍数。王小强脑海中出现几个选项：2倍、10倍、20倍、50倍、100倍。100倍兑换，100倍熟练度，需要200年内功修为。我擦，小怪，你真是个吸血鬼。不过王小强还是选择了兑换。义父，你虽然学了我轻功，不过只是皮毛没学到神髓啊。楚留香洋洋得意道。王小强浓眉一皱，是吗？再看这个。唰，人已消失不见，在出现时手里抓着一条裤子。什么？楚留香整个人不淡定了，再难保持风雅。看王小强的身姿，这明明已经掌握了他轻功的最强奥义。不仅如此，连他的专属道技也让王小强给学去了。乖儿子，这招怎么样？楚留香唯有苦笑，父亲毕竟是父亲，孩儿甘拜下风。王小强把裤子扔还给楚留香，像是一朵乘着清风的云，从树上飘落。好儿子，下次我再来找你喝酒，今天有事就先走了。说完，人穿越万界，回到现实。楚留香慢吞吞地穿上裤子，坐回花树下继续喝酒下棋，就像王小强从来没有来过一般。而在现实世界，这一切只不过是眨眼功夫。王小强睁开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小贼，追上你就让我嘿嘿嘿，老子才不会把你嘿嘿嘿，老子要把你啪啪啪。女飞贼突然感觉到一股不妙，但是不妙在哪儿，她自己也说不上来，所以她选择忽略掉，十分挑衅道：来抓我呀，让你嚣张。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人已经不见踪影，下一刻就从沙发出现在女飞贼身后。呼，他在女飞贼耳朵后面吹了一口气，直接一脚踢中她的屁股。女飞贼立刻向前扑向沙发，不过她毕竟轻功卓绝，身体急忙一转，凌空一翻，斜飞出去，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你刚才是装的？女飞贼绝想不到王小强的轻功是在眨眼功夫学会的。关你屁事，老子要把你啪啪啪了。王小强身形一晃，又来到女飞贼身边。女飞贼面色一变，正要飞开，王小强的落阴神剑掌当头照下，直接一巴掌把女飞贼扇飞到沙发上。他倏然欺身而进，一掌把女飞贼按住，就像在按住一只王八，咧开嘴角狞笑道：跑，怎么不继续跑了？唰的一声抽出皮带，你别乱来，这儿有警察。女飞贼慌了，语气中带着哭腔：警察姐姐快点救我，完全忘了自己才是警察通缉的对象。哼，这时候知道让警察救你了。舒孝旺冷笑一声：你挑衅警察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天？但他当然不愿看到最恶劣的事情在自己眼皮子地下发生，义正言辞地对王小强道：喂，王小强，你捉住楚留香，将功赎罪，袭警的罪名我可以既往不咎。他虽然是个犯罪分子，但如果你要一错再错，没人可以帮你，你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自己想清楚吧。第19章，不作死就不会死。我想得很清楚了，一定要把他啪啪啪了。王小强高高扬起皮带。喂，王小强，别乱来啊！舒孝旺也有点慌了，这家伙胆子也够大，袭警不说，竟还要当着警察的面犯更大的罪。王小强已经抽出了皮带。哥哥，我错了，
我把我偷来的东西全都送给你，饶了我吧。女飞贼苦苦哀求，我怕疼。王小强狞笑一声，怕疼就对了，要不然没法给你长记性。扬起手真鳄鱼皮的皮带，就狠狠抽上女飞贼的屁股。啪啪啪！王小强一抽一个红印，女飞贼惨叫连连。舒孝旺松了口气，原来王小强说的啪啪啪是指这个，害得他多想。既然是这样，他也就看热闹不嫌事大。这女贼一次次戏耍警察，搞得警察头大无比。看到他被王小强抽得痛快，心中也十分畅快，竟在一旁加油鼓劲，给我狠狠的打。特么的，老娘为了这些案子熬了好几个通宵，头发都熬白了几根。王小强十分无语，要不你也来抽几下撒撒气？舒孝旺摇摇头，严肃道：同志，这怎么行？我要是动手，那不就成了刑讯逼供吗？还是你打吧。王小强把皮带往边上一扔，给他点教训就行了。打这女飞贼一顿，还把她打热了。他脱下衬衣，露出一身线条流畅、十分健美的肌肉，看得舒孝旺呆了呆。女飞贼嚎啕大哭，躺在沙发上根本不能动，屁股又红又肿，像是烧红的烙铁，看来没有10天半个月是无法痊愈的。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自己为什么要犯贱跑回来受虐？他本来已经走了，可是走在路上越想越不对。本小姐堂堂道帅楚留香，虽然是个山寨的，可是要论轻功，这年头还有几个人是本小姐的对手？怎么可能怕他一个普通人？况且自己好不容易偷来的宝贝还在别墅了，总不能便宜了那家伙。所以他决定回来逗逗王小强，哪知道回来便一脚踢上钢板，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所以不作死就不会死，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忍着疼提上裤子，眼泪哗哗地看着王小强，目中满是害怕。显然王小强这一顿鞭子已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王小强看他妆也哭花了，看来十分滑稽，又可怜兮兮地看着自己，心中微微不忍。你走吧。舒孝旺急忙道：喂，王小强，你不能放他走，他是个大盗，追击盗贼是你们警察的事，关我屁事。你们有本事就自己去捉他，我捉了他要放他也关警察屁事。你！舒孝旺气得快爆炸，一时之间竟无法反驳王小强。女飞贼一瘸一拐地走到窗口，忽然觉得这2楼有点高的可怕，她又一瘸一拐地走了回来，穿过客厅，老老实实开门走了出去。这是离大盗最近的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他从自己眼皮子底下跑了。舒孝旺气得要命，恶狠狠地盯着王小强：放开我！我让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喂，现在你总该清楚我不是大盗了吧？放开我！舒孝旺怒气攻心，你放走大盗也是同罪。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算了，我懒得跟你讲，我要睡觉了，你今天睡沙发吧。你不把我放开，放开你还能睡觉吗？喂，舒警官，你别吵了，再吵我只能用我的臭袜子把你的嘴给堵上。你应该不希望我这样做吧？舒孝旺咬牙切齿：王小强，我跟你没完。凌晨4点钟，一支真枪实弹的特种部队悄无声息地进入王小强的别墅。砰！为首之人一脚踹开卧室的门，其他队员很有默契地冲了进去，一束束红色的瞄准激光对准了王小强的大床。王小强，你已经被捕了！舒孝旺怒气冲冲地持着枪掀开被子，结果傻眼了，被子下方塞了一条长长的枕头，看起来像是有人蒙头睡在里面。舒警官，大半夜的带这么多人跑来和我睡觉吗？王小强的声音出现在他身后。特种部队一惊，急忙转头，但还没来得及反应，便觉得眼睛一花，身上装备全都被解除，手铐把所有人串成一个圈。楚留香的专属道技确实好用。王小强赞叹一声：王小强，你在干什么？赶紧把裤子穿上。舒孝旺也被锁上，急忙闭上眼睛。原来王小强习惯裸睡，现在正一丝不挂。他挠了挠脑袋，不紧不慢地把裤子穿上。舒警官，是你先惹我的，只要你答应不再来惹我，我就放开你们。放屁！王小强，你不但拒捕，还2度袭警，等着把牢底坐穿吧你！你这女人实在太不讲道理了。我惹不起你，我躲得起吧？你们在这里慢慢玩，老子走了。王小强穿上鞋子，直接从窗户跳了下去。外面早有特警拦截，完全把他当成了恐怖分子一样对待。王小强身形一晃，跟个幽灵一样，转眼就消失不见。舒孝旺气得直跺脚，拖着7、8个特警跑到窗口边上破口大骂：王小强，你这个王八蛋，老娘和你没完！第20章，自己装的逼，跪着也要装完。王小强潇潇洒洒地回到自己的出租屋里，还是这里好啊，出门就能吃烧烤。那别墅修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实在太无聊了。王小强补了一觉瞌睡，起来坐了一会儿，电话就响了。喂，谁？强哥，我是小美，不记得了吗？王小强脑中立刻浮现出宾利专卖店可爱的小美女形象，怎么可能不记得？小美有啥事？小美在电话那头咯咯娇笑：我是来问问你，你的车什么时候开过来修？我专门联系了厂家，特地从国外发过来一个引擎盖，不用修，能开就将就开着吧，无所谓的。那多不美观啊，还是开来修了吧。
王小强见小美如此诚恳，也就不好拒绝，点头道：“好吧，我明天再来修理。小美，你现在有空吗？出来吃个饭吧。”强哥，你这算是在约我吗？小美声音羞涩。算是吧。王小强挠挠脑袋，出来吗？小美在电话那头喜滋滋的点点头。二人约好地点，王小强洗了个澡，换了一身衣服，直接出门。很快到了约定的地点，小美还没到，不过没等多久，便远远看到小美在对街挥手。王小强正准备走过去，一辆宾利跑车停在了小美身前，上面走下来一个戴着墨镜的青年男子，手里捧着一大束鲜红玫瑰，挡在小美身前。小美秀眉一皱，明显略过不悦，想要摆脱青年的纠缠，但那青年一直不依不饶，挡住小美的去路。王小强看到小美和他说了几句，脸色已经涨得通红，那青年的神色也很是激动，最后竟把玫瑰往地上一摔，扬起巴掌狠狠向小美脸上掴去。王小强眉角一挑，身形一晃，已经来到那青年身边，握住他的手腕。喂，你做什么？戴墨镜的青年吓了一跳，一脸不爽的道：“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土鳖？老子要做什么关你屁事！”王小强懒得和他掰扯，抬手就是一巴掌扇去，只说了一个字：滚。墨镜青年捂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王小强：“你敢打我？你知不知道？”啪！王小强懒得听他把话说完，反手又是一巴掌，直接把他的话打断：“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滚不滚？”不滚又来了。墨镜青年本想再说点什么，但被王小强的狠劲给吓怂了，脖子一缩，灰溜溜地钻进车里。直到这时他才回过神来：“小子，你特么给我等着！”发动跑车就走，临走时不忘向王小强竖个中指：“又特么来讨打呀！”擦！头一次见人这么犯贱，讨打还不容易，老子成全你！王小强身形一晃，立刻追上他的敞篷跑车，啪啪又是两耳光甩去，扔下犯贱两个字之后，又回到小美身边。墨镜青年被打懵逼了，他哪能想得到王小强竟然能追上他的跑车，失神之际，一个没注意，车砰的一声撞上消防栓，消防栓瞬间爆裂，水柱喷起老高。墨镜青年十分狼狈地逃了出来，脸色发白，嘴唇哆嗦，隔了好半晌才想起打电话求助。王小强不再管他，和小美并肩走进饭店里。强哥，我们真的要在这吃饭吗？李天在这一带很有势力，我怕他等会来找我们麻烦。小美坐下之后，一直面有忧色。他本来是我的一个客户，非要追我，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拒绝了他很多次了。没想到他竟然追到这里来了。强哥，很抱歉，我给你添麻烦了。这怎么能怪你？王小强根本无所谓，你不想在这里吃饭，那咱们就换一家吧。你吃的不安心，那就没啥意思了。小美点点头，心头十分温暖。二人走出来时，迎面就撞上李天。这家伙不知何时叫来一帮人，一个个神色不善，把王小强和小美围了起来。干嘛？王小强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挡在小美身前。干嘛？李天见自己人多势众，恢复了几分底气。你特么的害我车被撞，赔钱吧。车是我在开。不是。车是我撞上去的。不是。那你是不是有病？凭什么叫老子赔钱？滚！擦！李天找来那大哥不爽了。小子，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李天听到这句话，忽然脸色一变，果然熟悉的套路，同样的配方又一次发生在黑虎帮大哥赵猛身上。王小强抬手就是一巴掌，啪一声脆响，截断了李天要说的话。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滚！李天捂着脸，满脸不可思议：你竟敢打我？我老爹都没打过我。王小强反手又是一巴掌：那我就替你爹来打你，滚不滚？赵猛找来的7、8个兄弟全都动怒，大哥被打这还能忍，摸出家伙就上。但此时的王小强早非彼时的王小强，就算不用系统对付一帮流氓也是绰绰有余。身形左摇右晃，如同醉酒，但双脚却根本没有离开原地。流氓的斧子、锤子、大扳手连他的衣角都没挨上。王小强抡开胳膊，左右开弓，打耳瓜子山的这帮家伙东南西北都找不到，半分钟不到全部他打趴下。李天有点傻了，这特么不是踢上钢板，而是踢上钻石了。见势不对，李天扑通一声跪下：哥，我错了，别打我了。这车其实是我借来装逼的，撞坏了没法向别人的交代。王小强白眼一翻，自己装的逼，跪着也要装完。你没法向别人交代，关我什么屁事？你滚不滚？我滚，我这就滚。哥你别生气。李天说着，真是躺在地上咕噜噜滚走的。小美看到他这副怂样，心中十分痛快。看到王小强站在自己面前的坚定背影，没由来觉得一阵安定。小美，你想吃什么？王小强回过头来，看见小美正呆呆地看着自己。咦，你怎么了？小美脸上一红，回过神来，没事。既然李天被赶走了，二人也懒得另觅他处，就在这吃饭。王小强言语不多，小美对他的生活十分感兴趣，叽叽喳喳说个没完。虽然话多，但是并不令人生厌，反而给人一种可爱的感觉。酒足饭饱之后，二人决定再去看一场电影。第21章，
暴打明星。电影院人不少，因为有一帮当红鲜肉在这儿开首映式，一些疯狂的粉丝举着横幅和画板，上面写着偶像的名字，正扯着喉咙大喊：吴凡，我们爱你。王小强不喜欢这些小鲜肉，唱歌不行，主持不行，演戏不行，唯一能看的就是那张化了妆之后的脸。这就是看脸的时代，脸好就行了。强哥，这儿好吵哦。小美皱了皱眉头，那就不看电影了，就去逛逛夜市吧。强哥，我去上个厕所，你等我一下。王小强点点头，小美走向厕所。而就在这个时候，走廊里突然跑出一个男子，十分野蛮地把小美撞翻。眼看小美就要摔倒，王小强身形一动，瞬间移动到小美身边，把她搂进怀里。操！没长眼睛！青年男子不但没有道歉，反而破口大骂。但看到小美的容貌后，脸色立刻变得轻佻起来。哟，原来是个小美女。王小强脸上掠过一丝不爽，眉角一挑，道歉。青年男子蛮不讲理道：他自己走路不带眼，看见我来了不知道躲，凭什么要我道歉？王小强根本懒得和他掰扯，抬手一巴掌扇过去，啪的一声，青年男子白皙的脸上立刻出现5根清晰的手指印。青年男子被打懵逼了，隔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勃然大怒：你他妈敢打我！王小强不咸不淡地说道：是你自己不戴眼睛，看见巴掌来了也不知道躲，怎么能叫我打你？这是青年男子的逻辑，王小强原封不动地还给他。青年男子大怒：你不认识我？王小强白眼一翻：哪儿来的阿猫阿狗我都得认识。青年男子一指影院外面挂着的巨大海报：我是吴凡，你他妈敢动我！王小强反手又一耳光，直接用实际行动回答吴凡的问题：孙子，动你了，你要怎样？吴凡的脸立刻肿得像是个猪头，出道10来年，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屈辱。他直愣愣地看了王小强半天，终于忍不住爆发，冲上去要和王小强干架。但他哪是王小强的对手？王小强左右开弓，一顿耳光打得他脑袋乱摆，停手一看，手里全是粉底。真恶心！王小强顺手擦在吴凡身上，道歉：老子没错。吴凡还嘴硬。王小强眉头一皱，又一巴掌扇过去，道歉：老子就是没错。行啊，朋友，老子看看究竟是你的嘴硬，还是老子的巴掌硬。王小强根本不管他是不是明星，抡开胳膊又是噼里啪啦一顿揍。有种你把我打死，否则谁听谁是孙子。吴凡发狠道：好，你看我敢不敢把你的打死。这时舞台那边已经让吴凡登台，可是一连喊了好几次都没有回应。主办方暗想，这特么又端明星架子，要临时涨价吗？吴凡的经纪人心中暗喜，凡做得好就要把明星架子端起来，我才好要求主办方涨价。可谁也想不到，吴凡正在卫生间门口的走廊上被王小强暴打，几百个耳光下去，吴凡的脸肿得跟猪头没有任何区别。看王小强这股狠劲儿，还真有可能把自己打死。想到这里，吴凡知道今天遇到了一个根本不计后果的疯子，他缩成一团，急忙求饶。可是因为脸被扇肿，说话漏风，听不太清楚。我错了，对不起。王小强这才停手，冷冷道：我他妈以为你有多硬呢，早他妈认怂，也不用受这么多皮肉之苦了。吴凡自己也是肠子都悔青了，自己何必和这种狠人较劲？舞台那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主办方负责人十分不爽，端架子得有个度，这是耍我们吗？什么意思？我们过来出席是给你们面子，实在不行，钱我退给你们，我们现在就走。经纪人站起来，心中也有点不安，这差不多就行了，真要闹大了，确实不好收场。语气稍微缓和一下，我去看看凡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你们也别着急。经纪人走过走廊，看到一个鼻青脸肿的家伙向自己走来，他当即退了2步，眉头大皱：你他妈谁啊？想干什么？我是凡，吴凡委屈至极，哇的一声哭出来：我被人打了。经纪人大吃一惊：谁这么大胆，敢打你？吴凡指着准备离开的王小强：就是他，下手贼狠了。经纪人已经看出王小强下手贼狠这件事了，因为现在别说是他，就算是吴凡的老妈来了，恐怕也认不出他是谁。他急忙拦住王小强：喂，你怎么回事？打了人就想跑吗？王小强无语：我没想跑啊，喂，你是谁啊？我揍他关你屁事啊？我是谁？我是他的经纪人。经纪人拿出电话：好小子，敢打明星，我要报警，我要让你上报，让你火。小美忍不住道：是他先撞到我，还出言不逊，强哥才出手的。我不管，我家凡撞你一下怎么了？你知道多少人想让他撞都没门呢？这是你荣幸，你懂不懂？小狐狸精，看你长得还不错，怎么跟了一个秃子？今天你们谁也别想跑，看老子不把你们告得倾家荡产，老子把名字倒过来写。王小强眉角一挑，抬手便是一巴掌，这一巴掌颇重，经纪人整个人滴溜溜转了一圈才停下。你经纪人翘起兰花指，又惊又怒地盯着王小强：别说了，就是我打你。王小强截断他的话：我打你一下怎么了？你知道多少人想让我打他都没门呢？这是你的荣幸，你懂不懂？
经纪人的流氓逻辑，王小强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你就是老子！王小强看着经纪人指着自己鼻尖的手指，十分不爽道：老子最恨人拿老子的发型说事，今天老子就让你变成秃子！王小强不客气地把这经纪人按在地上，硬生生地把他头发大把大把地拽下来。经纪人疼得直叫唤，但却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大叫道：快报警！快报警！吴凡已经吓傻了，赶紧报警。可是还没等警察来，经纪人已经变成了秃子，满头都是鲜血，瘫在地上嚎啕大哭，而王小强早就扬长而去。出了电影院，王小强呼出一口长气，电影也没看成。你不会怪我吧？小美满脸担忧，眼眶红红。强哥，他是明星，我们打了他，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全都是我连累了你。我管他是不是狗屁明星，就算天王老子欺负你，老子也要揍他。王小强根本不怕得罪任何人。强哥，小美一时哽咽，向他献假殷勤的不少，真正像王小强这般关心他的，却只有王小强一个，让他十分感动，一股莫名的情愫在心中升腾。第22章，王重阳。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一天很快就过去。王小强回到出租屋，准备穿越万界去找射雕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宋营已经被金兵围困10天，断水缺粮，士气低迷。城墙之上立着一个身材高瘦、腰悬长剑、风姿飒爽、英气勃勃、飘逸绝伦的青年男子，年约不过27、8，但眉目之间却有浓浓的风霜之色。此人正是射雕世界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此时他尚风华正茂，举义抗金。师傅，金兵又要来袭，这一次恐怕再也无法击退他们。此处是战略要地，纵使是死，兄弟们也绝不会退缩。说话的是一个17、8岁的少年，相貌普通，面上略有忧色，正是王重阳师弟，今后的老顽童周伯通。王重阳面有悲愤之色，仰天喟然长叹道：难道是天要亡我大宋？周伯通神色复杂，大哥你已尽力了。就在这时，忽一听一声号角响彻天地，远天夕阳之下出现一队骑兵，正如潮水般向城墙杀来。周伯通振臂一呼：金贼来犯，准备迎敌！城中那些伤残士兵听到这句话，就像焕发了新生，立刻从地上站起来，一个个如狼似虎，眼露杀机，仿佛他们身上从来没有伤痛，仿佛他们既不饿也不累。他们把到处是缺口的刀握死，把折断还剩一半的剑拿稳，他们还能砸开敌人脑袋，刺穿对方的心脏。王重阳凝立城墙之上，破烂的衣衫在夕阳的风中飘舞，他面容悲壮，缓缓扫视他的士兵。他很清楚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群勇敢的士兵作战，是故土的母亲，是家乡的爱人，是身为汉人钢胶铁柱永不屈服之心。他高高举起手中长剑，声音充满雄浑的力量，激荡在每个人的心中，誓死不降。好一个誓死不降！王小强也被感动，从士兵当中走出来。喂，王重阳，不要那么悲观，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你是什么人？似乎不是我军士兵。周伯通见王小强穿着奇装异服，而且直呼王重阳名讳，面上掠过不爽。我不是宋朝的人，不过我也是汉人，我是来帮你的。王小强说道。哦，王重阳显然不太相信王小强说的话，但他目光如炬，已发现王小强是个内功深厚的高手，甚至不在他之下，语气也有几分客气。敢问侠士尊姓大名？我叫王小强，现在不是废话的时候，金兵就要来了，我来助你退兵。王小强信心满满。王重阳惊疑不定，我观侠士武功卓绝，不过战场杀敌不是江湖拼斗，不是武功高就能改变战局的。他这话说得相当中肯，他王重阳在射雕中武功已经是天下第一，要是一个人能扛一支军队，管他是金士辽、宋朝都能给他灭了。王小强嘿然一笑，这道理我当然懂，我没说要去和他们拼武功啊。王重阳道：侠士有何良策？金贼已兵临城下，请速速到来。王小强神秘一笑，武功再高也怕菜刀。王重阳一脸懵逼道：什么意思？你们跟我来。王小强懒得解释，带着一干人走到一处废弃粮仓，粮仓之内堆满了各种枪支弹药，俨然一个小型军火库。原来就在收掉黄药师时候，系统开启了兑换功能，王小强可以通过内功修为兑换想要的物品。他知道宋朝气数已尽，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但王小强既然来到这里，就容不得金人杀戮汉人。金兵气势如虹，王重阳的队伍只是困兽犹斗，光凭自己的武功绝对无法带领宋兵冲出重围，所以干脆把热武器兑换出来，简单方便又残暴。这是什么东西？王重阳看到这些古古怪怪的物件，满脸疑惑。这不重要。王小强随手拿起一把冲锋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们这装备不行，我给你们换一身神装。王重阳正色道：侠士不要说笑了，我军残兵败将，士气低迷，纵然刀锋剑锐，也挡不住金人铁骑。我等已做好为国捐躯的觉悟，侠士若能留下抗击金贼，王重阳感激不尽；若不想留下，王重阳也不会强求。接着一叹，只是不要再开这种玩笑，延误了战机。王小强挠挠脑袋，说1万遍，
不如做一遍，你看好了。子弹上膛，瞄准城楼，砰砰砰，枪口喷着火焰，子弹呼啸而出，城墙泥土飞溅，立刻出现3个深深的弹孔。王重阳惊呆了，这是什么东西？这叫步枪。王小强枪口朝天，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击中人体不死也残。又弯腰拿起一枚炸弹，拉开保险栓猛力投掷，大喝道：捂住耳朵！众人茫然不解，还未来得及行动，只听砰轰一声巨响，大地一颤，一间不小的民房瞬间被炸得粉碎。王重阳被爆炸声吓了一跳，耳膜嗡嗡作响，神色震撼至极。这恐怕是天上的神物吧，否则威力怎会如此惊人？周伯通也骇然道：这小小的东西竟内藏如此惊人的力量，血肉之躯怎能抵挡？一个宋朝小兵十分好奇，偷偷去拿枪。王小强急忙制止：不要乱动，这东西可没长眼睛，别伤了自己人。我先教你们如何使用，切记千万别朝着自己人开枪。当即开始传授枪械知识，不求宋兵完全掌握，只求他们能运用基本操作。生死关头，每个人都听得很认真，因为这是他们活命的唯一方法。就在这时，探子来报，金兵已经在城外5里处集结，随时会发起进攻。王重阳手持 AK， 再一看自己长剑，往地上一扔，早知道世间有这等神器，我还浪费时间习武干嘛？王小强一脸黑线，这特么和王重阳天下第一高手的形象相差太远了吧？第23章，自己挖的坑，含着泪也得跳。各位兄弟，是生是死就此一战，全军上下皆听王大侠号令。王重阳内功深厚，中气十足，话音清清楚楚地传进每个士兵的耳朵。宋军目光转向王小强，充满期待。王小强心中豪情顿生，现在似乎不说点什么，有点对不起这气氛，运足功力，振臂高呼：驱逐金贼，光复河山！宋军士气大涨，群情激昂，跟着高呼：驱逐金贼，光复河山！驱逐金贼，光复河山！报！经先头部队已至城下。来得好！王小强大喝一声：让我先取了他们主帅狗头！提着狙击飞上城楼，双足一点，凌空而起。王重阳看到他的轻功，不由高喝一声：好妙的轻功！城外精兵枪歌如林，旌旗招展。千米开外，有一乘红色骏马，马上坐着一个面目威严的将军，正执着马鞭，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根本不知他此时已被死神锁定。王小强透过瞄准镜，红色准星锁定了他的狗头。下一刻，扣动扳机，砰！狙击枪枪口喷射出一道火焰，子弹呼啸着冲出枪管，穿越千军万马，准确无误地命中那金朝主帅的脑袋。金朝主帅笑容当即在脸上凝固，鲜血如蛛丝一般布满整张脸，立刻从马上栽倒。周围副官吓得惊慌失措，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急忙下马查看。王小强锁定副官狗头，毫不犹豫扣下扳机，又是一枪爆头。恐惧就像瘟疫一般迅速扩散，金兵群龙无首，阵脚大乱。宋兵更是士气暴涨，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喝彩。杀！王重阳身先士卒，持着2支冲锋枪，直接从城楼上飞下去，一路火花带闪电，比拍动作片还要精彩。周伯通身上挂着无数手雷，俨然是一个移动军火库。手雷以天女散花的手法打出，把金兵炸得人仰马翻。宋兵有神器在手，个个精神抖擞，比吃了万艾可还要猛。城门一打开，就直接往外冲，对面就是人墙，根本不用瞄准，直接开枪乱打。热兵器对冷兵器，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碾压。宋兵发泄着对金兵的仇恨，王重阳带着这几百残兵，把数万金朝精锐之师追打了4、5里。若非不是王小强喊停，王重阳估计会带着宋兵直接打到金朝王都去。痛快，实在痛快！王重阳得胜归来，对王小强佩服五体投地。王大侠慷慨出手，王重阳感激不尽。有了这些神兵利器，何惧金贼？王小强道：虽然我也不想宋被金灭亡，但宋气数已尽，单凭你个人力量，亦无力回天，还是早点去终南山创立全真教，召开华山论剑吧。王重阳拍案而起：王大侠所言极是，我个人力量毕竟薄弱，我应该广发英雄帖，召集各路豪杰共同抗击金贼，光复大宋。王小强挠挠脑袋：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有点跑偏啊。王重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刚才王大侠说的那个什么论剑来着？华山论剑。对，华山论剑，这个想法太好了，王大侠，你真是天动奇才。王小强有点懵逼，原来华山论剑是自己提出来的。华山论剑是争谁的武功天下第一。王小强企图把王重阳搬回正题，不过转念一想，其实这是无所谓的。不管王重阳对华山论剑抱以怎样的目的，只要他召开华山论剑，王小强就算完成任务了。但如此一来，这个世界的又要被他改变。事实上，他的出现就已经对这个世界造成了改变。天下豪杰之多，我该怎样把他们聚集起来？你不是有天下第一奇功九阴真经吗？凡是来参与华山论剑的英豪，都有参与争夺九阴真经的资格，不用你去请，他们自己都会来。王重阳一脸懵逼，
九阴真经是什么东西？王小强懵逼成二，你不知道九阴真经？天之道，是故损有余而补不足。王重阳一听，眼睛亮了，王大侠的这心法口诀简直神妙啊！王小强奇怪地看着王重阳，九阴真经，你真不知道？如此神妙的功法，在下闻所未闻。王小强捏着自己下巴，眉头大皱，难不成现在的王重阳还没写出九阴真经？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一个匪夷所思的可能，这九阴真经不会是我带去射雕世界的吧？小乖，主人，小乖在，我能兑换九阴真经？当然可以，立刻兑换九阴真经。抱歉主人，九阴真经无法直接兑换，需要完成系统任务。任务是什么？全歼所有精兵才能获得九阴真经。全歼？王小强眉头收拢，这精兵有7、8万人，全歼怎么可能？就算有枪，想以几百人歼灭7、8万人的大军，也绝不可能啊！况且时间不多，我再留下会被射雕世界的界神发现的。他挠着脑袋，险些把自己挠成秃子。我总不能直接兑换一个原子弹出来吧？主人，您目前无法兑换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乖提示。这特么还真有原子弹？王小强下巴都快惊掉，旋即眼睛一亮，连原子弹都有，飞机坦克肯定是有的，给我兑换几辆飞机和坦克出来。主人，您的内功修为不足，无法兑换。那怎么办？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再过来吧？那得穿越好多次。不过小乖可以给主人打一个欠条，主人以后可以用内功修为慢慢偿还。小乖说道。还有这种骚操作？因为小乖爱主人哦，不过只有这一次，下不为例的。王小强欣喜道，果然是亲生的系统，就是不一样，赶紧给我兑换吧，时间宝贵啊。是，主人。为您兑换20辆坦克，消耗300万年内功修为，以后您获得的所有内功修为将扣除2/3抵账。300万年内功修为，王小强嘴巴有点发苦。300万年内功修为换一本九阴真经，我怎么感觉自己跳坑里了？自己挖的坑，自己含着泪也要跳下去。300万就300万吧，如今这社会欠账的才是大爷，老子怕个毛！第24章，开着坦克碾压。教场之上，20辆坦克犹如钢铁巨兽列成方阵，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属光芒，散发着肃杀至极的气息。王重阳看着这些钢筋铁骨的庞然大物，王大侠，这是什么？坦克，超级无敌的战争杀器，猛的一匹。王重阳光是看着坦克就觉得心惊胆战，惊叹道：竟全是金铁铸造，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这是神界的神器吧？王大侠，你肯定是仙人，下凡来助我大宋的，是吗？除了这个解释，他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合理解释。你说是就是吧？不是王小强不想解释，但这特么怎能解释得清楚？王重阳误会了更好，他就借坡下驴，一笔带过。别废话了，没多少时间了，老子还要返回仙界，找20个聪明点的过来，老子教他们如何驾驭这神器。王重阳听王小强承认自己是仙人，更是肃然起敬，急忙改了称呼，仙人稍后，我这就去。这逼装的还是蛮爽，王小强有些暗爽。不一会儿，王重阳找来20个人，其中包括他和周伯通，驾驭神器这种事情，他当然想亲自试试。王小强开始教学，准备出战。却说胜券在握的精兵被奄奄一息的宋兵反咬一口，打了个满脸懵逼。仓皇撤出10里后，终于回过神来，暗想宋兵一定是使用了什么邪术。于是新上任的主帅找来大巫做了一次法，稳了稳军心，开始制定围城计划。新任主帅的思路很简单，惹不起老子就不惹。你特么孤城一座，既没有援兵，也没有粮草的，老子困死你总行了吧？这是最好的策略，也是最让他安心的策略。他这算是走马上任，也算是被逼无奈。在军营中，比他资格老、背景深的大将大有人在，怎么轮都轮不上他当主帅的。但上一任主帅死得太过玄乎，而今尸骨未寒，前车之鉴摆在面前，谁还敢做出头鸟？于是几员大将联合推举他上位。要是放在平时，这该是光宗耀祖之事，但他却哭了，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害怕。就算是个瞎子也能看得明白，这倒霉蛋只是一个替死鬼罢了。是以，他成了大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哭着上任的兵马大元帅。他心惊胆战地度过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几个时辰，直到探子来报宋军回营，他才略微安心。可是这平静还没持续半个时辰，探子又报宋军打开城门，不知意欲何为。新任大金主帅有点猛，几乎没有犹豫，立刻下令撤军。对于他的决定，没有人提出异议。要不是大金皇帝的圣旨压着，这些惊弓之鸟早就想撤回京都了。不过人的速度怎么及得上坦克和炮弹？王小强的坦克编队很快追上了他们。第一发炸弹是周伯通打出的，据他说，当时他已激动的手抖，所以在还没进入射程的时候就发射了一枚炮弹。周伯通的话已不可考证，不知他真是手抖，还是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总之，第一发炮弹没有击中精兵大营，只在营外留下一个巨大的弹坑和一声巨响。精兵被这声巨响吓得不轻，个个都是一脸懵逼，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但人人都生出了一股非常不妙的预感。紧接着，第2发、第3发、第4发、第 N 发炮弹呼啸着从炮管内冲出，接连不断地落入精兵大营。轰轰轰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似乎将整个世界震得动荡不安。精兵大营乱作一团，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恐惧在蔓延，营帐在燃烧，马在惨嘶，人在哀嚎。他们终于可以感受到大宋子民在他们铁骑的绝望和恐惧，他们终于可以感受到战争所带来的残酷与血腥。他们现在想忏悔，然而没有人给他们任何机会。血债必须血偿，金人必须为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20辆坦克并列一排，犹如20只咆哮着的巨兽，一往无前地冲进精兵大营。受死吧，金国杂碎！王重阳持着车在高速机枪疯狂扫射，弹壳弹出，稀里哗啦地落了一地。他此时的形象与那天下第一的高手形象实在相差甚远，因为他实在恨透了金兵。坦克开路，宋兵尾随在坦克之后，进入精兵大营后，武装到牙齿的宋兵随即对精兵展开一场无情屠杀，残阳如血，大地满目疮痍，精兵大营尸积如山，血流成河，8万精兵全军覆没。宋营，王小强从空间背包里把9阴真经拿出来，里面是繁体字，除了第一句天之道是故损有余而补不足他认识之外，其余的一概不认识。当然，光是认识也没用，得读懂其中意思才能进行修炼。王小强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明白过来，我看不懂9阴真经，王重阳肯定能看懂，让他学了9阴真经，我再收他做义子，我就能获得9阴真经了。当即把9阴真经往王重阳身边一推，9阴真经送给你。王重阳捧起来翻了几页，眼睛顿时发光，如获至宝，这心法简直妙到毫巅啊！王仙人，王小强截断他说话，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要离开。启动系统，立刻将王重阳收为义子，语重心长道，什么都不必多说，好好干。宋朝气数本该终了，但现在因我又有了转机，你听我的话，去终南山创立全真教，再召开华山论剑，过一段时间我再到终南山来找你。王重阳身躯一颤，伏地跪拜，涕泪纵横，义父恩德，重阳没齿难忘。再抬起头来时，王小强已经消失不见，王小强所带来的武器坦克也一并消失不见。毕竟这东西太过招摇，很容易被射雕界神发现，他还要再穿越回来，不能留下太过明显的痕迹。回到出租屋，王小强神清气爽，没有丝毫睡意。他只认王重阳为义子，获得了王重阳包括9阴真经在内的所有绝学和80年内功修为。本来这奖励还算丰厚，但在扣掉2/3的内功修为还债后，剩下的内功修为看起来就有点可怜了。王小强心中不由一叹，小乖才真地主啊，剥削我屌丝阶级，忙活了这么大半天，结果到手的只有这么一丁点。夜凉如水，星月如钩。王小强躺在床上，沐浴在月光中，享受着宁静的夜晚。回想起自己穿越到这平行世界的几天，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感觉有点像是在做梦。就在他想入神的时候，电话响了。第25章，老大的爸爸就是我们的大爷。喂，谁？王小强有点不爽，好不容易装一次深沉，就被这陌生来电打断。王小强，男，20岁，身高1.79米，体重65公斤，狮子座，来自小城 C 市，才到燕京不久，无父无母，是个孤儿，和义豪集团有不明交集，但可以肯定在方氏家族中辈分极高。电话那头是个阴沉的男音，把王小强的背景来历说得清清楚楚。喂，你谁啊？干嘛调查我？王小强本来就很不爽这人打断他装逼，现在听他调查自己就更加不爽了。你不用知道我是谁，离秋霜喊远一点，他不是你可以高攀的人。这男音语气中的威胁警告意味十足，老子离谁远离谁近，用得着你管？王小强直接挂断电话。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电话还没放下，又响起来。喂，王小强，你不要敬酒不吃罚酒。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吗？你神经病啊！一会儿不用知道你是谁，一会儿又来问我知不知道你是谁。你他妈有完没完？再打电话过来，信不信老子打死你？呵，真够有种的，打死我！你等着，马上就有人来找你麻烦。老子怕过谁？王小强根本不惧，想了想说道：你他妈立刻给老子滚过来，脱光跪在我家门前。他被这家伙打扰了，肯定也不能让这货好过呀。电话那头一声冷笑：你做梦呢？话音一落，忽然声线一颤，干干爹，我做了什么？赶紧给老子滚过来！用滚的！王小强挂断电话，外面立刻传来一阵吵闹声，接着是杂乱的脚步声，听起来人数不少。这么快？王小强眉头一皱，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站起来，拉开门就看到狭窄的走廊上挤满了凶神恶煞的大汉。你就是王小强？为首的之人看起来相当有个性，头上染着满头绿毛。正是你阿爸，有事？站少说了，
给我往死里揍！揍我！王小强眉角一挑，反手就是一巴掌甩到绿毛头脸上，直接一巴掌把他扇到地上，一脸不屑道，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他身后的打手一愣，这绿毛头看来相当猥琐，但事实上是个高手，一个人对阵4、5个人没有丝毫问题，现在竟被王小强一巴掌打趴下，实在不可思议。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已是王小强手下留情的结果。100多年的内功修为，一巴掌拍死个普通人和拍死一只苍蝇没什么区别。不过这些打手都是刀口舔血凶悍之辈，王小强还击更是激发了他们的凶性，提着家伙就上。王小强也不客气，抡起巴掌就一顿扇，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绝于耳，又响又亮。同层楼的租客有个老妈妈，听见这声音，穿着睡衣打开门，十分不悦的大嚷：“喂，年轻人收敛一点嘛！”吵得整栋楼都话音未落，看到楼层倒了一片大汗，吓得他惊叫连连，急忙缩回脑袋关上门。一群菜鸡！王小强拍拍手，竖了个中指，一点都不经打，热身运动都算不上。砰一声，关上门继续睡觉。第二天清早，王小强出门却被门口的阵仗吓了一跳。走廊之上跪满了清一色的黑衣大汉，为首的人光着身子跪在地上睡着了，两溜鼻涕横流，吹着泡泡。要不是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王小强还以为是集体碰瓷。卧槽，什么情况？王小强摇醒睡着的家伙：“喂，你是谁？怎么跪在我家门口？”那人被他一摇，立刻清醒过来，哭丧着脸：“爹，您可算起来了，儿子都在这跪了一宿了。”王小强这才想起，这货就是打扰他装深沉的家伙。他昨天通过电话直接指认他做儿子，命令他滚过来跪着，自己睡了一觉，完全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不过他只让这货一个人过来，怎么现在走道上跪着这么多人？暗中猜测这个家伙的身份应该不一般，但他也懒得去问，反正现在成了他儿子，他的身份就算是天王老子，他还是得听自己的话。他哪知道自己昨夜无意中指认的儿子乃是燕京黑道大鳄，跺跺脚就能让燕京黑道抖上3斗的超级大佬湛蓝。他是邱双寒的疯狂追求者，也是邱家众多后辈人选中极有力的竞争者。他一心想通过与邱双寒联姻的方式攀附邱家，打通通往燕京最顶级阶层的通道，是以对邱双寒特别重视。之前靠近邱双寒的男人基本上都是被湛蓝找人打残的，这一次他仍想故技重施，没想到却踢中了钢板。起来吧。过了一夜，王小强的气也消得七七八八，觉得没必要继续为难这家伙。湛蓝跪着一动不动，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跪着干啥？这么爱跪，那就继续跪着吧。不是爹，这货都快哭出来，跪了一宿，腿麻了，没知觉了。王小强哭笑不得，还不快把你们的老大扶起来？他的手下也跪了一夜，根本起来不了，像是下身瘫痪的残废一样爬过去，勉强把那人搀扶起来。湛蓝双腿发软，过了好一会儿才站稳。王小强道：“以后你低调一点，老子吃早饭去了，你们回去吧。”湛蓝如遭大赦：“干爹，您慢走。”看着王小强大摇大摆地消失在走道，湛蓝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还好干爹不计较，否则他还真不知该如何收场。湛蓝周围的手下不乐意了：“大哥，你昨晚脱光了衣服，从家里一路滚来，差点被路上的车给撞死，就是为了见这小子。”湛蓝一听怒了，甩手就是一耳光：“什么这小子那小子，他是我干爹。”那人捂着脸：“老大，你是不是感冒发烧产生幻觉了？”湛蓝反手又是一巴掌：“你他妈的才产生幻觉了，你看我像是产生幻觉了吗？记住他的样子，以后见到他就等同于见到我，不要比尊敬我更尊敬他，你们明白了吗？”他的手下面面相觑，有点难以接受。那家伙的年纪当湛蓝的儿子还差不多，竟然会他的干爹，这不是跟天方夜谭一样吗？湛蓝提高了音量：“我他妈问你们听明白了吗？”手下们也很绝望，他们能怎么办？老大高兴就好，只能齐齐回应：“听清楚了。”听清楚什么了？老大的爸爸就是我们的大爷。第26章，小美表白。早餐是豆浆配油条，吃过早饭，他把车开到宾利4S修理，小美早早就等在那里。为他办妥手续后，小美道：“强哥，今天我不用上班，我们去游乐场玩吧。”“好啊。”王小强一口答应下来。他现在过着坐吃等死的土豪生活，漫漫人生路，不装逼，不泡妞，那还有什么乐趣？况且美女亲自邀请，当然不能拒绝。游乐场人山人海，十分热闹。小美小口小口舔着王小强给她买的超大棉花糖，模样看起来可爱至极。“我想去玩云霄飞车。”小美指了指前方高耸入云的云霄飞车，那边尖叫声此起彼伏，这是号称全国最刺激的云霄飞车。“你不怕？”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我不怕。”小美一只手紧扣着王小强，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有你在我就不怕。”顿了一顿，眼睛笑得像个月牙一样，贼兮兮的道：“不会是你怕吧？”王小强微微一笑：“我怎么可能？
我有轻功的，要是飞到天上，往下一看，妈呀，吓死我了！我有恐高症，那不得落下来摔死。小美鼻头把这当成一个笑话来听，可是偏偏王小强说得很认真，形成一种反差萌，她被逗得咯咯娇笑。哼，又在吹牛。王小强无可奈何，反正这年头，我说实话老没人信。二人买了票坐了上去，事到临头，小美反而有点怕了，忽然问道：强哥，你说这玩意儿不会冲出去吧？王小强漫不经心道：冲出去也没事，反正我有轻功，保证你没事。小美紧紧拉着王小强的手，不知怎么她心中那份不安越发强烈，正说不完了，突然一阵失重的感觉袭来，接着是耳边其他人的尖叫，云霄飞车嗖的一下冲上云霄。轰！突然一声爆炸声响，惊起下方一阵尖叫，小美心头一凉，看到脚底人群开始惊慌失措的四处逃窜，云霄飞车真出问题了。她陡然觉得天旋地转，失重的感觉让她脊椎发凉，身体急速下坠，她连惊叫都发不出来，只能看到地面在迅速接近。小美满心绝望，最后的念头竟是看王小强最后一眼，转头时竟不见了王小强的踪影。她苦涩至极，惨然一笑，觉得老天当真残忍无比，临死之际想见最想见的人最后一面都没有办法。她无可奈何地闭上眼睛等死，而就在这时，身体忽然一轻，本来的下坠之势立刻缓解。不仅如此，身体还违反重力常识的往上升，耳边响起王小强熟悉又颇有几分无奈的声音：小美，我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乌鸦嘴。强哥。小美睁开眼睛，王小强正搂着她在天空飞行，她瞪大了眼睛，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我一定是死了。王小强很是无语，你宁愿相信自己死了，也不愿意相信我有轻功。他一边说话，一边踩上空中散架的云霄飞车的设备，凌空借力，足尖轻轻一挑，踢向一个在空中手舞足蹈的大胖子。这胖子起码有200斤，可是被王小强轻轻一勾，下坠之势减缓，人像是个大气球一样落下，虽然仍是被摔得不轻，可是避免了当场殒命的悲惨下场。王小强身法极快，一手搂着小美，一边救人，在空中拉出一道道幻影，竟把云霄飞车上10几个乘客一个不落的全都救了下来。下方所有人都惊呆了，仰着脸看天，像是看到外星人，有人甚至忍不住发出惊呼：我的天，真有超人！王小强落下地面，身上早就被汗水湿透，抱着小美救人确实太消耗体力，这一顿骚秀差点没把他整虚脱。游乐场的混乱被王小强彻底镇住，过了好半天，所有人才回过神来。这神了，真有人能飞！妈妈呀，我是不是看花眼了？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真他妈太帅了，我要拜他为师！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王小强早就钻进人群中不见了。今天表现的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但没办法，这也是迫于无奈，他可不想明天就被人抓去解剖研究。游乐场转角的一家甜品店，小美小脸苍白，显然惊魂未定，回想起刚才那一幕，仍忍不住心有余悸，过了好一阵才哇的一声哭出来。王小强知道经过这样的重大惊吓，哭出来会好很多，轻轻拍着她的背安慰着：别怕，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小美抽泣着：强哥，刚才我好怕再也见不到你，你不是我没看到你心里有多慌，感觉比死还要可怕。王小强安慰道：这不没事吗？有我在，就算阎王爷把你魂勾过去，老子也要让他还回来。王小强这话当然不算是开玩笑，如果真的有阎王爷，系统是绝对可以指认他为干儿子的，只不过王小强估计指认条件会相当苛刻。小美抱着王小强，哭湿了他肩膀一大片，终于收住眼泪，抽抽搭搭的道：强哥，原来你真有轻功，是吧？我说了你也不信。王小强摊开手：你还会什么？小美惊魂未定，成了一个好奇宝宝。我会的东西那就多了。王小强略微有点得意，理论上讲他应该是全能的，只要穿越万界，指认儿子或者女儿，他就可以得到他们的技能。只是穿越需要大笔资金，他虽然有100亿在手，可是仍然不太够用。强哥，你救了我的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要是放在古代，像这种救命之恩，一般都是以身相许。王小强坏笑着玩笑道。小美脸色浮起红霞，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不知在想什么。王小强心中却砰砰乱跳，预感将要有好事发生。果然，小美沉默了良久，终于抬起头，眼眸里有十分坚定的光芒，像是鼓足了极大的勇气。强哥，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一句话说完，小美反而放下负担，轻松起来，干脆豁出去。那天见面之后，我白天上班也想着你，晚上睡觉也想着你。我20年来第一次对一个男人朝思暮想，这感觉快把我折磨疯了。刚才我以为我要死了，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对你表白。强哥，我不管你接不接受我都要说出来。小美一口气说出心里话后，又变得十分忐忑，注意观察王小强的反应。王小强没有说话，脸上很淡定，心中已经激动到爆炸，灵魂早就轻飘飘上升，一直飞进云端。老天开眼了，老天终于开眼了！单身20年，今天终于有识货的漂亮妹子向我表白了。感谢天，感谢地，感谢阳光照耀着大地。天啦噜，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此时，小美在王小强眼里简直成了一个挥动着洁白翅膀的天使。强哥见王小强没有说话，小美有点惊慌，眼内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强哥，我只是忍不住想说说心里话，如果你不喜欢我，不用勉强自己的。嗨嗨！王小强回过神来，强装镇定：小美，你是一个好女孩。小美心头一凉，这是要发好人卡了吗？所以我也很喜欢你。王小强目光温柔，深情款款地看着小美，小美心中快要融化在他温柔的眼波中，缓缓闭上眼睛，长长的翘睫毛微微颤抖，红唇像是花儿一样娇艳，充满了无与伦比的诱惑。王小强立刻想起一位女神曾经说过，女孩子闭上眼就是想让你吻她。他没有犹豫，俯身下去，四唇相贴，连呼吸都屏住了。王小强这才知道接吻是一件如此美妙的事情，感觉就像是在吃香甜可口的冰淇淋。过了良久，二人分开，小美脸色红红，娇艳的像是一朵花，小声道：强哥，原来接吻的感觉这么好。王小强不好意思的挠挠脑袋，我感觉挺好。小美红着脸，水蜜桃一样的大眼睛看着王小强，要不咱们再来试试。第27章交出存货。吃过午饭，二人手勾着手逛街。王小强忽然说道：我们的关系都发展成这样了，我应该送你一个定情信物。小美幸福的依偎在王小强身边，有你在就好，我什么都不想要。王小强刮了一下他的鼻子，那怎么行？咱们随便去看看吧。走进一家珠宝店，店员很热情的上来招呼：两位需要挑选什么？给他买点首饰，你喜欢什么？王小强问道。小美摇摇头，我真不知道。那就随便介绍一下吧。店员点点头，将二人引进去。本店最著名的就是翡翠玉器，两位看看。行。王小强想了想，不如买只玉镯子吧。店员急忙附和：先生真是好眼光，小姐的皮肤白皙，玉镯子一定会给她增色不少。她漂亮，您也有面子，您看这只镯子怎么样？说着，从柜台里拿出一只晶莹剔透的玉镯，在灯光下看来就像是透明的一般，一看便知道不是凡品。就在王小强要去接过来时，鞋子里突然伸出一只手，把这玉镯子给抢了过去。这镯子还真好看。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王小强身后传来：多少钱？我买了。王小强眉角一挑，转过头看到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正傍着一条腰圆绑裤的大汉，手里把玩着那只镯子。喂，这镯子是我们先看上的。王小强十分不悦，伸手夺了回来。那浓妆艳抹的女子扫描仪一样上下扫过王小强，不屑冷笑说道：就你这穷样，买得起？目光一转，落到小美身上，酸溜溜的道：哟，这不是张小美吗？王小强一皱眉，听他语气，二人显然有过节，问小美认识？小美点点头，以前的同事，叫郭玲，追过李天一段时间。虽然小美没有说完，但是王小强已经明白过来，这郭玲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色，想追李天上位，结果李天是个假富二代，而且一心想泡小美，让他十分嫉恨，梁子应该这样结下的。难怪这贱货阴阳怪气，说话酸溜溜的，一上来就找事，显然是故意的。王小强心中暗想，不过有他小强哥在，怎么也不会让小美被欺负。他倒想看看这妖艳贱货想耍什么花招。甩了李天，怎么跟这种东西好上了？李天好歹是个富二代，这家伙一脸穷样，怎么看都是个屌丝啊！张小美你怎么想的？小美很是生气，大声道：李天给强哥提鞋都不配，你少胡说八道。郭玲不置可否的笑了笑，巧了，我这位也是强哥，看你的强哥强，还是我的强哥强。转头对那汉子嗲声嗲气撒娇道：强哥人家要买这个镯子，给人家买吗？如果你给人家买，今晚想干嘛就干嘛，好不好吗？那强哥一直盯着王小强看，似乎他脸上有花。观察了半晌，忽然试探着问道：您是住在新城小区8号楼188号？王小强点点头。你谁啊？强哥浑身肥肉一颤，打了一个哆嗦，满脸堆笑。昨天晚上我也在您门前，您肯定没注意我，这不奇怪，我只是小角色而已，呵呵，小角色。王小强仔细想了想，确实没有任何印象，他哪有空去记住跪在他门口那100多号人的脸。郭玲睁大眼睛，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强。他很清楚这林强的背景，黑道巨擘战蓝的贴身战将，算是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见到谁都不曾怂过，但现在竟在王小强面前怂得跟孙子一样，而且还自称小角色，怎能让他不吃惊？他哪知道，在他眼中的黑道大哥，昨天在王小强的门前跪了一晚上，到现在膝盖还是酸疼的。快点把这玉镯还回去！林强沉下脸命令郭玲，暗想自己真是倒了血霉，怎么好死不死的撞上这煞星？老大战蓝的老子，他怎么敢惹？在王小强面前，他不是小角色，谁是小角色？郭玲还想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强哥我好喜欢。林强直接失去耐心，他扬起手就是一耳光过去，老子让你还回去，你没听到？郭玲直接懵逼了，盯着林强，你竟然打我，打的就是你，婊子一个，老子想要多少就能找多少。
你他妈知道他是谁吗？狗眼不识泰山！一把夺过玉镯，恭恭敬敬地递给王小强。强哥不对，强爷，您的玉镯。事实上，王小强自己也是有点懵逼的，因为他完全不认识这人。郭玲被国得哭了，但他没敢走，好不容易抱上一株大树，怎么能撒手放掉？尊严什么的，根本算个狗屁。店员有点尴尬，问道：“你们决定谁买这镯子了吗？”我买。王小强问道：“多少钱？”20万。小美一听，缩了缩脖子，睁大眼睛：“20万，太贵了。强哥，还是别买了，咱们走吧。”王小强挠挠脑袋：“20万也不算贵啊，我这卡里剩的虽然不多，但也还有几个亿，没关系的。”听完这句话，郭玲立刻止住哭声，脑子里还重复着那句话：“我这卡里剩的虽然不多，但也还有几个亿。”张小美究竟是傍上了一个什么级别的土豪啊？小美还是摇头，正色道：“不行，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才20来万，也不算贵啊。”王小强挠挠脑袋：“给我包起来。”是。店员有提成拿，动作当然麻溜得很。等等，林强忽然说道。郭玲以为事情有转机，破涕为笑：“强哥，你要给我买？”林强反手又是一掌过去，冷笑道：“想得挺美。”转过头对王小强时，又是和颜悦色：“强爷，在这里遇见就是缘分，这只手镯我给您付钱，当做见面礼。我又不认识你，不要。”王小强很清楚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的道理。强爷，求您了，让我给您买单吧。林强把自己的银行卡交给店员：“刷我的，你敢刷强爷的，我跟你急。”店员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20万可不是小数目，别人不收，居然还要求着送，他心中不免有些疑问，面前这衣着普通的家伙到底有什么来头？不过想归想，他还是迅速的刷了卡，钱到手里才安全。虽然不认识你，但还是要谢谢你。王小强收回卡，这礼物来得简直莫名其妙。林强受宠若惊，急忙道：“强爷哪话？小弟应该的。”小美暗暗有些好笑，林强这年纪都能当王小强爸爸了，竟还在他面前自称小弟。他不由奇怪问道：“强哥，你真的不认识他吗？”王小强点点头：“真不认识。那他送的东西我们还是不要的好，万一送错人多尴尬。”“没错，绝对没错。”林强拍着胸口保证道：“强爷，您收好就行了，我肯定没有送错人。”“姑娘哦不，姑奶奶，郭玲这个贱人得罪你，我不会放过她，回去再好好收拾。您二位慢慢玩，我就先走了。”说着点头哈腰的带着郭玲走了。王小强看着林强离开的背影，挠了挠脑袋，这家伙真是莫名其妙的很。小美拿着礼物，兀自不放心：“那我们还是还给他吧，到手的东西哪有往外推的道理？这算是承他一个人情，万一以后他有什么事情求我，我就把这人情还给他就是了。”当夜，二人回到出租屋，王小强终于交出20多年的存货，顺利拿到小美的一血。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内功修为的好处，简直所向披靡，猛地一劈，几度将小美送上天。若不是小美身体吃不消，王小强估计会持续到第二天去。激情之后，平静是最温馨的。强哥，你说你什么都会，你会开赛车吗？小美靠在王小强怀里，忽然问道。我可以会。王小强的回答很奇怪。你有什么事吗？我们店里参加了本市一个赛车比赛，原本花重金请了一个赛车手，可是那家伙被其他店高价挖去了。这次比赛对我们店很重要，可是一时半会找不到赛车手，所以我想问问你。在小美心中，王小强就是无所不能的。今天这件事后，更加笃定了他心中的想法。赛车？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速度与激情是每个男人的梦想，他很有兴趣。我现在不会，不过很快就可以学会，到时候一定可以帮你拿一个冠军回来。小美从不怀疑王小强的话，笑逐颜开：“强哥，真是太谢谢你了。”“谢什么谢？你是我的女人，我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王小强十分有男子气概地说道。旋即嘿然坏笑道：“拿了冠军，你该怎么奖励我？”小美一张脸涨得通红，声音更是变得比蚊子还小：“如果拿了冠军，就可以解锁更多。”哎呀，强哥好坏，你懂的啦。第28章穿越头文字 D。 第二天，小美去上班，王小强在家准备穿越万界去学习赛车技巧。赛车世界当然首选速度与激情世界和头文字 D 世界。王小强暗暗考虑，去哪个世界更好呢？算了，考虑来考虑去，不如都去，先去头文字 D 世界吧。王小强拿定主意，系统穿越头文字 D 世界。主人，穿越头文字 D 世界需要消耗10亿软妹币。小乖的萝莉音很是悦耳。你这个吸血鬼！王小强心在滴血，穿越3次已经花费了他30亿软妹币，100亿耗费将近1/3。看样子还得在现实世界中多收几个土豪儿子才行啊。王小强心中暗想。随着小乖的声音，王小强周围场景一变，立刻来到一栋木屋之前，上面用日文写着藤原豆腐店。竟然能看懂日语，小乖安排得很周到吗？王小强微微一笑，走了进去。
店内藤椅上正躺着一个中年男人，正在呼呼大睡，正是藤原拓海的父亲藤原文泰。他也有着相当牛逼的驾驶技术，自认在秋名山上可以跑赢舒马赫。喂，藤原文泰先生，你好。王小强敲了敲门，藤原文泰立刻惊醒，打了一个哈欠，慢吞吞地站起来。你好，客人，需要什么样的豆腐？我不是来买豆腐的，我是来找你儿子的。王小强说明来意，还想来找我儿子比车技？难道你们害他还不够惨吗？藤原文泰当即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棒球棍，快滚！王小强一脸懵逼，挠挠脑袋，藤原先生，你在说什么？我不是来找你儿子比赛的，而是来找他学习车技的。藤原文泰怒火烧平，放下棒球棍，满脸颓然，看起像是忽然老了10岁。你走吧，我儿子什么也不能教给你，他已经废了。动画里可没有这一出啊。王小强有点懵逼，藤原先生，此话怎讲？藤原文泰看王小强不像是坏人，而且他心中的委屈憋了很久，十分痛苦，终于忍不住找人倾诉。庄司慎吾这个混蛋，他为了在几天后的比赛中击败拓海，找人打断了他的腿。一个车手没有了腿，如何驾驶赛车？王小强眉头大皱，他知道庄司慎吾的身份是 Night Kids 的副队长，喜欢随便嚣张的跟别人比赛，并且为了赢使用了卑鄙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在动漫里是一等一的反派，只不过让王小强没想到的是，万界中的庄司慎吾竟会卑鄙到这种程度。可惜王小强现在还不会医术，否则一定可以治好藤原拓海。二人正说话间，门外闯入一行人，为首的正是庄司慎吾。藤原文泰看到他，眼睛立刻红了，捡起棒球，指着庄司慎吾，怒声道：“混蛋，你来做什么？”“呵呵，我来看看我的豆腐店。”庄司慎吾嚣张一笑：“老东西，别忘了我们的赌注，这家豆腐店其实还不错，可惜等我赢了以后，我就要把这人推平，改成澡堂。”藤原文泰怒不可遏：“你不要得意，我会亲自出战击败你。”庄司慎吾像是听到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哈哈大笑：“老东西，你已经老了，我会把你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王小强有点懵逼，开什么玩笑？藤原文泰在头文字 D 中是开挂一般的存在，就连拥有主角光环的藤原拓海也只有被完爆的份儿。你庄司慎吾算个什么东西？难道这个世界和他已知的头文字 D 世界不一样？果然，藤原文泰听到庄司慎吾极具挑衅的话，面上闪过一丝愤怒，但最后被他极力压制下来，怒火得不到宣泄。藤原文泰浑身剧烈颤抖着，王小强看他握棒球的手指节发白，呵呵，一个被妻子抛弃，只知道抽烟酗酒的老家伙，现在你还能握紧方向盘吗？庄司慎吾更加得意，抬起腿一脚把地上的豆腐踢倒，雪白的豆腐碎了一地，他还顺便吐了口浓痰。藤原文泰咬牙切齿，眼底有不易察觉的悲哀。王小强立刻明白，这个世界的藤原文泰果然和他想的一样，是个废物。庄司慎吾身后的几个青年有样学样，也跟着吐了几口浓痰，用脚把豆腐狠狠踩扁。王小强看不下去了，语气淡漠：“捡起来吃了。”庄司慎吾好像这时才注意到王小强的存在，不屑地看了他一眼：“你是谁？”“我是你爸爸。”庄司慎吾勃然大怒：“你敢骂我？”王小强都懒得把这种人渣收为儿子，更懒得和他掰扯，扬起手就是一巴掌扇去：“我特么叫你捡起来吃了，没听见？”庄司慎吾被打懵逼，身后那几个小子一看老大被打，那还得了，撸起袖子就上。王小强身姿如风，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巴掌像是长了眼睛，自己就飞到他们脸上去，一出手便是10几个耳光，抽的这几个家伙脑袋跟拨浪鼓一样乱摆。藤原文泰有点傻眼，打人他见过，但把打人打得这么好看，这么有艺术感，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捡起来吃了。王小强的脸上没有丝毫感情，依然是这句冷冰冰的话，但语气之中却有不可违逆的威严。庄司慎吾都快哭了，这藤原文泰从哪儿找来这特么的一个狠角色？要知道他带来的手下都是空手道黑带，实力不弱，怎么在这小子面前弱得跟鸡仔似的，被打得连手都还不起？真吃啊！庄司慎吾满眼恐惧。啪！王小强直接一巴掌扇过去。难道老子在跟你开玩笑？不仅地板上的要吃完，鞋底板上的也得给老子舔干净。庄司慎吾看到豆腐里不仅有他们吐的浓痰，更有鞋底的泥土。这不算最恶心的，最恶心的是不知谁踩了狗屎，现在也混在一起。几个人还没吃，先狂吐起来。擦！吐的也一起吃了。王小强一脸嫌恶，又一巴掌打在庄司慎吾的脸上，然后把地板给老子弄干净，豆腐钱100倍赔偿。庄司慎吾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自己干嘛脚痒去踢这盆豆腐？踢倒了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嘴痒？吐痰进去，嘴痒也不是最糟糕的，为什么还要去踩踏？这一下，几人是真真正正的自食其果了。接下来的场面就相当重口，几个人一边吃一边吐，吐完了还得吃自己吐的，就连王小强也看不下去，拉着藤原文泰到外面去。第29章，藤原拓海。3个小时之后，庄司慎吾终于收拾干净，一个个脸色比发霉的烂茄子还要难看。
本来想废了你的双腿当做惩罚，可是我想了想，先留着你的狗腿，老子会替藤原拓海出战，等老子光明正大的赢了你，再废掉你的狗腿。王小强双目闪过一丝厉芒，滚！几个人如遭大赦，撒腿就跑。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在忍着呕吐，因为怕吐在外面，王小强又让他们吃了。一钻进车里，几个人终于忍不住狂吐起来，连胃酸胆汁都吐了出来。先生，实在太感谢您了。藤原文太充满感激地说道。您想替我儿子出战？您也会赛车？王小强摇摇头，我会开车，但谈不上车技，如果我会赛车，也不会来这里让你儿子教我了。藤原文太一脸懵逼，那您为什么答应要替拓海出战？不会可以学吗？我学东西是相当快的。王小强对于这点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有系统在，他学东西的过程就是任儿子学技能升级完事，分分钟学出来的车技比藤原拓海还要高几个档次。藤原文太无语，露出为难神色。现在拓海受伤了，无法亲自指点你，而且拓海的车技是他在秋名山上跑了4-5年才练成的，恐怕一时半会儿你也学不会。这没关系，我学东西有我的一套技巧，直接用脑电波接收。王小强开始信口胡诌，只不过脑电波有点副作用，就是会让你儿子产生幻觉，把我当成他爸爸。啊，还能这样？藤原文太一脸怀疑，要不是刚才王小强出手狠狠教训了庄司慎吾，他现在已经把王小强当成神经病了。但想想王小强刚才表现出的实力，以及豆腐店的未来，哪怕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一样的话，他也只能选择相信，因为有一丝希望，也比彻彻底底的绝望要好得多。藤原拓海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的腿不算彻底废掉，可是就算痊愈，也无法恢复到他的巅峰状态。就在这时候，他眼前忽然出现一张陌生的脸，他心中忽然一动，喊了一声：“老爸！”儿子，我在这儿。藤原文太回答道：“你是想喝水了吗？”爸爸，我没叫您，我在叫干爹。藤原拓海看着王小强：“您怎么来了？”藤原文太一脸懵逼，他转过头看着王小强，如同见鬼：“你说的都是真的？你自己也看到了？”王小强懒得掰扯，事实胜于雄辩。藤原文太面色有点复杂，明明这家伙看起来和藤原拓海差不多大，藤原拓海却叫他爸爸，让他这个有资格的老爸听起来格外别扭。不过这倒也证实了王小强的说法，他真的可以通过脑电波学会藤原拓海的驾驶技术，击败庄司慎吾。我是来向你学习开车技术的。王小强说出目的：“我已经答应替你出战庄司慎吾。”藤原拓海道：“可是我现在无法对您进行指导了。”王小强神秘一笑：“不用你指导，我已经学会了。”就在王小强指认藤原拓海的一瞬间，他就得到了赡养费，藤原拓海的专属车技。藤原拓海一脸懵逼，自己还没教呢，怎么这就学会了？只不过我现在还要熟练一下车技，你找人来和我赛一场吧。找高桥启介过来吧。藤原拓海建议。高桥启介，著名的高桥兄弟，是头文字 D 中最顶级车手之一，找他过来很合适，就找他吧。王小强点头同意。藤原文太去打电话，半个小时后之后，高桥启介的车停在了豆腐店门前。你说你要代替藤原拓海与庄司慎吾的比赛？高桥启介看着王小强，那家伙虽然是一个混蛋，但不得不说他的驾驶技术相当高超，某些地段我也不是他的对手。我已经学会了我儿子藤原拓海的所有车技，你陪我增加一下熟练度就可以了。王小强解释道。你儿子？高桥启介眉头微微一皱，奇怪地看向藤原文太。藤原文太点点头，这位先生是拓海的义父。哦，对了，我叫王小强。王小强现在才想起自我介绍。高桥启介满脸黑线，这是什么情况？藤原文太都不认识这个人，竟说他是藤原拓海的义父，他难道是因为儿子的事情受到的打击太大，失去理智了吗？他不管这么多，对王小强道：“这件事关系到我朋友藤原拓海的未来，如果你无法战胜我，就没有向庄司慎吾挑战的资格，那么会由我向他发起挑战，你明白吗？”王小强点点头，答应下来，心中暗暗在想：如果连藤原拓海的车技都赢不了你，说明你的车技也不错，那老子也把你收了，总该可以了吧？二人上车，王小强坐上藤原拓海送豆腐的丰田 A186，心情有点复杂。这可是秋名山最传奇的座驾，无数顶级赛车手蜂拥秋名山，就是为了与他一较高低。规则很简单，秋名山上一圈，谁回来起点谁赢。两架汽车并道而驰，藤原文太举起的手重重放下，两辆车发出野兽一般的怒吼，嗖的一声冲了出去。直线跑道上，藤原拓海的丰田 A186 当然不可能是马自达 RX7 的对手，因为 RX7 是世界上第一款应用转子发动机的量产车，有着非常强劲的爆发力。再加上王小强现在对藤原拓海车技的熟练度不高，所以在起跑时就落后了。但藤原拓海专属车技是随着王小强驾驶的里程高速增长的，他的脑海中出现一道进度条，进度条也像是加足了马力的赛车，全力奔向终点。叮！藤原拓海专属车技熟练度圆满，圆满就意味着
专属车技已经超越了藤原拓海原本的范畴，到达全新的境界。王小强一脚踩死油门，马达发出来一阵轰鸣，前面是一个弯道上长坡，他直接冲了上去。高桥启介在后视镜中看到王小强追了上来，面色十分凝重。如果王小强真的学会了藤原拓海的车技，那么下长坡的弯道才是真正较量的战场。长坡完毕，下坡开始。高桥启介带了一点刹车，手脚齐齐运动，动作快得难以形容，车子尾巴一甩，漂亮过弯。他曾经在弯道处败给藤原拓海过，所以对过弯下足了功夫研究，并且将车也进行过专门改造。也就是说，他现在过弯的技术甚至是可以击败藤原拓海。然而，就在他的车子尚未完全过弯，一道白色影子如同闪电一般掠过车窗，瞬间将他超越。这怎么可能？高桥启介心中震撼难言。他可以明显感觉到王小强过这个下坡弯道时根本没有减速，就算藤原拓海也不敢这么玩，这纯粹是拿命在玩啊！疯了吗？高桥启介暗骂一声，一脚油门踩死，迅速追了上去。前面是平地弯道，完全是为王小强量身定制。丰田 A86 车尾左甩右甩，连续几个漂移，轻轻松松绕过弯道，再一加速，高桥启介直接被甩的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了。直到这时，高桥启介才明白，刚才那个长下坡弯道并非是王小强用命在玩，而是对方拥有着让他这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高超车技，就算再来1万次，结果还是一样。这家伙竟比拓海还要厉害！高桥启介彻底服气，但依然尽力完成了比赛。到达终点时，王小强已经下车，站在车旁抽烟，看这样子已经抽了好一会儿了。藤原文太满脸激动，王小强竟稳压高桥启介3分钟，就算藤原拓海亲临也不可能做到，而且还破了拓海的最高纪录。藤原文太看着手里的计时器，显得难以置信。今天就随便开开而已，没太认真。王小强是丢下烟头说道。藤原文太差点栽倒，这特么还没太认真，随便开开就能稳压顶尖赛车高手高桥启介3分钟，随便开开就能破了秋名山车神藤原拓海保持的记录，这还能愉快的玩耍吗？您真的很强，高桥启介不得不佩服，我想成为您的弟子。我不收徒弟的。王小强直接拒绝，收个徒弟又没好处，收个儿子还差不多。高桥启介满脸失望，他向来高傲，今天低下头来主动要求做王小强的徒弟，王小强竟想都没想就直接拒绝了，这让他觉得自尊心受挫，很是沮丧。我教不了你什么的，你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车手，再努力一定会超过我的。王小强拍着他的肩膀安慰。果然，高桥启介得到他的鼓舞，眼睛发亮，十分坚定道：总有一天我会超过您的。王小强点点头，我先走了，比赛那天我再来，你们放心，庄司胜武怎么对我儿子藤原拓海的，我会让他100倍偿还。说完向二人挥了挥手，走过街角就消失不见。第30章新技能来自慈父的关爱。回到出租屋，王小强觉得就跟做了一场梦没有区别。主人，您还去速度与激情世界吗？小乖问道。去，怎么不去？王小强说道，刚才和高桥启介只能算热身，现在穿越过去和那些硬汉们再拼一场。是否穿越？穿越！呼！场景一变，王小强直接坐进一台破旧的老古董车里，一个半大小子向他走来，略显羞涩地问道：大叔，我可以开一下你的车吗？王小强有点懵逼，这和速度与激情世界不太一样啊，猛男呢？美女呢？那小子见王小强在发呆，又重复问一遍：大叔，我能开一下你的车吗？王小强回过神来，你会开车？小子摇摇头，我不会，你可以教我吗？王小强拒绝道，不行，我要去找人，我要去找多米尼克·托雷托，你认识他吗？那小子满脸奇怪，我就是多米尼克·托雷托，大叔，你找我做什么？王小强懵逼乘以2，盯着这洋小子看了半天，你就是多米尼克·托雷托？你今年几岁？我今年13岁。我去。王小强无语，问系统道，什么情况？怎么穿越到这个时间线来了？这小子毛都没长齐，哪会什么赛车？这是您的系统任务，主人，您的任务是教会少年多米尼克·托雷托赛车，让他成为速度与激情世界第1车手。我教他赛车？王小强挠了挠脑袋，忽然惊呼出来，意思就是说速度与激情中的唐老大，也就是这小子成年后飞车技术是我传授给他的。是的，主人。王小强眉角一挑，这可比与他赛车有意思多了。他顿了一顿，继续道，我完成这个任务会有什么奖励？您完成这个任务后可以得到多米尼克·托雷托成年后的车技水平和200年内功修为。王小强一脸惊喜，旋即又有些犯难，我的车技属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怎么传授给这小子？您只认他为干儿子后，就可以激活技能慈父的关爱，把车技传授给他。小乖说道。慈父的关爱？这技能不错呀，我的东西传给儿子，会加速他的成长，对我而言作用就更大。王小强暗暗点头。是否指认尼克·托雷托为您的儿子？是。叮！
只愿成功，多米尼克·托雷托已成为您的义子。来，叫爸爸。王小强摸着多米尼克·托雷托的脑袋，想到以后这家伙会成为飞车党首领，上演一幕幕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戏码，心中还是很爽的。爸爸，小多米尼克·托雷托很是听话的叫了一声爸爸。爸爸，您可以教我开车吗？乖儿子，当然可以。王小强答应一声。小乖使用慈父的关爱，把我的专属车技传授给他。叮，传授成功。叮，恭喜您获得多米尼克·托雷托专属车技。叮，米尼克·托雷托专属车技融合藤原拓海专属车技，您的专属车技升级至中级。叮，恭喜您获得200年内功修为。王小强十分满意，看着瘦不拉几的多米尼克·托雷托，心想这小家伙和以后的大块头区别也太大了吧。而且电影里这家伙可是身手很敏捷的，现在这样子只能被人揍啊！作为飞车党首领，没有2把刷子怎么行？小乖，把我的武功也传给他，顺便再传50年内功修为给他。是。启动慈父的关爱，武功修为传授成功。王小强很欣慰，忽然想到，原来这小子的车技和武功都是传授给他的。如果我不来传授他这些东西，他就不会成为主角吗？不是的，主人，万界主角都是既定的，如果主人不来传授给他这些东西，他也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只不过过程会无比艰辛。王小强点点头，不论如何，现在是我教会了他这些东西，他今后将成为叱咤一方的大佬，感觉还是蛮爽的。看着多米尼克·托雷托，对他说道：“来吧，小子，试试你的车技。”多米尼克·托雷托爬上汽车，在这辆老旧的古董汽车里，开启了他传奇的飞车之路。在《速度与激情》世界的10年后，多米尼克·托雷托横空出世，凭着过硬的身手和超高的车技，成为新一代飞车之王，江湖人称唐老大。这比多米尼克·托雷托在原来的《速度与激情》世界出道时间整整早了10年，而这早出的10年，正是被王小强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完全改变。从此之后，《速度与激情》世界流传着一个传说，唐老大的身后还有一个神秘无比至高存在，他才是真真正正天下无敌的飞车之王。第31章，动我女人。王小强再次回到出租屋，洗了个澡，然后一觉睡到天明。刚睁开眼睛，小美的电话就来了：“强哥，我在你楼下，你快下楼。”王小强胡乱的洗了把脸，穿起衣服裤子就下楼。楼下停着一辆宾利超跑，小美坐在副驾驶，驾驶座上是个戴墨镜的年轻男人，头发染成红色，看来极为张扬。王小强眉角一挑，掠过一丝不爽，小美赶紧解释：“想什么呢？这是我哥张小帅。”哟，这兄弟挺精神的，难怪能泡到我老妹儿。上车。张小帅把一甩，示意王小强上车。王小强跳上车，问道：“去哪儿？去哪儿？当然是去练练，看你是有真本事还是吹牛逼。”一脚油门下去，跑车发出一声咆哮，绝尘而去。在本市7、8公里之外的城郊，一个专门供富二代们炫车的地方，叫做秋名山，显然是山寨的秋名山。张小帅的车就在山脚停下，沿途路上停着许多豪车，各色男女3、5成群的站在一起说话聊天，场面相当热闹。喂，张小帅，今天把妹子也带来了。一个染着绿色头发的小青年跑过来，笑眯眯地跟张小美打招呼：“小美，好久不见。猴子，今后别他妈打我妹子的主意了，现在她已经名花有主，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妹夫王小强。”张小帅指了指王小强：“快叫强哥。”猴子显然和张小帅很熟，他打量了王小强一眼，见他衣着普通，不像是什么权贵，但他既然有本事把张家的宝贝千金追到手，就一定不会是常人，所以客客气气地叫了一声强哥。他叫侯伟，是我们的朋友，因为他特别瘦，又姓侯，所以我们都叫他猴子。张小美介绍道。王小强点点头：“那我也和他们一样叫你猴子了。”正说话间，一辆黄色兰博基尼从远处开了过来，快得像是一道黄色闪电，瞬间与几人错身。张小美就站在马路边上，若不是王小强眼疾手快，将她拉进怀中，张小美此刻恐怕已香消玉殒。张小美吓得面色苍白，像是受惊的小鹿扑入王小强怀中，瑟瑟发抖。嘎！兰博基尼停下，下来一个神色嚣张的青年，非但没有一丝歉意，反而狠狠朝着王小强竖了一个中指。王小强眼底掠过一丝杀机，面色比万年玄冰还冷。草泥马的青青！张小帅当即暴怒：“我妹子拒绝了你，你就想要她的命？”一群青年立刻把秦青围拢保护起来，另外一群则架住张小帅，把他拖开。这群人都是与张小帅相熟的朋友，他们知道张小帅得罪不起秦青，把事情闹大正是秦青想要的结果，以报复他被张小美拒绝的耻辱。算了，小帅，咱惹不起他。妈的，这家伙如此嚣张，总有一天要栽跟头。只怪他命好，投了个好胎，有个厉害，老子撑腰，否则他算什么东西？秦青无比嚣张，双手反撑在引擎盖上，阴阳怪气道：“杀人可是要犯法的事，我可不敢干。我只是车开得太快，没刹住脚，吓到了小美。
完全是一场误会，真是不好意思。呵呵，误会，呵呵，很好。王小强语气冰冷的就像一块万年玄冰，使人背脊发凉，感觉这话从他口中出来，甚至能把周围空气都冻成冰渣子。他把小美交给张小帅，一步一步走向秦青，身上散发着恐怖的威势，如同魔王降世，挡在他前面的人不由自主闪开，让出一条大道。秦青被王小强眼神锁定，像是有无数冰冷的刀子架在脖子上，感觉背脊发凉，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滴出几滴尿液。从小到大，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眼神。你想做什么？你不要乱来啊！秦青立刻有些慌了，急忙后退。你特么知道我是谁吗？王小强没有作声，一步一步逼近，挡在秦青前面的青年也吓得不行。他们看得出面前这小子绝对有杀人的念头。他们平时一起喝酒泡泡妞可以，但这种关键时刻，谁还敢替秦青挡刀？急忙闪到旁边去。秦青面前没有人墙，更是害怕的尖叫连连，恐惧的让他理智完全丧失。他急忙跳进跑车里，启动汽车，不顾一切的向王小强撞去。强哥！张小美发出一声声歇斯底里、令人心碎的惨叫。这种距离被一台跑车撞中，除了死，绝不可能有第二条路。然而，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王小强一掌拍中引擎盖，合金制造的盖子竟像是纸糊的一样脆弱。王小强整个手掌直接抓进引擎箱，看起来比抓碎一块豆腐还容易。数百年内功修为的九阴白骨爪，早就超脱了人体极限，颠覆所有人基本认知的范围。秦青离得最近，看得最清楚，三观被颠覆了好几个来回。裤裆内的东西再也关不住恐惧，当下一热，散发出腥臭，他却浑然不觉。妖怪啊！秦青吓得半死，只想马上离开这里，离开这个恶魔。一脚油门下去，跑车引擎发出如怒兽一般的咆哮，轮胎疯狂旋转，与地面摩擦，发出难闻而且难听的焦臭和尖叫，却丝毫无法移动一星半点，仿佛面前顶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山。砰轰！引擎直接被王小强一爪报废，冒着黑烟，但仍发着声音，就像垂死挣扎的野兽。哗啦！王小强一拳轰碎兰博基尼的挡风玻璃，提着秦青的领口，十分粗暴地将他揪出来。这过程中，挡风玻璃上残留的碎渣把秦青身上划出数道窗口，鲜血直流，而王小强的皮肤却如钢胶铁柱一般，毫发无损。王小强狠狠将秦青扔在地上，摔得他五脏六腑都快裂开，吐血不止。砰啪，又是一脚踹去，秦青五官被这一脚踩成一团，血肉模糊。这是王小强手下留情的结果，否则他的脑袋早就爆掉。呸！王小强一口浓痰吐到秦青脸上，冷冷一笑：杀人可是要犯法的事，我可不敢干。我只是出手太快，没刹住，碰到了你，完全是一场误会，真是不好意思。呵呵，这是秦青的流氓逻辑，王小强几乎是原封不动的还给他。第32章，准备过来收尸。你秦青还有意识，这是王小强故意为之。晕过去就没意思了，敢动他王小强的女人，他就要让秦青生不如死。我怎么了？王小强一脚踏上秦青的脑袋，左右捻了捻，有什么想法？大胆说出来。你知道我是谁？秦青只有一只眼睛可以睁开，眼中充满怨毒。我要你死。呵呵，王小强冷笑，很好，很好啊。笑容旋即收敛，直接一脚把秦青像是蓝皮球一样踢到马路中间，自己跳上张小帅的车，一脚油门下去，直接冲向秦青。啊！围观之人吓得齐声尖叫。这些富二代平时耀武扬威，但再横再狂，也无非是温室中的花朵，哪见过像王小强一样的狠人，早就吓得不知所措。现在看到王小强要当街杀人，几个胆子小的已经吓晕过去。强哥，不要杀人啊！张小美也被吓住了，杀人是犯法的，她不想王小强因为她出事。嘎吱，跑车停住，秦青的脑袋已被卷进去半截，像是被什么巨兽咬住了脖子。秦青本来湿掉的裤子现在更湿，裆部有一滩黄水满出来。跑车的轮胎离他的脑袋只有不到1寸的距离，哪怕再前进一丁点，就可以压爆他的狗头。这种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的恐惧感觉，差点让他心脏骤停，呼吸静止。他忽然想到，张小美当时体验的恐怕也是这种让人灵魂颤抖的恐怖感觉吧。老子不会杀你，杀了你总会让我痛快。你不是有背景吗？你不是有后台吗？老子要夺走你的一切，看你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本。强哥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小乖，让他爷爷做老子的儿子，老子今天要清理门户。是，主人。叮！秦青爷爷秦广已经成为您的义子，只不过秦广已逝，死了就算了，活着的老子不会放过。王小强目光一转，落到一个年轻人身上。这家伙刚才是和秦青一伙的，看到王小强目光转来，腿都吓得发软，颤声道：兄弟，我不认识他。放屁，老子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和站在一起。王小强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把他拖出来。这人哪敢违逆，拉着秦青的腿把他从车轮胎下面拉出来，那血肉模糊的样子，他实在不敢多看一眼。残暴啊，实在太残暴了，这种打法人居然还没死，
他不得不说秦青真是命硬。事实上，这是王小强故意留了秦青一条命，他要杀秦青，跟捏死一只苍蝇没什么区别。哥，拖出来了，这送医院吗？这快出人命了，你去送。王小强深吸一口烟，缓缓吐出一团烟雾。那人哪敢趟浑水，急忙摇头，陪笑道：“我就是给您建议建议。”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怎么，是要我感谢你的建议？”不敢，这人浑身早就被冷汗湿透，第一次感觉做人这么难。心中暗想：真他妈倒了8辈子血霉，早知道今天会发生这样的状况，打死老子也不会来。你把他电话找出来，打电话给他老爹。王小强命令道。啊！那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打电话给他老爹。秦朝天，所有人都吓懵逼了。这家伙究竟是傻还是狂？把秦朝天的儿子打得半死不活，竟还要通知秦朝天？秦朝天是谁？不逊于义豪集团方建林的商界大亨，政商通吃，在黑道也有着超凡地位，据说还和黑道大佬战蓝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在燕京这地方，他打个喷嚏都能惊动不少人。你把电话摸出来就行，主要他身上血太多，老子怕脏了手。王小强扔下烟头，理所当然地说道。那人都快哭了，暗想我特么也怕血啊！但王小强的命令他不敢违背，只好忍着恶心把秦青的手机摸出来。哥，我不知道密码。王小强老师不客气地一脚踹中秦青，密码是多少？秦青声音虚弱无比，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配合王小强，123321。那人按着密码解锁，很快拨通号码，恭恭敬敬双手给王小强奉上。王小强靠在引擎盖上，除了小美等人，谁都不敢靠近这个煞星。强哥真的没事吗？小美眼眶红红，她有点害怕，她知道秦青的身份，这谁也得罪不起她。事情闹得太大，她很担心王小强无法收场。没事，我马上让秦朝天过来解决。王小强温柔安慰小美。周围人议论纷纷，这家伙究竟是什么背景？这也太狂了吧！把秦青打成这样，还敢给秦朝天打电话，真不怕死。看他样子应该会武功，否则怎能靠着双手就把引擎盖抓破？我看是有恃无恐吧。武功再高也怕菜刀，再厉害能厉害得过枪子儿？况且要整死一个人，不一定非要靠武力。秦家的背景你们不是不知道，要搞死一个人那还不容易。众人都觉得此人说的有道理，均想看看王小强该如何收场。张家肯定会跟着倒霉，可惜张小美确实是一个美人儿，要是能弄到手玩玩那就好了，嘿嘿。擦，快闭嘴，你想死吗？秦青的下场就摆在你面前，你还敢打张小美的歪主意？刚才说话那人身子一颤，急忙闭嘴躲进人群中。不过纵然如此，也总感觉王小强的目光在看自己，让他浑身难受。他再也不敢留在这里看热闹，缩手缩脚的溜走了。电话接通，那边传来秦朝天的声音：阿青，给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在我开股东大会的时候打电话来，这个月的生活费不是到账了吗？又花光了。我不是秦青，你儿子出事了，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秦朝天一愣，初时以为是诈骗电话，仔细一看确实是儿子的电话，急忙道：你是谁？阿青他出什么事了？我是你爷爷。周围人听得一愣一愣的，这小子真他妈太嚣张了，在秦朝天面前还敢自称爷爷。秦朝天勃然大怒：我才是你爷爷，老子是王小强。秦朝天捧着电话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颤声道：爷爷真的是您？阿青他究竟怎么了？快被我打死了，你准备过来收尸吧。第33章，来了就跪着吧。什么？秦朝天脑袋一阵轰鸣，差点没被吓出心脏病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废话哪那么多，自己过来看吧，老子没那么多时间和你瞎掰扯。王小强报出地址，直接挂断电话。朝天集团所有股东看到接完电话的秦朝天，面色比死了亲爹还要难看，就是知道一定出了十分重大的变故。不过让他们奇怪的是，秦朝天向来善于隐藏情绪，就算天塌下来，他一样可以面不改色，这是他多年商场上摸爬滚打锻炼出的特殊本领，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可是就在刚才，那一通不知谁打来的电话，却让秦朝天多年苦练，甚至快要成为本能的本领瞬间土崩瓦解。股东们看到秦朝天脸上浮现出各种复杂的神情，有焦急，有担忧，有恐惧。他们第一次看到如此之多的情绪竟然可以在刹那之间同时出现在人的脸上，而这个人还是秦朝天。秦总出什么事了吗？家里出了点状况，我必须要立刻结束会议。秦朝天魂不守舍，接连好几次想从真皮座椅上站起来，但都因为腿软无法顺利站立。可是这次股东会议关系到公司转型，十分重要，我不管，我必须马上走。秦朝天终于站起来，股东们发现他的身体在明显颤抖。股东们听见他在电话里说了儿子和爷爷，看来不是他儿子出事，就是他爷爷。可谁都知道秦朝天爷爷现在恐怕都该化成灰了，所以纷纷的推测出事的应该是他儿子。股东们子对秦青的恶名早有耳闻，
心知这小子早晚会出事，不过有秦朝天撑腰，在这燕京城出事也出不了大事，除非他脑子抽风去惹那些顶级豪门。这里也说了，除非是秦青脑子抽风才会招惹顶级豪门。然而看秦朝天如此惶恐，难道秦青真的脑子抽风去招惹了顶级豪门？想到这里，股东们不禁有点幸灾乐祸，秦青终于把他爹给坑了，这对在座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件好事。如果秦青真得罪了顶级豪门的人，那么他们就可以借此机会痛打落水狗，把秦朝天从公司最高宝座一把拉下来，然后踩进万劫不复的地狱。秦总，看来您家出的事情不小，需要我们一起帮您处理吗？毕竟人多力量大嘛。不用了，先散会吧。秦朝天终于恢复过来，快步走出会议室，向秋名山赶去。股东们立刻炸开了锅，拿起电话通知手下。虽然下达的命令各有不同，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方法，盯紧秦朝天，查明他得罪的是什么人，然后立刻汇报。秋名山上，秦青血肉模糊的躺在冰冷地面，不知是死是活。王小强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漫不经心的抽着烟。张小帅神色凝重，原本他想在秦朝天还不知道情况之前做一些布置，虽然这些布置可能在庞大的秦家面前没有任何作用，但无论如何也比坐以待毙要强得多。然而王小强竟直接给秦朝天打电话，让对方过来处理事情，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事情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了，但这件事终究是因张小美而起，无论有怎样的后果，他都会和王小强一起承担。他走过去拍拍王小强的肩膀，别害怕，有我在。怕？有什么好怕？怕的是你吧？王小强神色淡然。我没怕。没怕你抖什么抖？王小强扯了扯嘴角，别害怕，有我在。同样的话从王小强口中说出来，却有不一样的效果。张小帅不知为什么竟安心了许多，众人也都伸长了脖子关注事态的发展，暗中猜测王小强的背景是该有多硬，否则他哪来的底气把秦青揍得半死，还敢相当嚣张的让秦朝天过来处理事情。时间过得相当漫长，终于那辆劳斯莱斯限量版幻影是秦朝天的车。人群中忽然一阵骚动，在场的都是爱车的人，像这种全球限量版的车总共也没有几辆，在什么人手里自然是很清楚的。秦朝天真的来了，这小子完了。传说秦朝天手下有4大护法，个个都是武林高手，都在这车里。所谓双拳难敌4手，这小子再厉害也要栽跟头。秦青被揍得这么惨，这小子一定会被秦朝天当场打死吧？也不一定，你看他根本没慌，说明很有底气。我感觉他的背景应该大得吓人，否则哪敢如此嚣张？总不能凭勇气吧？你是说他是顶级豪门的人？猜测而已，先看看吧。说话之间，秦朝天已经下车，快步向这边走来，他面色相当凝重。当看到血肉模糊的秦青时，面上明显闪过哀痛。众人心里十分期待秦朝天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来了。让众人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王小强先开口。来了。秦朝天站定，恭恭敬敬回答。短短几个字的对白就把所有人镇住了。这特么是啥情况？怎么和自己预想的剧本不太一样？怂的不该王小强吗？怎么现在会是秦朝天？来了就跪下吧。王小强神色淡然，老子不想你站着跟我说话。众人惊呆了，这家伙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就算是顶级豪门的人也不敢嚣张到让秦朝天跪下说话的地步吧。然而下一秒，他们的三观来了一次史诗级的颠覆。叱咤商界的秦朝天还当真直挺挺的在王小强面前跪下，围观的所有人眼珠都快瞪出眼眶，下巴也要掉到地面。这场面实在太震撼太离谱，以至于现场不少人以为这是在做梦，用力的揉着自己的眼睛。是真的，没有做梦。商界大佬秦朝天现在正直挺挺的跪在王小强面前，就算他们差点把眼珠子揉出眼眶，看到的也是同样的结果。张小帅惊讶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他就像是一个被雷劈到的木桩一样，直愣愣的立在那里，傻傻的瞪大了眼睛，看看地上跪着的秦朝天，然后再看看神色淡漠的王小强，千言万语最终只会成一句话：卧槽尼玛！这太刺激了。第34章王小强原则。这确实太刺激了，对在场的所有人而言都是如此。你知道我叫你过来干嘛吗？王小强语气冷漠。您让我过来替阿青收尸，不知阿青他究竟怎么得罪您了？秦朝天瞥了一眼秦青，发现他仍有呼吸，略微放心下来。王小强指了指张小美，问道：你知道她是谁吗？秦朝天茫然摇头。她是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未来的老婆。而你的儿子差点开车撞死她，你说我该不该把秦青给打死？什么？秦朝天陡然抬起头来，身体因愤怒而发抖。王小强现在是他敬畏如神的干爷爷，换句话说，张小美就是他未来的干奶奶。秦青想开车撞死张小美，那是欺师灭祖，背逆人伦啊！这个大逆不道的畜生！他站起来，冲到秦青身旁，抬起脚就是一顿狂踹。看这样子，一点没把秦青当亲生的，像是真要把他给打死。众人又傻了，这他妈啥情况？再这样打下去，这家伙真的会死的。
差不多就行了，回来给我跪着。王小强喝止秦朝天，秦朝天乖乖跪回来，发狠道：阿爷，您就该打死他！一句话又把所有人镇住。秦朝天叫王小强阿爷，有没有搞错？难道是幻听了？但不可能集体幻听吧？然而，比起这声匪夷所思的阿爷，大家伙儿更愿意相信是集体幻听了。现在是法治社会，杀人要偿命，他的命值得我用命去偿。王小强道：不值得，不值得。秦朝天急忙道：养不教父之过，你听过吧？王小强继续道：是，孙子有错。秦朝天磕头认错。孙子，众人再次无言。第一次可以是幻听，第二次总不能还是幻听吧？但秦朝天为什么在王小强面前自称孙子？难不成这家伙是一个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有人猜测，传说气功练到极高的层次就可以返璞归真，返老还童，他连引擎盖都能轻松抓破，很显然就是这样的顶尖高手。另外有人附和，神经病，小说看多了变成白痴了，世上哪有老妖怪？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那家高手。我有个远房表哥，也是从小练内功，一掌能震碎石头，现在在给校花当保镖。那为什么秦朝天会自称孙子？我猜秦朝天以前是某个江湖门派出来的，靠着江湖门派发家致富。这小子年纪不大，在门派中的辈分却极高，连秦朝天都是他的孙子辈，所以他才会有底气把秦青揍得半死，再让秦朝天来处理事情。秦朝天自称孙子，也侧面印证了这点。这个推理完全是扯淡，但众人却深以为然，否则如何解释这匪夷所思的一切？某位大神曾经说过，排除掉一切不合理，剩下的结果无论多不可思议，都是唯一的真相。众人给自己找了出一个真相，并且相信这个真相。然而，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唯一的真相。王小强是个开挂的存在，你的身份、你的背景、你的金钱、你的权利，让他做出许多出格的事情。作为惩罚，我今天要剥夺你拥有的一切。王小强就像是一个威严的法官，语气不容置疑。是秦朝天跪伏在地上，在他的世界观里，王小强是至高无上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王小强赐予的，没有王小强就没有他今天的成就。你的钱全部捐给慈善机构，算是对你们父子的惩罚。王小强神色淡漠，语气平淡。他完全可以将秦朝天的财产据为己有，但这变成了抢夺，而不是惩罚，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虽然他现在确实很缺钱，可是这是原则问题。力量再强，权力再大，做人一定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死！围观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秦朝天的所有钱，那可是100亿、1000亿计，竟全部捐给慈善机构。他真的会同意？就算王小强长辈，他也不可能答应如此离谱的要求吧？是王小强的话，对秦朝天而言就是圣旨，他根本不敢违逆。立刻找人去办，3天内全部办妥，然后向老子汇报。老子不想再看到你们父子，滚吧！王小强不耐烦地挥挥手，示意二人离开。秦朝天扶起半死不活的秦青，父子二人双双跪下，向王小强又磕了几个头，这才上车离开。秋名山上鸦雀无声，从王小强暴打秦青，找来秦朝天，再到秦朝天下跪，答应捐出全部财产，最后离开秋名山，不过10来分钟时间。但这10来分钟的时间内，众人的三观被一而再而三的颠覆，比坐了趟最刺激的过山车还要刺激。事情解决了，王小强拍拍张小帅的肩膀，带我去看看路况吧。从秋名山上下来，张小帅才逐渐从无与伦比的震撼中恢复过来。如果单单只是秦朝天的事，震撼时间不会那么持久。后来张小帅坐着王小强的车在秋名山上跑了一趟，又被震得天翻地覆。王小强开车根本没松过油门，全程240高速，连过弯也是漂移过弯时那种失重的感觉，差点把张小帅脑花给甩出，简直每一次都和死神擦肩。随随便便，王小强便把秋名山保持的记录破掉，而且超出5分钟有余。张小帅知道这次是捡到宝了。王小强不但背景深厚，而且车技一流，不仅如此，长得又帅，还很有钱。更重要的是，王小强十分珍惜小美，从秦青这件事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张小帅在圈子混迹，当然知道这个圈子的规则。如果换做其他人，就算有可以压制秦家的能力，恐怕也不会轻易出手，因为在许多富二代眼里，女人只是玩物，没有必要为一个女人而得罪一个大人物。综上所述，张小帅得出一个结论：王小强哪是金龟婿，完完全全是金龙婿。自己的妹妹能找到这么一个男朋友，他也感到十分欣慰。今天这么高兴，我请大家吃饭。张小帅难得大方一回，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王小强4卡4呆4和4喇叭的超级山寨机的音量，把众人都吓了一跳。喂，谁？王小强接通电话。小强老弟吗？是我，我是大刘啊，还记得我吗？电话那头大刘的声音很愉快。哈，原来是大刘，当然记得你，有事吗？小强老弟，那畜生终于当庭认罪了。你是我家的大恩人，
我想请你吃个饭，表示感谢，请老弟千万不要拒绝。大刘十分恳切。这是好事啊，我怎么会拒绝？地址在什么地方？我等会就来。大刘高高兴兴地把地址说了，然后挂断了电话。是刘大哥呀。张小美知道事情的始末，他的事情解决了吗？解决了，那畜生当庭认罪，大刘找我吃饭，做了一件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的好事。王小强也很高兴，所以今天不能和你们一起去吃饭了。张小帅早就听说了此事，十分欣赏王小强的侠义之举，当然表示理解。以后咱们是一家人，随时有空吃饭，你去吧。小美和我一起去。哎，我也去。你是我的女朋友，当然要一起去。王小强理所当然。怎么，你不愿意啊？张小美点点头，心中十分温暖，无限娇羞道：当然愿意，强哥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王小强看到他含羞带俏的模样，忍不住搂过来就啃。得了，拜托你们俩不要在这里虐狗好吗？能否考虑一下我们的感受？张小帅揶揄道。小帅，要不咱们搞基吧，也啃一个给他们看，我无所谓的，我男女通杀。猴子愉快大笑。滚蛋，你不介意，老子介意，外面大把的青春少女等着我去拯救，你要搞基自己去搞吧。四人说说笑笑，笑声被风吹到很远的地方。年轻实在他妈太好了。第35章。兄弟，你真不是来碰瓷的。张小帅把王小强和张小美再到目的地就离开了。大刘早就在外面等候多时，看到王小强立刻快步迎上来。小强老弟，你终于来了。目光落到小美身上，目光饶有深意，明知故问道：小强老弟，这是什么一个情况？王小强把小美往身上一搂，得意道：就这么一个情况，大刘你懂得。哈，恭喜小强老弟抱得美人归，我看你们真是郎才女貌，天生绝配。大刘春光满面，言真意切。多谢刘大哥。听到大刘夸赞，小美心中也十分甜蜜。快进来吧。大刘把热情的把王小强迎入屋内。这是一间小雅厅，中间一张大圆桌，圆桌中的火锅正沸腾，散发出诱人香味。看到王小强进来，大刘一家都站起来，目光中充满了感激。这位就是咱家的大恩人王小强。大刘郑重向众人介绍。王老弟，终于见到你了。大刘的老婆方平激动得泪流满面。如果不是你，我秀秀的冤屈一辈子无法洗刷。秀秀，快来谢过恩人。大刘的女儿刘文秀是个扎着马尾戴着圆框眼镜的小女生，十分斯文秀气，看起来刚20岁出头，本该是充满青春活力的年纪，眼底却有一抹难以言述的忧郁。冤屈虽然洗刷，但心里的阴影是永远难以抹去的。谢谢王大哥。刘文秀声音很小，但眼内对王小强却充满感激。这句话说话之后就没再说过任何话，就像失了神一样愣在那里。大刘长叹一声，秀秀以前不是这样的，那个畜生被判了好几年，却害了他一辈子。说到这里，大刘咬牙切齿，仍是充满恨意。回过神来，今天是高兴的日子，不说这些了。来，小强老弟，请上座。王小强道：随便坐就行，还分什么上座下座？先拉出椅子让小美坐了，自己再坐下。小小的举动却让小美感觉无比温暖。这家火锅店是我朋友开的，招牌特色毛肚和脑花，十分劲道。大刘说起来，口水似乎都流了出来，挑起拇指大赞：小强老弟要喝什么酒？王小强不太喜欢喝酒，但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无论怎样都得喝点，说道：喝白酒吧，啤酒胀肚皮，老往厕所跑。那就喝白酒吧，二娃，快来拿菜单。一个17、18岁的服务员跑进来。好嘞，舅舅。咦，这就是表姐的大恩人。哥哥你好，我叫杨刚，你可以叫我二娃，现在有点忙，等会儿来陪大恩人喝几杯。大刘介绍道：这是外甥，在这儿打工干兼职，挺懂事一个孩子。对杨刚道：二娃，忙完了再过来，免得老板扣你工资。舅舅，你说了算。杨刚淘气的敬了一个礼，拿着菜单一溜烟就跑了。生意挺好啊，这店。王小强环顾四周，还没到饭点，已是宾朋满座。听说今天有个什么社团庆祝成立10周年，把这儿包下了，咱们这座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大刘说道：味道确实很好，吃一次就保证你爱上这个味。王小强笑道：大刘你这么大力推荐，让我很期待啊。就在众人说说笑笑的时候，突然外面传来斥喝责骂的声音，把他们的目光吸引过去。有没有搞错？说话的是一个相当魁梧的汉子，就算坐在那儿也比寻常人高出一头。他光着膀子，露出虬结的肌肉以及布满全身的恶鬼刺青。这不是我们的菜，抱歉先生，这是雅间的菜，您的菜还要等一会儿。杨刚耐心解释着。凭什么要我们等一会儿？明明是大爷先来的。那汉子十分蛮横。王小强远远看去，只见他满脸通红，眼神游离，显然是有点喝高了。先生，你们是夹菜，厨房正在为你们准备，现在上的菜是雅间的菜。我不管，老子等不了，要等你让他们等，把菜放下自己滚。不行。杨刚少年人心性，脾气上来，牛都拉不住，这不是你们的。你个小娃子，怎么就那么犟？
一个老服务员急忙过来圆场：“鬼爷，小娃娃不懂事，您别放在心上，这些菜您先吃着。二娃，快把菜留下，重新到厨房备一份去。”若是在平时，杨刚肯定就忍气吞声了，但这些菜是给表姐大恩人的，没准大恩人现在还饿着肚子等呢。要是没把他招待好，怎么体现家里的谢意？想到这里，这年轻人红了脸，挺着脖子争辩道：“不行，菜是雅间的，先来后到得，有个规矩，您只能等着。”砰！这大汉一拳击中桌子，桌上锅碗瓢盆都跳了起来，暴怒道：“规矩？你和老子说规矩？老子今天就教教你，规矩是拳头大的人定的。”杨刚真被吓得不轻，声线发颤，带着哭腔，但是依然没有松口。“你打死我，我也不会把这菜给你！”大汉勃然大怒，陡然起身，找死！抡起砖块一样的巴掌就往杨刚脸上掴去。这大汉显然是个练家子，一掌落下威势不凡，杨刚整个人笼罩在劲风之中，杨刚根本无法闪避。眼看着巴掌就要落到杨刚脸上，忽然他眼前一花，出现一个人影，轻轻松松就接住了大汉的巴掌。“喂，大块头！”王小强很不爽地扬了扬眉头，“欺负一个小孩有意思吗？”大汉扬起的巴掌定在空中，整条手臂像是被嵌进混凝土里，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大汉酒醒一半，怒道：“你他妈是谁？黑鬼帮的事你也敢管？”黑鬼帮是湛蓝黑道帝国的嫡系分支，带头首领是人称鬼爷的孟非，为人心狠手辣，做事不择手段，招惹到他就如同被恶鬼缠身，终生不得安宁，在这一块凶名赫赫。与百鬼灵强一起被封为黑白双鬼，在湛蓝的黑道帝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按道理说，孟非是湛蓝的得力干将，那天湛蓝跪在王小强出租屋外时，应该有他才对。但不巧的是，这家伙被湛蓝派出去办事，到今天才回来，所以根本不认识王小强。管你黑鬼白鬼，惹到老子，老子就要你变死鬼！快点给他道歉！要老子给他道歉？做梦！孟非也非等闲之辈，暗运劲力，猛力一正，忽听咔嚓一声，他的肩膀竟被自己给挣脱臼了。卧槽！这完全是出乎王小强预料的事。兄弟，你确定你不是来搞笑的？老子可什么都没做！孟非勃然大怒，抬起左手便是一拳轰出。王小强随意一挡，又是咔嚓一声，孟非左臂也骨折了。卧槽！朋友，看你高高大大的，怎么脆得一块石膏似的？你不是故意来碰瓷的吧？第36章收徒。黑鬼帮的成员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要知道，孟非练的是硬气功，据说是正宗金钟罩。平时练功的方法就是让帮众拿着钢筋往身上招呼，每次练功下来得敲弯10几根钢筋。练功完毕后，他的皮肤通红，如同烧红的铁块，一桶冰水泼上去还会冒出大量蒸汽。正因他有着相当强悍的横练气功，战斗力相当惊人，每次打架都是一马当先，勇悍绝伦。久而久之，帮众渐渐神化了他的功夫，甚至有传言说他的金钟罩能挡子弹。然而谁曾料想，如此牛逼的功夫到了王小强手里就成了豆腐渣。王小强甚至都没出手，孟非就废了2条胳膊。搞笑的是，其中1条还是他自己给玩废的。兄弟们，把他给老子剁了！孟非虽然练过，但骨折的疼痛确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况且他刚才用力过猛，差了真气，此刻丹田内的气息乱窜，更是让他直冒冷汗。哗！火锅店内几乎全是黑鬼帮的人，此时齐齐站起来，场面着实壮观。杨刚被吓得有些不知所措，他毕竟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只是一时头脑发热，看到如此大的阵仗，这才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眼眶发红。没事的，王小强安慰他，先来后到，这就是规矩，他们的东西我们不要，但我们的东西他们不能抢，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很厉害、很可怕、很恐怖，我们就要做出妥协。如果每个人对待恶人都只是一味的妥协容忍，那么我们的底线在哪里？正义又如何伸张？这世上哪还有光明可言？所以你做得很对。王小强拍着杨刚的肩膀，说得大义凛然。此刻的他看起来光芒万丈。杨刚简直把王小强当成了英雄，擦掉眼角被吓出的泪水，重重点头，目光变得无比清澈坚定。强哥，你说得很对，我不应该怕他们，他们是坏人，坏人能理直气壮的坏，难道好人却无法理直气壮的好？坏人应该怕好人才对，就算他们把我打死，这菜我也不会让给他们。挺带种啊，等会揍得你小子满地找牙时候，我看你还有没有这么带种。给老子上！火锅店内的黑鬼帮帮众起码有100多号人，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彪悍汉子。黑鬼孟非一声命令下来，立刻抄起身边能用的家伙向王小强扑来。孟非冷哼一声，以多咬死相，你他妈再厉害也架不住人多，老子今天不把你打残废，老子孟非做你儿子！孟非心里的如意算盘打得噼啪响，但他忽略了一点，而且是最致命的一点。王小强不是大象，他是暴龙式巨兽，区区的蝼蚁怎能撼动他分毫？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碾压展开。在3分钟内，
王小强摆平了100多号彪形大汉，而且全都丧失在爬起来战斗的能力，没一个能打的。王小强回到原地，这特么热身运动都算不上，太无敌，而找不到对手也是一种无敌的忧伤啊！火锅店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本来会以为这是一场大混战，可是结果竟然连碗都没打碎一只，电影里都不敢这么演。王小强好整以暇地坐下，孟非酒早醒了，面色惨白，如同见鬼，转身就逃。我擦！王小强一愣一愣的，你这老大也做得太失败了吧？丢了兄弟就跑！弹指神通施展，隔着几米远的距离打中孟非膝弯，孟非扑通一声跪下，心里已经凉了半截，都快哭了。这他妈不是踢到钢板，这他妈完全是踢到钻石了！哥哥都是一场误会，误会孟非变脸速度之快，恐怕唱川剧的都赶不上。道歉。王小强还是那句话，道歉，我立刻道歉，小伙子，对不起，是我不好，我应该遵守店里的规矩，我应该讲究一个先来后到，对不起了。哥，您这桌的账就算我脑袋上吧，求你把我当成一个屁放了吧。孟非陪着笑脸，哪有半点黑道老大的样子。王小强十分无语，你也太没节操了吧？节操能值几个钱？孟非理所当然，哥，我可以走了吗？走吧。王小强转身回雅间，道完歉就走吧。王小强只想要孟非道歉，目的达到了，就没必要为难他。如此就简单就放过自己，孟非反而愣住了，试探地问道：真就放我走了？怎么？你还想和我一起吃饭？没有，老大您慢用，小弟这就走了。孟非撅着屁股往后退，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等等，王小强突然想起一件事情。孟非身体一颤，暗想这家伙不是要后悔吧？面色变得十分难看。记得走之前把我这桌的账给结了，你自己说的。孟非如获大赦，急忙道：一定。转身一溜烟就跑出火锅店。一场风波过去，王小强道：咱们继续吃吧。大刘十分歉然道：小强老弟，没想到又给你添麻烦了。二娃年轻人太冲，不懂为人处事，是他们来惹我们，又不是我们去惹他，有什么好抱歉的？我也说了，二娃做得很对。王小强根本无所谓，算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别被影响了心情，咱们该吃，该喝。来，大刘，我们是萍水相逢，却因种种成了朋友，这就是缘分，为这缘分，咱俩的喝一个。大刘十分喜欢王小强侠义豪爽的性格，也把刚才的不愉快抛到脑后，举起酒杯：小强老弟，我代表我们全家敬你一杯，是你把我们从地狱里救出来。大刘，见外的话不用多说，我把你当做大哥，你就不要把我当做恩人。杨刚也举起酒杯，满脸崇拜：强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可以教我功夫吗？王小强挠脑袋：你如果想学，我可以教你，但是我没当过别人的老师，不知道能不能教会。能的，一定能的，我以前学过，有一定基础，也很能吃苦。强哥，你就收我为徒吧。杨刚满脸期待。王小强很喜欢这个少年，有点他自己当年的影子。不过他的武功是系统开挂来的，要怎么传授给别人，他还真不知道能不能传授给别人，所以他问了下小乖，得到小乖的肯定回答后，他才点头应允。我教你功夫可以，但咱们不用师徒相称，你就叫我一声强哥就行。杨刚正色道：那怎么行？岂不是坏了江湖规矩？一定要磕头叫师傅的。一口饮尽杯中之酒，跪在地上咚咚咚磕了3个响头，大声道：师傅在上，请受徒弟一拜。王小强受了他3跪9叩，杨刚又十分乖巧地对张小美行跪拜礼，高高兴兴叫了一声师娘。这声师娘正喊到张小美心窝里，不过他脸皮薄，有点不好意思，毕竟自己也大不了杨刚击碎。他靠着王小强甜蜜道：我看电视里拜师都要给徒弟红包的，你不表示一下？王小强无奈道：我身上没现金。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众人目光被吸引过去，刚才灰溜溜跑掉的孟非又趾高气扬地走了进来，脱臼的手臂已经接好，断掉的手臂绑着绷带。咦，这家伙又回来干啥？王小强十分不解。第37章2度打脸。孟非大步流星地走进雅间，大马金刀地往椅子上一坐，满脸煞气：你他妈废了老子的手臂，赔钱吧！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有点摸不清这家伙的路数。你什么意思？孟非一拍桌子，没曾想震动到自己的伤口，疼得一阵龇牙咧嘴。什么意思？得罪了老子黑鬼孟非，这事儿就想这么简单了结吗？王小强对这个两面三刀、阴晴不定的家伙实在有种啼笑皆非之感。喂，朋友，你到底想做什么？真要我揍你一顿，你才会安心吗？揍我！孟非陡然站起来，唰的从兜里掏出一把手枪，枪口对准了王小强。大刘一家吓得立刻站起来，刘文秀更是害怕的钻进母亲的怀抱。强哥！张小美满脸担忧，却不敢乱动。王小强神色淡然，轻轻一笑：原来这就是你的底牌，把枪放下，好好说话，别吓到别人。孟非十分得意的狞笑一声：怕了？一把枪
我还不至于怕，不过我很好奇，你想要我赔多少钱？孟非想了想，随即开口：1000万，少1分都不行。1000万？杨刚瞪大了眼睛，你怎么不去抢？孟非扬了扬枪口，威胁道：老子就在抢，小子，1000万，1分钱都不能少，否则立刻打穿你的骨头。我还以为是多少，不就1000万？你这2条手臂也太不值钱了吧？在王小强眼里，1000万只是牛毛。怎么，你嫌少？那行，赔5000万吧。孟非狮子大开口，你这小子真有意思，被敲诈还有嫌少的。5000万也不多，不过嘛。王小强顿了一顿，老子是不可能赔偿给你的。他的面色突然阴冷，语气如冰，因为老子最恨人威胁老子。孟非发现王小强神色不善，没由来的一阵心虚，立刻扣动扳机。然而就在他手指发力同时，手上一轻，手枪就像是变魔术一般出现在王小强手里的，枪口对准了他。房间内的人没人看清他出手，就像这枪从一开始就在王小强的手里，而非孟非手中。扑通！孟非双膝一软，直挺挺跪下。哥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刚才是中邪了。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王小强把枪往桌上一拍，发出砰的一声，吓得孟非浑身哆嗦。他现在快哭了，自己是抽什么风，犯什么贱，竟又跑回来2度受虐。如果他能穿越回去，一定会把当时的自己给痛揍一顿，让自己清醒清醒。少他妈废话，打扰老子吃饭的雅兴，赔钱吧。王小强二郎腿一翘，点上一根烟。赔，肯定赔。您说赔多少？能用钱解决的事就不算大事，不用赔的太多，1个亿吧。1个亿？要不是孟非差点跳起来，他让王小强赔5000万就已经是天价，自己仅存的那点良知都感觉过意不去。而王小强更狠，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直接让他赔1个亿。哥1个亿？孟非不可置信的再问了一次。1个亿不算多啊，干嘛那么大反应？王小强对钱没有概念，因他才挥霍了几10个亿，用亿做单位太久，他就理所当然的认为亿也就那样。孟非直接哭了，哥呀，我在哪儿拿1个亿出来赔给你？1个亿都没有，你出来瞎混什么？王小强十分不爽，1个亿都没有，还敢这么嚣张？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孟非哑口无言，这家伙真当钱不是钱啊！有多少人能随随便便就拿出1个亿？哥哥，我真没有1个亿，可以打个折吗？孟非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暗骂自己实在太贱，活着难道不好吗？跑回来干什么？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如果能穿越回去，他不但要把自己痛揍一顿，还要把自己的腿给打断。可以打折，打折手还是打折脚？王小强微微一笑，旋即笑容凝固，语气森寒：3分钟后我没看到1个亿，就用你的手脚来赔。孟非吓得脸色苍白，他出道几10年，第一次如此吃瘪，整个黑鬼帮全都栽到王小强手里，他不得不服，他赶紧打电话去凑钱。求助的第一个人也是他最好的兄弟，同样是战家嫡系，人称百鬼的林强。强子，你现在有多少钱？江湖救急。孟非哪还有时间去拐弯抹角，直接打开天窗切入正题。怎么了？林强正在和一个长腿辣妹做羞羞的事情，动静颇大，孟非隔着手机都能听到。有多少就拿多少过来，孟非都快要哭了。过来数我。林强一听有点懵逼，数你？你被绑架了？谁他妈敢绑架你？这事儿多多少少有点伤面子。孟非叹了一声，说来话长，点子太硬，栽了跟头，现在要我赔钱。林强一听有点怒了，让你赔钱？赔多少？1个亿。孟非声音发苦。什么？林强直接惊得一哆嗦，提前结束了战斗。有没有搞错？1个亿？什么人胆子这么肥，敢敲诈你1个亿？你现在在哪儿？我立刻让兄弟们过来。我在东区。孟非声音更苦，几乎都有点不太好意思说出来，因为东区就是他自己的地盘。东区？林强直接跳起来，身下的妞一脸茫然，娇滴滴的扭动身体问道：怎么了强哥，今天怎么没在状态啊？林强直接一脚把他踢开，滚，别来烦老子。跳下床就开始穿裤子。东区是你自己地盘，竟然还有人敢来挑事，我看是故意来砸场子的。兄弟们呢？兄弟们都在，全到了。他们有多少人？就特么一个人把你整个黑鬼帮团灭了。你在逗我？别他妈废话了，你赶紧带钱过来，再不拿钱来，这家伙要断了我手脚。林强一听更是怒不可遏，好嚣张，好嚣张！你等着，老子马上带人过来，把这杂碎剁成杂碎。孟非一听心头凉了一截，急忙阻止：强子，带钱过来就行，别带人。送你马，等着老子！林强说完立刻挂断电话。第38章收费学教做人。孟非心头彻底凉了，面对王小强这样的变态，林强带多少人过来都是白搭。看来你这兄弟是拒绝你了，因为你的脸色看起来比吃了屎还难看。王小强微微一笑，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还有2分钟，留给你的时间可不多了。孟非都快哭了，林强不来还好，要是真来捅出更大的篓子，
他估计自己这条狗命也要搭在这里。哥哥，我兄弟马上就来，您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多给我2分钟。王小强道：多2分钟，多2000万，2分钟2000万。孟非直接哭了，哥，你这生意也太特么赚了。王小强耸耸肩，这也是跟你学的。事实确实如此，若不是孟非仗着自己有枪想要敲诈王小强一笔，王小强也不会让他赔钱。孟非敲诈不成，反被王小强勒索，说来说去都是他自食其果。4分钟很快过去，孟非现在充分理解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的含义。不等王小强开口，他急忙说道：哥，我加10，我加10。就在这时，刹车的声音，外面狭窄的街道硬生生塞进10几辆面包车，百十个穿着黑色背心的大汉蜂拥而出，手里持着明晃晃砍刀，杀气腾腾的冲进火锅店。谁他妈敢动我林强的兄弟？林强气焰嚣张的进店内，抬眼便看见王小强翘着2郎腿坐着，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双腿打颤。刚才嚣张的气焰如同被人泼了一盆冰水，从头顶冷到脚趾，满脸杀气顿时变成一脸和气，变脸速度比翻书还要快。强哥，原来是您老人家。林强的杀气硬生生的换成一张笑脸。王小强眉角一抬，巧了，原来是你。林强嘴角苦涩，孟非这白痴谁不好惹，偏偏惹上了这家伙，这下该如何收场？心中暗想，看来只能使苦肉计了。反手一巴掌狠狠抽到孟非脸上，装作怒不可遏的样子。你他妈知道他是谁吗？啪！孟非脸上出现5道清晰的指印，他满脸懵逼的捂着脸，我不知道啊。妈的，瞎了你的狗眼，强爷你都不认识。林强手底下一帮马仔原本打算来生扒了对头的皮，但如今这一幕却让他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林强最忌讳的就是有名字是强的人在他面前称哥称爷。上次有一个方强自称强哥，被林强打断了3条腿，其中1条是长在裤裆内的，而现在他竟然称这小子为强爷，这足以说明这小子的来头大得有些吓人。孟非一脸委屈，我真不认识。林强依然觉得不解气，一脚把孟非踹翻，现在认识了还不道歉？哥，我就差没磕头了。擦你妈的，那你还不磕头？林强劈头盖脸又是2巴掌。孟非不清楚林强唱的是哪出，压低了声音，真磕啊？我特么的像是在开玩笑？老大都在他房间外面跪了1宿，让你磕几个头怎么了？孟非听完这句话，膀胱缩了缩，差点吓尿。这事儿他已经听说过，当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还想见识见识能让老大湛蓝下跪的是什么狠角色。现在他见识到了，确实太他妈狠了。原来这家伙是你的朋友。王小强冷眼看完2人表演的苦肉计，是强爷，他年轻不懂事，顶撞了强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他一马吧。林强开口哀求，湛蓝都不敢在他面前放屁，要灭了自己和孟非，岂不是分分钟的事？既然是你朋友，我放他一马。王小强决定高抬贵手，因为之前林强送过他礼物，虽然不是王小强想要，但无论如何也算是一份人情。既然是人情，王小强就得给他几分薄面，他王小强还是相当讲江湖道义的。林强大喜过望，千恩万谢，多谢强爷，多谢强爷。一脚狠狠踹到孟非身上，还不是谢罪？孟非有种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感觉，没想到王小强真的就这么放过他，就差没跪下说皇恩浩荡谢主隆恩之类的话了，一时间涕泪横流。大哥不大爷，强爷对不起，我知错，我悔过，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谢谢你教我做人。王小强不耐烦，行了，滚吧。孟非林强2人如遭大赦。林强道：强爷，今天给您添麻烦了，今天这顿我请了，改日小弟再登门赔罪。王小强点点头，记住以后别随便欺负人，老子最见不得这种人，今天算是给你们一个教训。站起来领着众人就要走，林强眼睛一转，忽然说道：强爷留步。王小强眉头一皱，还有什么事？强爷辛辛苦苦教育我们，教我们做人，不收学费怎么行？这里有1000万，是强爷的辛苦费。林强笑眯眯地递上一张银行卡，厚颜无耻地说道。大刘一家，甚至连王小强自己都有点傻眼，还能有这骚操作？揍了人还能收一笔教育费？王小强在考虑以后是否要开一个班，靠此发家致富。孟非和林强的手下更是懵逼，叱咤一方的2个黑道大佬怎么会做出如此恬不知耻的事？孟非不傻，立刻明白林强的用意。连老大湛蓝都忌惮的人物，能攀上他的关系，以后还愁不能飞黄腾达。在飞黄腾达面前，脸面算什么？立刻摸出银行卡，强爷，这是爷我的心意，里面有2000万，您亲自出手教育我，我倍感荣幸，所以我的学费应该缴纳更多一些。有钱送上门，断没有往外推的道理。王小强收下。林强终于松了口气，强爷，您慢用，打扰您的雅兴，是我们该死，我们这就滚，免得在这碍眼。一挥手，带着一帮马仔潮水一样撤出火锅店，2分钟不到的时间内走了个干干净净。我就想安安静静吃个饭，有那么难吗？王小强十分无奈，回到座位坐下，忽然想起一件事，把刚刚拿起的筷子又放下，对杨刚道：嘿，巧了。
杨刚茫然不解，怎么了师傅？你说你是不是运气好？王小强拿出刚才林强二人送给他银行卡，我正愁没有红包送给你，那两个家伙就送来一笔钱，随便挑一张卡拿去，算是师傅给你红包。杨刚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道：师傅，里面有好几千万呢，我不能要。大刘也道：小强老弟，红包就是一丝一丝，几百块钱就够了，哪有给几千万的道理？他们是普通家庭，几千万是他们一辈子都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王小强就这么随随便便送人，豪爽的有点太简直惊世骇俗了。王小强现在对钱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一次穿越就要10亿，千万对他而言算得了什么？他挠挠脑袋，这有啥区别？反正都是给徒弟的红包，让你拿着就拿着，也不是全部给你，给你这张吧。他随意拿出一张卡，也不知道是孟非的还是林强的，反正最少也是1000万。师傅杨刚还是拒绝。王小强沉下脸，才拜师就不听师傅的话吗？让你收着就收着。杨刚见王小强真生气了，只好收下，暗中打定主意不动卡里的钱，找个机会还给王小强。晚饭之后，王小强带着小美回到出租屋，当然少不了一番云雨。等到小美带着满足的微笑睡去，王小强才打开系统，准备去头文字 D 世界替藤原拓海出战。第39章三国世界。在出发之前，他想起藤原拓海的伤势，如果藤原拓海就此成了废人，就没有什么成长空间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损失，所以他决定先去哪个世界学学医术，然后再去头文字 D 世界治好藤原拓海的伤。万千世界，医术高明之辈多如过江之鲫，王小强左思右想，决定穿越至三国时期去找华佗，毕竟那家伙的医术影响了后世几千年，麻沸散在当时可是神一样的药物，只是曹操那傻逼不懂科学，把华佗给一刀咔嚓了，实在可惜。系统准备穿越到三国世界。穿越三国世界需要消耗10亿软妹币，准备穿越。一阵天旋地转，王小强穿越到那个军阀割据、乱世纷争的年代。洛阳，一辆装饰十分华贵的马车向王宫驶去。系统道：主人，这马车里就是华佗，正要去王宫给曹操治病。王小强嘴角一抽，这哪是去治病，分明是去送死。身形一闪，如同鬼魅，立刻出现在马车之前。车夫是个武士，见王宫专用的跑马道上突然窜出一个平民，吓了一跳，急忙勒住骏马。骏马长嘶一声，人力而起，差点把武士摔下马来。武士勃然大怒，鞭子指着王小强：哪来的村夫？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挡皇家车马！一群王宫侍卫闻风而动，立刻手持刀剑，虎视眈眈地把王小强围了起来。王小强不理会他们，问道：里面可是华佗？马车帘子掀开，探出一个鹤发童颜、满面红光的老者，磕下生着一把银须，看起来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味道。他扫视王小强一眼，确定自己不认识他，回答道：正是老夫，阁下有事。王宫你不能去，会有血光之灾，下车跟我走吧。王小强直接说道。为首的侍卫队长怒道：大胆狂徒，魏王重疾在身，正需神医妙手救治，延误了为魏王治病的良机，你这混账东西就等着被灭九族吧。来啊，给我把他拿下。侍卫得令，刀剑并举，齐齐向王小强剁来。王小强身形一晃，轻轻松松地躲开，落阴神剑掌犹如穿花蝴蝶，瞬间把这10几名侍卫打倒。好胆，这狗贼肯定是吴蜀奸细，快叫御林军！一时之间，王宫城墙号角大作，响彻整个洛阳。王宫内，曹操在龙床上翻来覆去，听到这号角声，更是快要发狂，双目通红，声嘶力竭。谁？是谁在吹号？砍了他！快给姑砍了他！曹丕面色惊疑不定，是王宫的紧急军号，有敌来犯时才会吹响，怎么回事？报！王宫外有吴蜀奸细拦住了神医华佗的马车。什么？他们有多少人？目前看来只有一个。荒唐！就算是赵子龙亲临，也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武士战战兢兢道：世子殿下，您有所不知，那奸细十分厉害，单枪匹马的打败了10支御林军小队。什么？曹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魏都洛阳，王宫御林军守卫个个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兵悍将，一队100人，10支小队便是1000人，以一挡千，究竟是怎样的骁勇？难道真是吴蜀哪位猛将杀到洛阳来了？恐怕无人敢这么嚣张吧。曹丕眉头微皱，哼，我魏国都城，天子脚下，岂容贼人胡来？咱家去会会这贼子。说话的正是御林军统领曹操亲赐虎赤之号的许褚。曹丕深知笼络人心，笑道：有许将军出马，贼人必定手到擒来。许褚不置可否，大氅一挥，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王小强又干翻了一队御林军，不过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玩下去不是办法，自己体力有限，御林军人海战术早晚会把他活活耗死。不过他也没怕，系统在手，天下我有，等会直接把曹操认作干儿子，一切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他现在就想玩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在这时，
王小强看到一匹战马从王宫中疾驰而出，能在王宫纵马狂奔的，一定不是简单人物。战马顷刻便至，马上坐着一个十分威武的将军，身材雄魁，犹如铁塔，声音更是亮如洪钟，震耳欲聋。尔等退下，虎痴在此，贼人还不枭首就擒。虎痴，王小强心中一动。虎痴，许褚威名赫赫，是三国时期有数的猛人之一，与蜀国五虎将马超平分秋色，为曹魏披肝沥胆，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武功境界早已真挚化境。自王小强会武功后，就像是发现了新玩具，遇到高手就手痒。许褚这样的高手，他当然要会。想要我的人头，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许褚大怒，贼子猖狂，带咱家来取你的狗头！持着一口大刀拍马而来，俯身一掠，长刀一抖，刀背上的铁环哗啦啦作响，刀气狂暴霸道，锋锐至极，直取王小强首级。王小强仰天一倒，像是一个不倒翁一般，后背离地3寸后再也倒不下去。许褚一刀落空，一提缰绳，战马兜个圈子又跳回来，手臂一抖，又劈出3刀，无形刀气犹如旋风席卷，将地上灰尘吹开，青石板火花四溅，露出3道触目惊心的刀痕。王小强心中一凛，许褚果然厉害，长身而起，飞到许褚战马尾部站定，漫天掌影，似是狂风骤雨，将许褚团团笼罩。许褚虽然武功高强，可是他在战场上哪见过如此精妙的掌法，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应对，稍稍一加马腹，战马立刻会意，猛力弹起，想将王小强甩落下去。然而王小强的轻功神妙无比，双脚像是粘在马背上，任由战马如何颠簸，也无法将他甩开。许褚见掌风已至，神色有些慌张，急忙就地一滚，落下战马，立刻弄了个灰头土脸，十分狼狈。王小强哈哈大笑，身形犹如鬼魅，落阴神剑掌更是一掌快过一掌。许褚长刀左挡右架，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力，却无还击之功。周围御林军看着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掌法，简直目瞪口呆。许褚身为御林军统领，他们当然知道这位统领身经百战，骁勇绝伦，在将士心里就如同战神一般存在，现在竟在这年轻人手里节节败退，狼狈不堪，实在颠覆了他们的三观。事实上，许褚的修为显然要比王小强更胜一筹，他之所以敌不过王小强，主要有2点原因：一是轻敌大意，被王小强占了先机，落阴神剑掌一旦施展开，便如长江大浪一般滔滔不绝，奔流不休，他根本不可能找到反击时机；二是他的刀法是上阵杀敌用的，技巧重在简单直接，力量重在刚猛霸烈，变化极少。而武林侠客和沙场将军的武功当然不一样，落阴神剑掌是黄药师的绝学，虚实难定，变化莫测，又灵动绝伦，再加上王小强轻功如神，使得落阴神剑掌更添几分威力。以灵动对笨拙，以繁复对简单，正好稳稳克制许褚刀法。许褚虽身经百战，可是哪见过这种招式，所以落败也在情理之中。又过了2、3招，许褚刀法中已然出现破绽，王小强低喝一声折，身形一晃，一步切到许褚身前，一掌击中许褚胸口。许褚胸口一阵气闷，吐出一口鲜血，踉跄后退，最终立足不稳，一屁股跌坐在地，战刀哐当掉落，面色颓败，如同死灰。第40章曹操与华佗。将军，御林军齐齐冲上去护住许褚，刀剑对准了王小强，可是谁也不敢妄动。开玩笑，连御林军统领许褚都被这小子跟虐狗一样虐，自己上去岂不是找死？让曹操出来见我。既然都来这里了，这乱世枭雄还是得见见长啥样吧。许褚挣扎着站起来，吐出一口血沫，鼠辈，魏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咱家不管你是哪国奸细，今天你休想活着离开洛阳。来，咱来与咱家大战300回合。王小强懒得理他，今天主要任务是去投文字 D 世界，再下去就没完没了了，直接开启系统，指认曹操为干儿子。叮，指认曹操成功。系统立刻发来提示。王小强踏前一步，在王宫门口扯着喉咙大喊：曹操无儿，速来见我！他用内力喊出，声浪滚滚，在王宫回荡。曹操无儿，曹操无儿，速来见我，速来见我！许褚差点喷出一口老血，一众御林军也是怒火冲天，杀气腾腾，恨不得立刻冲上去把王小强给剁成肉酱。曹操爱惜人才，体恤将士，南征北战之时无不身先士卒，魏国上下对他十分崇敬爱戴。王小强叫曹操儿子，是对整个魏国的侮辱。魏王驾到！室内总管尖锐的嗓音传来，御林军急忙跪下迎驾。曹操被曹丕、曹植搀扶着快步走出王宫，后面跟着一众文武。就在几分钟前，本来被头疼折磨得几乎快要昏迷的曹操，突然从龙床上惊起，大叫道：吾父来也！众爱卿快随姑觐见。满朝文武面面相觑，魏王父亲早就去世，怎会出现在这里？莫非魏王已病入膏肓，产生了幻觉？看到他亡父之魂来见他，显然是要接他去另外一个世界的意思。曹操自顾自从龙床上起身，对曹丕、曹植道：子桓、子建，速速给我更衣，去见祖父。二人领命，
立刻给曹操更衣。大臣荀彧道：“魏王，外面风寒甚重，王头疼未愈，出宫恐怕不妥。”他心中当然不信曹操的父亲真的来了，只道是曹丕、曹植不敢违逆曹操的意思，所以由着他的心意行事。文若，你这是什么话？我父在宫外召见，做儿子的岂有不去迎接之理？孔孟之道，行孝为先，难道文若要我在死后背上不孝骂名吗？荀彧急忙道：“不敢。”心中更是笃定魏王命不久矣，开始说胡话了。曹操披上大氅，以手揉额，面色仍是发白，叹了一声，想不到我有生之年还能见义父一面，死也足矣。曹丕急忙道：“父亲千秋万载，祖父亦是如此。”众臣更加懵逼，魏王身有重疾，可能是临死之际出现幻觉，这世子好端端的，难道也出现幻觉？唯一可能便是世子有意迎合魏王，故意顺着他的意思说话。既然世子都这样说，文武百官当然不敢再说什么，心中暗想，世子现在恐怕巴不得魏王出门便染上风寒，不日便驾崩吧。如此一来，他便可顺理成章荣登大位。更衣毕，魏王起驾，文武百官屁颠屁颠跟在魏王身后，各有心事。原因很简单，魏王都出现幻觉了，显然命不久矣。新王继位，他们当然要考虑自己的仕途前程。几分钟后，魏王在王宫门口200-300米处下了龙辇，整理了衣着，外面北风正劲，吹得他衣袍猎猎作响。他徒步走到皇宫门口，御林军许褚齐齐跪在地上接驾，他们一个个怒气勃勃，杀气腾腾，只要曹操一声令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把王小强剁成肉泥。然而让他们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这位乱世枭雄、魏国之王、大汉王朝实际掌控者，竟然一甩衣袍，恭恭敬敬地朝着这年轻人跪下。而曹操恭迎父亲大人。随后跪下的是曹丕、曹植，二人齐声道：“孙儿曹子桓、曹子建恭迎祖父大人。”文武百官外加几千御林军以及在旁看热闹的魏国平民惊呆了，空气瞬间凝固，所有声音在这一刻终结，诡异的寂静中只有风呼呼的吹。魏王的父亲竟真的来了，可是为什么魏王的父亲看上去如此年轻？这还不过20出头的样子吧？愣了半晌，荀彧第一个反应过来，急忙跪下。文武众臣一个接一个回过神来，一个接一个跪下。虽然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反正跪下就对了。看到面前跪了一片，王小强也有点无语。他本来不是来找曹操的，结果误打误撞把曹操收为了儿子。不过他也无所谓，多一个儿子对他而言不但没有任何损失，还能够帮他打工，增强自己的力量。但他旋即想到一个问题，按照《三国演义》的时间线，华佗被曹操宰了，曹操自己也因疾病加重不久去世，换句话说，曹操快死了，那还打个鬼的工啊？这么说来，曹操儿子没用啊？王小强十分无语。主人，并非如此。系统解释道，您来到这个世界就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时间线，现在曹操不会杀华佗，也不会因为病情加重而死亡。王小强挠挠脑袋，这条时间线错乱不会影响现实时间线吧？当然不会，您忘了《三国演义》本来就是杜撰的小说吗？与史实不符的。系统进一步解释，况且每个时空都是独立时空，您改变这个时空的时间线不会对现实世界造成任何影响。王小强一拍脑门，欣喜道，我现在让华佗治好他，他就还能再浪几年，到时候由他代汉称帝，我的力量一定可以增强不少。他挥了挥手，都起来吧。我这次来本来是想救华佗的，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顺带把你给救了。曹操在曹丕和曹植的搀扶下站起来，其余人仍旧跪着。曹操不解问道，父亲此话怎讲？儿子听得云山雾罩。简单来说，华佗是来救你，可是你却要杀他，我现在不能让华佗死，所以来救他。这救来救去，像是一段顺口溜。曹操更是茫然，父亲，华神医是儿子请来治病救命的，怎会加害于他？王小强道，他救你就要砍开你的脑袋，取出内中的东西，你不相信，所以要杀他。若是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曹操一定直接叫人把王小强拖出去砍了。但王小强现在是曹操的干爹，他当然不敢做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面色稍稍一变，目光放到华佗身上。你与关云长相熟，是想借此机会杀我替他报仇吗？王小强无语。《三国演义》中，曹操也正是因此是怀疑华佗的动机不单纯，才把他砍掉。看来无论时间线怎么更改，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华佗急忙匍匐在地，浑身颤抖，急忙道，魏王明察，草民尚未为魏王查视身体得出病因，怎来破炉取物一说？他当然也不敢说王小强信口雌黄冤枉他，他是魏王的父亲，说他坏话恐怕死得更快。曹操道，那你现在就替孤王诊脉，孤王这头疼实在让孤好难受。华佗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稍微整理仪容，对曹操道，魏王请伸手。曹操伸出手，华佗二指轻轻搭上脉门，仔细听了片刻，面色陡然一变，转过僵硬的脖子，深深看了王小强一眼，如同白日见鬼。第41章开颅手术。说孤王这病
到底该如何医治？曹操见他神色有异，急忙询问。华佗蹭蹭蹭退开，匍匐在地，声线发抖。草民不敢说。曹操勃然大怒：我让你说！顿了一顿，想起一事，敲着自己额角，难不成真要破开姑的头颅不成？华佗心惊胆战的点头：启禀魏王，正是如此。曹操怒不可遏：贼子果有一心，你想砍姑的脑袋，姑就先砍了你。来啊，把这想害姑的刁民拖下去砍了。左右御林军立刻把华佗架起来，华佗吓得魂飞魄散，失声惊呼：魏王饶命！草民绝无一心，事实如此，望魏王明察。曹操冷笑：姑的脑袋都没了，怎么明察？给我立刻砍了他！王小强无语，这救人的戏码最终还是上演了一回。够了，放开他，他说的是真的。曹操不敢违逆王小强的意思，挥了挥手，示意武士放开华佗。华佗心惊胆战，匍匐在地上，不敢抬头。曹操道：父亲，这世上岂有开颅取物的医术？简直荒谬绝伦。王小强道：你不知道并不代表不存在，算了，和你解释这么多也没用，你听我就行了。这曹操面有犹豫之色，毕竟事关性命。怎么，你想忤逆我的意思？王小强眼尾冷冷扫过曹操，面上掠过不悦。这乱世枭雄，三国霸主被王小强目光扫过，吓得额上直冒冷汗，急忙跪下，战战兢兢道：不敢。王小强叹道：你是我的义子，我怎么会害你？这是救你的唯一方法，你如果不愿接受治疗，再过几日就是你的死期。文武忠臣听得心惊胆战，如果这话是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他们早就跳起来指着鼻子骂娘了。但王小强是曹操的义父，谁敢出言指责？你先起来吧。王小强让曹操起身，转头对华佗道：你去准备手术工具，等会就开始手术。华佗现在哪还敢去开曹操的脑袋？犹豫半天，开颅之术风险实在太大，草民实在没有太多把握，况且开颅疼痛无比，恐怕魏王难以承受。他既不敢开曹操的脑袋，又不敢得罪王小强，干脆找个理由推脱，省得麻烦。你不是有妈妈什么来着？王小强想了半天，终于想起麻沸散。对，就是麻沸散，是叫这个名字吧？华佗陡然一颤，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你怎么会知道这药？麻沸散是他替关公刮骨疗伤后发明出来的新药。关公武功盖世，毅力惊人，刮骨疗伤对他而言是小事，可是寻常人若有相仿的病症，怎么可能忍受割肉刮骨的疼痛？是以他呕心沥血的苦苦钻研，终于发明出一种可以麻醉全身的药物，不过尚未起好名字，也从没告知过外界。当王小强一口说出麻沸散三字时，他感觉这药叫这名字实在太合适不过，但同时又感到震惊，王小强怎会知道他发明的新药？麻沸散，华佗反复嘟囔着这三个字，越叫越觉得顺口，十分欣喜道：多谢赐名。王小强反而有点懵逼，原来这麻沸散竟是自己叫出来的。麻沸散虽然有麻醉的功效，但毕竟是开颅破脑，风险十分之高，除非有与医术与我相仿之人协助草民才敢动手，若无万全把握，伤了魏王万圣之躯，草民万死也难辞其咎。华佗这话说的拐弯抹角，总结起来就一句话：要老子开颅，老子就是不干。能治好当然最好，若是有一星半点的闪失，老子能有几颗脑袋能让你曹家的后嗣来砍？老子可不敢冒这个风险。这世上老子的医术独步天下，冠绝古今。你在哪儿找医术和我相仿的人？找和你医术相仿的人，这还不简单？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漫不经心地说道。这话有点伤华佗的自尊，当然他也不敢多说什么。王小强是曹操干爹，他敢多说一句废话？引见华佗的华心忍不住了，华神医医术高超，有妙手回春、白骨生肉之能，天下恐怕难出其二。他说这话显然对华佗很有信心，自己引荐给曹操没错。但一听说华佗要医治曹操，是要开脑袋，这等骇人听闻的治疗方法，把他自己也吓得不轻。华佗是他引荐，若真把曹操给医出问题，自己岂不是也要遭殃？是以最后一句天下恐怕难出其二，一是维护华佗的面子，二是堵住王小强的嘴，让他放弃给曹操治病的想法。王小强微微一笑，与你医术相仿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华佗惊疑不定地看着王小强，你？王小强笑道：正是我。曹操满脸苦笑：父亲，儿子的脑袋可不能玩笑。你不相信我？儿子不敢。华佗道：治病救人绝非玩笑，况且事关魏王龙体，也就关乎整个大魏的江山社稷、黎民百姓啊。王小强不耐烦：你闭嘴！直接指定华佗为自己儿子。华佗立刻闭嘴。叮！获得华佗专属医术，获得金囊书。系统提示：呼！一股强大的信息流传入王小强脑中，王小强立刻掌握了华佗的所有医术。去准备手术吧。王小强命令华佗。华佗恭敬回应：是。转身下去了。魏国群臣面面相觑，刚才还心不甘情不愿的华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听话？华歆心头有点发虚，把各路神佛求了个遍，希望不要出事才好。
起驾回宫。曹操的龙辇让给王小强，王小强也不拒绝，登上龙辇就走，阵仗比曹操还大。很快，华佗准备好手术需要的一切，就在曹操的寝宫开始手术。不过事到临头，王小强忽然觉得古代的医疗设备还是太简陋一点，所以在系统中兑换了一套手术工具，外加一包麻药。华佗看到那些合金打造、明晃晃雪亮亮的手术器材，眼睛都直了。等做完手术，这些东西都赠予你吧。华佗眼睛当即就亮了，义父，此话当真？我没事骗我儿子干嘛？王小强没好气的道，这些东西都是垃圾，送你10套8套都没问题。另外，这个麻醉药你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可以改良你麻沸散。华佗如获至宝，这些都是瑰宝啊，孩儿多谢义父，多谢义父。手术刀雪亮锋锐，曹操侧头看到，心里发怵。要是换成其他人，光凭把刀子放在自己枕头上，他就能诛他9族。可是王小强是他干爹，曹操既不敢怒，也不敢言。他纵横三国这么多年，第一次感觉做人这么难。我来主刀。王小强拿起雪亮的刀子，在烛火下晃了晃。曹操心都凉了半截。父亲，义子也是啊，您不能这样坑我。王小强露出一个慈父般的温柔笑容。你放心，没问题的。一针麻药下去，曹操渐感头脑昏沉。王小强笑容朦胧起来，唯有那道雪亮刀光成为他眼底最后的风景。第42章，再回头文字第10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曹丕、曹植、卞夫人都在外面忐忑不安的焦急守候。不管曹操是死是活，每个人都得做好两手准备。终于，门吱呀一声打开了，华佗满脸疲惫的走出来，曹丕、曹植和一干重臣立刻围上去。怎么样了？华歆比谁都猴急，心脏简直悬到嗓子眼，生怕华佗说出2个字：死了。无碍。华佗扫视了紧张兮兮的群臣一眼，吐出2个字，他自己也轻松不少。随着这2字落下，群臣均都松了口气，唯有曹丕眼底流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失望。魏王果然是天命之子，鸿福齐天。是啊，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大魏横扫吴蜀，指日可待。开颅破脑，何等匪夷所思！华神医果然是惊世奇才，必定流芳千古。各宗溢美之词此起彼伏，有赞华佗的，但更多的是拍曹操马屁的。华佗苦笑，主刀者并非草民，而是翼王大人，草民只是在旁协助罢了。王小强已经给他打过招呼，让他不要泄露2人的关系，不为其他，解释起来麻烦。群臣震惊无比，什么？他们以为王小强只是一句戏言，没想到这年轻人的医术真和华佗一样高超。王大人呢？荀彧问道。正在和魏王深谈，叫我等不要打扰。曹丕道，父王开颅之后，便可以立刻与人交谈。华佗点头，叹道，今天我才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医术，草民的医术在王大人面前简直是萤火之光。群臣又是一惊，神医华佗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王小强究竟在手术时做了什么？事实上，王小强什么都没做，因为曹操的手术，王小强医术熟练度在不断增长，华佗的专属医术逐渐升级了王小强的特有医术，相当于在原有基础上升了个级。接着他将自己真气融入手术，示意手术相当顺利。缝合之后，麻药一过，曹操便醒来。苏醒过来的曹操一身轻松，心知病患已除，大喜过望，激动而泣，义父救命之恩，儿难报万一，请受儿子一拜。滚下床跪地叩拜。王小强把他扶起来，我只有一件事要求你。曹操道，义父尽管吩咐。汉室气数已尽，等我离开之后，你就可以代汉称帝，横扫吴蜀，一统天下。代汉称帝。曹操雄躯一颤，这是他内心最渴望的，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无法称帝。三国演义中，直至曹操逝世，仍是汉臣，可是最终还是背上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文武百官中不少汉臣，这些腐儒只知旧制礼节，儿子若是称帝，他们会立刻反我。曹操说出自己担心的问题。哼，你要称帝，谁敢阻你？此言一出，晴天响起一个霹雳，曹操脑中轰鸣，王小强的话在他脑中撞击回荡。你要称帝，谁敢阻你？是啊，孤要称帝，谁敢阻孤？曹操双目似电，恢复了枭雄本色。之前我有疾患在身，顾虑太多，现在疾患进去，是该踏平八荒，横扫陆河。孤王要代汉称帝，谁敢阻孤？义父，孩儿明白了。抬起头来时，王小强已经不见。义父乃真神人。曹操走出卧室，身上已经有真龙天子的王者之气，传令天下，孤要登泰山祭天，代汉称帝。王小强回到出租屋，他已顺利改变《三国演义》世界的历史。能量之中赫然出现一缕与众不同的金色光芒，散发着独特王者的气息。这就是曹操的王者之气。王小强得出结论，力量果然强大，对我很有用。看来以后要去多收几个可以做皇帝的儿子才行。万界穿越在现实世界中，不过短暂一瞬，小美仍搂着他，嘴角挂着幸福甜蜜的微笑。王小强马不停蹄地赶往头文字 D 世界。
藤原拓海仍无法站起来，只能靠轮椅行动。藤原文太推着他，父子二人见到王小强都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藤原文太终于松了口气，但面有愁容。庄司慎吾也不敢出战，请了一位神秘高手替他出战，到现在也还不知道这高手是谁。管他们请谁，反正赢的一定是我们。王小强根本无所谓，继续说道：有个好消息，我可以把藤原拓海的腿伤完全治好。藤原文太激动失声：真的吗？可是医生说拓海能完全恢复的几率很小。那是医生不行。王小强蹲下，在藤原拓海腿上一敲，藤原拓海根本没有反应。藤原拓海满脸无奈，没有任何知觉。王小强皱了皱眉，一丝内劲渡入，藤原拓海立刻脸色一变，这怎么可能？我感觉到一股热流。王小强站起来，能感觉到热流，证明还不算太废，就算再残废一点，我也能完全医好。藤原文太十分无语，您这是什么话？不过脸上露出喜色，重新确认了一遍，真的能治好吗？我可没那么无聊来骗你们。王小强看了看时间，现在时间不早了，马上就要开始比赛，等我赢了庄司慎吾，再来给藤原拓海治腿伤。奇怪，他们为什么还不来？藤原文太满面愁容，他们害怕无法战胜你，所以换了一个比赛地点，现在离比赛还有10分钟，如果无法及时赶到，就会算我们主动弃赛。王小强眉角一挑，他们为了击败我还真是煞费苦心啊。比赛地点离这里一定有一段路程吧？藤原文太点头，面对庄司慎吾的精心布局，他早就已经绝望，所以干脆放弃抵抗。豆腐店没有就算了，只要你能把拓海的腿治好，我就心满意足了。那怎么行？我王小强罩的人怎能让人随便欺负了？上车！三人上了藤原拓海的白色丰田，王小强一脚油门下去，汽车疾驰而出，很快跑上公路。路边停着一辆改装过的汽车，司机拿着对讲机沉声道：他们出来了，行动！几辆汽车从各个方向驶出，挡在王小强车前。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嘴角翘起一抹冷笑：什么垃圾都能挡我的路吗？根本不踩刹车，反而一脚油门下去，保险杠差一点就挨上了对方的车屁股。王小强方向盘一打，车头一甩，瞬间超车。前面几辆车的车距已经很近，眼看就要撞上，王小强手脚并用，一顿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车子就像是海底灵活的鱿鱼，左拐右拐，惊无险的避开，再一个加速，车子引擎咆哮一声汇入前方车流，只留下身后乱七八糟的事故现场。第43章漂移点烟神操作。庄司慎吾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离比赛时间还有2分钟，王小强还是没有出现，他应该不会来了。庄司慎吾嘟囔一句，像是在自我安慰，但不知道怎么的，他心里却无法安定。喂，庄司慎吾。说话的是一个看起来颇有风霜的中年男人。你说有比藤原拓海更厉害的车手，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人影？程岛俊也前辈，那个人很神秘，我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来。庄司慎吾说道。你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程岛俊也面上没有任何表情，但语气却十分冰冷，任何人都听得出他有些生气。2分钟后他不来我就走。是，前辈。庄司慎吾急忙回答。2分钟后就是比赛时间，王小强不来就视为放弃比赛资格，最后赢家将会是他，程岛俊也就失去利用价值，他是走势流，庄司慎吾才不会在乎。就在这时，一辆白色丰田从远处疾驰而来，在最后1分钟稳稳停在起跑线上。似乎我没有迟到。王小强摇下车窗，看到庄司慎吾的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庄司慎吾一脸颓败，他心里隐隐觉得王小强最终会出现，但当王小强真正出现时，他心中又无法接受。别得意，替我出战的是程岛俊也前辈，人称神之手，你输定了。庄司慎吾满脸阴狠。王小强眉角一挑，你竟找来了他？脑中过了一遍神之手程岛俊也的资料，拥有左手专职排档杆，只用右手操控方向盘的技术，追求完美主义，会预测对战中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全数计算过后再执行，即使位于领先地位，也有本事用不同的跑法牵制追在后头的对手。头文字 D 世界的原设定中，神之手曾经和藤原拓海交战过，但最终由于年龄原因，在比赛中体力不支，输给了藤原拓海。程岛俊也虽然输了比赛，但包括藤原拓海在内的所有人都很清楚，程岛俊也的实力是远超藤原拓海的，再者他的实力，从他这神之手的名号也可以窥见一二。至于庄司慎吾怎样把程岛俊也找来的，王小强没有兴趣，他唯一有兴趣的是程岛俊也是头文字 D 世界中的老一辈高手，有着相当强横的实力，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劲敌，他的出现会使这场比赛不再那么无聊。程岛俊也摇开车窗，看到了王小强，目中露出惊讶神色，竟然如此年轻。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从王小强刚才停车的姿态，他已经看出王小强是个高手，只是没想到他会如此年轻，甚至看起来比藤原拓海更年轻。这种稳稳的停车方式至少得有10年驾龄，而王小强的年龄与他所表现的技术完全不符，只第一眼程岛俊也就对王小强刮目相看。
年轻人，你的车胎刚才跑过，也有损耗，所以我让你先跑10秒。经过再三思量，程岛俊也提出让秒的要求，他不愿意占王小强这个便宜。王小强摇摇头，没必要，车胎磨损并不会影响我的速度，反而我的引擎已经热了，让你先跑10秒差不多。庄思慎吾一听，不屑冷笑，狂妄！你以为你是谁？竟然向程岛前辈让秒！王小强眼尾扫过庄思慎吾，冷光如电，只说了一个字：滚！庄思慎吾又惊又怒，但那天吃豆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忽然一股恶心的从胃里冒出来，急忙跑到路边大吐特吐起来。既然如此，那就开始比赛吧。程岛俊也冷峻的脸上出现罕见的热切兴奋的神色，左手抓着方向盘，右手握着排挡杆。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热血澎湃的感觉了，就像回到年轻的时候。与这样的高手对战，王小强心中也隐隐热血沸腾。两车并到起跑线上，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站在两车中间，高高举起赛旗，然后猛然落下。嗡！轰！两辆车的马达发出一声怒兽咆哮一般的轰鸣，急箭一般冲了出去。赛道是曲折山路，路况比秋名山更加复杂。王小强是第一次开这赛道，程岛俊也是。前方是一段直行路段，王小强直接强行提速。经藤原文太改装过的 A186 0到100的加速时间是10秒左右，但王小强一路开过来，引擎已经预热，加速时间缩短，仅仅在7秒钟便爬到100以上。程岛俊也的本田 S2000 经过改装后，爆发力比 A186 强劲不少。在直线赛道上，王小强被程岛俊也强行拉开不少距离。两辆车很快消失在弯道，只能通过大屏幕观看。程岛俊也在开局就甩出王小强几个身位，这让庄思慎吾松了口气。像程岛俊也这样的顶级高手，善于把握以及放大任何微小的优势，只要开局有利，那么对手再想反超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王小强并没有丝毫慌乱，他很清楚真正的赛车技术不是在纯粹速度上体现的，现在甚至都还没进入正题。他直接将速度提升到230，他知道 A186 的极限速度是240，超过这个速度就会爆缸，230的速度足够他击败程岛俊也。A186 死死咬住 S2000， 好厉害的小子！程岛俊也冷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握住方向盘那一瞬间，他便进入了另外一种境界。他是追求完美的顶级车手，他可以准确预测出对战中将会出现的情况，全数计算后再执行，即便是处于领先地位，他也有许多技巧牵制身后的对手。然而这些技巧在这一刻似乎全部失灵。王小强的驾驶技术是前所未见的，使他根本无法预测和计算，这意味着他无法扩大在开局中保持的领先优势，甚至这点优势随时有可能被身后的对手打破。一个上坡弯道，其复杂程度犹如一条蜿蜒盘旋的巨蟒，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王小强微微勾起嘴角，手脚并用，车尾一甩，轻轻松松飘过一个弯道。程岛俊也是过弯好手，他准备在这里扩大优势，车尾一甩，如同行云流水，不着痕迹地飘过弯道。单手过弯，除了他神之手程岛俊也外，恐怕世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技术。对于这技术，他本人是深感自豪的。这小子过弯水平也很厉害啊！通过后视镜观察王小强的技术，程岛俊也得出评价：等等，这怎么可能？过弯没有减速？程岛俊也的眉头皱起来，面色凝重无比。再次观察后，他确定小强过弯真的没有减速，230的速度过弯，这怎么可能？真的不怕车子飞出去吗？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王小强对车的掌控力已到了令人发指的恐怖程度，这种速度过弯对他而言就像呼吸一样简单。程岛俊也那点微不足道的速度被迅速吃掉。第4个弯道时，王小强已经追了上来，两车并道在转弯处同时飘逸。A186 像是一个白色的幽灵，迅捷无比的从 S2000 身边擦过。程岛俊也目中流露出一丝难以置信的震惊神色。辆车交错之际，他看到王小强双手离开方向盘，淡淡定定的点了一支烟。程岛俊也三观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230的高速过弯，双手离开方向盘点烟，这是怎样的操作？简直是神一样的操作。第44章华山之巅五绝论剑。程岛俊也一脚踩下的刹车，眼睁睁地看着 A186 又潇潇洒洒地飘过一个弯道，然后消失不见。他满嘴苦涩，望着前路发呆，仍沉浸在方才王小强旷古烁今的操作中。他忽然觉得自己神之手的称号在王小强面前实在是一个十足的笑话。他像失了魂一样走下车，点了一支烟，靠在车旁抽烟，手在颤抖。大屏幕上看不到王小强那令人窒息的操作，可是谁都看得见230 km/h 高速过弯的神奇车技。庄思慎吾面如死灰，他实在想不到王小强竟有如此神乎其神的车技。230高速过弯，直接逼迫神之手程岛俊也放弃比赛，他已输得彻底。几分钟后 ，A186 在终点稳稳停下，轮胎冒着烟，任谁都看得出王小强将车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是淋漓尽致的极致。不多一分，
不少一毫。赢了！藤原父子激动无比，众人这才发现父子竟在车上。如果是一般开车，多2个人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赛车是要将车的性能发挥到极致，2个人的重量对高速行驶的赛车有着致命的影响。然而王小强却直接无视这种影响，带着藤原父子轻松战败神之手成岛俊也，赢得比赛。在场的都是赛车好手，王小强下车，众人投向他的目光均是仰视，敬畏如神。王小强道：比赛结束，我现在就为拓海疗伤。现在吗？可是这儿没有任何医疗设备。我带来了。王小强从包里摸出一个小布囊，内中是长短不一、粗细不同的银针。针灸，日本的文化也是中国传过去的。针灸这种的东西，藤原文太见过，只不过用针灸来治疗藤原拓海的伤势，未免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用这个就可以，绰绰有余。王小强语气中透露出强大无比的自信，手掌一晃，5根银针像是变戏法一样夹在指缝中，在阳光下闪着耀眼光芒。接着他出手如电，以快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将5根银针插进藤原拓海的膝盖。藤原拓海像是被蚂蚁咬了一口，微微皱眉，但脸上却是狂喜。我有感觉了。王小强不语，又是5根银针插入，热流如同过电一般在藤原拓海体内掠过。他感觉到自己的膝盖处像是被贴上了2块滚烫的毛巾，这热流瞬间传遍他全身，让他浑身冒汗，瞬间把衣服湿透。啊！藤原拓海热得无法承受，陡然跳起来，大叫道：好热，好热！拓海！藤原文太瞬间老泪纵横，藤原拓海竟又重新站起来了。藤原拓海也立刻意识到这点，满脸震撼地看着自己双腿，感觉像是在做梦。我恢复了。你恢复了？藤原文太喜极而泣，他以为就算王小强可以治愈藤原拓海的腿伤，藤原拓海也要休养一段时间才会痊愈，没想到效果竟是立竿见影，这简直是神迹啊！王桑，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这不重要。王小强漫不经心地回答，因为这对他而言就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义父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都无法回报。藤原拓海激动得泪流满面。好好努力赛车。王小强拍着藤原拓海的肩膀，成为这个世界最强的车手，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藤原拓海坚定点头，我一定不会让义父失望。王小强道：我相信你。我要走了，不过在走之前还要做一件事情。目光转落到庄司慎吾身上，你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吧？庄司慎吾心中咯噔一跳，瞳孔放大，无限惊恐，声音颤抖，几近哀求：求求求求你放过我！王小强神色漠然，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你的手段太卑鄙，确实不适合做车手。庄司慎吾涕泪横流，我立刻退出赛车界。王小强冷笑，我可不是让你退出那么简单，你废掉藤原拓海的腿，我也会废掉你腿，这是本金，而这一双手则是利息。庄司慎吾面如死灰，旋即又变得无比狰狞，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黝黑的枪口对准王小强，你想要废掉我？呵呵，你逼我的！砰！他甚至没有再多说任何话，直接扣动扳机。巨大的枪声把在场所有人都吓傻了，如此之近的距离，没有人相信王小强会躲得过去。然而王小强再一次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他凭空消失不见了，就像从来没出现过。扑通！庄司慎吾也倒下了，他双目睁开，空洞望天，震惊之色还没从他眼底褪去，似乎仍然不敢相信自己会这么死掉。在他额心赫然插着一根极细极长的银针，鲜血如同涓流，正从眉心溢出，任谁都看得出这根小小的银针是杀死庄司慎吾的致命凶器。王小强再也没有出现过，但头文字 D 世界从此留下了车神王小强的传说。第二天清早，王小强送小美去上班，自己回到出租屋研究该怎么赚钱。穿越万界实在消耗巨大，而且这还穿越的是低端位面，高端位面需要花更多钱。这才几天时间，方建林给他的100亿，差不多快用了大半。做人干爹来钱固然是快，不过别人的钱也不是天上掉的，老子拿的没那么心安理得，还是要自己创业比较好，自己的钱用起来比较踏实。不过他现在还没想好究竟干什么，但他并不着急，反正系统在手，天下我有，无论自己做什么都可以做得风生水起。就在这时，系统传来叮的一声，小乖在脑海中说道：主人，华山论剑顺利召开，您获得了300年内功修为。哦，这么快？我去看看，反正也是闲得无聊，不如去射雕世界凑个热闹。下一刻，王小强便出现在华山之下。华山古称西岳，5岳之一，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华夏之华便来源于华山。王小强立于华山脚下，仰头一看，只见险峰笔挺，直指云霄，悬崖峭壁之上，云雾缭绕，间之松木横生，就像无数妖魔鬼怪的影子，让人望而生畏，背脊发寒。华山果然不愧为天下第一险山，果然气势非凡。王小强触景生情，心中升起万丈豪情，
轻笑一声，施展绝顶轻功，掠向镜面般的崖壁，向华山之巅飞去。第45章，义父，您终于来了！华山绝顶，群雄汇聚，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王重阳傲立绝顶之巅，山风吹得他的衣衫猎猎作响。此时他的九阴真经已然大成，功力真挚化境，山风之中颇有几分飘然欲仙，乘风而去的仙人风范。诸位英雄，诸位豪杰，承蒙诸位厚爱，百忙中莅临这华山绝顶，参与首次华山论剑，贫道先行一礼，衷心感谢。言毕，四面拱手，向群众表示谢意。如今金人势大，夺我河山，杀我百姓，苍生涂炭，民不聊生。岳飞曾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范正文公言：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你我虽在江湖飘零，但皆是大宋子民，体内皆流汉人热血，岂可坐视我大宋大好河山断送于金贼之手？岂可坐视我同族同胞惨死于金贼刀下？江湖儿女，快意恩仇，侠义为先。何为侠？行侠仗义，惩奸除恶，这是小侠；匡扶社稷，解救苍生，才是大侠。是以今日王重阳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王重阳有心抗金，奈何势单力薄，微澜之力无法掀起惊天狂潮。今日华山论剑，一是以武会友，探寻武道巅峰，此为事小；二是想号召各路英雄共襄抗金盛举，驱逐金贼，光复我大宋河山，此为才是大。王重阳修为深厚，中气十足，声音如同洪钟大吕，震得华山之上所有人耳膜嗡嗡作响。他言辞激昂，抑扬顿挫，满腔热血沸腾，恨不得现在就冲上战场与金人厮杀。好！一道嘹亮至极的声音率先回答：我洪七愿与王道长齐心协力，光复河山。洪七走出人群，乃是一个身材笔挺、英姿勃勃的青年乞丐。虽然看起来比较脏，不过却无人生出厌恶之感，因为青年洪七的侠名已在江湖上流传已久。洪七，王小强早就藏身于人群之中，目光移到洪七身上。这家伙有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也是射雕世界中十分厉害的人物，肯定不能放过。小乖，给我把他收了。是，主人。洪七已是您的义子，获得打狗棍法、降龙十八掌，获得一甲子内功修为奖励。嘿嘿，爽！王小强挠挠屁股，奸笑道：来都来了，东邪西毒、南帝北丐、郭靖黄蓉、全真七子外加周伯通，一个都不能放过，全都照单全收。一时之间，王小强脑袋叮咚乱响，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整个射雕世界的主要人物，在这一瞬间基本上成了王小强的义子义女。王小强分分钟增加了1000多年的内功修为，又有许多表示要和王重阳一起抗击金人。王重阳当然十分欢迎，然后宣布华山论剑正式开始。当然，这其中更多人视为九阴真经而来。王重阳宣布华山论剑开始后，其中有人便问道：王道长，传闻九阴真经是天下武功总纲，威力惊人，乃是你义父所留之物，我等都是习武之辈，心生向往，可否施展绝学，好让我等开开眼界？王重阳道：华山论剑本就是以武会友，贫道就献丑了。言毕，目中金光如电，五指成爪，手臂陡然一掌，以迅捷无论之势向在一株千年老松抓去。吃！这千年老松树皮黝黑，早就如钢似铁，十分坚硬，但王重阳手指如同插豆腐一般，轻轻松松插了进去，取出之时留下5个深洞。好！群众轰然喝彩，不愧是天下武功总纲，果然十分了得。这一爪要是落在人身上，恐怕骨头都能捏得粉碎吧。九阴真经确实不同凡响。听到周围一片赞意之词，王重阳也有些飘然，暗想不知义父如果在此，会对我的武功做出如何评价。王小强轻轻一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道：狗日的王重阳就把九阴真经这么糟蹋了。声音不大，是为了顾及王重阳的面子，但还是被周围人听见，那人十分不爽，眉头大皱。我说这位兄台，王道长的武功早已出神入化，兼之不遗余力抗金救国，侠名远播，你怎可出言不逊？不错，看你年纪轻轻，怎可如此狂妄？九阴真经乃是天下武功总纲，王道长录的这一手，天下绝无仅有，就凭这一手，我便服他是天下第一。你若是有意见，可以画下道来，上去与王道长较量一番，在此唧唧歪歪，不是大丈夫所为。老子管儿子，关你屁事！王小强白眼一翻，老子不是看到这么多人在这儿，怕扫了他的面子，老子早就上去揍他了，给他一本九阴真经，结果就只能插树木。插完之后还觉得自己很厉害，真是气死老子了。那人当时怒了，好啊，出言不逊也就罢了，还敢诋毁绝顶无上的武林秘籍。今天咱们就画下道来，我李无极就要领教兄弟高招。李无极声音较大，他看王小强年纪轻轻，手底下本事再强也该有限，显然也想哗众取宠，在群雄面前出风头。群众被这争吵声吸引过来，不明真相之人略微一问，便弄清楚来龙去脉，均都义愤填膺，
指责王小强太过狂妄。王小强懒得和李无极掰扯，对方的修为他一眼看透，估计连自己小指头都接不住。李无极见王小强不敢应战，以为他是怕了自己，所以更加来劲。哼，无知小辈，既然不敢应战，以后就注意言行，免得让江湖朋友笑话。王小强懒得和这白痴争论，直接喊道：“王仲阳，爹来了！”他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出去指点指点王仲阳。毕竟这家伙越强，才会对自己用处越大。他这9阴白骨爪只能抓烂一块烂木头，练的是什么玩意儿？群雄大惊失色，这家伙是不是疯了？竟自称王重阳的老爹，这显然是要来砸场子的节奏啊！然而下一刻，跌爆眼球的事情发生了。王重阳听到这声呼喊，脸上露出狂喜、敬畏的复杂神色，飘飞至王小强面前，离他10几米远的时候便跪下，一路滑到王小强面，喜极而泣：“义父，您终于来了！”第46章9阴白骨爪的真正威力。整个华山绝顶鸦雀无声，群雄个个如同中邪，愣立原地，和华山上的苍松怪石化为一体，唯有山风呼啸，像是一记记耳光，重重抽打在众人脸上。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回过神来：“义父，王道长叫这小子义父。”如此说来，天下武学总纲9阴真经就出自这小子之手。我刚才还想挑战他。李无极感觉自己的脖子有点发硬，现在想想自己刚才的举动和自杀有什么区别？但事情还没完，人群中又走出几人，跪倒在王小强身前，齐齐喊道：“拜见义父！”这几人群雄都认识，正是江湖上风头正劲、赫赫有名的几个青年高手：丐帮洪七、白驼山欧阳锋、云南王段志新、桃花岛主黄药师、全真教2把手周伯通以及铁掌帮裘千仞。这几个人乃是当今武林的绝顶强者，再加上一个天下第一王仲阳，这已经是当今江湖最强阵容。竟然全是这小子的义子，怎能不让群雄三观震颤？都起来吧！王小强让众人起身，大摇大摆地登上华山绝顶之巅，为天下第一，准备虎皮大椅、大马金刀的坐下。山上的风有点冷，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高处不胜寒吧。王仲阳垂手立在他脚下，恭敬道：“义父，孩儿的9阴白骨爪。”王仲阳不说还好，一说王小强就来气，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你还好意思说？9阴白骨爪被你练成什么了？摧金断铁的神功，你抓破点树皮你就得意了？就你这样还天下第一？完完全全是狗屁！”王仲阳被王小强骂得一文不值，惶恐万分，急忙跪伏在地：“义父息怒，孩儿天资有限，请义父指点。要不是看在这么多人在这里，再加上也一把年纪，老子真想揍你一顿。”王小强站起来：“你们几个也过来，看好了。偷学人武功是江湖大忌，可是群雄实在很好奇，王仲阳等一干高手的义父9阴真经的创造者究竟拥有怎样的实力？”王小强面朝翻涌云海，衣袂飘风，身姿如仙。他朝着云海随手一抓，看似普普通通，但似乎又蕴藏着某种玄之又玄的深奥道理。这种感觉当真是古怪至极。一瞬之间，这几人似是领悟到什么，仔细一想，却又一无所获。这几人明超顶尖高手都是如此，其他人更是茫然摸不着头脑。这感觉没啥感觉啊，就这么普普通通伸手，我也会啊？难道是我们层次太低，领悟不到？怎么样？王小强问道。王仲阳茫然，似懂非懂，真是蠢材。王小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再好好看一遍。伸手一探，手掌宛若龙爪出云，顷刻之间，他面前翻涌云雾齐齐分开，宛若一张白纸被人从中间剪开。但这还没完，华山绝顶之下的一座险峰轰然炸裂，山顶之上赫然出现5道触目惊心的深壑，宛若一个爪印。什么？华山绝顶，群雄震慑，惊骇欲绝。这真是人力所及吗？这简直是神力！这就是9阴真经的真正威力。王仲阳又是震惊又是惭愧，面有惭色。义父骂得对，孩儿领悟的9阴真经不过是9牛1毛罢了，竟还恬不知耻的沾沾自喜，实在有愧义父谆谆教导。王小强老气横秋，一派不是高人的风范，说白一点就是在装逼，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你们要记住，武学之路永无止境，这百尺竿头始终还能更进一步。王仲阳一倒地，叹服道：“义父教诲，重阳终生难忘。”王小强眼望众人，金贼猖獗，犯我中华，我炎黄子孙怎能坐以待毙？五绝齐聚华山，各路英豪共襄盛举，驱逐金贼，光复河山，才是我辈侠义之举。凡有志灭金者，皆有一关9阴真经的资格。群雄又是一阵哗然，这可是9阴真经啊！天下武学总纲，多少江湖人士梦寐以求的瑰宝。学武靠的是悟性，也许一关9阴真经，领悟出与人不同的真谛，便可一飞冲天，登临绝顶，成为于五绝其间的人物，甚至有可能超越五绝。这绝对是对群雄最大的诱惑。是以群雄之中那些摇摆不定之人立刻表态：
我愿效犬马之劳，我也愿鞍前马后，上阵杀敌，驱逐金贼，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诸位有抗金决心，我心甚慰。王小强扫视众人，目光锐利如鹰。不过我这人最恨说话跟放屁一样的无耻之辈，若有人只是为了一关九阴真经而信誓旦旦，看完之后便脚底抹油开溜的。王小强一顿，目中金光电闪，突然出手往一颗青石上一按，那石头大概有2-3米高，也不知在华山之上立了多少年，被王小强随随便便按下去，立刻化作一堆齑粉，被山风吹走，就像从来没出现过。王小强这才接着道：你们的狗头就是这个下场，死！群雄倒抽一口凉气，一时间谁也不敢再说话。好了，话已至此，你们好自为之，老子走了。王小强纵身往云海一跃，武觉等人急忙上前查看，早已经不见了他的身影。自华山论剑之后，射雕世界涌现出大批顶尖高手，他们同心协力抗金伐元，扩张宋朝国土。在往后几十年里，在宋朝铁骑汉将郭靖的带领下，宋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横扫欧亚非3大陆，统治了半个地球，建立了强盛一时的大宋王朝。而这世界的一切改变，都源自地球一个叫做王小强的二逼青年。第47章，巧遇秋霜寒。刚回到出租屋，王小强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决定出去找点东西吃。出租屋附近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小面摊，不大，但环境相当整洁。老板是一对母女，母亲相当贤惠，女儿年纪不大，在念大学。虽然出身普通人家，不过出落得亭亭玉立，是远近闻名的面条西施。只不过这对母女遭遇颇为不幸，父亲重病缠身，便寻名医而不得治，母女二人起早贪黑经营面馆，为的就是筹钱为其治病。王小强十分同情这对母女，在没得到系统之前，经常过来照顾生意，有时还帮忙干点力气活，是以与这对母女相当熟人，甚至可以说是他在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哟，小强来了，还是老规矩吗？母亲陈萍芬问道。老规矩。王小强点头，低头开始玩手机。陈萍芬走来敲了敲桌子，用一种关心的责备语气道：年轻人少玩手机，伤眼睛。王小强嘿然一笑，把手机收进包里，听陈姨的。目光一转，没发现女儿袁双双，问道：小双去哪儿了？陈萍芬眉头微微一皱，眼底浮现出一抹哀愁：你袁叔叔又犯病了，双双在医院照顾，这次有点严重，也不知能不能挺得过去。吉人自有天相，袁叔叔那么好的人，一定不会有事的。王小强安慰一句，心中忽然一动，想起自己现在身怀起死回生的医术，也许能治袁浩海的病也说不定。接着道：等吃了饭，我去医院看看袁叔叔吧。陈萍芬点点头，十分感激道：谢谢你小强，你才是个大好人，这些年来真帮了我们不少忙。王小强挠挠脑袋：陈阿姨，您太客气了，你们也很照顾我。这些年我店里白吃白喝那么多回，说起来实在怪不好意思的。什么叫白吃白喝？你帮店里做了那么多事，我要是还收你钱，我这良心可过不去。陈萍芬整个人被面汤的烟雾笼罩着，身影模糊，使王小强想起在另一个世界的母亲。不知二老现在如何，是否同样也在想念自己？王小强正出神发愣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叫他。王小强转过头，却是一愣，旋即一喜：秋霜寒，你怎么在这里？秋霜寒眉角微微一挑：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不是，我的意思是，你堂堂邱家大小姐，千金之躯，不在繁华市区待着，怎么跑到这种穷地方来了？秋霜寒有点不悦：我是邱家大小姐，不过我可没有那种娇滴滴的公主病。你能在龙润地产买最贵的别墅，想来身份也非同小可，不也一样在这里？他哪知道王小强靠着系统一飞冲天，这里才是他的老窝。我本来就是这里的，大别墅住不惯，所以我又回来了。王小强问道：你在这儿干嘛呀？秋霜寒道：在这儿还能干吗？当然是吃饭啊，我听说这家面馆味道很好，所以来试试，没想到这要巧遇上你了。王小强笑道：原来你也是个吃货。我告诉你，来这儿就对了。我王小强以我人格担保，这家面馆的味道在燕京城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秋霜寒眨眨眼睛：有那么好吃？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啊？王小强拍着胸脯保证：绝对童叟无欺，只需吃一口，你就会不可自拔地爱上这个味道。吹得那么厉害，老板给你广告费了吗？老板是我陈姨，给自家人打广告，收什么广告费？今天这顿饭我请你了，就当做是那天的感谢。秋霜寒忽然一笑。王小强不解道：笑什么？秋霜寒道：有人请我吃过山珍海味、燕窝鱼翅，天上飞的，地上跑，水里游的，就是没人请我吃小面，你是第一个。那这算我的荣幸，还是你的荣幸？秋霜寒歪着脑袋看着王小强：你觉得呢？这无所谓啦，关键是要吃得高兴。大清早遇上美女，王小强当然十分高兴，忽然想起一事，提醒道：还记得咱们第一天相遇说过的话吗？秋霜寒点点头，不知怎么见到王小强，他便感觉心情十分放松。当然记得，我说只要你好手好脚，咱们就约一回。
王小强道：“你看我现在不但好手好脚，而且还活蹦乱跳，你是不是应该兑现承诺？”邱双寒有些奇怪，没有人来找你麻烦。王小强有点得意，有是有，不过被我摆平了。摆平了？邱双寒有点意外，我忽然对你有点刮目相看了。为什么？王小强茫然。追求我邱双寒的，当然不会是些阿猫阿狗，不管是谁来找你麻烦，都会是个大麻烦。你竟把他摆平，说明你很厉害。我本来就很厉害。王小强一点也不客气，他当然厉害，外挂护体，能不厉害？而且这外挂还不是一般的挂，就算邱双寒的追求者是天王老子，王小强也能让他叫跪下爸爸，更何况是其他人。过几天是我爷爷的80大寿，家里会举行庆生晚宴，到时候名流云集，精英汇聚，我想邀请你做我的舞伴，你敢约吗？邱双寒略带挑衅。有什么不敢？我王小强从没怂过。不过事先说好，到时候你会成为许多人攻击的焦点，要是扛不住就得出丑，在那种场合出丑，可能你会羞愧的想去自杀。放心，到时我保证可以惊艳全场，闪爆所有人的狗眼。王小强十分有信心。有人敢攻击老子，不是找死吗？信不信老子外挂一开，让所有大佬跪下叫爸爸，够不够拉风？那就一言为定了。邱双寒伸出手，一言为定。王小强与他一握，热腾腾的面条端了上来，金黄的面条配上翠绿的葱花，再加上阵阵香味钻进鼻端，让人食指大动。果然如王小强所说，只是第一口，邱双寒就爱上了这个味道，真好吃。邱双寒一口面咽下后，他情不自禁挑起大拇指赞叹。任何人吃东西的样子都不会特别好看，特别是吃面，因为吃面的动作注定会让吃相变得难看。可是邱双寒却是一个例外。第48章送钱过来。邱双寒的吃相说不出来的优雅动人，看起来不像是坐在地摊吃面，而像是正在高档餐厅吃精致的西餐一般。喝面汤时轻轻把垂落的头发撩到耳后，这小小动作却有着致命的魅力，看得周围的男士眼睛都直了。不过众人一看邱双寒的气质，便知身份不一般，也没人敢过来搭讪，只是暗中艳羡王小强能与这样绝顶尤物谈笑风生。陈平分当然相当照顾二人，在分量十足之上又另外加了量，吃得邱双寒肚皮鼓鼓，连呼过瘾。陈姨，多少钱？你请这么漂亮的姑娘吃饭，陈姨很高兴，这顿就算陈姨的吧。陈平分眼神中带着几分深意。那怎么行？陈姨你不知道，之前她帮我们的忙，我请她吃面是还个人情。王小强坚决不同意。原来还有这样的事，那就收你10块钱吧。听王小强一番解释后，陈平分当然就不再多说，象征性的收10块钱，忽然笑眯眯的说道：“小强，这姑娘真漂亮，你可得好好把握呀。”王小强贼笑道：“能把握，当然不会错过。”摸遍全身的口袋，脸色忽然变得尴尬起来。糟了，我身上没现金了。陈姨，你这能刷卡不？陈平分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我这小本生意哪来刷卡的东西？看来这顿饭注定是要我请你，你和姑娘走吧。”不行，王小强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我请。等会我打电话叫人送钱来。陈平分知道他的脾气，犯了倔，天王老子都拉不回来，叹道：“随便你吧，我先忙着了。”邱双寒看着王小强，就像他脸上开满了花。我有那么好看？王小强拿出手机，微微皱眉，里面全是号码，没存任何人的名字，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嘀咕一句：“我特么绝了。”我觉得很好玩，你请我吃面条还没带钱，你可真是人才。邱双寒冷若冰霜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犹如海棠绽放，明艳动人，让人怦然心动。他好久都没遇到过这样有趣的事情了，对王小强的兴趣越来越浓。王小强看到他的笑容也是一呆，愣愣道：“你笑起来真好看，你就该多笑笑，不要整天板着脸，跟一座冰山似的。”说着随便拨了一个号码，如果他没猜错，不是湛蓝的就应该方聪的。电话接通。喂，你是谁？王小强开口就是这句话。邱双寒正在喝水，差点被茶水呛到，哪有打电话过去问对方是谁的道理？这家伙还真是一个奇葩。这是湛蓝的电话，看到手机上义父2个字，激动的差点把手机掉到地上。自那天离开王小强的出租屋，这位黑道大佬终日因得罪了自己的义父王小强而诚惶诚恐，忐忑不安，一心想找机会赎罪，可是又不敢主动往枪口上撞。盼天盼地，今天终于等来了王小强的电话。湛蓝当时就像个孩子一样激动地跳起来，大喊 yes。 会议室内是各方黑道大佬，正在商量划分地盘的事。这种严肃场合，湛蓝的举动实在让他们有点懵逼。湛蓝不管他们怪异的眼光，满怀期待地接通电话。就算电话那头的王小强让他现在去刀山下油锅，他也会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毫不犹豫立刻去执行。然而他却听到王小强问他是谁，他有点伤心。难道自己真被义父抛弃了吗？难道自己真是一个得不到父爱的孩子吗？阿爸，我是湛蓝。一句话说完，会议室各方大佬的脸色都变了。湛蓝的老爸，不他妈早就见阎王去了吗？哦，湛蓝啊，
王小强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因为那天他连湛蓝的名字也没问，就把他放走了。不过听他叫自己阿爸，显然是自己收的义子，他就放心了。刚开始他还以为是外卖电话。小兰啊，你赶紧给我送点钱过来，不要银行卡，要现金。我在榕树街123号，这儿有个面摊。王小强根本不管湛蓝在做什么，反正他小强哥的事情最大，和天王老子谈生意都得放下。阿爸，要带多少钱？湛蓝心中简直乐开了花，原来义父并没有忘记他。然而王小强已经挂断了电话。义父要钱？多少钱？为什么要钱？而且还着重强调不要银行卡，要现金。难道遇上了什么事情？湛蓝开始胡思乱想，一个人嘀咕：有黑道老大不乐意了。湛老大，我们大老远从外地过来，你总不能把我晾在这儿吧？ C 市地盘怎么划，你得说句话啊。湛蓝现在还有功夫管这些闲事，随便你们怎么划。那人道：湛老大，这怎么行？湛蓝怒了：老子说行就行，赶紧给老子闭嘴，要不然现在就把你剁了，扔江里喂鱼。那人急忙闭嘴。湛蓝站起来，抬脚就往外走。白鬼，赶紧给我备钱，要现金。白鬼灵强道：老大，要多少钱？湛蓝自己也不知道，想了想，不知道，装2辆面包车吧，另外再把所有兄弟叫上，带上家伙去榕树街。黑鬼孟非道：老大究竟怎么了？在燕京这块地方，还需咱们如此大张旗鼓？湛蓝勃然大怒：老子的老子被人动了，你说用不用大张旗鼓？王小强挂断电话，对邱双寒道：等一会吧，马上就有人给我送钱来，10块钱也有人送，你面子可真够大的。邱双寒玩笑道。王小强得意洋洋：那是当然，天王老子都得给我面子。邱双寒轻笑道：净吹牛。王小强无奈耸耸肩膀，这年头说实话都没人信。二人说笑之间，对面走来2个穿着西装的男子，脖子上系着蓝绳，吊着一个工作牌，走路昂首阔步，神色跋扈飞扬，像是一个巡街的将军。这条街摊贩不少，均都向他投去厌恶神色，他不但浑不在意，反而沾沾自喜。很快，这人走到陈平分的摊位面前，看到邱双寒，顿时目光一亮，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但他估计邱双寒应该不是等闲之辈，所以没敢上来聊骚，收回目光，对陈平分道：陈老太婆，这个月的卫生检查费用该交了。第49章打抱不平。陈平分吃了一惊：狗经理，前天不是才交了吗？狗经理白眼一翻：前天交的是清洁检查费，今天要交卫生检查费。陈平分微微皱眉：这次要交多少呢？狗经理眼皮都没抬一下：5000。5000？陈平分瞪大了眼睛：怎么这么多？以前也没有这个费用啊。这是新增项目，从今天开始，以后每月都要收，明白了吗？交钱吧。陈平分放下手里的工具，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狗经理，我们小本生意，哪有这么多钱来交？能否通融一下？这是公司规定，我怎么通融？今天交不出来，你这面摊也就别开了，多的是人想要你这个摊位呢。狗经理相当蛮横道。王小强知道这里的摊位都属于一个叫黄历的物业公司，虽然不收摊位费，但黄历物业公司会向摊位主收取一定管理费。归根结底，摊位是物业公司所有，所以有将摊位回收转租给别人的权利。陈平分有点不知所措，这面摊是他们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肯定不能出让给别人，哀求道：狗经理，我请你通融通融，孩子的爸爸重病卧床，现在我们就指望着这点收入，等过几天手里宽裕了，我一定补交给您。狗剩不为所动，冷冷道：这是你的事，与我无关。喂，那条狗不对，那只狗饿也不对，那个狗经理，5000块钱小事一桩吗？何必咄咄逼人？我诚意没有，我替他给。王小强开口。狗经理目光落到王小强身上，看他穿的确实不怎样，首先便生出一股轻视之意，手掌一摊：钱呢？我这儿没现金，刷卡行吗？王小强有点无奈，10块钱的面钱他现在都拿不出，更何况是5000块。你逗我呢？我出来收钱，难道随身带个 POS 机？狗经理十分不爽：没钱就别装逼，还想学人打抱不平？你以为你是大侠？既然没刷卡的，那就等等吧，有人给我送钱过来，估计5000块还是有的。王小强懒得和他这种人掰扯，揍他都嫌脏手。大爷可没那么多时间来等，没钱给，今天就不能摆了，自己收摊吧。狗剩盛气凌人：要不然等会我可要叫人来帮你收了。王小强淡淡定定地说道：我又没说不给，你等一会儿也不损失什么，实在不行，我给你5000块1分钟，按点算，你等了多久，我给你多少钱。狗剩道：呵呵，牛逼谁都会吹，5000块1分钟，谁信？周围路人也嘲讽道：是啊，5000块都拿不出来，还5000块等1分钟，真是好笑。真那么有钱，会10块钱也摸不出来？哼，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有钱人谁带钱啊？都是带卡带支票，你没听说他要刷卡吗？真会装逼，有钱人会来这儿吃饭。路人一顿冷嘲热讽，因为他们实在看不惯王小强装逼。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王小强说全是事实，只是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就认为这是在装逼。
王小强也不生气，反正等会有打脸的时候，他对狗剩道：“考虑一下吧，对你又没什么损失，反而还能赚一笔。”狗剩道：“大爷凭什么要等你？你算老几？”王小强白眼一翻，懒得再和他掰扯，你爱等不等？狗剩见王小强竟敢顶撞自己，勃然大怒道：“大爷就是不能等，你特么带钱来，我也不要了。陈平分这摊位，你别想再续租了。”陈平分立刻慌了，拉住狗剩哀求道：“狗经理，求求你！”狗剩袖子一扶，怒道：“别怪我，要怪只能怪这家伙。”顺手一推，险些把陈平分推倒。王小强一把将陈平分扶住，眉角一挑，眼底浮现出怒色，道歉。狗剩道：“你让我道歉？你他妈的是不是找死？你找死！”王小强忽然勾起嘴角，冷冷一笑，抬手一记耳光，直接一掌把狗剩打趴下。他根本没敢用内力，怕把狗剩当场打死。周围食客一看，心想这家伙也太狂了，一言不合就动手，赶紧让开，生怕血溅到自己身上。王小强一脚把狗剩踹倒，脚踩在他脸上：“老子问你，你要什么清洁费、卫生费？有没有公司发的文件？光凭你一张嘴就想收钱？”他有此一问，显然是在怀疑这家伙巧立名目，胡乱收费。狗剩耳中嗡嗡打鸣，眼冒金星，像是一条快要死的野狗一般，一张脸长得通红，鼻孔一张一合，呼吸十分急促，把地面上的灰尘吹起，吹出一个小小的圆圈。他奋力挣扎着想站起来，但王小强的脚似乎比五行山还要重。开玩笑，别说是他狗剩，就算是王重阳来了，被王小强一脚踩住也不可能挣脱。果然，有摊位主小声说道：“根本没有任何文件，他说什么费用就是什么费用，我们只能交。他哥哥是黄历物业的高层，我们也是敢怒不敢言。”哼，这个狗剩追求过双双，被他拒绝后就一直想方设法来找他们母女的麻烦。前几天还威胁过芬姐，说如果双双不同意和他在一起，就把摊位租给别人。我看今天他就是故意来找茬的。另外一个摊位主也说道：“竟有这样的事！”王小强眉角一挑，怒气冲天，眼底掠过杀机。别说王小强现在就系统在身，就算他没有系统，知道这件事后，也一定会找狗剩麻烦。陈平分和袁双双相当于王小强在这个世界的家人，王小强绝不允许他们受到欺辱。脚下稍微用力，狗剩的狗头差点爆掉，有点小拳就他妈不知天高地厚了。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样的人！一股内劲灌入狗剩身体，冲得他的五脏六腑翻滚不休，疼得他发出如同杀猪般的凄厉惨叫，一张脸立刻从通红变成了暗紫，就像一块快要烂掉的猪肝。摊主们实在觉得大快人心，这家伙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实在太久了，今天终于有人出手收拾他。快住手！忽然一道声音传来，一个大背头青年快步跑了过来：“你是谁？竟敢打我弟弟？你弟弟？”王小强把脚挪开：“你弟弟巧立名目，压迫这些善良的小摊贩，你会不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摊主们可能是被这两兄弟欺压太久，一旦有了宣泄的出口，就如山洪一般爆发。他肯定知道的，没他纵容，狗剩一个小小的部门主管敢这样乱来。这个坏家伙也骚扰过双双，还经常到我们这儿白吃白喝白拿。真不知道他流的血是不是黑色。我们起早贪黑做点小生意，辛苦赚来的钱全被他变着花样收走了。一家人指望着摊位养活，也只能忍气吞声。面对众人的指责，狗大力非但没有悔改之心，反而恼羞成怒：“行啊，你们一个个，我记住你们了。摊位还想不想要了？”毕竟吃饭的命脉掌握在狗大力手里，摊主们虽然愤愤，但也不敢再多说什么。狗大力十分得意，转头看着王小强，面色变得十分不善：“我们公司的事轮不到你来问，你打了我弟弟，说说怎么解决吧。”一挥手，人群中钻出几个大汉，气势汹汹地把王小强围住。第50章10块钱到手。王小强不急不忙地拉出一条椅子坐下，二郎腿一翘：“你这家伙是想玩玩？那好，我就陪你玩玩。你说吧，你想我怎么解决？跪下道歉，然后赔钱，否则就报警抓你。老子在警察局有大票的人，你故意伤人，判你个10年8年没有问题。出个价吧。”王小强给自己点一根烟，一个耳光500万，一脚500万，1000万赔来，否则你怎样对我弟弟，我就让我的兄弟10倍还给你。”狗大力恶狠狠地说道。1000万！陈平分慌了，王小强毕竟是为他出头才打了狗剩，他把王小强当孩子看，准备承担责任。而狗大力开口就是1000万，他实在吓得不轻，别说1000万，他现在连1万块钱都拿不出来。陈姨，别担心，事情我来解决。王小强温言安慰陈平分，转头对狗大力道：“我想问问，我要是打断他的手脚，该赔多少？”“什么？你还打断了他的手脚？”狗大力吃了一惊：“手脚赔5000万，否则老子不仅要告到你倾家荡产，还要让你蹲1辈子监狱。”原来他这手脚就值5000万。王小强咧开嘴森然一笑，忽然站起来，走到狗剩身边，提起脚重重落下，生生将他手脚全部踩断。
狗剩的惨叫就像有猫在耳膜抓，难听至极。他再也承受不了这疼痛，脑袋一偏晕死过去。时刻，路人全都吓住了，把一个人的手脚活生生踩断，这得有多狠？陈平芬也吓到了，这还是往日的王小强吗？可他想起王小强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替他打抱不平，心中又十分感动，暗暗打定主意，如果王小强因此被判刑坐牢，他一定会替王小强顶罪，只求王小强能照顾好女儿和丈夫就行。狗大力实在吓得不轻，他也算社会上的老油子，否则绝不敢瞒着公司背地里干这样的勾当。他当然也见过不少狠人，可是他见过的那些狠人和王小强比起来，连温柔善良的小羊羔都算不上。你们巧立名目，欺压纯良老子就不说了，本来屁大点事，非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咄咄逼人，赔钱是吧？你他妈想要多少，老子给多少。拿出电话打给湛蓝，带了多少钱？湛蓝本来装了辆面包车，后来感觉不够，又凑了10辆面包车，但现在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带了多少钱。他哪知道王小强最开始只想要10块钱，具体是多少我不知道，总之很多。老爹，事情很棘手吗？我马上就到。您放心，燕京这块没有儿子平不了的事。湛蓝夸下海口。废话那么多，赶紧带着钱滚过来。王小强直接挂断电话，对狗大力道：你说这是你公司内的事，我管不着，老子叫人把你这破公司买了，总能管了吧？拨通方聪的电话，那小子正在直播吃鸡，眼看要拿到第一，一看是王小强的电话，立刻放弃比赛，被人用平底锅活活给敲死。喂，爷爷，怎么了？那个黄历物业公司，你马上安排人给我买了。黄历物业，那是我们旗下子公司的子公司，有什么事？原来是你家的。那好，正好，把黄历物业最大的官给我叫来，老子有事要问问他。方聪听出王小强语气十分不善，爷爷，究竟怎么了？要不要我过来？过来吧，在榕树街。好的，马上就到。挂掉电话，丢下正在看直播的粉丝就走。狗大力有点不祥的预感，虽然他不知道王小强这2通电话打给谁，但看王小强底气十足，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就知道今天一定是踢中了钢板。邱寒霜一直没有作声，他其实也想看看王小强究竟有什么背景，才敢嚣张到这种程度。现场也没有人离开，都想看看这小子该如何收场。当街行凶，不管出手的理由是什么，这都是犯罪。气氛很凝重，也很沉默。王小强越是没放在心上，就证明他越有底气，他越有底气，狗大力便越心虚。几分钟后，他再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大叫道：我要报警！我要报警！我要告你故意伤人，不，蓄意谋杀！谋杀！这是他唯一的退路，不管之前的冲突怎样，但都是王小强先动手，而且把人打成重伤，完全有理由告他蓄意谋杀。王小强缓缓吐出烟雾，根本没慌。报警可以，但你要想好，你和你弟弟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了多少老子不知道，可是老子可以保证，老子会让你和你弟弟牢底坐穿。狗大力像是被抽空了浑身的力气，颓然垂下握着手机的手臂。很显然，王小强一句话就击中了他的软肋。嘎吱，面包车还没停稳，湛蓝就从车内跳了下来。父亲，儿子来晚了。湛蓝大步流星地赶到王小强身边，怎么回事？谁敢动您？老子扒了他的皮，拆了他的骨头。左右环顾，并没有发现任何特殊情况，不禁有点懵逼。这时候，有200-300辆面包车开过来，直接把整条街都堵了。车内涌出1-2千号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杀气腾腾，分分钟把此处包围。路人一瞧，这阵仗下的不轻，显而易见，这是王小强一个电话叫来的。一个电话叫来1-2千人，古惑仔都不敢这么排啊！作为当事人的狗大力，现在腿都软了，自己踢中的乃是钢板，分明就是一块钻石。原来你是黑道大佬啊！王小强直到现在才知道湛蓝的身份背景，谁他妈敢动我？我有说过有人动我了？你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吓到街坊邻居怎么办？就算没有吓到街坊邻居，吓到小朋友怎么办？你有没有替祖国的花朵考虑考虑？父亲教育的是。湛蓝额上冒汗，只能把火气撒到手下身上，还愣着干嘛？赶紧给我滚！1-2千号人，有的还没钻出面包车，扎湛蓝一声令下，全都灰溜溜的钻回去，开车撤个干干净净。钱呢？王小强问道。您老要多少？湛蓝生怕不够又惹王小强生气，所以先问问有个底。先拿10块钱来。10块？湛蓝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的再问了一遍：10块钱？别废话，快给！试湛蓝急忙摸出10块钱，恭恭敬敬交给王小强。王小强伸出指头在10块钱上轻轻一弹，得意洋洋地对邱双寒道：我说请你吃，就一定会请你吃，10块钱到手，陈姨结账。第51章，应有惩罚。湛蓝这才看到邱双寒，不由瞪大了眼睛：邱小姐，你也在这里？邱双寒魂不守舍地轻轻点头，算是回应。此时他心里早已掀起惊涛骇浪。
没人比他更了解湛蓝的身份，他在燕京是绝对的黑道帝王，他的话在黑道就是圣旨，一个喷嚏就会让燕京黑道抖上3抖。正因他有如此强大的能量，湛蓝才有追求秋霜寒的资格，并且成为他未来夫婿的热门人选。而湛蓝在追求秋霜寒的事上也不遗余力，为了铲除对手，往往不择手段。之前秋霜寒告诉王小强，有人因追求他而被打成废人，幕后黑手就是湛蓝。只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一次湛蓝同样想废掉王小强，只可惜遇上了一个开挂的妖孽，湛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成了王小强儿子。于是这样一个凶狠残暴的大佬级人物，只能王小强面前恭恭敬敬、战战兢兢，甚至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看起来竟比那小羊羔还要温顺。这场景落到秋霜寒眼中，便造成了难以言述的极度震撼。他心中暗暗猜测，王小强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份？陈平分现在哪有心情去管那10块钱，满脸担忧道：“小强现在这儿该怎么办？”王小强笑道：“他不是让我赔钱吗？我现在就赔。”问湛蓝：“钱呢？”“钱在车里。”“有多少？”“我真不知道。”湛蓝一挥手，打开10辆面包车后备箱，打开，立刻便听到路人们倒抽凉气的声音。这是把银行搬来了。卧槽！我这一辈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里应该有好几个亿吧？这应该可以把人砸死吧？原来这家伙说等1分钟给5000，真不是在开玩笑。啪啪啪啪，似乎有无形的耳光扇在路人的脸上。只见10辆面包车后面的座位都被掀掉，整整齐齐堆放着一摞摞纸币，塞满整个车厢。一个耳光500万，一脚500万，断掉的手脚5000万，一共6000万是吧？王小强转头对狗大力说道。狗大力早已脚软，扑通跪下：“哥哥，我错了。”湛蓝一听不乐意了，上前便是2个耳光抽过去。“你特么的叫我老子哥哥，这么想当我说？”狗大力捂着脸，吓得不知所措，根本不敢吱声。“说说吧，这2耳光多少钱？我一并赔给你。”王小强问道。狗大力哪还敢说钱的事，支支吾吾不敢出声。“老子让你说！”王小强眉角一扬，语气凌厉了几分。“大爷祖宗1块钱，1块钱，1块钱2个，这么便宜？”王小强道：“既然如此便宜，我就扇个10万块的吧。”狗大力的差点吓晕过去，1块钱2个耳光，10万块钱扇20万次，他还能活？别怕，我开个玩笑。王小强微微一笑：“我呢是相当讲道理的，我打了你弟弟，你说赔多少我就赔多少，一共6000万，我立刻付给你。”对湛蓝道：“去点6000万给他。”湛蓝急忙让人点钱，6000万现金可不是小数目，在狗大力面前堆砌成一座钱墙。路人眼睛都直了，狗大力却快要哭了。这钱他现在哪还敢要？你还满意吗？王小强问道。满意。狗大力难道还敢说不满意？现在一码归一码，我打了你弟弟，我赔了钱，但你弟弟推了我陈姨，推这一下就算了，但造成的精神损失那是不可估量的。另外，你弟弟骚扰我妹妹袁双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也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啊。王小强顿了一顿，虽然不可估量，我还是勉强给数吧，让你赔1个亿，不算多。狗大力一口老血喷出来，1个亿。他虽然是黄历物业的高层，拿年薪，有股份，可是身价远远不够1个亿啊，卖了器官都凑不够。所以呢，这6000万我要拿回来，你还道歉我不对，道歉我陈姨4000万。王小强看着狗大力：“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公平。”狗大力难道还敢说不公平？你服气吗？王小强依然微笑：“服气。”狗大力难道还敢说不服气？是吧？我这个人是相当讲道理的。路人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然而谁也没想到事情并没完。一辆相当的拉风的跑车停下，方聪从车内跳了出来，旁边一个中年男人也跟着下车。方聪3步并作2步赶到王小强面前，恭恭敬敬道：“爷爷，怎么回事？”“这位黄历物业的 CEO 徐胜利。”“徐胜利是吧？我有点事情想问问你。”“您说徐胜利脑门上全是汗珠。”方聪事先已经打过招呼，他要面对的人是自己的爷爷，徐胜利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吓得脸上的肥肉都抖了3抖。但现在看到王小强，心中又十分奇怪，这小子看起来和方大少爷差不多年纪，怎么会是他爷爷？难道他的辈分在方家高得吓人？不过他并没有去深究这个问题，这也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只想知道王小强找他究竟有什么事。然而结合眼前这场景，狗剩奄奄一息，狗大力满脸颓丧，徐胜利由此推断，王小强找他显然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念及此处，他觉得自己心脏跳得有点快，有点心脏病发作的先兆。可能一个处理不好，自己这 CEO 今天就算是干到头了。你们公司要对摊位租户收取清洁费、卫生费等费用吗？王小强问道。徐胜利小心翼翼地如实回答：没有这样的费用，我们只会收取一定管理费，但钱都不多，毕竟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他也是个老人精，看到王小强和陈平分站在一起，立刻猜到他们关系不一般，所以后面急忙加一句理解万岁的好话。那很好，这家伙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无故向摊位主收取额外费用，你们公司怎么处理？王小强问道。什么？竟有这样的事？徐胜利勃然大怒，这不是作为，狗大力是他亲手栽培的亲信，竟然背着他做出这样事来，怎能叫他怒火攻心？他指着狗大力破口大骂：好你个狗东西，枉我如此信任你，你竟做出这样损害公司名誉的事，从今起即去你在公司的所有职务。王小强有点不悦地扯扯嘴角，这也太轻了一点吧。徐胜利一听打了个哆嗦，他念及旧情，所以不想把狗大力一脚踩死，但是王小强显然不愿意。王小强不愿意，徐胜利哪还敢放屁，急忙口风一转，急去职务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提起诉讼，让你赔偿公司以及商户们的损失。狗大力像是被人抽到脊椎，整个人都软掉，提起诉讼就意味着他要洗干净屁股坐牢。摊主们发出一声惊呼：太好了，太好了，这家伙终于得到报应了。小兄弟，谢谢你，太感谢你了。小伙子，我记住你了，以后你过来吃饭，我肯定不会收你钱，我这儿也随时欢迎你。就这样了。王小强还不满意，徐胜利差点哭了，他觉得这是最圆满的解决方案了。王小强的要求他实在猜不到啊。他战战兢兢地问：您觉得还要怎样？你们公司出了问题，当然要赔偿，我感觉管理费少收一半比较适合。哈，果然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正有此意。徐胜利打蛇随棍上，急忙附和：我的意思是10年内管理费减半，你也所见略同。王小强补充一句。徐胜利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这特么原来是个坑啊！10年管理费减半，不知要减少他多少收入。他满脸苦涩，只能打落牙齿自己吞，干笑道：我当然也是这样想的。他心中在滴血，狗剩、狗大力这两个狗东西连累老子受罪，老子非要让你们牢底坐穿不可。第52章去医院。他好像是方聪，路人立刻认出方聪来，就是他，我看过他的直播。哇塞，首富之子，国民老公耶真人比直播里帅多了，有花痴眼冒桃心。可是他怎么对这小子如此恭敬？不知道，刚才我好像听他叫这小子爷爷，一定是我幻听了。你也听到了？其实我也听到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却一波三折，路人的三观被王小强刷新了一遍又一遍。邱双寒同样如此，连普通人都认识的方聪，她身为顶级豪门未来的女掌门，怎会不认识？他实在不敢相信王小强一通电话竟叫来了一个黑道超级大佬，一个商界超级二代。要知道这两个家伙在燕京城可是出了名的难缠，谁的面子都不给。王小强，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甚至邱双寒现在有点怀疑，王小强是不是可以打一通电话，把天王老子也叫来。一个老大妈拉住邱双寒的手：姑娘可真好命，找了这样一个男朋友，你们一定可以生一对大胖娃娃。邱双寒脸上一红：大娘，你误会了，他不是我男朋友。大妈略微尴尬，旋即改口：这样好的男娃娃少见啊，你可要把握机会，别被其他女人抢走了。呵呵，多谢大妈关心，我自己知道的。邱双寒凤眼飘向王小强，他正在和方聪说话，方聪低着头侧着耳朵在听，显得十分恭敬。他心中暗想，其实是这小子还是蛮帅的。一场风波终于平息，狗大力被带回办公室接受警方盘问，狗剩被送进医院，病服脱下之后，他就可以直接穿牢服了。得罪了王小强当然没那么容易了结，湛蓝立刻给监狱的弟兄打了招呼，两兄弟进去之后肯定被重点关注的对象。这儿没你们什么事了，你们先走吧。王小强对湛蓝和方聪说道。湛蓝道：阿爸，这些钱怎么办？王小强道：你拿回去吧，今天的6000万算是赡养费。湛蓝道：那怎么行？6000万哪够孝敬您？我说行就行。王小强不耐烦：赶紧给老子滚蛋！湛蓝不敢违逆王小强的意思，立刻上车就走。方聪也告别离开。路人一瞧没热闹可以看，也都散去。今天他们的三观已颠覆到极致，再受点刺激，恐怕脑袋都会炸掉。邱双寒道：没想到你背景这么深，湛蓝和方聪都是不好说话的人物，这倒没觉得，挺听话，也挺乖的。挺听话，挺乖。邱双寒实在无语，从来没有人如此评价过湛蓝和方聪，王小强绝对是第一个。但仔细一想，这评价也确实没错，因为湛蓝和方聪在王小强面前就是很乖很听话。然而他怎会知道，湛蓝和方聪，一个是王小强的儿子，一个是王小强的孙子，说他们很乖很听话，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你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我看他们对你似乎都很恭敬，恭敬的就像对待长辈，而且我似乎还听见湛蓝叫你阿爸，而方聪却叫你爷爷，这是怎么回事？邱双寒实在无法猜透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你想知道？邱双寒的八卦之火已被熊熊点燃，我真的好想知道，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如此迫切的想知道一件事情。嘿嘿，王小强坏笑，我就不告诉你，系统是王小强最大的秘密，他怎会告诉旁人啊？王小强，你这样会折磨死我的，
信不信我天天缠着你，烦死你！邱双寒恶狠狠地说道。看不出你冷若冰霜，看起来对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原来这么八卦。王小强取笑道，有你这样的美女缠着我，我还求之不得呢。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了。邱双寒实在无奈，但也心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秘密，他当然也没有刺探旁人秘密的癖好，他只对王小强的秘密感到格外的好奇。小强这些钱怎么办？陈平分看着自己摊位立着的钱墙，有些不知所措，他从来没见过如此之多的钱。陈姨，我不是说了吗？这些钱是那小子赔给你精神损失费。王小强微笑道，这些钱是你的呀，你的钱我怎么替你做主？我的钱？陈平分急忙摆手，不行的，狗经理就轻轻推了我一下，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况且这赔的钱也太多了吧？这不算多。王小强道，你在我心目中就像我的长辈一样，他推你就是辱没你，辱没你就是看不起我，这比精神损失还要严重，让他赔1个亿算是轻的。王小强说的有理有据。陈平分还想说点什么，但电话响了。妈，你快到医院来，爸爸快要不行了。电话那头袁双双带着哭腔。什么？陈平分听到这话如遭雷击，身体的力气像是突然被抽空，只觉眼前一黑，天旋地转，若不是王小强把他扶住，此刻他已经晕倒在地。陈姨，怎么了？王小强十分关切问道。小强，你袁叔叔他陈平分双目含泪，说到一半便说不下去了，嚎啕大哭，快带我去医院。王小强心中一凛，急忙道，在哪个医院？我们现在就走。在燕京市中心医院。陈平分道，这些钱怎么办？毕竟是几千万现金，不是一个小数目，总不能就这样放在这里吧？大家帮忙把钱搬进车里。王小强号召一声，简直是一呼百应，摊主们都来帮忙，很快6000万一分不少的被搬进车里。王小强带着陈平分上车，邱双寒也跟了上去。市中心医院我有熟人，带我一起去吧。王小强点点头，系好安全带，一脚油门下去，面包车轮胎与地面摩擦，发出十分刺耳的声音，原地一转便冲进街道。现在正是交通高峰期，但王小强总是见缝插针，每次都是有惊无险的与一辆辆车擦身而过，挤到前面去。而这时旁边忽然出现一辆奥迪跑车，车窗摇开，是个褐色头发热辣美女，戴着墨镜，嚼着泡泡糖，看起来相当张扬。她微微低头，目光从眼镜上方飘了出来，却只看到邱双寒。真的是邱双寒，他竟然在一辆面包车里，真有意思。他重新摇上车窗，轻轻别了一下王小强的面包车，颇有几分挑衅的意思。挡我道！王小强眉角一挑，一脚油门直接下去，飙上面包车，最高时速150。这种速度当然不算快，但在车流汇聚的主干道上，150简直是在飞，瞬间把奥迪车甩在身后。奥迪车显然极不甘心，又紧紧贴了上来。王小强懒得和他纠缠，根本不带刹车，绕过前车，很快把奥迪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到。该死！奥迪车差点撞上前车的屁股，鹤发美女急忙减速，十分泄气地砸了一下方向盘。奥迪的速度当然比面包车快多了，但这种路况就算是150他也难以驾驭，更别说爬上更高的速度。这个人的车技好厉害！叶书先望着面包车消失的方向，我一定要找到他。第53章，这是银行劫匪。嘎吱，一个漂亮的甩尾，面包车直接甩进停车位。一个路人看到这一幕，眼珠子都快瞪出来，这尼玛藤原拓海也不敢这么玩吧？他哪知道藤原拓海是王小强的儿子，在王小强眼里算个屁。王小强下车，远远便看见袁双双在医院门口和一个青年男子争执，说了没几句，那小子便扬起巴掌往袁双双脸上掴去。王小强身形一晃，几乎是瞬间来到袁双双面前，把青年一推，青年便像是被一辆大卡车给撞中，整个人飞起来，重重摔落到大理石地板上，滑出老远才停下，屁股像是被摔成8块，疼得他龇牙咧嘴。你是谁？干嘛动手打人？王小强很生气。袁双双大眼睛泪眼朦胧，楚楚可怜，见到王小强就像见到亲人，扑入他怀中。小强哥哥，快救救我爸爸！王小强温言安慰道，没事的，我一定会救你爸爸。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他们说要给爸爸做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现在爸爸在急诊室，医院要见到钱才会动手术，我家真的没钱了。小强哥哥，怎么办？怎么办？我不想要爸爸死，我不想要爸爸死。袁双双悲从中来，在王小强怀里放声痛哭。那青年好不容易从地上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过来，对王小强又怒又惧，狠狠威胁袁双双。哼，不知好歹的贱人，少爷是看得起你才追求你，你爸爸没钱做手术，就等死吧。这家伙叫做朱坤，是袁双双的追求者，家里条件不错，见袁双双有难，便找袁双双谈条件，只要袁双双答应与他交往，他便可以资助袁父手术。袁双双知道他只是一个登徒浪子，当然拒绝。朱坤恼羞成怒，便造成了刚才王小强看到的那一幕。王小强闻言怒然大怒，眼底爆绽出一抹杀机，寒声道：道歉，然后立刻马不停蹄地给老子滚，否则
后果自负。朱坤与王小强眼神一触，像是被雷劈中，背脊凉了一截。他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眼神，那是真正会杀人的眼神。他声线发颤，不由自主地说道：“对不起，我现在就滚，现在就滚！”根本不敢停留，恨不得插上翅膀飞。陈平芬和邱双寒也走了过来，母女见面就抱头痛哭。王小强很是无奈：“陈姨，双双哭也没用，现在赶紧安排袁叔叔手术才对。”袁双双道：“可是我们没钱了，手术费就要80万。”陈平芬一听更加绝望，更是哭得死去活来。80万？我们在哪儿去找80万？老天啊，你怎么对我们如此不公？王小强道：“车里不是有钱吗？别说80万，800万都拿得出来，快去给袁叔叔办理手术手续啊！”陈平芬道：“那钱不是我的。”王小强道：“我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不用这钱，难道就这样看着袁叔叔死吗？”陈平芬一愣，面上闪过复杂神色，终于下定决心：“钱我先用了，以后我会还给你的，小强。”唉，真是急人，随便你吧，你们去给半叔叔办手续，我去拿钱。3步并作2步向面包车走去。邱双寒道：“阿姨，妹妹，你们放心，院长和我家有交情，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请最好的专家给叔叔手术。”陈平芬握着邱双寒，无比感激道：“谢谢你姑娘，你一定会有好报的。”邱双寒乘电梯去找院长，陈平芬和袁双双去大厅办理相关手续。王小强来到面包车前，把衣服一脱，直接打开面包车后备箱，大捆大捆的钱往衣服里装。几个路人看到，眼睛都快瞪出眼眶，不约而同的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去抢了银行。王小强懒得去理会这几个好奇宝宝，心里估摸着装的差不多了，将后备箱一关，提着一包软妹币冲进医院。那几个路人怀着好奇心凑到面包车里一看，顿时傻眼，这尼玛里面竟是一车的钱，不知道有多少，其中还有几把明晃晃的西瓜刀散落在纸币上。不明真相的路人们面色古怪的对视一眼，更加笃定了心中的想法，这货绝对是个银行劫匪。远处阴暗的角落，朱坤终于从王小强充满杀气的眼神中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刚才实在怂得不应该，在这无人角落，他又恢复了几分自信。拒绝我是吧？好，袁双双，你敬酒不吃罚酒，老子就让你老爹丢命！眼底划过一丝阴冷，拨出一通电话。电话接通，传来一个中气十足的男音：“喂，谁？李院长，是我。又是你。”那边的声音明显不善：“我已经给了你500万，你还想怎样？人要知足，贪得无厌，小心引火上身。”嘿嘿，李院长，500万买你身败名裂和一条命是相当划算的。要知道，你那些龌龊的事曝光产生的后果，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电话那头一时没有说话，喘息声变得粗重，显然是有极大的愤怒。过了起码2分钟，才逐渐平息，语气变得有几分颓唐：“说你条件吧，这是最后一次。”朱坤知道自己赢了，他无意中掌握了中心医院院长李志昂的把柄，这把柄不仅可让他身败名裂，还能让他被判处死刑。李院长，我不是没有分寸的人，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道理我懂，拼个鱼死网破玉石俱焚，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所以我答应你，这是最后一次。李志昂沉默了片刻：“这次要多少钱？”“这次我不要钱。”朱坤眼神阴沉无比。“那你的条件是？”“你们医院有个病人叫做袁浩海，他的病需要你亲自动手才能救治，你想让我救他？”李志昂明白了他的意思：“不，无论是谁来让你手术，你都不要答应。”朱坤重重一顿，语气充满杀机：“我要他死！”李志昂默然，显然是在做心理斗争。良久之后，终于开口：“你保证这是你最后的要求？”朱坤道：“我保证，我答应你。”第54章，我真不是耍流氓。李志昂挂断电话，陷入深深沉思：朱坤真的会善罢甘休吗？是不是要找一个机会把他除掉？毕竟只有死人才能永远保守秘密。正思索间，有人敲门，助理在门外道：“李院长，有位邱小姐找你。”邱？李志昂急忙收回思绪，心中一凛，他也算是上层人物，深知这个邱字在燕京城代表的意义。请他进来。李志昂整理了一下衣冠，不管来的是谁，他都要以最好的状态去接见，不为别的，只为他姓邱。邱寒霜推门而入，先打了一个招呼：“李院长，好久不见。”李志昂推了一下眼镜，快步迎上去，与他一握，笑道：“原来是邱小姐，既是贵人又是稀客，难怪早晨起来有喜鹊在我床边叫呢。请坐。”李院长说笑了。邱双寒坐下，时间紧迫，所以他开门见山，直接切入正题：“李院长，今天我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请李院长务必给一个面子。”李志昂心中一凛，隐隐猜到邱双寒要说什么，脸上含着笑意：“邱小姐请说。我有个袁姓朋友的爸爸，他得了非常罕见的疾病，正在贵院就诊，我希望李院长可以组织一些专家为他手术。”果然，李志昂的猜测得到证实，邱双寒是为袁浩海而来。但据他所知，袁浩海家里背景普通，怎会和燕京顶尖豪门邱家未来女掌门邱双寒搭上关系？不过
这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如果在1分钟之前，邱双寒推门进来提出这个要求，李志昂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毕竟在这燕京城，无论是谁都要给邱家几分薄面。而现在，李志昂不得不拒绝邱双寒的请求。邱家的面子大不过自己身败名裂和一条老命。他快速思索着如何应付这位邱家女掌门。组织专家会诊是肯定的，这个老狐狸很会说话。袁浩海的病例我们看过，非常罕见，甚至在国际上也没有几个病例，非常棘手。他顿了一顿，忽然想到什么，继续说道：不过我是唯一接触过这种疾病的，所以我会尽力而为。邱双寒面露喜色，李院长只要尽力而为，邱家就会记得这个人情。李志昂等的就是邱双寒这句话，邱家的人情拱手送到身边，他怎可错失？至于朱坤，他只想要袁弘海死，这当然很简单。这种病例只有他接触过，手术技术只有他会，如果发生一些小小的意外，除了他之外，谁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况且罕见疾病的手术成功几率都很低，家属在风险书上签字后才能手术，出现意外，他连责任都没有一点。如此一来，他既能得到邱家的人情，也可以满足朱坤的要求，简直两全其美。想到这里，他嘴角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仿佛看到自己摆脱朱坤的阴影，在邱家的帮助下，一路平步青云，攀上人生巅峰。李志昂站起来，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准备手术。邱双寒也跟着站起来，与他一握，那就麻烦李院长了。哗啦，王小强把钱倒在柜台上的时候，医院大厅的人眼睛都直了。原本医院动手术，少则几百几千，多则数十万，但一般都是刷卡，极少有人付现。王小强也不管这儿有多少钱，一股脑倒在柜台上，堆成一座小山丘。钱你们慢慢点，不够来找我，先给我办手续，救人要紧。王小强是催促着，然后对袁双双和陈平分道：你们先去看叔叔，我在这儿等着，免得他们钱不够的时候找不到人，省得麻烦。陈平分道：小强，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陈姨，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快去吧。母女二人点点头，拿着该办的手续上了楼。这时邱双寒也打来电话，说一切搞定，院长李志昂同意亲自出手动这台手术。王小强终于松了口气，发现柜台的护士正盯着自己，不由奇怪，干啥妹子，快点抄啊。这妹子脸上一红，从王小强的人鱼线上挪开目光。帮你一个忙，怎么感谢我？邱双寒也松了口气，上次你都没要我感谢。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请动院长做手术不是那么简单，以后邱家会欠他一个人情，还人情时也许会耗费相当大的代价。原来如此。王小强点点头，如果真是如此，那还真要感谢邱双寒一下，要不我下面条给你吃。邱双寒想了想，我现在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医院柜台那边已把钱清点清楚，二人离开医院大厅，去到手术室。陈平分母女正在焦急等候。王小强后脚刚踏进走廊，手术室的门就开了。王小强心里掠过一丝不祥预感，这前前后后进去没到半个钟头，岂能完成如此复杂的手术？显然是出了最不好的状况。陈平分母女也想到了这点，但兀自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袁双双问道：医生？李志昂解下口罩，面色沉痛，节哀顺变。母女二人如遭雷击，身体剧颤，他们已做好了准备。可是当李志昂说出这个残酷的结果后，他们仍然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打击，差点晕厥过去。邱双寒一叹，生离死别果然是世上最让人难受的事。李志昂道：邱小姐，我已尽力。邱双寒点点头，多谢你李院长，邱家会记得这个人情。李志昂的目的达到，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狡猾笑容。一个陌生人的性命竟成全了他的两全其美，世界真是奇妙。第55章救人。我去看看。王小强直接就往手术室里冲。李志昂挡住他：这位家属，请你冷静一点，人死不能复生，手术室不能随便乱闯。不过他哪挡得住王小强？王小强大步流星地走进去，里面正推着袁弘海出来，面上已蒙了白布。陈平分母女二人立刻扑上去放声痛哭，连邱双寒看到这一幕，鼻子也有点发酸。王小强伸手一探，果然没了鼻息，手再移到胸口，也没了心跳，不过身体仍有余温，应该还来得及吧。王小强也没有全完把握，但必须试试。他陡然将盖在袁浩海身上的被子掀开，吓了医生护士一跳，急忙道：你干什么？请尊重死者。陈平分母女以及邱双寒和李志昂都被王小强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到。李志昂大步走上去阻止王小强：病人已经走了，请你冷静点，应该还能抢救回来，别耽误我时间。王小强撸起袖子，双手狂搓，在摊开时掌心红的像是烧红的烙铁，一手按住袁浩海心脏位置，一手按住丹田。陈平分母女被王小强吓呆了，骇然道：小强，你在做什么？还有机会，不能放弃，相信我。王小强眼中充满坚定。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李志昂面上掠过不悦，
家属，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人已经死了，你在怀疑我们连死活都分不清吗？邱双寒也劝解道：小强，李院长说的对，人已经死了。王小强不管不顾，继续用内力刺激袁宏海的心脏丹田。李志昂冷冷道：既然他那么固执，那就让他试试吧，我李志昂行医这么多年，还没见过能把死透的人救活的。王小强道：谁说他死透了？明明还有一丝生机。李志昂不屑道：怎么？你在怀疑现代科技设备和我们的专业程度吗？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你若是能救活他，要我们医生干嘛？一句话没有说完，袁浩海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血痰，人突然坐起，好像诈尸，不仅把医生护士吓了一跳，就连陈平分母女也吓得不轻。李志昂没想到打脸来得那么快，瞪大了眼睛，喃喃道：这怎么可能？我明明自知快要失言，急忙闭嘴。王小强不理李志昂，手掌一甩，像是变戏法一样，出现几根银针，手掌再一晃，已经插入袁浩海药穴。内劲再一过，那些银针嗡然颤抖不止，就像高速震颤的蜜蜂翅膀。袁浩海原本只有一丝微弱呼吸，现在渐渐清晰有力起来，甚至他还扭过头喊了一声：阿芬双双小强。这怎么可能？李志昂眼睛都直了，一把抓住袁浩海的手腕。袁浩海原本停止的脉搏，现在竟又开始跳动。呼！王小强松了口气，还好救治及时，再稍微晚一点，恐怕救不活了。邱双寒美眸圆瞪，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原来你还会医术？王小强得意道：我会的东西就多了。太好了！邱双寒一把抓住王小强，十分激动：我知道你该怎样来还我的人情了，今天晚上就到我家来。王小强坏笑道：不用那么着急吧。邱双寒没好气的道：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让你给我爷爷治病。原来是这样，害我多想。王小强道：先把这儿的事情解决了再说吧。李志昂现在恨不得把王小强给撕掉，这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家伙破坏了他全盘计划。他满脸阴沉道：既然患者已经苏醒，就应该留院观察，袁浩海必须死，否则他的秘密将会被朱坤曝光天下，他的末日也到了，所以只有把他留在医院，他才有机会杀人。不用了，我袁叔叔的病已经被我医治的七七八八了，我开几副药给他调理调理就可以痊愈。这怎么行？李志昂绝不能让袁浩海出院，阻止道：我是医生，经过数十年的专业训练，他的病绝不是几副中药就可以调理的，住院观察是最科学的手段。王小强眉头略微一挑：你还好意思说你经过数十年的专业训练？明明人是活的，你非要说他是死的，这就是你的专业素养。李志昂老脸一红，哑口无言，只能对陈平分道：病人家属，你是要相信这个毛头小子的，还是信我的？陈平分觉得医院比较权威，可是人是王小强救活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况且王小强就像他的儿子一样，肯定不会害了袁浩海，毫不犹豫道：我信小强的。袁双双也道：我也信小强哥哥的。李志昂一张老脸阴沉的快要滴出水来，可是连病患家属都说了，他又能有什么办法？邱小姐，您亲自过来请我帮忙，应该和袁先生一家是朋友，麻烦您劝劝他们，医院毕竟有最尖端的设备和最专业的医生，不是外面赤脚郎中可以比的。赤脚郎中当然指的就是王小强。他继续说道：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救活了患者，不过我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他的医术就比我院专家高明，他也许是在某一方面特别擅长，比如恰巧把濒危病人救活，在他口中王小强救活袁浩海成了恰巧的事。邱双寒道：李院长，我想你误会了，我和袁先生一家素不相识，来请你帮忙完全是看在小强的面子上。李志昂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动容道：看在他的面子上？开什么玩笑？邱家未来女掌门何须给任何人面子？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件事还不是邱家直接办，邱双寒来找自己就得欠个人情，让邱家欠着别人情面帮忙，这面子真不是一般的大。邱双寒点点头，继续道：所以很抱歉李院长，他们家的事我无权干涉，我知道你也是为患者着想，可是他们的决定也是要尊重的。他略微一顿，不过无论如何，邱家还是欠你一个人情。李志昂现在哪里还有心思理会邱家的人情？他犯下的事情如果曝光，别说邱家，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他。既然如此，那我也就不多说了。李志昂以退为进，做最后的挣扎，那就让患者再做一个全面检查再出院吧。心中默默在祈祷，一定要答应，一定要答应啊！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第56章再救人。陈平分没了主见，对王小强道：小强，你觉得呢？王小强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点点头道：可以。李志昂如释重负，不动声色道：很快就会有结果。转头对王小强道：也许你就回来只是一时也说不定。他说这句话无非就是想撇清关系，因为他知道这次袁洪浩一定会死。不可能！王小强眉角一挑：我救回来的人就是活了，怎么可能还会死？除非老死。年轻人别太自信，这种病我比你更了解，肯定没事。王小强十分有自信：你虽然比我了解这种病，
但是这人的命是我救回来的，我比你更了解这条命。李志昂不置可否的一笑，让护士把袁浩海重新推进手术室。我总感觉这李院长有点古怪，他那笑容阴恻恻的，看起来要对袁叔叔做坏事一样。看着李志昂推着袁浩海走进手术室，王小强说道：“小强，你想多了吧？”邱双寒觉得王小强的想法有些莫名其妙。李院长和袁双双的父亲素不相识，为什么要害他？我的感觉一向很准，我觉得这老东西就不像个好人。王小强很固执，虽然他也无法解释这种没有任何理由的感觉。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袁双双咬着嘴唇，犹豫说道，被小强哥哥一说，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不行，我得进去看看。王小强迈腿就往里冲，迎面一个护士拦住，喂，你干什么？这儿不准进，快出去！王小强根本不听，护士伸手来抓他，可是明明看见王小强就在面前，但不知怎么却抓了个空。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王小强走到前面，你怎么进来了？李志昂面上闪过不悦，我不放心，进来看看。王小强理所当然地说道。胡闹！手术室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李志昂愠怒，赶紧出去，擅闯手术室，造成医疗事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王小强才不管负不负法律责任，一看袁宏海，发现他双目微闭，面色苍白如纸，生命迹象在迅速衰退。这怎么可能？王小强心中一凛，怎么会又要死了？李志昂在推袁浩海进来时候便已经做过手脚，这回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恐怕也救不了。他得意洋洋，冷冷一笑，我说过，你救回来的可能只是一时。放屁！王小强勃然大怒。这时护士已经插上心电图，心电图上的所有线没有任何起伏，全是平躺着的，这说明袁浩海已经死了。李志昂终于松了口气，指了指心电图，仪器总不会骗人吧？他已经死了。拍拍王小强的肩膀，假模假样的安慰道，你救过他一次，已经尽力了，不用愧疚，快出去为他准备后事吧。王小强肩膀一抖，震开他的手臂，双手又开始急速摩擦。李志昂面色大变，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王小强要是把袁浩海再救活，自己可真没招了。急忙道，这个人有神经病，他要对患者不利，给他一针麻药制服他，然后报警。麻醉师就在旁边，抓起针管就扑上来。王小强身体一转，麻醉师的麻药立刻扎进一个护士的屁股里。几个男医生和李志昂赶紧来抓王小强，但连王小强的衣服都碰不到，手术室里顿时乱成一团。快报警！快报警！李志昂眼镜歪到脸上，十分狼狈。都给老子闭嘴！王小强身形如风，施展出桃花岛绝学兰花拂穴手，瞬间把手术室内所有人的穴道点住。这些人还不值得王小强开外挂。李志昂等人虽然不能动弹言语，但脑子仍是清醒的，他们都是学医的，经过几十年科学专业的训练，对人体的了解超越绝大多数普通人。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世界上真有点穴这种神奇的技巧，他们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对那个人讲，穴位是存在的，可是点穴只存在在小说中，年轻人多学知识，少看小说，对脑子好，也对身体好。现在他们的三观完全颠覆，前面几十年所学的所有专业知识瞬间崩塌。点穴这种神乎其技的武功，竟然真存在在现实世界之中。王小强不去理会这几个木桩，专注于双手之间的摩擦，速度越来越快，简直成了一团幻影。整个手掌变得通红，就像随时快要燃烧起来，甚至连整个手术室温度都升高了几分。轰！王小强双手陡然分开，李志昂等人隐约看到掌心之内有一团赤色火焰。起来！王小强双掌微微弓起，齐齐落下，拍中袁浩海的胸腹。李志昂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上，暗暗祈祷各路神仙，千万不能让王小强把袁浩海救活。袁浩海的身体在病床上一震，但是没有任何反应。李志昂松了口气，咦，还不够给力。王小强双手再搓，又是一掌按压下去，袁浩海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李志昂彻彻底底放心下来，袁浩海终于死透了，这就有点尴尬了。王小强没有放弃，连续按压几掌，终于在第10掌落下的时候，袁浩海又转醒过来，十分虚弱而无奈地对王小强说道，小强，别按了，你想按死袁叔吗？王小强急忙停手，擦掉额上的汗水，这可耗费了他不少修为，长长舒了一口气。袁叔，我不按你，你一定会死，你可不能再死了，你要是再死了，我可就救不了你了。袁浩海轻轻点头，闭上眼睛，心电图又重新开始跳动起来。手术室里所有医生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崩塌了，纵然他们不被王小强点住穴道，此刻也该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一个在他们看来已死的人，竟2次在王小强手里复活过来，2次，这是什么概念？一次可以说是巧合，2次难道还能用巧合来解释？王小强这一顿骚操作，直接让他们怀疑人生。李志昂彻底绝望，王小强不可能还会把袁浩海交到自己手里，各路神仙漫天诸佛没能保佑他，他的末日到了。第57章，还原真相。王小强解开所有人的穴道，医生们也不折腾了，整个手术室一片沉默。说吧，你为什么要害袁叔叔？
王小强眼神凌厉，逼视着李志昂。李志昂心头一颤，眼底掠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强行恢复镇定。你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不明白。王小强语气冷了2分。我说过我袁叔叔的病已经好得七七八八，怎么可能再次濒临垂危？一定是你动了什么手脚。小伙子，你说话注意分寸，小心我告你诽谤。李志昂一听此言，稍微安心，只要没拿到切实证据，他就可以说王小强是信口雌黄。我与这位病患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他？你救了他的命不假，难道就凭你救过他的命，就推断我会害他的命？你这是什么逻辑？他顿了一顿，继续狡辩。况且我也说过他的病情会反复，刚才很显然是他的病情开始反复，你就怀疑我要害他，简直不可理喻。放屁！王小强毫不客气，我都治好了，怎么可能会反复？不是你害他，还能有第二个解释？李志昂道：胡说八道，这种病例我接触过，连国际上的专家也无法彻底根治。你一个赤脚郎中竟敢大言不惭！哼，国际上的专家就不好，老子就不好？你这是什么逻辑？专家就不好，那是因为他们太废物，老子把人救活2次，事实就摆在眼前，你还和我辩？事实胜于雄辩，李志昂哑口无言。说吧，你为什么要害我袁叔？你俩按道理说八竿子打不着，老子还真有点好奇。哼，胡扯，我为什么要害他？李志昂眼底掠过明显心虚，赶紧转移话题。你闯入手术室是违法行为，我要报警。别想转移话题，你说不说？王小强眼神凌厉了几分，目光似电，直接射入李志昂心里。李志昂更加心虚，额上冷汗连连，刚才的底气不翼而飞，声音也降了几度。你真是不可理喻，等警察来处理吧。说着转身像逃一样想要离开手术室。站住！王小强冷不丁一声暴喝，把手术室内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这几个医生没做什么坏事，可是心底竟也莫名其妙的心虚起来。李志昂浑身一颤，心理防线差点被这声暴喝击溃。你说不说？不说老子有办法让你说。李志昂不敢转身，冷汗已经遍布额头，身上也被汗水湿透。没什么好说的，没有这回事。几个医生面面相觑，就算是他们也从李志昂发抖的声音听出一些问题。难道李院长真的对袁浩海动了手脚？但这是为什么？王小强面色冷峻如万年玄冰，还敢狡辩？给老子跪下！把事情从始至终原原本本的说出来。言毕，立刻开启系统，收下这儿子。李志昂忽然浑身剧颤，转过头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扑通一声跪下，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匍匐在地嚎啕大哭。我有罪，我有罪啊！是我想害死袁浩海，是我想害死袁浩海啊！几个医生虽然隐隐猜到，但听到李志昂亲口承认，仍觉得不可思议。李院长，这是为什么？你们根本不认识啊！李院长，究竟是怎么回事？李院长，您最好能有个合理的解释，否则整个医院都会因此蒙羞。李志昂看了一眼他的同僚们，又看了一眼王小强，在王小强面前，他什么事情都不敢隐瞒，把所有的秘密全都说了出来。几个医生听到李志昂自曝的黑幕，简直耸人听闻，不由破口大骂：李志昂，你简直是医界的败类！李志昂，你身为院长，竟然做出如此丧心病狂的事来，枉我对你如此敬重，我简直是瞎了眼！李志昂，你准备吃枪子吧？几个医生愤愤不平，又觉得相当奇怪。这种秘密本该是李志昂带进棺材的，别说当着如此多人的面吐露，就算是喝醉酒说梦话，也不会泄露半个字。可是王小强一句话，竟让他把内心深处隐藏的最深、最阴暗、最龌龊的秘密原原本本的全部道出，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王小强对他的秘密没有任何兴趣，可是听他说完之后，也情不自禁恨得咬牙切齿，提住李志昂的衣领，把他从地面拎起来，狠狠道：你这种畜生，就特么的应该下地狱！用力一扔，将他砸向墙壁，发出一声咚的巨响。难怪这混蛋与我袁叔叔素不相识，却千方百计的想要他的命，原来是被这个叫朱坤的家伙威胁。王小强终于了解事情始末，朱坤为什么要杀我袁叔叔？李志昂哭丧着脸，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告诉我。行，老子亲自问问他，顺便让他把你的罪证交出来，警察讲证据，我要让这畜生挨枪子儿。可是你去哪儿找朱坤？一个医生问道。我不用找他，我让他把证据给我送过来。其中一个医生道：如此重要的证据，朱坤怎么可能主动送来？我让他送来，他就得送来。王小强狠狠道：你打电话给那个朱坤，老子有话跟他讲。李志昂赶紧拨通电话。李院长，事情办妥了。电话那头传来朱坤急不可耐的声音。喂，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袁叔叔？王小强直接问道。朱坤一脸懵逼。你是谁？我是你爸爸。王小强也不废话，直接开挂。爸爸，朱坤声音结巴了，我不知他是您的叔叔啊。别废话，说你为什么要杀我袁叔叔？我只是一时猪油蒙了心，想报复一下袁双双。朱坤带着哭腔。报复袁双双？他拒绝和我交往，我恨啊！胆子不小，
因为双双拒绝你，你就要杀了他父亲泄愤，挺厉害啊。王小强终于了解事情始末，语气森冷：你这是故意谋杀，自己报警自首吧，顺便把你收集到的李志昂犯罪的证据也交给警察，老子不想见到你个社会败类。啪，挂断电话。几个医生面面相觑，这就可以了？让他自己去自首，你就不怕他畏罪潜逃？他敢？王小强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他的话对朱坤而言就是不得不遵从的圣旨，朱坤根本不敢违逆。事情解决，王小强对躺在病床上的袁浩海道：袁叔叔，这破医院不能待了，咱们走吧。袁浩海睁开眼睛，虽然仍是虚弱，不过说话也有了生机。那咱们就走吧，你拉我一把起来，稍微有点费劲。王小强一把将袁浩海拉起来，说道：要不我背你出去？袁浩海摇摇头道：不用麻烦，我自己走。说着，这个在他们看来已经死过2回的病人，自己从病床上爬起来，向门外走去。几个医生彻底凌乱，治好国际罕见的病症，这种已经够惊世骇俗了。他没想到还有更夸张的，重症患者被治好后立刻站起来走路，这是什么鬼？第58章悬壶院。手术室外的走廊上，陈平分母女看到袁浩海自己走了出来，简直有点不敢相信的自己眼睛。爸爸！隔了好一会儿，袁双双才回过神来，扑入袁浩海的怀抱里，喜极而泣。一家人经历生离死别，此刻相拥，心里有百般滋味，幸福之感更加浓烈。小强哥哥，多谢你救了我爸爸。袁双双满怀感激地对王小强道：如果没有你，我们一家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双双，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在我心里，你们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我帮助你们是应该的。王小强救回袁浩海，他自己也很高兴。你们先回去，我去给袁叔叔抓几副中药，吃完就彻底好了。陈平分无比感激道：小强，那就麻烦你了，要钱等你回来我再给你。王小强道：车里全是你们的钱，哪需要我自己掏钱？好好休息，一切都过去了，从下一刻开始，咱们就奔向新生活。几人出了医院，袁浩海一家先行离去。王小强上车，秋霜寒立刻钻进面包车，再乖巧无比地坐在副驾。你还不回去，跟着我干嘛？你还没答应去给我爷爷治病，我可不能把你这活宝贝给丢了。秋霜寒理所当然地说道。王小强道：我如果一直不答应你，你还是不是一直要跟着我？秋霜寒点点头，认真道：晚上你睡觉，我都来你窗户趴着。王小强坏笑道：那太好了，有你这样的美女每天跟着我，真是爽歪歪。那我不能答应你给你爷爷治病。秋霜寒没想到王小强根本不按常理出牌，干脆耍起无赖来。我不管，反正你一定要去替我爷爷看病，否则一时之间又想不出威胁王小强的话，只好妥协，算我求你了。王小强压根没要拒绝秋霜寒，他只是想逗逗秋霜寒玩，哈哈笑道：我开玩笑的，等我给我替袁叔叔抓了药，就给你爷爷看病去。秋霜寒松了口气，但没有说话，他看着王小强侧脸，盯了一会儿才开口：小强，多谢你。这都还没医好呢，谢我干嘛？王小强启动车子开了出去。不是因为这个。秋霜寒叹道：从来没有人敢和我开玩笑，原来和人开玩笑是那么有趣的一件事情，你让我觉得很开心。王小强看着他，没人敢和你开玩笑，那是因为他们在乎你的身份，介意你的背景，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觉得你是一个美女。接着嘿嘿一笑，我喜欢美女。秋霜寒心中更是感动，一直以来接近他的男人总是抱有一定目的，或是为了他的权利，或是为了他的美色，或者两者兼有之。无论男人对他抱着什么目的，事实上都他并不介意，因为不管是权力还是美色，都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这天赋是他值得骄傲的地方，也是他的致命魅力。只不过让他感到恶心的是，男人们明明是抱着某种目的接近他，他们却装作很纯洁的样子，那一副虚伪的面孔实在让他感觉恶心。王小强也许比不了他的许多追求者，但王小强有他们任何人都没有的宝贵品质，那便是真诚。从王小强看自己的清澈眼神，便可以很容易看出来。泡妞就得如此，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让世界充满爱。悬壶院，燕京城最大的中医院，处于燕京城郊，占地面积极广，建筑飞檐翘角，古意盎然，兼之亭台水榭，布局精妙，另有茂林修竹，曲径通幽，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源。这儿还真不错啊。悬壶院是一家私立医院，专门为燕京城的权贵们治病，不少医生是中医世家，据说悬壶院便是华佗的后人建立的，院长华木陀是华佗的28代传人。华佗的后代？王小强翘起嘴角微微一笑，暗想，要真华佗的后代，岂不是我几十代重孙？但转念一想，这想法又不对，因为三国世界的时空与本世界的时空是平行的，换句话说，三国世界的华佗并非本世界的华佗，王小强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二人开进悬壶院泊车时，果然看到中心广场立着一尊巨大雕像，底座之上龙飞凤舞的书着4个大字神医华佗。雕像面容与王小强在三国世界见过的华佗截然不同，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王小强心中微微好奇，
是因为年久日深，本世界无法还原华佗真正容貌，还是两个世界的华佗根本不一样？是否在另一个世界还有一个我存在，但那个我没有得到系统，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没有人可以解答王小强的问题，王小强当然也不会去深究这个问题，因为就算在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个他，但关他自己屁事啊！玄湖院不愧是专为权贵提供服务的医院，停车场简直堪比一场顶级豪华车展，各种各样、各种型号、各种限量版的、铂金版的、至尊版的跑车，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王小强的面包车就像是一群高富帅聚会中突然横插一脚的乡下土鳖，显得格外扎眼。不过王小强从来不在乎这些，找准一个停车位，正准备倒进去，但还未停到一半，一辆黑色大奔突然从后面冲上来，嘎吱一声踩住刹车，在离王小强车尾蹬不到3寸的地方停住。如此精准的判断，显然是一个老司机。王小强眉角一挑，急忙踩住刹车，平白无故的冲自己擦屁股。王小强有点生气，摇下车窗对后面大喊：喂，你干什么？黑色大奔也探出一只脑袋，看起来是个青年男子，梳着大背头，戴着黑色墨镜。这儿我要停，你开别处去。王小强一愣，有没有搞错？明明是我先进来的，凭什么要我开别处去？这儿到处都是车位，你非要和我抢这个？神经病啊！大背头脸上浮现出一抹怒色，摘下墨镜，王小强差点没笑出声。这家伙眼睛实在太小，就跟2粒黄豆一样，再加上他鼻子有点大，五官看起来更不协调。我特么让你重新找一个，你特么就重新去找一个。你一个开面包车的，谁给你勇气和老子叫板？大背头满脸都是优越感。王小强有点上火，喂，豆豆眼，你他妈是不是想找事？大背头豆豆眼3个字立刻勃然大怒，他最恨人拿他眼睛说事。秃子，你说什么？一脚油门下去，砰的把王小强面包车尾灯撞爆，把邱双寒吓了一跳。王小强这下是彻底火了，这家伙故意挑事不说，还敢蛮不讲理的撞他的车。更重要的是，王小强最恨人说他是秃子。第59章分期还款。老子是头发短，不是秃。王小强怒气冲冲的下车，砰的关上车门。你特么的给老子滚下来！大背头一看，你个开面包车的还真敢和老子较劲，牛逼啊！也开门下车，还没站稳，双腿突然一软，扑通一声便跪下。王小强愕然，我这特么还没发功呢，这家伙就跪了？难道我的修为已经达到了以气势射人的程度？应该还没那么逆天吧。正当王小强胡思乱想的时候，大背头满脸惊恐错愕，颤声道：秋秋小姐，我不知道您也在车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邱家未来女掌门邱双寒竟会在一辆面包车里。如果他要是早知道邱双寒在车里，就算给他1万个胆子，他也不敢撞这面包车。可惜这世上没有如果，敢开车撞邱双寒的，他是第一个人，但这第一人可不是什么好事。熊三，你可真给邱家长脸啊！就算我没在车里，你就要随随便便开车撞人？邱双寒面色清冷，自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在内。这儿那么多停车位你不停，你非要和我们抢，究竟什么意思？熊三浑身发抖，身上冷汗已湿透衣衫，凄凄爱半天也没说出半个字。邱双寒凤眼含微，娇斥道：快说！熊三浑身一颤，不得不说，秋秋小姐您息怒，我说，您旁边的车位是叶淑仙小姐的，我对她相当爱慕，但是她却瞧不上我就想多找一点和她接触的机会，所以，原来如此。邱双寒面色稍晴，旋即冷笑：熊三，人贵有自知之明，你是什么人？他叶淑仙又是什么人？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在这燕京城，叶家和邱家齐名，他叶淑仙与我邱双寒齐名，你觉得你有这个资格追求他吗？熊三道：万一叶小姐她就喜欢我这样的，也说不定。邱双寒神情依然淡漠：熊三，你想的倒是挺美，如果叶淑仙的欣赏水平如此糟糕，就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他懒得再和熊三掰扯下去，对王小强道：小强，你看这是如何处理？王小强理所当然道：把我的小面包车撞了，当然得赔钱，这车我开得老顺手了。熊三一听，暗中松了口气，能用钱解决的事都不算是事，急忙道：兄弟，其实都是一场误会，您说赔多少钱，我一定包赔。虽然他不知道邱双寒为什么会在王小强的面包车里，不过看王小强的样子，应该没见过什么世面，再加上一辆面包的车尾灯，能值几个钱？买10辆20辆面包车送给他，保证让这土鳖感恩戴德。撞了我的车尾灯，我看也不用赔得太多，1个亿就差不多了。王小强挠挠脑袋，1个亿似乎成了他的起步价。不只是熊三，连邱双寒都有些惊讶，这家伙开口闭口就是1个亿，难道他对1个亿真没什么概念？老实说，王小强确实没啥概念，一次穿越就是10个亿，任谁来多穿越几次，对1级单位都得免疫。熊三眼珠子都快瞪出眼眶了，伸出1根指头，满脸不可思议道：1个亿，兄弟只是撞掉了一个车尾灯而已，1个亿可以直接办一个专门做车尾灯的工厂了，还是能远销国外的那种。王小强理所当然道：没错呀，
我这车尾灯就值1个亿，我老喜欢我这小面包车了。你撞掉他的车尾灯，相当于打瞎了他的眼睛，你都不知道他多痛苦。你想一想，有一天你高高兴兴走在路上唱着歌，突然之间有人冲过来打爆了你眼睛，你委屈不委屈？你痛苦不痛苦？你心酸不心酸？肉体的伤痛可以淡忘，可是精神上的痛苦无法磨灭啊！我的小面包车现在就是这样的心情，你能理解吗？王小强说的一本正经，而且有理有据。熊三敢说他不能理解吗？他不能，所以他只能点头。能理解就对了，是不是觉得赔1个亿是不是赚到了？王小强认认真真的问道。熊三点头，但又立刻摇头，他差点被王小强绕进去，苦着脸道：兄弟，要不我买一辆新车赔给你吧，买10辆20辆都行。那怎么能行？王小强摇头，这小面包车是我喜欢的小面包车，其他车虽然也是小面包车，可是不是我喜欢的小面包车，因为我喜欢这小面包车，它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它就和其他的小面包车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小面包车，连车尾灯都是。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我喜欢，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无价之宝，无价之宝让你赔1个亿，其实你是赚到了。好像是这个道理，熊三彻底被王小强顺口溜一样的话给绕晕，可是1个亿也未免太夸张，他实在拿不出来啊。王小强似乎看出他心中所想，十分理解道：我知道你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不过没关系，我这儿呢是支持分期付款的，我也不收你利息，给你5年期限，每年2000万，每月才还160多万，很快就还清了。你等等，我去找纸和笔，立个字据。熊三满脸懵逼，竟忽然生出一种啼笑皆非之感。他在这燕京城虽然比不上湛蓝等大佬，但也算是有数的狠人，在上层社会混得风生水起，可是现在撞坏一辆面包车的车尾灯，被一个年轻人索赔1个亿，说出去恐怕都没人会相信。王小强很快找来纸和笔，趴在引擎盖上写了一个简单字据。当他把至尊黑金卡拿出来核对账号时，又把熊三惊了一跳。这货至尊黑金卡都有，开个面包车是故意碰瓷装逼的吗？他面色发苦，比死了亲爹还要难看，真怀疑这家伙是不是专门靠这个发家致富。而且这1个亿他不得不赔，想赖都赖不掉，因为邱家未来女掌门站在这里做见证人，这就意味着邱家也插了一脚。如果他想抵赖，首先得考虑邱家的颜面，无视邱家的颜面，产生的后果就不是赔钱那么简单了。熊三在字据上签了字，暗想今天自己是倒了血霉，竟踢上这么一块钛合金，车位当然还得乖乖让出来。他开着大奔灰溜溜的逃了。王小强高高兴兴的把收据叠好，放在裤兜里，想想以后每月都有100多万入账，感觉还是蛮爽的，就像有人给我发工资一样。邱双寒很有趣的盯着他，你连至尊黑金卡都有，不像是缺钱花的人，可是为什么对钱那么感兴趣？王小强叹了一口，苦着脸道：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我养着一个败家娘们，花钱不是如流水，简直是在泄洪，我现在就是个穷逼，急需用钱啊。败家娘们当然是指小怪，以前他觉得100亿很多，现在才知道连9牛1毛都算不上，再穿越几次他就会变成彻彻底底的穷鬼，所以要赶快赚钱才行。1个亿虽然不多，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绝不能放过的，再来几个像熊三这样的冤大头，他便又可以攒够一次穿越万界的费用。但燕京城哪有那么多冤大头？王小强心想。可是事实上，燕京城内的冤大头比他想象的还要多，这些冤大头们为王小强伟大的成神之路做出了难以磨灭巨大贡献。那些豪门二代、王孙贵族前赴后继，绵绵不绝地招惹王小强，为他送来一笔笔充满温暖和关怀的穿越基金，帮助他一步步走上神坛。直到王小强成为地球主宰后，每每回忆起来，仍感动得想哭。当然，此事后话暂且不提。二人停好车，王小强写了一副方子去药房抓药。邱双寒道：我去找华院长，请他到我家和你一起为我爷爷会证，等会你抓完药，咱们就在这会合。王小强点头同意，拿着药方就去抓药。第60章卖药方。柜台上那伙计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问道：小兄弟，这药方应该不是我院医生抓开的吧？因为没有我院医师的印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伙计没有说出来，那便是这字太错，玄湖院没一个医师的字会这么错，是我自己开的。王小强如实相告，并非只有贵院的医师开具的药方才能抓药吧？伙计笑道：当然不是，我也略懂医术，看你这方子有点古怪，所以问问他接过方子，并没有立刻去抓药，又问了一遍。小兄弟，恕我多嘴，我想问问这方子是治什么病症的？毕竟是要3分毒，况且又是外面人过来抓药，要是吃出问题，我们可是要担责任的。王小强知他是本着负责的态度，但袁浩海的病他能医，却不知道是什么，只好挠挠脑袋，那病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我这方子肯定没问题就行了，你给我开出来吧。伙计略微一愣，连你自己也不知道？小兄弟，那你怎能行医治病？我看你年纪轻轻，入行时间应该不长，恕我冒昧，请问你有从医资格证吗？
或者医学院的结业证书可以给我看看，否则我实在不敢给你抓药。若是吃坏了患者，我这罪过就大了。王小强哪来的从医资格证，更没有医学院的结业证书。他双手一摊，算了，你这抓药太麻烦了，我不在你这里抓了，方子还我吧。伙计有点固执，不行，我们学医是治病救人，患者为大，你这方子来历不明，古古怪怪，不管是否在我这里抓药，都得对病患负责。当然，我并没有为难你的意思，医者仁心，我相信你也一定懂这个道理。你可否稍后片刻，我让师傅验验你的方子，如果没有问题，我立刻给你抓药，你看如何？王小强心知这才真正医者该有的责任心，不管患者是谁，是否与自己有关系，只要是病患就不容大意。他不由肃然起敬，就听你安排吧。伙计拿着方子转入内室，没过多久，伙计带着一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医生，他拿着方子，神色隐隐有些激动，问道：小兄弟，这方子是你开的吗？王小强点点头，老先生，这方子有问题。老医生道：方子没问题，我猜应该治疗一种罕见病的方子吧。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老医生一眼便看出这方子的功效，显然医学造诣相当深厚。正是，只是我也不知道那病症叫什么，反正我这方子是治病的就对了。王小强说道：老先生，没问题，就替我抓药吧，我等着用呢。老医生把方子交给伙计，你去抓药吧。转头对王小强道：小伙子，可否借一步说话？王小强点点头。老医生把他引入一间小屋内，屋内古色古香，装潢简单，墙壁上挂着一幅水墨画，铜炉中点着龙涎香，青烟袅袅，沁人心脾。老医生招呼王小强坐下，开始把玩茶盘，还没请教小兄弟的尊姓大名。我叫王小强，老医生你呢？我叫李国雄，李时珍第18代孙。李国雄报上自己姓名，本以为王小强会露出一些惊喜意外的神色，因为他李国雄的大名在燕京城也是响当当的，特别是在中医界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小强既然是学医的，就应该听说过他的名号。然而他哪知道王小强是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哪知道李国雄王国雄的，听了没有半点反应，只是平平淡淡哦了一声。面对王小强反应，李国雄手里拎着的茶壶差点落到地上，场面一度有些尴尬。他满脸黑线，心中觉得不可思议，这燕京城还有不知道他李国雄的中医，实在有点奇怪。嗨嗨，李国雄干咳一声，把他的尴尬表情掩饰过去。小王小强兄弟应该没有从医多久吧？王小强点点头，是没多久。他从三国穿越回来，这才几天时间，满打满算最多1周。而李国雄却以为他说的没多久是几年时间，目光中露出赞赏。行医几年，能写出这样的方子，实是天才。不知王小兄弟是从哪个医学院毕业的？王小强还没摸清李国雄的用意，不过他这旁敲侧击让觉得不太舒服，所以直接道：我没上过医学院，我大学都没念过，我的医术是跟我一个亲戚学的。这句话他不算撒谎，华佗是他儿子，这亲戚够不够亲？原来如此，那么李国雄还想问点什么，但王小强已失去耐心，开门见山道：李医生，你要说什么就直接问吧，不用拐弯抹角的。我对你印象不错，只不过再这样下去就快变得讨厌了。李国雄一愣，没想到王小强如此直截了当，老脸一红，颇有几分不好意思道：和那些老油子打交道太多，有时候说话捋不直舌头了，小强兄弟不要介意。既然大家都是爽快人，那我就直话直说了，我想把你这副药方买下来，做成专利药。买我的药方？王小强倒是没想到，原来李国雄是为了这个。不错，其实我研究那种病也有很多年了，可是一直没有阶段性的突破。你的药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李国雄眼神发亮，所以我想把这药方买下来，申请专利，然后批量生产，造福更多的病患。原来如此。王小强点点头，不解道：你都已经看过我的药方，直接抄一份拿去用就可以了，何必还要来过问我？李国雄急忙摇头，正色道：我李国雄岂是那样的无耻之徒？剽窃抄袭那等无耻之事，我是万万做不出来的。王小强对他肃然起敬，认真道：既然老先生是为了拿去造福更多的人，我就把这方子送给你吧。李国雄道：这怎么行？这是你的心血结晶，而且你不知道，你的药方要是在医学界公布，将会引起极大的轰动，那是医学界无上的荣光，怎能拱手让人？荣光不荣光的，王小强根本无所谓，反正他也不是学医的人，只是王小强虽然只是一介吊丝，但也有着一颗人侠之心。既然这东西能造福于民，在自己手里不过是一张废纸，抓完药后就只能进垃圾桶，为什么不能让它发挥更大光和热呢？他挠挠脑袋，李医生，老实说，这东西确实没耗费我什么心血。如果我要写，每天都可以写个10张8张出来。我看你人不错，送给你算是交一个朋友。李国雄心中暗想，这年轻人虽然不错，不过有点爱吹牛，这种绝顶药方怎么可能每天写个10个8个的？肯定是绞尽脑汁研究出来的。如此一想，更不能白拿，相当诚恳地说道：如果你要真送我，我反而不能拿了。小强兄弟，我是真是想买，你出个价吧。
王小强想了想，这老头也够固执的，不过挺有原则，很对他的胃口，那就随便表示一下。那你出10块钱吧，我卖给你。第61章迷路了。李国雄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道：“10块钱？小强兄弟，你在开玩笑吗？”王小强很认真道：“我没开玩笑，意思一下就得了，10块钱算是我卖给你了，你也拿得心安理得。”李国雄道：“老弟啊，你还没意识到你手里握着的方子究竟有多珍贵，10块钱简直太折辱这方子了。这么着，我出1个亿买了。”王小强有点无语，平时都是他开口问人要1个亿，现在反而倒好，有人主动给1个亿。闲少的话，我再算你一份技术入股，占股30%，你看怎么样？你不同意，方子我不也不要了，反正你就是不能白送给我。王小强彻底无语，这老头还真是固执的可爱。要不你给我100块，我卖给你。不行，折辱了方子，我现在感觉1个亿都太少，我出2个亿，卖给我。李国雄手底下有好几个药厂，也是财大气粗。10万块，我真不能再加价了。3个亿，不卖拉倒，反正我不白要。得，100万，这方子就值这钱，100万不算是白拿了吧？王小强确实想让自己的方子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救治更多的病人。100万太少了，算了，我也不争了。你我各退一步，1个亿我拿走，行了吧？李国雄把方子压在茶盏下，就当这桩生意谈拢了。小强老弟，我和人做了这么多回生意，唯有这桩最奇怪，旁人是变着花样想拿更多，而你却巴不得白送给我，你这人当真奇怪。王小强苦笑，如果这方子真那么珍贵，别人肯定巴不得我白送，你却一个劲儿的加价，难道你不奇怪？两个古怪的人相视一笑，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起来，话题渐渐转移到中医上。李国雄乃是医道高手，他心想王小强再怎么厉害，毕竟年轻，医学见识上可能不如他，抱着几分提点的意思与王小强交流。可是随着交流深入，李国雄这才发现王小强的中医知识简直浩瀚如海，深不可测。有那么一会儿，他甚至在怀疑王小强是不是活了几百年的老妖怪，否则怎么连古代一些早已失传的医学典籍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华佗名著《青囊书》，王小强更如数家珍，说得头头是道。李国雄看过《青囊书》残卷，再加上他本身的专业素养，他可以完全肯定王小强绝对不是胡编乱造。王小强肯定是看过原本的《青囊书》，要知道那可是神医华佗一生心血，是每个中医欲观之而后快的绝顶瑰宝。二人说着说着，身份就发生了反转，李国雄由惊转喜，由喜转敬。他本想指点王小强，现在却成了王小强指点他自己。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相谈甚欢的二人而言，倒是不觉得外面伙计已经催了好几次。他百无聊赖之下，把王小强的药顺便给煎好了。又过了半个钟头，王小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这待得太久了，邱双寒可能已经在外面等他，便起身告辞。李国雄虽然想揪住这个活宝贝不放，但也心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道理，先打好关系，以后可以慢慢交流。是以春光满面的亲自将他送到门外，外面一干伙计眼睛有点发直，简直感觉活见鬼。在这玄湖院，院长虽然是华木陀，不过要论资历背景，李国雄则要更胜一筹。就算是燕京城来的大官员，他李国雄都不会买账，给他们看完病就让他们走，根本不会多说半句废话。现在竟亲自送走这年轻人，而且看他那神态，甚至有几分恭敬，如此场景怎能不叫伙计们震惊？李医生，留步吧。王小强手里提着药罐子，看你这样子，像是要把我送回家呀。李国雄醒悟过来，刚才他又问了几个医学上的难点，所以没注意多走了几步，经王小强提醒，不由有几分尴尬。小强老弟，钱很快就会汇入你的账户，今日与君一谈，获益匪浅，改日必定亲自登门造访。李医生，不用客气的，反正我也没事，你要来找我，我随时欢迎。哈哈，那就太好不过了。小强老弟，你往这条路出去，穿过一片竹林左转，再右转就能到停车场了。王小强这才发现自己出来走的不是进去时的一条路，显然是李国雄为了和他多交谈一会儿，故意为之。他有点哭笑不得，李国雄为了在他这儿多学一点青囊书，还真是蛮拼。不过王小强对李国雄的印象相当不错，虽然年纪比自己大，不过他却没有倚老卖老的恶习，反而在发现王小强中医知识比他还丰富后，表现得相当谦虚，虚心求教。单凭这一点，他便觉得李国雄是值得尊重的。改天吧，青囊书写出来送给他得了。王小强边走边想，不对，万一他又要给我钱怎么办？虽然我现在确实很缺钱，不过这可不是我想要的钱。算了，还是慢慢交给他吧，就当打发时间。就在王小强离开之后，李国雄回到办公室，立刻叫来秘书，安排各种相关事宜。在拟股权书时，越来越觉得自己花1个亿买走了王小强的药方实在太划算了，于是在电脑上把本该给王小强的50%股份改成了80%，使王小强成为灵石药业集团旗下子公司稳健制药最大的股东。此时的王小强还不知道自己脑袋上忽然多了一个 CEO 的头衔。他在竹林中转来转去，
然后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现实，自己迷路了。第62章火场救人。卧槽，这都可以迷路！王小强实在没想到玄狐院大的有点不可思议，摸出手机想给邱双寒打电话，让他过来接自己，但发现手机已没电。外面竹海如涛，一阵风过，玛撒作响，别有一番景致。王小强反而不急了，索性顺着石板小路往前走，看能走到哪里。转了一个弯，前面豁然开朗，出现一栋小竹屋，房顶冒着青烟，隐隐约约有药香味传来。这儿肯定有人，我去问问。王小强穿过一座小桥，小桥之旁立着一座水车，水车滋滋呀呀地转动，把那清澈见底的溪水传向小屋。喂，有人没有？王小强来到屋前，大声问道。屋内静悄悄一片，没有回应。喂，有没有人？屋内还是一片宁静。看来没人。王小强嘟囔一句，没人还点着火，也不怕燃起来。正准备转身离开，忽然之间看到竹屋中腾起火焰，王小强一惊，卧槽，我没那么乌鸦嘴吧？这竹屋当然极易点燃，再加上封住火势，火光蔓延，瞬间把竹屋吞噬。而就在此时，木屋中传来一声极其微弱的救命之声，若非王小强内功深厚，耳力过人，肯定绝难在这烽火交明的环境下听到这声救命。王小强心中一凛，毫不犹豫纵身往小溪中一跳，浸透全身，也不见如何做事，人已如一只鹞子一般飞身而起，化作一道迅雷闪电冲进火海之中。喂，谁在喊救命？屋内早就浓烟滚滚，热气逼人，饶是内功深厚，也有些难以抵挡这热量，他目前还没到水火不侵的程度。救命！这声音更加微弱，连王小强都无法抵挡，更遑论一个普通人。这一声救命之后，声息立刻断绝。好在王小强判断出了方向，大步赶过去，只见火海之中躺着一个女子，早已晕厥，人泡在一只盛满水的大木桶里，想来也正因泡在水里，所以在这大火之中还没被烧死，也算是福大命大。王小强一掌劈开火焰，冲了进去，伸手探入水中，木桶中的水都快要煮沸。王小强指尖与她肌肤相触，立刻感觉这女子皮肤紧致充满弹性，显然是经常运动的结果。刻不容缓，王小强把自己的衣服撕下，盖在她身上，将她横抱起来就往外冲。此时这女子意识已然模糊，不过仍有一丝清明，无比虚弱道：还有人。王小强一听，瞬间有点懵逼，这特么泡澡是组团来的？眼看着火势越来越猛，如果出去再进来，里面的人肯定都烧成焦炭了。他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不过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吧。急忙问道：人在哪儿？有多少人？那女子昏昏沉沉，但似乎也有一定根底，强振精神道：还有一个就在隔壁。说完彻彻底底晕了过去。王小强一看，这他妈都烧成一片了，哪他妈还有什么隔壁？也顾不了那么多，凭着感觉乱找。好在他运气不错，一脚踹翻一面火墙后，看到另外一只大木桶泡着个女子。他把先救下的女子往肩上一扛，然后把那另外一名女子也捞起来，将两个妙龄女郎美女扛在肩膀上，撒腿就往外冲，简直将体内潜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甚至有那么一瞬间，他都感觉自己快突破音速了。轰！王小强刚刚冲出，整栋木屋顿时倒塌，再晚半秒钟，他自己的命恐怕也得搭上。擦，好险！王小强长长松了一口气，满脸贼笑。你这俩小妞要不是运气好遇上老子，否则美人要变枯骨。急火攻心，呼吸不畅，这得做人工呼吸啊。这倒不是王小强想占两个女郎的便宜，急火攻心确实非常危险。二位美女啊，我这是给你们做人工呼吸，绝对不是趁机占你们便宜。我王小强指天发誓，我绝不是那种人。王小强一本正经的指天发誓，只不过鬼才会信他的话。咦，我他妈怎么流口水了？卧槽，鼻血怎么也出来了？肯定是我急火攻心，把鼻血给攻出来了。二位美女，你们自己看看，为了救你们，我付出了血的代价。算了，我这人向来古道热肠，充满侠义，既然都付出血的代价了，也不在乎牺牲肉体了。王小强一副大义凛然的神色，我可以保证绝对是人工呼吸。说着俯下身子，捏着鹤发美女的鼻子，贴上她的红唇吹了吹气。没行。王小强有点为难的挠挠脑袋，看来还是得输内力才行啊。小乖在他脑中酸溜溜的说道：早输内力就能救过来，你干嘛要做人工呼吸？王小强带着腼腆的笑容，厚颜无耻的回答：是个男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人工呼吸啊。输入一道内力后，王小强化解了鹤发女郎体内的火毒，不过他仍然没醒来，只是呼吸渐渐平稳放缓，证明已在好转。王小强不去管他，开始抢救另外一个女子。不过当他看清这女子的面容时，当即惊了一跳，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之前在他自己别墅中遇到的暴力女警舒笑望。第63章玄狐院长花木陀。我去，够巧的。王小强十分无语，难怪摸起来相当有弹性，原来是这女暴龙，那就很好解释了。看着她嫣红的嘴唇，王小强坏笑：舒警官，我这是为了抢救你，不算调戏吧？小乖在他脑中道：大色魔，
明明可以直接输入内力的。王小强道：小孩子懂什么？不准备再说话。王小强不管小乖，捏着舒孝旺的鼻子凑下去，四唇相贴，一口气还没吹进去，陡然发现舒孝旺已经睁开了眼睛。我去！王小强一时忘了起身，就这样趴在了舒孝旺身上。他忘了这家伙也是个高手，虽然远不如他，不过自身内力也可以化解火毒，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王小强，舒孝旺的声音简直可以撕裂时空。你敢吃老娘豆腐？抬起拳头一拳轰出，砰轰！王小强有点做贼心虚，一拳没闪过，舒孝旺的拳头立刻轰上王小强的胸膛，咔嚓！只听一声清脆的骨折声，断了。舒孝旺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手腕。王小强点点头，没错，你的手断了。舒孝旺用力过猛，被王小强的护体真气反伤，将手腕震得脱臼。王小强，舒孝旺气得要死，每次遇见这家伙总没有好事。他咬牙忍着痛，一跃而起，要和王小强拼命。这才发现身上凉飕飕的，王小强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在他身上扫来扫去，他更是羞怒交加，急忙跳进溪水里，杏眼圆瞪：王小强，你不准看，再看我把你眼睛挖了！切！女暴龙，你以为你很好看？王小强虽然这么说，不过眼睛却没从他身上挪开过。你这女暴龙真不识好歹，我救了你的命，你还要揍我？早知道是你，老子就不该管你，让你被烧成黑屁股焦炭！不准再说了！舒孝旺一想到自己被这家伙看得精光，一张俏脸就涨得通红。但如果不是王小强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火海救出自己，自己恐怕真如他所说，成了一堆焦炭。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如果下次你再栽到我手里，我不会放过你。王小强坦然承受。舒警官，你是不是暗恋我啊？把我调查得那么清楚。舒孝旺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更是气得够呛，一口气没接上，差点又晕死过去。这时火光已惊动玄狐院众人，消防车开进竹林。王小强抄起岸上的鹤发美女，对舒孝旺道，接着不由分说往溪水中一扔。躲进水车后，却看到王小强在脱衣服裤子。舒孝旺大惊失色，你想做什么？快把裤子穿上，别忘了我是警察。王小强提起裤子道，那行吧，等会来人了，就让他们参观2个美女沐浴，我在这立个牌子收点门票。舒孝旺立刻慌了，急忙道，快把裤子脱了给我。王小强无赖道，舒警官，让我穿裤子的是你，让我脱裤子的也是你，你这让我很难做呀。舒孝旺现在哪还顾得了这么多，被王小强这混蛋看个精光，他已经羞愤欲死，如果再被其他人看到，他哪还有脸活下去？况且他旁边的这个小妞身份更是非同小可，万一被哪个好色之徒拍个相片流传出去，那是要在燕京城引起轩然大波的。王小强，别墨迹了！舒孝旺实在恨得牙根痒痒，每次他都栽在王小强手里，实在让他有点自尊受挫。快来人了！王小强慢慢吞吞地脱下裤子，舒警官，我里面可是什么都没穿，但为了维护2位美女的脸面，我可是连脸都不要了，这份恩情你们可得记住。舒孝旺听他一说，急忙把脸扭到一边，催促道，好了没？王小强把衣服裤子扔进溪水里，赶紧穿上吧，有人来了，我要先撤了，否则会被人当成暴露狂的。舒孝旺抬眼一瞧，王小强只剩下一条4角底裤，尖叫一声，急忙闭上眼睛。王小强厚颜无耻的一笑，舒警官，我这身子被你看了，我就是你人了，以后你可要对我负责。身形一晃，施展绝顶轻功，像是一阵清风，消失在竹林之中。舒孝旺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个混蛋虽然混蛋，可是似乎又没那么混蛋，否则不可能冒着性命危险冲进火海救陌生人，更不可能不顾脸面把衣服裤子脱下来给2人遮羞。一时之间，舒孝旺心中五味陈杂，不知该用怎样的情绪去看王小强。王小强当然不知道此刻舒孝旺的心情，他施展绝顶轻功在竹林中穿行，一缕缕清风从他身上穿过，舒服的他直哆嗦。这种羞涩中交杂一点兴奋，兴奋中又有一些羞耻，羞耻里还有少许期待，期待还掺杂着丁点罪恶感，这种感觉实在刺激无比。不过爽归爽，王小强还是有理智的，得赶紧找衣服穿上，要不然他就是真正的变态神经病了。他根据救火人员的方向判断出竹林出口，在一栋病房内偷了一套病服，穿上之后又回到火场。火势已经被控制，舒孝旺2人已被救走，王小强放心下来，出去找邱双寒。邱双寒已在停车场等了许久，见王小强穿着病服走了出来，当时有点懵逼，小强，你这是？王小强挠了挠脑袋，暗想这还真不好解释，所以他干脆不解释，胡诌道，这病服穿着挺舒服，所以我弄了一套。邱双寒是个聪明人，当然一听便知王小强是在胡说八道，不过他既然不肯吐露实情，邱双寒当然不会去深究，对王小强道，这位是玄狐院的华木陀院长。华院长，他便是我给你提起的王小强。华木陀是个3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戴着金丝边眼镜，镜片下双目金光电闪，显然有着一定修为。
他的相貌也颇为英俊，脸上有着淡淡的傲色，似乎对王小强持到相当不满。他当然很不满，他世家出身，年少多金，年纪轻轻便跻身于国内一流的中医大师行列。他这样的人物，却在停车场苦等王小强半个多钟头。如果王小强是个前辈大能，华木驼当然也不会说什么。可是王小强看起来比他还要年轻，而且竟穿着病服，这样的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和邱双寒所说治好罕见病症的中医高手联系在一起。若不是看在邱双寒的面子上，他早就拂袖而去了。王小强伸出手，友善道：“你好。”华木驼并没有伸手相握的意思，他扶了扶眼镜，冷冷淡淡扫过他：“邱小姐，我晚上还有事，现在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咱们走吧。”王小强也不废话，根本不把华木驼的无事当一回事，打开面包车门跳上去，对邱双寒道：“上车。”邱双寒也坐了上去。华木驼眉头微微一皱，面上几分嫌弃，但同时又有些惊讶道：“邱小姐，你是坐这车来的？”邱双寒点点头，他看出华木驼不太想上面包车，自然不会勉强。华院长，你开自己车吧，我就乘小强的车走。华木驼闻言更是有些吃惊，邱双寒何等身份，竟然心甘情愿地坐上一辆面包车？难道这小子真有几分本事？不过他以先入为主，对王小强的印象极差，暗想也许这小子是有什么偏方，侥幸治好了那病，唬住了邱小姐。不过想糊弄我可没那么容易，心中继续冷笑，这小子胆子也够大的，竟敢骗到邱家的脑袋上去。哼，这些江湖骗子坏我中医声誉，等会去到邱家，就当着邱小姐的面揭穿这个骗子。第64章邱翁。王小强终于见到这个传说中的巨无霸家族。邱家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早在100年之前便已经是华夏顶尖豪门，其先辈更是为开创华夏国立下不朽功勋，在华夏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时至今日也是人们津津乐道、敬仰缅怀的传奇。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邱家子孙活跃在华夏的商界政界，这一届的家主邱月山威名显赫，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更是将邱家的声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巅峰，不论是在黑道白道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邱家黑白通吃，地位特殊，逐渐演变成黑白两道共同的话事人，而邱月山也尽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维持着各个势力之间的均衡。是以凡是在燕京成魂的，不管黑道白道，都尊称邱月山一声邱翁，以示邱月山在燕京城的崇高地位。整个邱家的建筑群落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气象森严。王小强的面包车停下的时候，门口的那群黑色西服的保镖差点掏出家伙。邱家的大门口停面包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事不平常必有妖，保镖们严阵以待的围拢过来，却吓得差点一头栽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因为他们看到邱家大小姐正乖乖巧巧地坐在副驾驶上。堂堂邱大小姐竟然坐着一辆面包车回家，这是什么鬼？愣着干嘛？快开门！邱双寒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但自己今天确确实实在王小强的面包车上坐了一整天。不过他感觉很好，王小强开车技术相当高明，一路过来甚至没有多少颠簸，比家里的老司机还稳。保镖们赶紧开门，邱家的停车场第一次停入一辆面包车。王小强下车，保镖们疑惑的眼神又飘了过来，这家伙怎么还穿着病服？大小姐把这病秧子带回邱家干嘛？这究竟是什么情况？保镖们对视一眼，互相心领神会。这家伙虽然是大小姐带来的，不过终究来路不明，得盯紧一点才是。你家挺大呀。王小强并没有在乎保镖们的眼光，目光四处转悠，比我那儿可大多了。邱双寒有几分自豪道：“邱家的庄园是燕京城最大的家族庄园，风景不错的，有空我带你去转转。不过先得去给我爷爷看病。”王小强道：“我来就是替你爷爷看病的，看完病我还得把药给我袁叔叔送回去，药铺那小子多事，给我煎好了，等我送回去恐怕都凉了，凉了不好喝。”邱双寒无语，他还以为王小强会说凉了没药性，哪知他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竟说不好喝，笑道：“中药都不好喝，太苦了。”说着吐了吐舌头，做了一个喝中药的表情，实在憨态可掬，与他那冰山形象对比，成了独特的反差萌，看得王小强呆了呆。保镖们惊讶的说不出话来，邱家大小姐，人送外号冰山女神，竟然在这小子面前卖萌。我乐个大去，这是究竟是特么的是什么情况？什么鬼？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王小强笑道：“不过我的中药在治病的前提下，还要保证口味。”邱双寒歪着脑袋看着王小强，打趣道：“我倒是第一次听说中药还要保证口味的，不信你可以试试。”王小强打开药罐的盖子，果真飘出浓郁清香，一点也不像是中药，反而像是熬制的大补汤，保证一点不苦。哪有随便吃药的？邱双寒没好气的道：“对了，华院长怎么还没来？他不是跟在我们后面吗？”不知道。王小强盖上盖子，对邱双寒道：“要不你叫人把药给我袁叔叔送过去吧，顺便告诉他们我在你这儿，免得他们担心。”邱双寒点头应允，立刻让人去办。直到这时，华木驼的车才开上山。
原来王小强的车开得极快，华木陀根本跟不上他，早就被他甩得连车尾灯也看不到。也许这世上是真有气场不合这种事，王小强无心之举，在华木陀看来便是有意为之。他下车重重关门，差点把车窗玻璃都给震碎，面色难看至极，心中暗想：一辆破面包车开得比我的保时捷还快，是想在邱小姐面前出风头吗？哼，等会我便当着邱翁的面揭穿你的把戏，看你如何自处。王小强心中不解，这家伙怎么一见自己就没一个好脸色，就像自己欠了他几个亿没还一般，当真奇怪。不过他也懒得去深究，看不惯他王小强的多了去了，他华木陀算老几？他那一副看不惯王小强却又干不掉王小强的样子，在王小强看来实在有趣至极。二人在邱双寒的指引下进入山庄，山庄守卫相当森严，倒不是担心山庄中有人敢来闹事，燕京城内敢跑到邱家来闹事，先得估量自己有多少脑袋可以砍。守卫森严只是为了彰显大家族的底蕴。邱月山的房间在山庄最高点，家主就该有家主君临天下的威仪。就算有邱双寒带路，王小强和华木陀也经历了重重盘查才被放行。王小强越发期待，这在江湖中犹如传奇一般的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终于，王小强见到了邱月山，他正闲坐在花月，背对着众人，抬头望着月亮。即便是坐着，王小强也能看出他的身形相当高大魁梧，他的背影宽阔，给人一种稳重如山的感觉。他没有转过身，但隐隐透露出的强大压迫感让三人不由停下脚步。邱双寒轻轻唤了一声：“爷爷，双儿来了。”邱月山听到这声呼喊，转过身来，他头发颇长，犹如满头银霜，脸上长着一把络腮胡子，看起来极具上位者的威严。他鼻梁挺直，宛若刀削，双目更是湛然若神，犀利如笋。因为他不认识王小强，所以第一眼首先扫过这个陌生人。王小强与他目光一触，心中微微一凛，不由暗赞：好厉害的目光，竟差点连我也心神失守。然而邱月山更是震撼，敢与他坦然对视的年轻人几乎没有，王小强是第一个。惊骇之色还未流露，便已消失。邱月山脸上浮现出一抹慈爱笑容：双寒来了，正好过来陪爷爷喝酒赏月。邱双寒走过去，埋怨道：不是不让你喝酒吗？对身体不好。邱月山笑道：不喝才不好，老头子，我就这点兴趣，你把这也给剥夺了，我还不如自己躺进棺材去。邱双寒眉头一皱，娇嗔道：爷爷不许胡说八道，今天我找了一个中医高手来，和华院长一起为您再诊断诊断，他是王小强。邱月山目光再一次落到王小强身上，看他穿着病服，不由有些疑惑，但也没开口询问，只是道：小伙子，你相当不错。第65章，我又不是医生。相当不错这个评价当然是指能与他坦然对视这件事。华木陀眉头大皱，心中更是愤愤。要知道邱月山的地位超然，能被他评价相当不错已是极高的赞誉，出门就能吹一辈子。他给邱月山看病多次，邱月山从未置评可否，然而王小强与他一见面便得到了相当不错的肯定。但这4个字的肯定是从何而来？他怎么一见面就看出王小强相当不错了？华木陀根本一头雾水。多谢邱爷爷夸奖。王小强既没有谦虚，也没有觉得有多值得骄傲，只是把邱月山当做一个普通老头，夸奖了他一句。被人夸奖，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高兴的事情。他们都说我不错的。邱爷爷。邱月山愕然片刻，旋即一笑：除了寒霜，我从没听人叫我做爷爷了。王小强笑道：你年纪大，大到做爷爷的年纪，当然得叫你爷爷了。难不成我叫你邱老头、邱老汉？这未免也太不礼貌了。心中暗想：你可就知足吧，老兄弟，如果不是看在你这漂亮孙女的份上，老子能让你叫我做爷爷？放肆！华木陀不能忍了，这小子分明就是看邱翁对他印象不错，恃宠而骄，扬眉怒道：燕京城除了邱家子嗣，人人都尊称邱家主为邱翁，你这乡下来的家伙凭什么搞特殊？哪儿来的优越感？王小强实在无语。喂，四眼哥，我们之前没见过吧？我也没得罪过你吧？自打咱们一见面，你就横看我不顺眼，竖看我不顺眼，我要怎么称呼他，是我自己的事，关你屁事。他要是不喜欢我这样称呼他，他自己会提出来。你在这儿鬼吼鬼叫做什么？难道你能代表他？华木陀直接被王小强一句话堵死，他哪敢说自己敢代表邱月山，这不是找死吗？大袖一拂，直接摊牌，对邱双寒道：邱小姐，恕我直言，虽然你说过他治好了一种罕见病，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真是医生。当然不是怀疑邱小姐慧眼有爱，只是这年头骗子伪装的太巧妙，不易让人分辨，说不定您说的治好罕见病的一幕都有可能是骗子们的把戏。是，我承认我看他不顺眼，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骗子。我华夏中医传承千年，博大精深，近年来却因骗子横行，搞得声名狼藉。我出身中医世家，当然容不得有人损毁中医名声，还望邱翁和邱小姐见谅。华木陀道出原因，众人闻言也相当理解。各行各业均是如此，有人苦心经营，树立口碑，有人蝇营狗苟，抹黑天辱，但大多情况下，
总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特别是医药行业，关乎性命，经常有新闻报道，有着打着中医专家的幌子，到处讲课洗脑，老人生病不去医院，买了大包小包假药补品回来吃，结果白花钱不说，还搭上性命。华木陀身为真正的医者，每每看到这些报道，便对这些骗子深恶痛绝。他心中笃定王小强就是一个江湖骗子，当然没有好脸色给他看。原来如此，王小强点点头，终于明白华木陀为何对有看法了。我不算是真正的医生。华木陀一听，立刻炸锅了。邱小姐，你看，他自己都承认了，因为我没有什么行医资格证。王小强不慌不忙继续说道，不过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也可以治病救人。你的出发点是好的，所以我不怪你，因为我也最恨医药骗子。在王小强没有穿越之前，他的舅舅就是因信了医药骗子的话，有病不去医院，最后耽误最佳治疗时期，因病去世。哼，贼喊捉贼。华木陀已经先入为主，根本不相信王小强的任何话。王小强无所谓的耸耸肩膀，爱信不信。邱双寒解围道，华院长，我相信小强，如果你不相信他，我也没办法。但你可以这么想，我邱家是什么地方？他真敢骗到我邱家头上，是嫌自己命太长吗？所谓事实胜于雄辩，我爷爷就在这儿，他有没有真本事，你身为中医专家，等会一看便知。如果他真是个江湖骗子，我敢保证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华木陀没有说话，心中觉得是有几分道理，可是又觉得很不服气，暗想这可说不定，总有不怕死的，比如像这家伙。转念一想，反正等会要给邱恩会诊，是真是假，立见分晓。邱月山一直没有说话，邱双寒是他钦定的继承者，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那还有什么资格继承他的大位，执掌这巨无霸一般的家业？他继续喝着小酒，赏着月，完全把这一幕当作一出闹剧来看。他想看看等会华木陀该怎么收场。没错，是华木陀如何收场，因为他压根不信王小强是个江湖骗子。原因很简单，试问这天下有哪个骗子敢在他邱月山目光下不心虚的？如果真有，那恐怕这骗子也不是普通的骗子，起码也得是个王者级别。如果王小强真是个骗王，那也算是条好汉，邱月山同样不会追究。只是他自己的病自己很清楚，这世上绝不能有人能医治。想到这里，他觉得有些忧郁。他拥有很多，这世间还有很多美好，他实在舍不得，也放不下。月圆夜凉，花园里有不知名的花香乘着风来，缓缓送入众人鼻端。华木陀道，邱翁，我来替您号号脉。邱月山挽起袖子伸出手，王小强看到他骨架宽大，臂上肌肉线条十分明显，显然有着不俗的力量。华木陀手指轻轻往他脉门上一搭，微微侧头倾听，隔了良久，还是一叹，邱翁，与之前无异，我实在束手无策。邱月山宽慰道，人各有命，尽力就好。转头对王小强道，小兄弟，现在轮到你了。第66章单手号脉。华木陀不屑冷哼一声，把座位让给王小强，他倒是要看看王小强究竟有什么本事。王小强大马金刀往椅子上一坐，伸出一根指头搭上去。华木陀当即就怒道，果然是个江湖骗子，哪有这样给人号脉的？王小强道，这就是你见识浅薄了，岂不知笑傲江湖里有位神医凭一指就是单指号脉，分毫不差，他的医术比起我来又差了不知108000里，我单指号脉足矣。华木陀当然不信，胡说八道，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哪能当真？邱小姐，你也看到，这人就是十足的江湖骗子。邱双寒平静道，华院长，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没见过不等同于不存在，咱们暂时不用那么快盖棺定论吧。华木陀心中不忿，这分明就是在维护王小强。他暗暗猜测王小强也许是邱双寒请来的，他当面直斥王小强是在扫邱双寒的面子。念及此处，他虽然恼恨王小强，不过在邱月山、邱双寒面前也得收敛几分，是以闭口不言，冷冷看王小强如何装下去。王小强不再理会华木陀，仔细听了半天，浓眉一皱，忽而又紧缩起来，然后咦了一声，接着又哦的点点头，最后又哀的一叹，把邱月山的手腕放下，说道，这病我现在治不好。华木陀一听，眼睛立刻一亮，邱小姐，你也听到，他自己都承认治不好，不是骗子是什么？王小强十分不悦，你他妈不是也治不好吗？那凭什么你治不好就可以，但我治不好就是骗子了？况且我说过我治不好的吗？我是说现在治不好。华木陀一听更是来劲，脱口而出，邱翁的病本就是治不好的绝症。话音一落，自知失言，吓得面上血色褪尽，冷汗瞬间湿透全身，急忙道，邱翁我。邱月山将袖子放下，他自己的病他怎会不清楚，只是听华木陀说出来，心中仍然有些不是滋味，摇摇手示意无妨，重重一叹，我又不是小孩子，何须哄着骗着？华院长，你也不要胡乱猜忌小强了，他是有真本事的。邱月山久病成医，王小强一出手，他当然就知道有没有，况且王小强方才用内力检视过他的身体，邱月山的内功修为不俗，竟然第一时间没有发现王小强的内力入侵，进而推知王小强的内功修为
应该在他自己之上。年纪轻轻，内功修为竟然比他还高，光凭这一点，他便可以判断王小强绝非凡人。华木陀仍然心有余悸，吓得不敢说话。邱双寒却捕捉到王小强话中的重点：“小强，你说你现在治不好我爷爷的病，意思就是以后能治好？”华木陀道：“以后？5年以后还是10年以后？”邱双寒瞪了他一眼，示意他闭嘴，面上浮现出一抹喜色：“小强，你就别再卖关子了，赶紧说吧。”王小强道：“如果我没猜错，邱爷爷的病根应该是被人打伤的。”华木陀不敢再插嘴，自顾自冷笑：“这谁都看得出来，不足为奇。”邱月山道：“不错，年轻时与人争斗落下的内伤，当年还能用内力压制，现在年老力衰，再也压制不住，靠着这些草草药药吊着性命。”顿了一顿，长叹一声：“虽然我当场击毙了对手，但我也损了经脉，摧了肝肠，这些年受的折磨，还不如一死了之。只是这偌大邱家，暂时还离不开我，是以才苟延残喘至今。”王小强道：“邱爷爷，你这病也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先断了病根，再花点时间慢慢调养，保证你再活个10年8年没问题。”邱月山听王小强说的认真，不由生出一些希望来：“你真能治？”王小强信心十足：“当然可以治，而且保管治好。”在一旁的华木陀忍不住了，出言嘲讽道：“保管治好？笑话！就算是伤风感冒，也没有哪个医生敢保管治好。”王小强白了他一眼：“那是你医术不行。”华木陀气得要死，说他什么都可以，说他医术不行，那是对他最大的侮辱，怒道：“你敢和我打赌？”王小强本来不想理会这货，不过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咄咄逼人，就算是泥人也该冒火了，冷冷道：“你想赌什么？”华木陀现在已经气得失去理智，也不管邱月山和邱双寒的脸色，大声道：“我就赌你没有本事治好邱翁的病。”邱双寒一听此言，立刻面颊寒霜，柳眉倒竖：“华木陀，你放肆！我爷爷的性命岂是你们的赌注？”邱月山摆摆手，示意邱双寒退下，笑道：“有趣，有趣。我邱月山在燕京城这几10年，倒还没有人敢拿我来做赌注，而且是用我的命也罢，就当做无聊消遣，就让你们赌一次。不过既然是用老夫的命，那么赌资就要开大一点，否则老夫岂不是太廉价了？”啊！哈哈！华木陀话脱口而出时，才惊觉不妥，他赌王小强输，岂不是咒邱月山死？不过在他看来，邱月山的病确实无药可医，已是半截身子躺在棺材里的人，只不过有些话是可知不可说的，他现在说了出来，等于犯了邱家大忌。可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岂有能收回来的道理？现在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还好邱月山的心情似乎不错，没有计较，否则他现在就有可能人头不保。他虽然在社会上有些身份背景，不过在巨无霸邱家面前，等同蝼蚁一般，要把他从世界上彻底抹去，简直易如反掌，甚至都不会留下他来过这世上的证据。既然我也参与其中，那我便想问问华院长，你用什么来赌？邱月山笑道：“赌上我的身家性命，我拥有的一切。邱翁，我无意冒犯，但我深知您的病情如此，绝不可能被治好。他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骗子，也许是有一些本事，请您明察啊。”华木陀神色激动：“现在我给您开的药还能为您续上几年，若您听他胡言乱语，恐怕会错失最后机会啊。”邱月山摆摆手，示意他不要继续说下去，叹道：“华院长，我当然深知你为我好，我也知道人终究难逃一死，可是你也知道，我拥有的太多，就有太多的不舍。况且人都是贪心的，为什么你可以让我多活1-2年，而他就不能让我活得更久？我年轻时过的是刀口舔血的生活，在腥风血雨里厮杀，更了解生命的可贵。华院长，我怕死呀，比你想象的更怕。”第67章，医药费100亿。邱月山这番话也算是推心置腹，华木陀这些年确实为他更活得更长尽心尽力，若非华木陀，他可能早就不行了，心中对他有种感激。正因如此，华木陀今日如此放肆，他才没有追究。要是换成其他人，就算有7、8个脑袋，现在都已经落地了。华木陀闻言不语，他对自己判断极有自信，现在豁出一切和王小强对赌，就是想让王小强没有退路，让这江湖骗子得到应有惩罚，为中医证明。小兄弟，你又赌什么？邱月山又对王小强道。王小强挠挠脑袋：“我光棍一个，没什么好赌的。”想了一想，认真道：“赌钱这种事太俗，但是赌命，我又感觉不值。事实上，我想请他收回赌注，不要因为一时冲动毁了自己经营一生的心血，因为毕竟他出发点是好的。总体来讲，我不能因为他看不惯我，而否定他是一个好医生，剥夺他的一切。”王小强说得很诚恳，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输，但如果自己赢了，华木陀就会失去一切。虽然他也很不喜欢华木陀处处针对自己，但王小强是个恩怨分明的人，二人没有任何私人恩怨。华木陀之所以针对自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江湖骗子，而王小强本人也特别讨厌江湖骗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二人也算是同道中人，所以王小强没有必要让他输得倾家荡产。只不过刚才他确实有些生气，所以才答应赌局，现在冷静下来，便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然而
华木陀却认为王小强怕了，更是变本加厉，沈笑不止，呵呵，说的你好像赢定了一般，你这江湖骗子，心虚罢了。王小强本来压下去的好胜之心又被他激起，忍让一步可以，若是再三忍让，旁人便会觉得你懦弱，你好欺。王小强已经给足了他面子。常言道，有些逼不得不装，有些逼是被逼出来装的，而这个逼便是华木陀逼王小强装的。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吧，我答应和你赌便是。王小强神色漠然，但我也说了，我是一条光棍，什么东西也没有，我有一条命，那我就和你赌命吧。华木陀一拍大腿，好，你说你以后能治好丘翁，以后是什么时候？王小强伸出3个指头晃了晃，华木陀一愣，3年以后。王小强摇摇头，华木陀再愣，难不成是3个月以后？王小强决定不卖关子了，不咸不淡，淡淡定定地说道：30分钟之后，保证丘爷爷药到病除。一句话说完，整个花园里陷入一片死寂。3人无论怎样都想不到王小强给的日期竟然是以分为单位。月色静谧，唯有夏虫啾啾，反而使这夜更加宁静。隔了好久，秋叶山终于回过神来，深深看着王小强：年轻人，我很欣赏你，你知道得到我的欣赏意味着什么吗？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得到别人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成就。他顿了一顿，十分惋惜道：可是你夸下这样的海口，不得不让我对你产生新的判断。原本我还抱有希望，觉得你可以救我，现在看来显然是我想多。另外我想告诉你，我邱某人向来说一不二，虽然你们赌局是因我而起，但我身为见证人，便要严格执行赌局结果。如果你败了，你就得死，你明白吗？王小强点点头，明白。心中暗想，就凭你这些手下，真要杀我，恐怕有些困难。邱双寒也没想到王小强竟然做出这种不切实际的承诺，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他喊了一声小强，后面却没有接上任何话，重重一叹，干脆不说。华木陀更是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他觉得3年已是一个很短的期限，因为他深知秋月山的病情绝不可能在3年内治好，就算王小强真许诺3年为期限，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然而王小强还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直接承诺30分钟治好秋月山的病，惊得华木陀差点一个跟头栽倒，天方夜谭都不敢这么写。你确定30分钟？华木陀再次是确认王小强是否在开玩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王小强信心十足，我们是在赌命，谁用命来开玩笑？华木陀道，还敢虚张声势？心中已惊疑不定，这小子如此有如此信心，难道真有把握可以治好丘翁？王小强信心越强，他的底气变弱，此消彼长也在此体现。是不是虚张声势？半个钟头后自现分晓。王小强站起来对邱月山道：邱爷爷，治病给钱是天经地义吧？我要先见钱，再治病。华木陀听完这句话，又安心不少，骗子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冷笑道：呵呵，为什么要先见到钱？你治好丘翁的病，难道还怕邱家赖账不成？他却不知道是王小强要穿越万界寻求治疗秋月山的方法，亏本生意当然不能做，所以当然是要先见到钱。王小强略过不爽，这是我治病救人的规矩，你管不着。邱爷爷，你要是不给钱，咱们这赌约可要作废。秋月山道：你要多少钱？王小强想了一想，漫不经心的道：就先给100个亿吧。华木陀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瞪大了眼睛：100亿？小子，你有没有搞错？王小强道：邱爷爷的命可比100亿值钱，我拿100亿，说不定还要倒贴。100亿还要倒贴，说出来当然没人会信，可事实上确实如此。王小强现在医术无法根治秋月山的病，他还要穿越几个世界，学会名垂青史那几个名医的医术，更重要的是，他还要穿越风云世界去找疗伤圣药血菩提为秋月山断掉病根。风云世界属于终极位面，穿越费用50亿，也就是说，王小强根本没指望治疗秋月山能赚钱，不到贴钱还真是不错了。100亿，我立刻安排转给你。秋月山眉头都没皱一下，果然不愧为顶级豪门，财大气粗。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给我准备一个单独房间，不要让人打扰我。半个小时后，我自然会出来相见。王小强提出自己的要求。华木陀一听，急忙道：这怎么行？钱你已经到手，还不准人看着，万一你跑了怎么办？这话说的就有点伤人了。王小强面上掠过不悦，冷然道：第一，我不会那么无耻；第二，我也没必要跑。邱双寒道：华院长，这是邱家山庄，你是在怀疑我邱家的能力，连一个人都看不住。华木陀吓得脖子一缩，赶紧道：邱小姐，我不是这个意思，防得住君子，防不住小人。他拿到如此一笔巨款，显然是骗子无疑，我也是怕邱家有损失。邱双寒道：华院长邱家自有分寸，半个小时之后咱们就在这见分晓吧。言毕，他深深看了王小强一眼，眼波温柔：小强，不要让我失望。王小强信心十足的点点头：放心吧，没问题的。第68章风云世界。
秋霜还把王小强引到一处名为养月阁的小楼。王小强走进楼中，微微抬头便能看到清代夜空万里无云，一轮皎月高悬长空，月色静谧如水，轻轻从窗户中倾泻入屋内，地面如同罩上一层寒霜。王小强踩着满地寒霜碎银，对月而坐，进入系统。小乖上来就是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熊抱。小乖好想主人哦。小萝莉撒起娇来，实在让王小强没有什么抵抗力。小乖乖。王小强摸摸小乖的脑袋，时间紧迫呀，赶紧带我穿越。小乖已经知道王小强的目的，说道：主人，你已经累计获得200亿软妹币，可以开启万界扫荡功能。什么是万界扫荡功能？万界扫荡功能是系统可以自动在低级位面指定您想要儿女，您就可以不用亲自穿越了。卧槽，还有这种骚操作！王小强十分惊喜，他是一个懒人，万界扫荡功能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不过他旋即想起在小乖这里可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问道：条件是什么？嘿嘿，小乖道：除了10亿穿越费用外，您还得支付50年修为。王小强没好气道：我就知道不会那么便宜。想了想，不过也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每次穿越都有被界神发现的风险，扫荡可以规避这个风险。小乖嘟囔道：哼，小乖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保证不被界神发现的，明明是主人太懒了。王小强被他揭穿，老脸一红，在他头上敲了一记：就你多嘴。小乖抱着脑袋大耍无赖：主人好疼，你把小乖打疼了，要亲亲，要抱抱，要举高高。王小强实在无语，抱着小乖亲了一口，这样总可以了吧？小乖小脸红得像个苹果，嘟着小嘴：不够，还要亲亲。差不多就行了，快办正事。王小强赶紧拒绝，他真怕自己把持不住，就这样把小乖给办了，那可真成了系统界的泥石流，第一个睡了自己系统的男人。是，主人。小乖扮了一个鬼脸，开启万界扫荡系统，请主人指定儿女。一族扁鹊，一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外加一个李时珍。王小强早已有打算，所以没有犹豫，直接指认。主人，全部指认成功了哦。小乖说道：消耗50亿软妹币和250年内功修为，您获得了他们所有的医术，医术融合贯通，升级为您的专属医术，获得300年内功修为，扣除之前的贷款，剩余100年内功修为。我去王小强无语，忙活半天，最后还亏了150年的内功修为出去。小乖，你可真是吸血鬼，压榨我这屌丝阶层啊！小乖吐了吐可爱的舌头：主人，欠债还钱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哦。况且您也不算白忙活，您的医术在现实世界恐怕无人能敌了。王小强苦笑，这是唯一值得安慰的地方。现在去扫荡风云世界，我要去找血菩提。小乖道：风云世界是终极位面，无法扫荡。王小强皱眉道：原来如此，那就直接去吧，我对风云世界也是相当向往的。风云世界高手如云，强者如林，聂风、步惊云、无名、雄霸、剑圣、段浪，第一邪皇，第二刀皇，第三蛛皇，黄影，第十天，绝心，绝无神，武无敌，哪个不是强极一时的绝代高手？要是能收下他们，必然对自己成神之路大有裨益。主人，风云世界是高武世界，你一定要小心哦。王小强点点头：我不会逞强，不行我就撤。血菩提是我想到比较好的疗伤药，实在不行我就去其他世界找其他药。目标：风云世界凌云窟，准备穿越。下一刻，王小强已在一尊大佛脚下。风云中的大佛是有真实出处的，佛像名为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滨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古代的乐山三江汇流之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聚凌云山路，水势相当的凶猛，舟楫至此往往被颠覆。每当下汛，江水直捣山壁，常常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海通禅师为减杀水势，普度众生而发起，召集人力物力修凿的大佛为弥勒佛坐像，通高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完成于贞元19年，历时约90年。风云之中，乐山大佛因剧情需要而夸大，是以在风云世界，乐山大佛竟高达数百米，上半身引入云端，仰头望去，大佛垂目俯瞰，更显冷漠无情。叮叮当当，不远处有兵刃交鸣之声传来。王小强心中一凛，提气纵身向那边飞去，远远见到2条汉子正在舍命相争，二人一刀一剑，刀是雪亮明净，犹如玄冰，寒意刺骨；剑是赤红如血，宛若锻铁，炙热逼人。这是血影狂刀和火灵剑。王小强一眼便认出这风云中的2柄神兵，这二人显然便是北影狂刀孽人王和南陵剑手段帅。如此说来，我现在应该在风云故事正开始的时候，孽人王来挑战段帅。王小强立刻推断出自己所在的时间线，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
步惊云被雄霸派来夺取血影狂刀和火灵剑，现在应该在附近。少年时的风云都在，简直是老天助我！万界中儿女的成长与王小强的能力息息相关。聂风、步惊云是风云世界中的主角，在他们年少时收下他们，显然成长空间更大。对王小强而言，先去把步惊云收下，再来收聂风和段浪。段浪也是一个狠角色，后期2颗龙元 BOSS 级存在。聂人王与段帅速度极快，乍分乍合，兵刃撞击之声不绝于耳，攻势更是犹如狂风暴雨一般紧密。大佛之上笼罩着刀光剑影。聂家傲寒六绝与段家十日剑法本就相敌相克，再加上血影刀与火灵剑冰火不容，寒冰、烈焰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激烈撞击，更是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势。王小强看得目眩神迷，心惊动荡，心中暗想：聂人王与段帅在风云中不算是顶尖强者，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流高手，但从二人交手情况来看，均已超过射雕中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高武世界果然与武侠世界有着本质区别。而就在此时，大佛之下，三江交汇处激流湍急，江水暴涨，无风起浪，掀起惊天狂澜，狠狠拍击在佛身，整尊佛像竟在这怒吼的巨浪中隐隐颤抖。水淹大佛兮，火烧凌云窟，火麒麟就快要出现。步惊云也是在这时候出手。第69章，收下风云，绝不能让步惊云出手，否则场面太乱，平白生出其他事端。王小强当机立断，立刻施展绝顶轻功，掠入灌木丛中。步惊云与他的2名手下死奴、囚奴就藏身其中。什么人？步惊云虽然年少，不过修为已然不俗，他现在已经加入天下会，经雄霸指点，功力更是突飞猛进。发现有人靠近，双掌一翻，一招行云流水当头劈落。王小强本可以直接指认他做义子，但如此一来，岂不是少了很多乐趣？他目中金光一放，低喝道：“来得好！”也是一掌拍出，掌风霸道刚猛，隐隐有龙吟之声，劲力如山崩海倾，震得周遭树木簌簌乱摇，正是降龙18掌中最为霸烈的一招亢龙有悔。步惊云被这一掌的声威所慑，面色一变，排云掌掌势一变，行云流水变为翻云覆雨。这招翻云覆雨精髓是在快速出掌，快速变化。呼吸之间，步惊云竟攻出10来掌，掌影漫天席地扑卷而去，攻向王小强各处要害。王小强微微一笑，双掌一错，使用了一招周伯通左右互搏的心法，左手亢龙有悔，右手飞龙在天，脚下又是楚留香的绝顶轻功，先是倏然一退，使步惊云的掌法全部落空，紧接着箭步踏前，然后瞬间欺进步惊云身前，一掌探入他胸口。步惊云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招式，根本无法抵挡，被王小强这一掌击中，整个人立刻离地而起，飞了出去。降龙18掌简单粗暴，排云掌复杂多变，王小强以简克繁，在电光火石之间击败步惊云。那边步惊云手下的死奴、囚奴已反应过来，左右杀至，二人久经配合，一刀一剑分别进攻王小强上下两路。王小强冷笑一声，手掌陡然撑开，9阴白骨爪油遮天蔽日的大伞直接盖向死奴。死奴实力不弱，在风云世界也算是一流高手，否则雄霸不可能遣他协助步惊云夺取血影和火灵。然而当王小强爪影落下之时，他根本无法躲避，只能硬着头皮硬抗一击，长刀一扬，划出一道耐人寻味的弧线，直斩王小强手腕。王小强勾起嘴角冷笑，手臂似是陡然长了一截，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擒住死奴肩膀，手指骤然一收，生生将其肩胛骨捏得粉碎。死奴惨叫未绝，囚奴一剑杀至，斥喝道：“死！”王小强不屑冷笑：“你还太嫩。”微微侧身，长剑擦着他的衣服划过，王小强目中冷光如电，探出食指，闪电般在死奴长剑上一点，那长剑如同过电，嗡嗡哀鸣，咔嚓一声，片片断裂，碎成满地银屑。囚奴也被王小强隔空内劲所伤，胸口处出现一只手指般大小的血孔，内劲于是未衰，贯穿他的身体，在他背后带出一股血溅，他像是被人抽空力气，当即跪倒在地。这正是大理段氏神功绝技一阳指。呼吸之间，连伤风云世界3名一流高手，王小强心中不免有些得意。你是何人？知道我们是何人吗？步惊云捂着肩膀盯视着王小强，冷漠的表情中流露出深深的忌惮，心中暗道：此人实力深不可测，恐怕只有雄霸才是对手。步惊云受伤不重，全因王小强手下留情，怕把他直接打死了，少了一个干儿子。你是步惊云，他是囚奴，他是死奴，你们是天下会雄霸派来夺取血影狂刀和火灵剑的，我有没有说错？步惊云面色一变，夺取血影狂刀和火灵剑是天下会的机密，这人怎会知道？脸上敌意更浓。你到底是什么人？王小强笑道：我是你爹。死！囚二奴对步惊云忠心耿耿，见主人受辱，不由勃然大怒，放肆！站起来准备和王小强拼命，但直到这时才发现浑身竟提不起半点力气，显然功力已被王小强残留在体内的内劲完全压制。二人满脸惊骇，能用残余内力压制住他们的修为，绝对是与天下会帮主雄霸一个层级的超一流高手。
可是这人年纪轻轻，便有与雄霸比肩的恐怖实力，实是惊世骇俗的人物，早该名动江湖才对。可是二人却闻所未闻，实在不符常理。然而这还没完，让他们更加震惊的是，在下一刻发生。步惊云听王小强出言不逊，立刻怒容满面，但随即面色由怒转惊，由惊转惧，这等表情在步惊云万年冰山的脸上浮现，实在是罕见的景色。他忽然扑通一声跪下，站立道：“义父，孩儿该死！”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死奴、囚奴差点把眼珠子瞪到地上。二人对视一眼，均看到对方面色精彩无比。他们虽然身受重伤，但可以确信自己没有产生幻听，也没有产生幻觉。可是他们宁愿相信这是幻听、幻觉。号称不哭死神冷傲无比的步惊云，竟匍匐在地，叫面前这年轻人为义父。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荒谬、更可笑的事吗？叮！只认步惊云成功，获得100年内功修为，获得排云掌、万剑归宗、圣灵剑法、莫名剑法。步惊云以剑法为主，万剑归宗是无名之后传给步惊云的神功。步惊云现在没有习得，但王小强只认儿子就可以得到步惊云一生所学。但步惊云真正实力是由 bug 一般存在的 buff 提升，比如麒麟臂、逆乾坤，而这些东西王小强是无法获取的。起来吧，你们留在这里，不要说话。王小强隔空一指，封住囚奴、死奴的穴道，从灌木中急掠而出，犹如一阵无迹可寻的清风，没有惊扰到任何人。外面聂人王与段帅的战斗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但仍是不分胜负。哗啦！陡然之间，一股巨浪席卷，宛若一只巨掌拍下，将在大佛膝盖上聂风和段浪卷入江中。王小强可不希望这两个宝贝儿子就这样死掉，身形横掠栽进水里，将二人夹在腋下，破水而出。前方又是狂澜拍击，段浪大喊：“小心！”王小强不慌不忙，一掌拍出，掌劲如山，撕裂那堵滔天水墙，人已如一只大鸟腾空而起，稳稳落下。段浪此时不过是个8、9岁的幼童，满脸崇拜道：“大叔好厉害！”王小强捏了捏他的脸，笑道：“叫爸爸。”暗想这家伙怎么看都人畜无害，谁知在后期会变成心狠手辣的恶魔。聂风指了指正在大佛头顶激斗的段帅：“那才是他爸爸。”王小强道：“那是他亲爸爸，我是他也爹。”顿了一顿：“我也是你爸爸。”聂风性子恬淡，但听了这话也不由大怒：“虽然你救了我，但也不能侮辱我。”王小强懒得废话，直接开挂：“收下这两个宝贝儿子，你们躲到灌木丛中去，那有个哥哥在等你们。”二人乖巧点头，钻进灌木丛中。第70章，别动我儿子。收下聂风和段浪，王小强获得更多收益。聂风在原著中其实是作为第一主角的，所以会的神功绝技就更多，除了傲寒六绝、封神腿，在后期还得到邪皇、刀皇、诸皇的指点，习得魔刀、创刀，更在凌云窟中参悟了10强5者5无敌的玄武真功最厉害的招式十方无敌，实力非同小可。而段浪作为大 boss 存在，会的东西也不少，除了家传绝技之外，嫁衣神诀、夜叉力量、断脉剑气、不灭魔神以及后期双龙元之力，均是绝强无比的盖世魔功，曾有过击败无名、打残巅峰聂风的光辉战绩。就在王小强收下二人同时，凌云窟内传来一声兽鸣，声震四野，紧接着是聂人王一声惨绝人寰的哀嚎，凌云窟火光冲天，洞口留下数道火焰痕迹，仍在熊熊燃烧。段家与凌云窟有着莫大渊源，段家先祖曾伤过火麒麟，麒麟片相于剑身后变成了今天的火灵剑。段家世代守在凌云窟，便是为了探寻水淹大佛溪、火烧凌云窟的秘密。今日火烧凌云窟，段帅怎能错过？提着火灵剑就往内闯。王小强身形一动，也飞掠而去。凌云窟内火光熊熊，热气逼人，洞内环境相当复杂，无数甬道四通八达。王小强放开感官，隐约听到火麒麟怒啸和段帅的叱咤之声。王小强心中奇怪，这段帅竟比我还先找到火麒麟。转念一想，旋即恍然，火灵剑本就出自火麒麟，二者之间定然有所感应，所以段帅才会如此迅速找到火麒麟。王小强循着声源找去，头一次见到这传说中的太古异兽。只见这火麒麟身高2米左右，十分雄健，浑身披着鳞甲，燃烧着炙热无比的赤色火焰，双目如血，迸射出来自太古的无上凶威。段帅、聂人王二人正和火麒麟斗得激烈，二人虽是一流高手，但却远不是这上古神兽的对手，再加上火麒麟与生俱来那令人胆寒战栗的威势，使二人实力大打折扣。在原作之中，段帅和聂人王被火麒麟拖入凌云窟后并没有死去，而是发现龙脉的秘密，二人与火麒麟一起守护龙脉，在东瀛入侵争夺龙脉后又重新出现过。然而依照王小强的判断来看，这火麒麟明显是想要取二人的性命，这已然脱离原剧情线的走向。可是王小强却毫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正是他自己本人，因为风云世界压根就没有他这号人物存在，他就像是一个 bug， 立刻扰乱了整个世界固有的秩序。算了，看在你们俩是我两个干儿子亲爹的面子上，救你们一命。王小强心意已定，身形一晃冲了出去。火麒麟感官何其灵敏，立刻有所感应，
张开巨口，陡然喷出一团火球，火球尚未落地，他纵身一跃，雄躯夹着烽火之势向王小强扑去，身在半空，巨掌陡然撑开，利爪犹如弯刀，狠狠拍落。这动作兔起胡落，声势骇人，王小强在他面前简直渺小如蚁，看起来不堪一击。段帅与聂人王虽然不知王小强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但见此情景，仍忍不住脱口惊呼：“小心！”提着雪影刀和火灵剑双双杀上，想救下王小强。然而火光熊熊，火麒麟瞬间把王小强吞没。段帅心中不忍，破口大骂：“害人性命的畜生，受死！”手臂一抖，便是一招10日剑法绝招火灵10日。聂人王亦从旁杀来，傲寒六绝最强杀招冰冻3尺，森冷刀气催发，竟将洞内破人炙热压下去几分。而就在这时，只听砰轰一声巨响，异变突生。只见那只远古巨兽像是被什么巨力无比的东西给狠狠撞中，雄健的身躯陡然后仰，如同虾米一般弯曲着直接飞了出去，轰然撞中背后石壁，震得整个凌云窟隐隐一颤，石壁之上赫然留下一个残余着火焰的巨大凹陷。什么？聂人王与段帅二人双双停手，不约而同一脸懵逼。刚才他们均已领教过这畜生的厉害，就算二人联手也无法将其战平，这便意味着火麒麟最起码拥有与超一流高手比肩的实力。而这年轻人竟能将火麒麟一拳击飞，其恐怖实力可见一斑。火麒麟一个翻滚，重新站起来，双目由火焰喷出，带着浓重敌意，怒目瞪视着王小强，前肢刨地，锋锐利爪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难听的声音，伴着他喉间如闷雷滚动般的低沉嘶吼，摄人心魂。坚实的地面在他的利爪之下显得脆弱不堪，与那豆腐无二，被他刨开一道道带着火焰的恐怖痕迹。王小强神色自若，轻轻招手：“来，继续。”火麒麟乃是上古遗种，颇有灵性，况且又是百兽至尊，岂容被人轻视？看到王小强发起挑衅，不由勃然大怒，不顾一切地扑向王小强。王小强轻笑一声，脚下施展封神腿，手里却是排云掌，整个人似是化作一股清风，绕着火麒麟旋转，掌影重重叠叠笼罩。火麒麟还没挨着王小强的衣襟，又被一掌击飞。这好高明的腿法！聂人王不由惊叹，掌法一时妙到毫巅。段帅心悦诚服，火麒麟更怒，恨不得将王小强生吞活剥，接连发动几轮进攻，不仅没对王小强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被王小强揍得嗷嗷乱叫。聂人王与段帅见王小强占据绝对上风，不由信心陡增，齐齐一喝：“少侠，我来助你！”提刀挥剑杀上，出手便是各自绝学。火麒麟与这两家都极有渊源，二人都知这火麒麟是个宝贝，若是能饮其血食其肉，必定能增长功力，突破桎梏，登临武道巅峰，自然而然想在王小强手里分一杯羹。但王小强却不想杀掉火麒麟，因为就在刚才，他又激活了一个系统任务，这是一个收集任务，任务内容是收集万界神兵、神兽以及人物为义子。人物收为义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把神兵、神兽收为义子，连王小强自己都感觉有些匪夷所思。而且直线任务风云卷中写得很清楚，收集火麒麟并只认为义子，可获得500年内功修为，完成整个风云卷收集任务可以获得10万年内功修为。卧槽，小乖，有没有搞错？王小强接到这个任务，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着。他重新确认了一遍，是收火麒麟为义子。我他妈真没听错。是的哦，主人。他是兽，我是人。要知道，人是人他妈的生的，兽是兽他妈生的，这种族不同，也能摩擦出爱的火花。小乖可是9天10地，唯我独尊的超级逆天外挂。别说他是麒麟，就算是条龙，您想收他就可以收下。卧槽，这么屌！那是当然，小乖可是很厉害的哦，主人。小乖十分得意地说道。而就在这时，火麒麟又被王小强用10方无敌轰飞，掉了一地鳞甲。火麒麟心知今天遇上了绝强高手，早就萌生怯意，朝凌云窟更深处逃去。段帅、聂人王齐齐暴喝：“畜生，哪里走！”血影狂刀与火灵神剑光芒暴涨，二人瞬间将功力提至12层巅峰，照得整个凌云窟纤毫毕现，力求将火麒麟一击必杀。火麒麟眼中露出惊恐绝望之色，深深望着凌云窟深处，似有不舍。王小强知他是在看凌云窟中的龙脉，这是他守护在凌云窟的意义。眼看火麒麟要被二人斩杀，王小强大喝一声：“别动我儿子！”身形一晃，已挡在火麒麟身前。段帅、聂人王二人大惊失色，但绝招已出，再也无法收拾，冰火烈芒瞬间将王小强吞噬。二人突然觉得手里一轻，火灵剑与雪影刀已经脱手而去，出现在王小强手中。第71章，滚回来！二人惊骇万分，不约而同凌空倒飞出去。要知他二人已将功力提升至12层巅峰，早超出一流高手的境界，踏入超一流高手之殿堂，兼之联手夹击之下，就算是雄霸一流的超级高手，恐怕也难应其锋。然而王小强不仅轻轻松松的接住，还顺便夺走了他们的武器，看起来就像从2个孩童手里拿走一件事物般简单，实在让二人震惊到无以复加。
火麒麟一看王小强背后空门大放，凶性诱发，猛扑而来。王小强轻轻一笑，真是顽皮，拧腰旋身，飞起一脚把火麒麟踹了出去。火麒麟与王小强拉开距离，知道这货实在猛的一匹，立刻撒腿就跑。滚回来！王小强直接开挂，只认火麒麟做义子，这感觉还真他娘的没法形容。火麒麟雄躯一颤，灰溜溜慢吞吞的走了回去，双腿一曲，委委屈屈的跪在王小强面前。在旁的段帅和聂人王看到这一幕，差点双双栽倒在地，不约而同对视一眼，均发现对方眼睛睁得老大，嘴巴张得老圆，满脸不可置信的神色。二人均与火麒麟有相当深厚的渊源，当然知道火麒麟是怎样的物种。上古神兽，性情暴烈，狂傲不羁，有着睥睨天下的气概和一枝独秀的清高，宁愿死也不愿降。可现在竟四蹄跪在这年轻人面前，看起来就像是在朝圣一般。然而这还不是最夸张，因为更夸张的是王小强接下来说的话。也就是个体型大一点的狗子。王小强搓了搓下巴，得出这个结论。来，打个滚。嗷呜！火麒麟还真听话的在地上打了一个滚。凶狠、暴力、骄傲、冷酷的火麒麟像狗子一样在地上打滚。聂人王和段帅彻底凌乱，心中有10000头草泥马呼啸着奔腾而过。不错，王小强很满意，他一直想养一条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虽然这狗稍微大了一点。来，再来摇摇尾巴。火麒麟摇摇尾巴，伸个舌头。火麒麟伸出舌头。坐下，坐下。火麒麟坐下。蹲下，蹲下。火麒麟蹲下。王小强玩得不亦乐乎，叫火麒麟趴下，握手，捡东西。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带着火麒麟去马戏团表演了。段帅满脸黑线，这真是火麒麟？聂人王苦笑，难道还会有假？段帅道，我怎么感觉比养了一个儿子还要听话？聂人王道，我怎么感觉这火麒麟好像就是他儿子似的。两个老对头相视一笑，皆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这不知从哪儿神秘年轻人，实在处处都是谜。嗨嗨！段帅干咳一声，把王小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敢问少侠尊姓大名？我等还未谢过救命之恩。我叫王小强。王小强现在已骑在火麒麟身上，顾盼自雄，感觉拉风至极，心中暗想，难怪许多游戏要设计坐骑，不是没有道理的。骑上去果然炫酷又帅气，简直爽歪歪。原来是王少侠，失敬失敬。段帅小心翼翼地说着话，暗中揣摩王小强此行目的，出现在凌云窟，不可能平白无故而来，正准备探探他的底细，只听聂人王道：“王小子，你的武功很厉害，在哪儿学的？”王小强笑道：“我自己学的。”这不是谎话，他的武功确实是自己学的。聂人王因风血缘故，再加上妻子给他戴了绿帽子，性格变得十分乖戾暴躁。放屁，自己学哪能学得如此厉害？你不说就算了，把我的血影刀还给我。王小强道：“你们的武器我恐怕不能还给你们了，因为这是我的了。”他一手提刀，一手持剑，直到这时他才细细观察这两柄神兵。血影刀长3尺7寸，天下至寒之物，女娲补天时遗留的神石白鹿所铸造，头宽身窄，线条十分优美流畅，刀身如镜，自有一股寒光闪耀，冷气逼人。火灵剑长3尺3寸3，宽3指，绿柄蟹身，剑身之上镶有一块鳞甲，是段家先祖天下第一剑段正贤当初重创火麒麟所得。剑上的鳞甲可自生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助握剑之人提升功力，但持剑愈久，反会产生剑控人心之象，魔念丛生，难以自拔，被誉为剑中邪神，与血影刀齐名，为7武器之一。王小强的任务除了收集这2把武器之外，还要收集风云世界中的其他武器，包括绝世好剑、天罪、英雄剑、经济等风云世界中的名剑。所以风云世界他还要进来，但每想到那50亿的穿越费用，王小强便头大如斗。二人听他一言，当即生出敌意。段帅比聂人王稳重，盯视着王小强道：“王少侠，这是何意？”王小强皱眉道：“我说的够明白了，血影刀和火灵剑归我了，不过我可以借给你们玩玩。”聂人王勃然大怒：“老子的东西何须向你借？你虽然厉害，老子亦不会怕你。你不把血影刀还给老子，老子就和你拼命！”一言未毕，双目冲红，显然引动风血，奋不顾身地冲上来，要与王小强拼命。段帅一看事已至此，已无回旋余地，也跟着杀上。王小强冷冷一笑：“天真。”左手持剑，右手持刀，施展左右互搏的心法，双臂一抖，血影刀劈出傲寒6绝中最强杀招冰冻3尺，火灵剑展现10日剑法的巅峰绝技火灵10日。呼！刀锋如浪，剑气纵横，一冷一热2种极端力量竟从他一人身上爆发，刀光剑影如同惊天狂澜，漫天袭地的向二人笼罩而去。什么？聂人王与段帅面色陡然变了数变，他们根本没想到王小强一出手便是他们各自的家传绝学，而且2种截然不同的招式不仅是由他同一人施展，
而且威力之巨，甚至比他们自己更强。这震惊比刚才所有的惊骇加起来都还强烈万倍。孽人王的风血甚至都被吓退，恢复了原貌。一时之间，二人心如死灰，斗志全无，不约而同束手待毙。王小强的招式看似一往无前，暴烈无比，但实际上他对傲寒六绝和十日剑法的掌握已到了登峰造极、收放自如的境界。雪影刀与火灵剑在二人头顶1寸处悬停静止，但刀气剑气无法收回，从二人头顶盖压，吹得二人衣袍无风自动，猎猎作响。第72章龙脉。我不想杀你们。王小强收回刀剑，我说这刀已经属于我了，并非要从你们手里硬夺，而是说你们的刀剑以认我为主，他们已不再属于你们。死神擦肩而过，二人身上已经被冷汗湿透，隔了良久，二人才回过神来。孽人王艰难地开口：这不可能，不可能。他说的不可能有2个意思。第一个不可能是王小强既然施展了自己的家传绝学，他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不可能表示震惊。而另一个不可能的意思则是王小强不可能成为雪影刀与火灵剑的主人。要知道，雪影刀和火灵剑是二人家族世代传承下来的神兵，早已与二人血脉相连，就算二人身死，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易主，更何况二人还活蹦乱跳的活着。不相信？王小强笑道：那就试试吧。说着手臂一抖，火灵剑、雪影刀从手中激射而出，叮地插入墙壁，直入眉柄。我王小强绝不是恃强凌弱之徒，别说我欺负你们，以你们的功力，要把火灵血影拔出来，易如反掌。如果你们还能拔出各自的武器，我便完璧归赵。王小强指了指前方刀剑，略微一顿。如果拔不出来，你们自然也很清楚是为什么。二人默然，他们当然清楚，如果连这都拔不出来，就说明剑与刀不愿跟着他们走。既然不愿跟着他们走，他们显然便不再是刀剑的主人。二人对视一眼，心里莫名的生出一股不祥预感，双双走到刀剑之前，深吸一口长气，捏住剑柄，使出最大的力气向外一拔，瞬间一颗心急速下沉，沉入最绝望最冰冷的深渊，彻彻底底凉了下来。纹丝不动，竟然纹丝不动！不可能！孽人王双目重新冲红，风血发作，怎么可能？雪影刀是我聂家的！双手紧握刀柄向后猛拉，尽力过处，衣衫炸裂，露出结实的肌肉，身上布满十分狰狞的伤痕。段帅已无法和火灵剑生出任何感应，面色难看至极。他没有再动手，因为他知道这已是定局。盯着火灵剑绿色的剑柄，喟然长叹一声：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老友，你我就此分别吧。孽人王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终于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大口喘息，手仍紧攥着刀柄。别白费力气了。王小强神色淡漠，伸手一招，隔空取物，2柄武器自动飞离墙壁，回到他手里。你们俩跟我来，我时间不多了。王小强骑着火麒麟向凌云窟更深处走去。二人对视一眼，鬼使神差一般跟着王小强走进去，穿过几条甬道，在一面石壁面前停下。石壁之上生着一种赤色果实，宛若星星点点遍布，散发着淡淡红芒。尚未走近，便有热力扑面而来，正是传说中的血菩提。段帅二人虽不知这是何物，但不用投降也该知道，能在凌云窟内出现的东西，必然不是凡物。这是血菩提，可以增长修为，你们俩可以服用一些，但不能服用太多，因为以你们的修为，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力量，服用太多会有爆体而亡的危险。二人对视一眼，不疑有他，各自摘下一颗血菩提服下。果然，血菩提入口，一股澎湃热力自丹田而始，散发4至100骸。二人急忙盘膝而坐，将这力量消化。王小强也摘下几颗血菩提，这是他今天到这里的任务，现在几经波折终于完成。这玩意儿对我也应该有用吧？王小强拿起一颗塞进嘴里，嘎嘣脆，味道还真不错。食髓之味，一吃上瘾，就像吃零食一样往嘴里塞。这时段帅二人从入定中清醒，一颗血菩提让他们的修为更进数层，隐约有突破桎梏，踏入更高层次的迹象。段帅道：血菩提果然是神物，只一颗便让我感觉经脉长裂，要完全消化这些力量，恐怕需要数年时间。孽人王深以为然的点头，不错。二人目光一转，落到王小强身上，顿时又惊得魂飞魄散。只见那家伙像是塞豆子一样，不停把血菩提往口中扔，边吃边嚷：好吃，真好吃，哈哈！孽人王，段帅，王小强一顿大吃特吃，那满满一石壁的血菩提快要被他吃得干干净净。他十分满足地拍拍肚皮，打了一个饱嗝，口中竟喷出一股火焰。虽然很好吃，但还是得留点种，免得被我吃绝迹了。王小强又骑上火麒麟，对二人道：你们跟我来。引着二人继续往凌云窟内走，忽然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个十分宽敞的石厅。这石厅已不知存在多久，散发着来自远古苍凉的气息。在石厅上首方向有一座十分高大的石椅，如同王座。石椅之上一具白骨微金正坐，一支长剑笔直插入他身前土地中。他白骨森森的双手叠放在长剑剑柄之上，有种君临天下的盖世威势。
此人已不知逝去多久，可是白骨中仍透露出十分强大恐怖的气息，甚至压得聂人王与段帅有些无法喘息。由此可以推断，这具白骨生前该是多么逆天的存在。这是谁？轩辕皇帝。王小强回答，这是皇帝之墓华夏龙脉所在，只要皇帝遗骨在此，华夏便不会被外敌所侵，永享太平。火麒麟在此的目的便是为了守护龙脉。什么？二人面色齐齐一变，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凌云窟深处竟然还藏着如此惊天的秘密。雪影刀、火灵剑我可以借给你们，但你们必须留在这里与火麒麟一同守护龙脉。王小强提出条件。第73章睡着了。在风云世界后期，东瀛天皇得知龙脉秘密，为掌控神州命运，亲自率一众高手前往凌云窟争夺龙脉。中原文龙皇帝得知情况，亲率大内高手前往阻截，但天皇碎天绝手乃是风云世界有数的盖世魔功，大内高手死伤惨重。关键时刻，步惊云突然出现，此时他已见到大成与天皇斗成平手。为了摆脱步惊云的纠缠，天皇命令被决心用药物控制的聂风攻击步惊云，天皇趁机窃取龙脉。就在天皇窃取龙脉时，聂人王与段帅出手阻止。如果剧情线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今后的龙脉争夺战，聂人王与段帅还将发挥作用。只不过在原故事中，二人是发现龙脉的秘密后，主动留守在凌云窟。现在王小强穿越过来，改变了因果，成了王小强要求二人在此守护龙脉，关乎天下苍生，我愿留下。段帅正气凛然道：老段留下，我也留下。凌云窟内只有南陵剑守，没有我北影狂刀怎么成？聂人王豪迈道。二人对望一眼，会心一笑，多年的恩怨情仇在这一笑之中泯然而逝。很好。王小强点点头，雪影刀和火灵剑还给你们，日后会有人来夺取龙脉，而且龙脉也会在那一战中毁掉。可是现在有我在，我便绝不可能让此事发生。龙脉和皇帝手中的轩辕剑都会在日后龙脉大战中被毁，但这两件物品都是王小强收集任务所需的物品，是以他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段帅疑惑道：你怎会知道未来之事？王小强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不该问的你就别问，你们二人现在还太弱，东瀛天皇来时，一招碎天绝手就能秒杀你们，我指点你们几招，能领悟到什么程度，就看你们自己悟性了。说着手持刀剑在石壁上一划，留下一道刀气，一道剑气。二人看着这刀剑痕迹，雄躯一震，双目露出难以置信的光芒，脑中更有灵光闪过，似有所悟，但仔细回想，却什么也没把握到。那种玄之又玄的感觉，就像在茫然大雾中探索一道光明，实在让二人无比抓狂。王小强双臂一抖，雪影刀与火灵剑脱手击射而出，二人正需要一道宣泄出口，齐齐凌空翻身，探手握住各自兵刃，在半空中激战起来。王小强满意点头，知他二人观摩了自己留下的刀剑痕迹后有所感悟，相互印证，只一瞬之间，剑法刀法便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较之前精进数倍有余。还不算太白痴，老子没时间了，你们慢慢玩。言毕，身形一晃，便消失在凌云窟内。回到养月阁，明月依旧，白霜依旧，时间几乎静止，没有任何流逝。王小强摊开手掌，掌心之内躺着一块如同红玉般的血菩提，整个养月阁笼罩在他血红光芒之中。血菩提力量太强，邱爷爷恐怕无法承受。王小强五指一收，血菩提光芒顿时收敛，我得先为他消化一点力量。将血菩提含在口中，丝丝热力经过舌头下滑到喉咙，再由喉咙汇聚到丹田，丹田再次发散，扩散到四肢百骸，让他通体舒泰，倍感受用。在这一波波如海浪般的热力席卷之下，他忽然觉得困意上涌，闭上眼睛，把腿架在茶几上熟睡过去。不知过了多久，忽听有人轻轻呼唤：小强，醒醒，小强！王小强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邱霜寒绝色容颜，如星般的双眸中有淡淡担忧。小强，你怎么睡着了？王小强坐起来，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没注意竟睡着了。半个小时到了吗？4个半小时都已经过去了。华木陀在旁冷笑不止，他万万没想到王小强竟在这种情况还能睡着。他现在确定王小强就是个江湖骗子，这一回他倒要看看王小强该怎么收场。若非邱翁仁慈，一再给你宽限，否则你以为你能安然睡到现在？小子，邱翁在外等着你给一个交代。王小强不慌不忙地站起来，那就走吧。邱霜寒见王小强两手空空，可是又信心十足，他也拿捏不稳是王小强心中究竟在想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心情十分复杂，充满期待，同时又相当忐忑。如果王小强成功，当然不必再说什么，可是一旦失败，他也不敢忤逆秋月山的意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小强送命。这是他20多年来第一次如此担心一个男人。当他自己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陡然发现王小强不知何时已在他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地位和分量。秋月山已等了多时，不过他很有耐心，他向来都很有耐心，这是一个高位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况且他认为王小强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家伙，所以他很期待王小强接下来的表演。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秋月山给自己斟了一杯酒，明月倒映在杯中的酒水中，
他盯着这水月镜花发呆。我是真的想多看几年这美丽的月亮。仰头引镜，王小强随着邱双寒二人从养月阁中走了出来。邱爷爷，不好意思，刚才睡着了。王小强挠挠脑袋，面上有几分歉然，让你久等了。邱月山将手一引，示意他坐下，不着急，想先喝点酒吗？良辰美景当前，当然要喝点。王小强大马金刀的坐下，邱月山亲自为他斟满美酒。华木陀又是微微动容，邱翁竟亲自给这骗子斟酒，是被他灌了迷魂汤吗？就算是天王老子给王小强倒酒，他也能坦然受之，更遑论邱月山。王小强借着花园内明月清风，绿树红花，别有一番雅致风情，忽然骚心大发，端起酒杯，朗声吟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首苏东坡的诗吟罢，仰头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这邱月山呆住了，好诗，好诗啊！没想到小兄弟还是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大才子。这回轮到王小强懵逼了，旋即想起这个平行世界，有的历史人物存在，有的却不存在，苏轼便是不存在的人物之一。既然苏轼都不存在，王小强怎能和邱月山解释？没想到自己随口一念，便又装了个文艺逼。第74章倾家荡产。哼，看你读过几年书，也算是有学识的人，却来做这江湖骗子的勾当，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华木陀对王小强的成见已深，就算王小强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他也会觉得厌恶。你就闭嘴吧你！王小强没好气的翻了一个白眼，凡事讲究证据，你左一口骗子，右一口骗子，好像我真是骗子一般。你可有证据？你再乱说话，小心我告你诽谤！华木陀现在胜券在握，得意洋洋，眉头一宣，冷笑道：既然你说你不是骗子，那就兑现你数个小时之前的诺言吧。王小强漫不经心道：不用你说，我自然知道。说完，口中吐出血菩提，此时血菩提已经被他消化的差不多，原本有半个拳头大小，现在只比小指头大丁点，红芒也暗淡不少，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玛瑙，仍然散发着让人心悸的力量。这是什么？只一眼，邱月山便觉得此物不凡。这是血菩提，正是治疗邱爷爷伤势的药物。鬼扯！华木陀眉头一皱，我行医多年，从未听说什么血菩提。王小强道：你没听说过的东西那就多了，你能否认他们的存在？华木陀一时语塞，对邱月山道：邱翁，这药来历不明，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邱月山道：从小强口中吐出来的东西，难道还会有毒？华木陀怀疑道：谁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也许在他口中安然无恙，进了您的嘴里就会变成毒药。王小强这回是彻彻底底不爽了，这家伙一直针对自己也就罢了，现在竟然怀疑自己比白纸还要纯洁的人品，这绝不能忍。他抬起手就是一巴掌过去，华木陀根本没法闪躲，整个人双脚离地而起，直接倒栽进草丛中，只露出一双脚在空中乱蹬。邱月山的保镖立刻警觉，刷刷刷齐齐拔出手枪，黝黑的枪口对准了王小强。邱月山风轻云淡的摆摆手，示意无事，保镖们虎视眈眈的退去，但一手仍然插进胸前口袋，显然随时准备拔枪。你可以怀疑老子的技术，但绝不能怀疑老子的人品。王小强一掌扇飞华木陀，心情爽了一半。你特么再敢废话，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废了你？华木陀挣扎着从草丛中站起来，一脸狼狈，脑袋已经肿得比猪头还大。他实在不敢相信王小强竟敢在邱月山面前动手伤人，又惊又怒又惧，不敢直视王小强，只得带着哭腔对邱月山道：邱翁，他实在太过分了，根本没有把您老人家放在眼里。邱月山毫不同情：华院长，你几次三番出言侮辱，小强一直忍让着你，现在忍无可忍才动手，实是你咎由自取。华木陀自知理亏，只能把这口恶气咽下。他本与王小强没有私怨，只是单纯的厌恶，现在结下梁子，由厌转增，恨不得将王小强碎尸万段。王小强不再理会他，将血菩提放进邱月山的酒杯中，杯中尚有酒，血菩提将整个玉制酒杯照得一片通红，杯与月影相辉映，更显神秘。邱月山看着杯中涟漪，笑道：我这辈子倒还是第一次吃别人口中吐出来的东西。王小强玩笑道：你会发现其实味道不错，邱爷爷，这一杯我敬你，不知道敬什么，不如给你拜个早年吧。邱月山一愣，实在没想到王小强的思维如此跳跃，哈哈大笑：我好久没见到你这样有趣的小家伙了，那就当做拜年吧，干杯！二人酒杯一碰，仰天喝干。血菩提顺着邱月山的喉头滚落，一路直达胃部，忽然之间，这血菩提就像是一颗炸弹一般爆炸开来，澎湃的力量瞬间蔓延四肢百骸，使得邱月山雄躯一震，张口就喷出一股血溅。邱双寒面色大变，惊叫一声：爷爷！急忙将他搀扶住。周围保镖骇然失色，立刻拔枪，可是又怕伤及爷孙二人，不敢贸然开枪，全都把枪口对准了王小强。华木陀见这一变，先是一愣，旋即狂喜，哈哈大笑：果然如我所料，他就是个江湖骗子。邱翁，邱翁，你怎么啦？快让我看看！他一步抢上，但邱月山大手一挥，直接把他推翻出去，
华木陀惊得连连后退，再一次栽进草丛中，双脚在空中乱蹬，力量还是太强了一点。王小强十分无奈，他明明已经替秋月山消化的差不多了，血菩提中的力量不足原来的1/10，然而药性对秋月山而言还是太猛了一点。喂，邱小姐，过来一点，你爷爷需要发泄力量，等会伤到你。邱双寒哪能放心，只听秋月山道：双儿，我没事，快离我远一点。说话之时，脸已涨得通红，似是一块烧红烙铁，身体左摇右晃，宛若醉酒大汉，举起拳头陡然往石桌上一砸，砰轰一声，竟将那石桌砸得粉碎。邱双寒又惊又喜，要知道秋月山受伤后因经脉堵塞之故无法运转劲力，现在一拳砸碎石桌，显然是堵塞的经脉已被冲开，劲力畅通无阻。而他这顽疾最大的病因就是经脉堵塞，疏通经脉等于病好大半。华木陀恰好看到这一幕，早已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以为秋月山治病多年，岂会不知道秋月山病根所在？只是这世上绝无可能有人能替秋月山打通经脉，所以他知道秋月山是必死无疑，现在只是苟延残喘罢了。依照他的推断，秋月山的死期应该就是最近1-2年。然而现在这个月明星朗的普通夜晚，一切不可能变成了现实。秋月山的命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被王小强用一粒小小的血菩提完全改变。华木陀现在肠子都悔青了，自己为什么要一时冲动和王小强赌气立下赌局，而且还是在秋月山面前？现在他想赖都赖不掉，直接输了个倾家荡产。第75章月下之吻。终于半个小时之后，秋月山的面色慢慢恢复正常，头顶青烟袅袅，宛若云山雾罩，正是经脉通畅，功力发散之兆。痛快，痛快啊！秋月山顽疾根治，心情舒畅无比，仰天长啸，一把握住王小强的手，神色激动无比，好久没如此痛快过。小强老弟，你真是当世神医，我真不知该怎么谢你才好。王小强淡然道：谢倒是不用谢，这是我还邱小姐的一个人情。邱双寒道：那怎么行？你治好了我爷爷的病，无论如何我们要感激你。王小强懒得去推辞，随口答应道：那好吧，推来推去的麻烦。秋月山拍着王小强的肩膀：你有什么要求都可以给我提，在燕京城没有我邱家办不到的事。说这话时，秋月山脸上浮现出骄傲自豪的神情，他邱家确实是这燕京城的主宰。王小强挠挠脑袋，心想：我系统在手，天下我有，别说是这燕京城，就算整个华夏也没有我办不到的事，人家也是一片好意，我就领受了吧。说道：暂时还没想好，如果有需要，我一定会找你们。秋月山用力捏了一下王小强的肩膀，大笑道：小强老弟，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千万不要客气啊！对了，再过几日就是我寿宴，到时候请你一定要来参加，像你这样的青年才俊，我一定要向大家引荐引荐。王小强明白他的意思，以邱家在燕京城的地位，把他引荐给别人，等于是在帮扶自己，有了邱家做跳板，便可一飞冲天，平步青云。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可是王小强对此却并无兴趣，他只想过混吃等死，无忧无虑的逍遥生活，泡泡妞，装装逼，做做任务，成成神。装逼一点来说，世间的名和利对他而言都是浮云，可是一旦涉足名利场，就有许多麻烦事。王小强不怕麻烦，但是很讨厌麻烦，所以他摇摇头拒绝了秋月山。你的寿宴我一定会来，因为我答应过邱小姐，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不过把我引荐给他人，我看就不必劳烦了，没有其他理由，我就是不喜欢。秋月山愕然片刻，旋即目中流露出一丝赞赏。要知道，在他寿宴如此重要的场合被他推荐，说明他对王小强相当重视，他重视的人，燕京城的权贵们将会趋之若鹜地巴结王小强，王小强这一辈子都可以不用愁了。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王小强却连想都没想直接拒绝，光是这份魄力便是常人难及。秋月山挑起拇指赞道：小强老弟，你有实力，也有个性，我现在更欣赏你了。装过头目中金光四射，雄踞一方的大佬威仪四散。华院长，你们的赌局现在结果已明，你有话说吗？华木陀失魂落魄，如丧考妣，他愣愣的不知该说点什么。一阵风吹来，他终于回过神来，也顾不得之前的矜持骄傲，向王小强苦苦哀求道：求求你撤销赌约吧，我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我知道错了，求你不要夺走我的一切。直到现在他仍然不知王小强叫什么名字。王小强神情淡漠：我之前劝过你，也给过你许多忍耐和机会，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做错事就必须付出代价，这是连小孩都懂的道理。秋翁，秋翁！华木陀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秋月山身上。秋月山道：华院长，你为我治病多年，邱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过一码归一码，赌约是你自己立下的，我亦无能为力。邱家可以助你东山再起，可是你现在的一切必须归小强老弟所有。他身为燕京城的话事人，当然恩怨分明，铁面无私。略微一顿，拍了拍华木陀的肩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华木陀身躯一颤，心知已是定局，不由掩面而泣。秋双寒道：请华院长出去冷静一下吧。
几名手下走过上前来，把华木驼半请半推的架了出去。王小强看看天色，时间不早了，我也该回去了。秋月山大病初愈，心情大好，不如就住在庄园，今夜我们痛饮一番。王小强不好拂逆秋月山的兴致，点头应允。秋霜寒急忙叫仆人备菜上酒，秋月山酒量惊人，准备把王小强灌醉，哪知王小强根本就是一个恐怖的无底洞。喝到最后，二人抱着坛子好饮，王小强直接把秋月山喝趴在地，而他却连厕所都没去过。王小强看着趴在地上的秋月山，拍拍屁股站起来，说什么千杯不醉，原来也是吹牛逼。秋爷爷，我要回去了。秋月山哼哼唧唧，已不知道在说什么。秋霜寒道：不住在庄园吗？王小强道：我认床，还是回去吧。那我送你出去。王小强点点头，二人并肩走了出去。此时星光漫天，月色如水，月光洒在邱家庄园的青石板上，鹅卵石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芒，阵阵夜风载着花香送入二人鼻端，让人心旷神怡。二人默默走了一段路，谁也不愿打扰这份安宁和谐。到了，王小强停下脚步，外面便是邱家庄园的大铁门。这么快就到了？邱霜寒第一次觉得时间过得未免太快了一点。他抬起头看着王小强，星月在他眸中反射着光芒。小强，你治好了我爷爷的病，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王小强挠挠脑袋，我说过不用感谢，是我还给你的一个人情。好啦，你就送到这里吧，我走了。挥了挥手，向自己面包车走去。小强等等！邱霜寒忽然叫住王小强。王小强愕然回神，邱霜寒踏着小碎步走到王小强身前，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轻一吻。夜风轻柔，花香浮动，月亮美得让人心醉。邱霜寒的红唇如蜻蜓点水一般掠过，他的俏脸比海棠花开还要娇艳。王小强满脸错愕，不知邱霜寒突如其来的一吻是什么意思。不仅他不知道，就连邱霜寒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有这般鬼使神差的冲动，所以一吻之后，二人大眼对小眼的定在那里。王小强暗想，反正啃都啃了，不如多啃两口，一把拦过邱霜寒的纤腰，低头贴上他的嘴唇。英宁，邱霜寒整个身子都酥了，完全沉醉在王小强深情长吻中。不知过了多久，二人分开，邱霜寒星眸含春，一张俏脸更是娇艳的不可方物，轻轻咬起下唇，什么都没有说，一溜烟跑开了。王小强挠挠脑袋，看着邱霜寒离去的身影，喃喃道：亲个嘴就跑了，一点都不负责，下次可没这么容易放过你。第76章就赌5个亿吧。驾驶着面包车回到出租屋，一觉睡到天明。接下来几天倒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邱家的主持之下，华木托的所有产业全都划到王小强的名下，他本以为应该不少，结果所有产业加起来也才7、8个亿，都不够他一次穿越。不过这算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准备用华木托的产业当做创业基础。这一天，小美打来电话，说比赛日程快要接近，想让王小强出来练练。王小强反正闲得无聊，开着自己的面包车很快到达约定地点。张小美、张小帅还有猴子早就等候多时，看到王小强开着面包车来了，眼珠子都快瞪出来。小美道：强哥，你的车呢？那车没这车好开，我喜欢开这车。众人无语，不过心知他行事向来全凭喜好，便也不足为奇。只是这里大多数人都是富家子弟，开的都是豪车过来炫耀，王小强的面包车就像是混进白天鹅里的丑小鸭，格外的扎眼。当然这儿也有当日在秋名山上的人，知道王小强不但背井下死人，而且武功逆天，看到王小强便回想起当日他虐打秦青，让秦朝天下跪的画面，立刻感觉他身上似乎散发着冰冷恐怖的气息，如同灭世魔王一般。更多的人却毫不知情，向王小强投去异样目光，心中暗想：这是哪来的土鳖，开一辆面包车跑到这儿来了？装逼吗？王小强丝毫不理会众人的眼光，远远看到赛道上有一辆红色超跑，像是一团烈焰一般，以极快的速度飘过几个连环弯道，技术相当不错，瞬间与后车拉开距离，甩得对方连车尾灯都看不到。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来了几分兴趣，这人开得不错呀。那是叶姐姐的车。张小美介绍道：叶书仙，人称烈焰火凤，车技十分高超，确实还不错。王小强眼中流露出一丝赞赏。什么叫还不错？有人不满意了，叶女神有和职业车手较量的实力，在你眼里竟然是还不错。我说老兄，这可不是吹牛逼的地方，手底下要硬才行。其实还不错这个评价从王小强口中说出来，已经是极高的肯定了，毕竟他的技术高度摆在那里。只不过在不明真相的群众眼里，这3个字未免显得有点太狂妄了，所以他又迎来一阵冷嘲热讽。既然还不错，你有没有种和叶女神赛一场？就他这样子，估计连跑车都没碰过，让他去比赛，往山沟里开吗？张小帅，你倒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牛逼大王？我特么都快看不下去了，赶紧让他走吧。叶书仙的车技在这里是一块金字招牌，但王小强的车技，张小帅是见过的，随随便便就可以甩叶书仙10万8千里。冷冷一笑，很是装逼道：你们都还没见过他开车，怎么就断定他不行？既然他会开，就让他和叶女神比，
如果他赢了，老子就现场直播吃翔。老子赌500万，他绝对赢不了。张小帅，你敢不敢接招？张小帅虽然是个2代公子，但也不是顶级豪门出身，500万不是小数目。但王小强的车技摆在那儿，别说500万、5000万、5个亿他都赶上，嘴角一扬，500万就500万，我怕你啊！爽快！那人挑起大拇指，张小帅，你今天才像个爷们儿。张小帅昂首挺胸，老子何时不像个爷们儿？那人不屑冷笑，现在像个爷们儿，等会输了时不要哭得似个娘们儿。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有点不爽，自己亲自开车稳赢局面，就赌个500万，这也太少一点吧？张小帅不够大气啊！500万也太少了，都不够塞牙缝，要赌就赌大点，你敢不敢？王小强看着那家伙，充满挑衅。那人一听500万还不够塞牙缝，这不是装逼吗？傲然一笑，你想玩大？我奉陪，就怕你没钱玩。王小强淡然道，这不用你担心，5个亿，你敢不敢赌？那人一听，顿时呆了一呆，这特么开口就是5亿，真以为自己的是方建林？定个小目标，先赚5个亿。他笃定王小强绝对拿不出这么多钱，十分不爽。你唬人呢？就你开个面包车能拿出5亿？500万，你有没有？你敢不敢赌？切，怂包！王小强十分不屑，500万就500万吧，多了你也拿不出来，算是小赌怡情。谁还要和我赌一把？那人很是不爽，你还要和人赌？你赔得起吗？王小强理所当然地道，我又不会输。哼，这儿的规矩是要赌先给钱，拿钱吧。这人趾高气昂，他估计王小强连50万都摸不出来，更别说5个亿。心中暗想，想装逼也不挑挑地儿，这是你这种人可以装逼的地方吗？王小强直接摸出至尊黑金卡，拿去刷吧。在场都是富二代，至尊黑金卡这种彰显尊贵身份的东西，怎会不认识？均是眼皮一跳，卧槽，这是至尊黑金卡！特么的，扮猪吃老虎！那人没想到王小强还真能拿出至尊黑金卡，当即就觉得自己踢上了钢板。不过刚才他的话已经说得太满，现在根本没办法反悔，只好自认倒霉，唯有祈求王小强只是有钱，车技一般，叶书仙可以轻易战胜他。而就在这时，火红色的跑车停在终点，车门打开，身材高挑，一头干练短发的叶书仙从跑车上走下来，十分不爽地说道：“一个会开车的都没有。”王小强见到叶书仙，立刻吓得脖子缩了缩脖子，心中暗道：“我去，他就是叶书仙，真他妈巧了！”原来叶书仙正是他几日之前在玄湖院火灾中救下的鹤发美女，他还借着做人工呼吸的名义吃了别人的豆腐。叶书仙当时昏迷不醒，当然不认识王小强，他美目一转，忽然落到现场停的一辆面包车上，忽然尖叫一声，顾不得形象，直接跑了过去，大声问道：“这车是谁的？”第77章误会大发。糟！王小强做贼心虚，以为叶书仙认出了自己的车，心中暗想，一定是舒警官把我吃他豆腐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现在要来找我算账。可是事实上，舒孝旺根本没敢把这事告诉叶书仙，那种羞于启齿的事情，当然越少人知道越好。之所以叶书仙认得王小强的车，是因为王小强当日赶去玄湖院时，驾着面包车把叶书仙甩得连车尾灯都看不到，令叶书仙十分崇拜王小强的车技。如今见到车停在这里，当然十分惊喜。众人十分疑惑，堂堂叶大小姐看见一辆面包车，怎么比看见 UFO 还要激动兴奋？王小强缩着脖子躲在人群中，但众人的目光全都向他看来，他就像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怎么躲藏都不行。车是你的？叶书仙当然不是白痴，众人如此明显的信号，他当然看得出来，眨着眼睛充满期待地看着王小强。王小强无奈地点点头，心想自己吃了他的豆腐也是救他的命，就算他找自己算账，只要不提太过分的要求，他一定会尽量满足。 Yes， 我终于找到你了。叶书仙一跳老高，高兴得像个孩子。啊！王小强满脸黑线，找到吃自己豆腐的人用得着这么高兴吗？说道：那天事态紧急，所以我没办法。你实在太酷了。叶书仙凑近王小强，大眼睛忽闪忽闪，像是明亮的星星。你是怎么做到的？啊，酷！王小强挠挠脑袋，满脸懵逼。这酷是从何说起？至于怎么做的，王小强只好如实回答。当时我闭上眼睛。什么？闭上眼睛的？叶书仙睁大了眼睛，在车流汇聚的街道闭上眼睛开车，那是什么操作？他的好奇心更是强烈，拉着王小强，快示范一次给我看看。啊！王小强懵逼成二，四面看了看。现在在这里？叶书仙奇怪道：是啊，不方便吗？我倒是很方便，就怕你不方便。我也很方便啊，咱们上车吧。车上去也好，毕竟这儿人有点多。你怕人多？难道你有特殊技巧？那是不传之秘吗？是了，闭着眼睛肯定是不传之秘。你可以教我吗？这每个人天生就会吧？用我教你？怎么可能？你开什么玩笑？快上车教我，上你的车，
当时你怎么做的，现在就怎么做。王小强实在无语，这妞也太开放了一点吧，自己就这么亲了一下，难道就让她不可自拔了？虽然自己确实很有魅力，可是还没爆表到这种程度吧。叶淑仙相当主动，已经拉开车门，对王小强道：你快点嘛，人家都要等不及了。我去。王小强无言，真要现场直播？他虽然脸皮比较厚，也没什么节操，不过当着这么多人，臣妾真的做不到啊。他急忙义正言辞地拒绝：叶小姐，我不是随便的人，虽然我也很想和你探索技巧，不过好歹也要等到晚上啊。叶淑仙一听，歪着小脑袋想了想，是啊，那天我遇见你就是晚上，不过现在人家真的好想知道你是怎么闭着眼睛开车的。啊咧，开车？王小强差点被自己口水给呛住，闹了半天，原来他说的是车技，害得自己多想。原来是我自己想多了。王小强啼笑皆非，这才想起当日去玄湖院时，有辆奥迪跑车别了自己一下，隐约看到车内坐着的就是叶淑仙。闹了半天乌龙，终于真相大白，王小强也安心下来。不是来找自己算账就好，否则女人胡闹起来，他还真没办法收拾。特别是对于漂亮女人，他更无抵抗之力。闭着眼睛开车，我肯定不会，我这车又不是无人驾驶。不过你想学我的技术，我可以带你兜兜风。王小强笑道。太好了。叶淑仙比王小强还要积极，立刻上车，乖巧无比地坐在副驾。周围人全都懵逼，先前与王小强打赌之人更是猛上加猛，三观震战。这还用赌吗？叶淑仙直接向这家伙请教车技，比赛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输了。王小强开着面包车直接开上赛道，面包车的提速当然比不上那些顶级超跑，王小强慢悠悠地把车速提到150，可是面包车的最高速度在这些开惯了跑车的二代眼中，慢的和蜗牛没什么区别。然而王小强所发挥出的超强车技却让众人不断惊呼。不管是上坡、下坡还是弯道，王小强始终保持150码的速度稳定前进，再急的弯也是如此，完完全全把一辆面包车开成了一辆跑车。嘎吱！10分钟后，面包车停在终点，4个轮子冒着烟，毕竟不是跑车，性能没有那么卓越，磨损相当巨大。王小强打开车门，叶淑仙头发凌乱，双目空洞，失魂落魄，但脸上却有着极大的满足。他实在无法相信自己竟被一辆面包车送上了速度与激情的高潮。过了好久，他终于回过神来，脸上又重新浮现出兴奋激动的神色，拉住王小强叫嚷着：你太厉害，我要拜你为师，我要拜你为师！抱着王小强的手臂，一双星星眼充满期待。王小强心中一荡，再加上他的眼神实在太具杀伤力，兼之王小强对美女向来没有任何免疫力，急忙缴械投降：拜师，拜师，你说拜师就拜师。叶淑仙大喜过望，跳起来大叫一声 yes， 抱着王小强的手臂，左一口师傅，右一口师傅，喊得十分亲热。众人艳羡，同时又十分震惊。要知道叶淑仙可是在这燕京城与邱双寒齐名的角色，家世背景仅次于邱寒霜，现在竟然像个小女孩一般抱着王小强手臂撒娇，实在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有这么一个美女徒弟相伴，王小强当然倍感受用，心中暗想，这主动送上门来的美女徒弟自然是要好好调教一番啦，嘿嘿。脑中正浮现手把手教叶淑仙开车的情景，忽然一声引擎咆哮声传来，一辆相当炫酷的宝马跑车从远处开来，远远闪了2下远光灯，十分张扬高调。第78章赌赛。嘎吱，宝马车稳稳停下，车内走出2人，一人穿着休闲小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嘴上蓄着2撇小胡须，看起来相当骚包。另外一人是穿着赛车服的外国佬，看起来27、8左右，金发碧眼，神情冷漠，仿佛在他眼内这儿的人都不是人，统统都是蜡鸡一般。2人径直朝这边走来，叶淑仙面上掠过明显不悦：欧鹏，你来干嘛？欧鹏在自己唇上的小胡子上一划，翘起嘴角笑道：淑仙，我知道你喜欢赛车，所以把这赛车场买了，怎么样，喜欢吗？叶淑仙眉头大皱，不爽道：喜欢个屁，欧鹏，你别痴心妄想了，我不会答应你的。淑仙，你真的感受不到我的真心吗？为了你，我不仅把这赛车场买下来，还花重金请来了车神舒马赫的亲传弟子马克，他已拥有超越他师傅的实力，只要你点头，他可以成为你的御用老师，指导你赛车。叶淑仙冷冷拒绝：欧鹏，我说过我们不合适，你又何必浪费表情？这样死缠烂打只会让我感到厌烦。顿了一顿，接着道：况且我已经有老师了。他是说到这里，话语中断，因为他还不知道王小强的名字。王小强。王小强看出他的尴尬，替他解围：我叫王小强。啊，对，我的师傅王小强。叶淑仙说着，顺便亲昵地挽住了王小强的臂弯。欧鹏这才发现王小强的存在，见2人举止亲密，面色一沉：你是谁？王小强满脸黑线，他这应该算是躺枪了，无奈一叹：他刚才说了，我是他师傅，我叫王小强。欧鹏眉头一皱，刚才叶淑仙连王小强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可能是他师傅？显然他是叶淑仙临时找来的挡箭牌。想到这里，
欧鹏反而没那么敌视王小强了，再看王小强穿得普普通通，不像是什么富家子弟，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优越感，对叶书仙笑道：“书仙，你要找个挡箭牌，也得找个像模像样的吧，在这儿随便拎一个出来，也比这家伙强吧？”叶书仙冷笑：“狗眼看人低。”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脸上露出一个充满捉侠的笑容：“既然你请来的高手如此厉害，有没有兴趣和我师傅比一场？”欧鹏眉头大皱：“和他？我的朋友恐怕没什么兴趣。”叶书仙秀眉微微一扬，露出几分挑衅神色：“不敢吗？”欧鹏冷笑：“不是不敢，而是不屑。这家伙摸过跑车吗？”眼角余光忽然发现停着的面包车，笑道：“如果我没猜错，这车应该是他的吧？车尾灯怎么坏了？不会是被人追尾吧？赔了多少钱？”“这车是我的，车尾灯被人故意撞坏的，我也没让他赔多少，也就赔了1个亿。那家伙一时还不清，在我这儿分期还债呢。”王小强如实回答。1个亿？欧鹏像是听到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哈哈大笑：“朋友，你疯了吧？你这面包车的车尾灯值1个亿？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王小强耸耸肩膀：“这年头说实话，别人老不爱信，你爱信不信？这儿有几个在秋名山见识过王小强厉害的人，如果别人说这话，他们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会认为他是吹牛逼。可是王小强一个人虐打秦青，让秦朝天下跪，逼他捐出全部家产的男人，他的车被人撞坏车尾灯，让人赔1个亿，有什么奇怪？但更多的人不知道此事，均觉得王小强不是有病，就是太狂，一个车尾灯1亿。如果真是如此，那他这辆面包车恐怕就是全世界最贵的车。事实上，千金难买我喜欢，他王小强的小面包车对他而言就是无价之宝。”欧鹏还想再嘲讽几句，叶书仙不耐烦地打断他：“废话真多，敢不敢比？”“哼，既然书仙你想要比，我当然乐意奉陪，只不过就这样比来比去，没有任何意义。要不然我们赌点彩头。”欧鹏对马克的技术信心十足，舒马赫的亲传弟子，甚至有着超越舒马赫的实力，在参加过各种国际赛事，金奖拿到手软。他确实是花了许多代价才将他请动。“你想赌什么？”叶书仙对王小强更有信心，因为他刚才就在王小强副驾上看到王小强神一般的车技，别说是舒马赫的徒弟，就算是舒马赫亲临，也不可能是王小强的对手。赌钱没有意思，咱们赌点别的，你看怎么样？钱对于欧鹏与叶书仙这样的豪门巨贵而言，确实没有任何意义。哎，别啊！王小强急忙阻止，赌钱多有意思。欧鹏敢和叶书仙叫板，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这欧鹏的背景应该非同小可，这样冤大头可以称得上极品冤大头，不是这一群赌几百万的穷逼可比的。王小强要穿越万界，一次最少10亿，风云世界更消耗50亿，他现在已经穷疯了，怎能放过天上掉钱的机会？欧鹏闻言更加笃定了心中的猜测，把钱看得如此重要，难道还会是什么大人物不成？冷冷一笑：“我可以和你赌钱，但和书仙我要赌一点别的东西，这你没意见吧？”王小强只想要钱，点头应允：“当然没问题。”欧鹏倨傲道：“你想赌多少？我奉陪。”心中料想王小强也拿不出多少钱来，顶破天也就几百万，那还不是洒水的事？王小强想了想：“我现在手里还有20多个亿，要不就赌20亿吧。”一言落毕，欧鹏雷的外焦内嫩，差点栽倒在地。20亿！欧鹏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了王小强一眼，怎么看他都不像可以拿出20个亿的人，旋即正色道：“小子，我没工夫和你开玩笑。”王小强直接一个白眼，没好气的道：“谁和你开玩笑？喂，刚才你自己说的奉陪到底，现在当着这么多人想耍赖吗？”第79章，20亿都没有，穷逼！欧鹏眉头大皱，这是要将他的军？他冷笑一声，说的你好像真能拿得出20个亿似的。我明白了，你是故意如此，想虚张声势把我们唬退。20亿是吧？我马上就给你凑出来。但如果你要拿不出20个亿，立刻就从这里滚蛋。毕竟20亿不是小数目，他有钱有背景，那是因为他身后有整个家族撑着。如果他单拎出来，也许仍有一定能量，但绝对强不到哪去。王小强语不惊人死不休，漫不经心道：“20个亿还要凑？原来你也是个穷逼。”欧鹏听了这话，真想冲上去把王小强给撕了。自打他从娘胎里出来，第一次被人骂穷逼，这简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他怒极反笑：“20个亿，你现在就拿出来！如果你能拿出来，卧槽，至尊黑金卡！”一句话没有说完，王小强慢吞吞地摸出至尊黑金卡。欧鹏立刻把“我就直播吃翔”这几个字活生生地吞下去，面色之难看，就像吞了还冒着热气的新鲜翔。欧鹏心里升起一股不祥预感，不管王小强能不能现场拿出20亿，至尊黑金卡便已是身份的象征，因为这种卡只有他家族里的长辈才有资格拥有。我全部家当就在里面，有20多亿，具体值多少我也不清楚，反正20亿是够的。如果不信，你可以现场叫人来验。咦，对了，你刚才说如果我能拿出来，你就干嘛？王小强挠着脑袋看着欧鹏。没什么。欧鹏吞了吞口水，既然王小强敢让人验，就说明卡内绝对有20亿，
他现在骑虎难下，只能强压住心头的惊涛骇浪，打电话凑钱。拿出手机时，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在颤抖。至尊黑金卡。叶书仙也是一惊，他本以为自己这师傅就只有车技，哪知道还是一个乡间土豪。要知道20亿放在哪个家族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的。他忽然想起那天在王小强的面包车副驾上看到邱双寒，连邱双寒也在他的副驾坐过，他显然应该不是凡人。想到这里，他心中又燃起了八卦之火，抱住王小强手臂问道：“师傅，那天邱双寒为什么坐在你的副驾上？”“那天是去给他爷爷看病。”叶书仙一愣，旋即惊喜道：“你还会医术？”王小强感觉这表情似曾相识，因为不久之前他从得知自己会医术的邱双寒脸上看到过，他心头掠过一丝不祥预感，不过只能点头，试探问道：“不会那么巧，你家也有病人吧？”叶书仙大喜：“师傅，你真聪明，你能替邱恩治病，一定很厉害，求求你去给我小姑治治病吧。”王小强满脸黑线，自己何时又变成医生了？不过面对如此可爱徒弟发起的请求，他怎能狠心拒绝，只好道：“我去看看吧。” Yes， 师傅你最好了。叶书仙兴高采烈地把王小强的臂膀搂得更紧。张小美被晾晒在一旁，大吃飞醋。虽然她知道像王小强这样的男人身边不可能只有她一个女人，可是她仍然忍不住心酸。张小帅暗暗推了她一把：“老妹儿，有时候不能全靠男人主动，女人也要主动一点才对，否则我这未来妹夫就要被人给抢走了。”张小美一想，确实如此。王小强现在可是自己的男人，自己的男人就要自己守护，不管来者是谁，都得让对方明白自己才是正事。走上去挽住王小强另外一个手臂：“强哥，等会我要坐你的副驾。”叶书仙眉头一挑，略过不爽：“你是谁啊？为什么要坐我师傅的副驾？”张小美面不改色：“我呢，是强哥的女朋友，你呢，是他的徒弟，换句话说，应该叫我一声师母。”“哎，师傅真的吗？”叶书仙瞪大了大眼睛问道。王小强满脸黑线，有种不好的预感。这两个女人似乎见面就有浓浓的火药味，隔着10万8千里都能闻到。“小美是我女朋友。”王小强脖子缩了缩，暗怪自己刚才疏忽，看见美女就找不到北了，忘了顾及小美的感受。“啊，原来师傅有女朋友了。”叶书仙似乎很失望，对张小美皱了皱鼻子：“就算你是师傅的女朋友，我也不会叫你师母，你们都还没结婚呢。”张小美毫不客气的还击：“就算没结婚，我也比你大，叫我一声姐姐总应该吧？”“哼，我才不要脸！师傅，你找的女朋友怎么那么凶啊？”“小美以前不是那样的。”王小强满头黑线。“强哥，什么叫以前不是那样？难道我现在就凶巴巴了吗？你心疼你的宝贝徒弟，就不心疼我了吗？”小美泪眼汪汪：“这小美，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王小强有点抓狂，女人无理取闹起来，真是要命，就算有系统都救不了自己。而偏偏这个时候，小乖又来凑热闹：“哈哈，主人，您的桃花运变成桃花劫了，但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王小强说道：“什么消息？”“您累计获得1万点魅力值，激活了仰慕功能，魅力值爆表，异性对您仰慕越深，爱意越浓，您将得到越多的修为。如果您能顺利和他们滚床单，获得的修为奖励翻10倍。”王小强以手拍额，相当无语。这功能不就是变着方法让他泡妞吗？现在身边只有2个就吵得不可开交了，以后要有更多，那该怎么办？苍天啊，大地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别人的后宫一派安宁祥和，我的后宫就堪比宫心计？况且这貌美如花的徒弟还没纳入后宫，要是真把他纳入后宫，这俩小妞岂不是要吵翻天？就在王小强对此毫无办法的时候，周围飘来了无数道艳羡目光。叶书仙是与邱双寒齐名的角色，容貌气质当然无可挑剔。张小美的背景虽然比不上叶书仙，但相貌气质根本不输于对方，绝对是尤物级别的存在。2个绝品美女傍着一个王小强争来吵去，不引起男人的羡慕嫉妒恨才怪。第80章争风吃醋。哎，我看强哥一脸无奈，真想替他分担分担。猴子满脸虔诚道：“做什么春秋大美吗？想抱我妹子，我肯定不会同意。想抱叶小姐，我麻烦你先去撒泡骚尿照照你自己。”张小帅毫不留情的打击，最后一叹：“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你看这些家伙的眼神，如果可以杀人的话，强哥不知死了多少回了。叶书仙可是他们的女神。”猴子张了张嘴巴，苦笑：“也是我的女神，所以副驾必须我坐，你坐后面去。”张小美丝毫不让：“开玩笑，这可是他的主场，第一次都输了，以后他这正事还怎么压服其他人？”“哼，你让师傅说。师傅，你想要谁做副驾？”叶书仙毕竟不是女友，名分上矮了一截，所以直接把这难题丢给王小强。王小强挠挠脑袋，这确实道难题。不过小美是自己正资格的女友，于情于理也该让她坐自己旁边。这次就让小美坐吧。强哥，你真好。张小美踮起脚，在王小强脸上轻轻一吻，取得了第一次战斗胜利。她兴高采烈，惊喜万分。
刚才被王小强忽略的不悦一扫而空，略微有些得意的向叶书仙扬了扬眉，像是在宣布主权。叶书仙嘟起小嘴，满脸不高兴，旋即想起自己只是徒弟，又不是女友，干嘛要生气？可是不知怎么，他就是生气，越想越气，直接踮起脚在王小强唇上狠狠亲了一口。不仅是王小强，连张小美也懵逼了，这妞的胜负欲和占有心也太强了一点吧。周围众人更是差点跌倒。开什么玩笑？叶书仙就为了和张小美赌气，竟然就这样把自己的初吻给送出去了。事实上他们不知道，叶书仙的初吻早就被王小强这色鬼夺走了，对王小强而言这是二品佳人。咦，怎么回事？叶书仙皱起眉头，我怎么感觉师傅的味道好熟悉，似乎以前闻到过。王小强满脸黑线，十分心虚，要是被叶书仙知道自己曾经吃过他豆腐，自己高大威猛的形象岂不是要瞬间崩塌？不会吧，是不是记错了？可能是吧，师傅，这可是我的初吻。叶书仙十分得意，说的有些大声，似乎是故意说给张小美听的。张小美微微一笑，走到叶书仙身旁，挨着他的耳朵轻轻说道：初吻算什么？言下之意，不言而喻。叶书仙立刻脸红到脖子根，这他可玩不起。一招将军，张小美十分得意，心中暗想：和老娘斗，你还嫩了点。欧鹏那边已凑够20亿，回过头来正看到叶书仙亲吻王小强，心中妒火中烧，顿时恨得咬牙切齿，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怒气冲冲地质问叶书仙：书仙，你在做什么？叶书仙被张小美将军，心里很是不爽。我做什么关你屁事。欧鹏一腔怒火得不到发泄，只能转移到王小强身上，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王小强白眼一翻：我做什么关你屁事。欧鹏简直气得要死，竟在同一句话上碰2次钉子，他们这是商量好的吗？小子，你死定了。欧鹏怒容满面，20亿到账，老子要让你输得倾家荡产。转头对马克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英文，马克微微点头，鹰隼般的目光看向王小强，从他的脸看到手掌，紧接着轻蔑一笑，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因为他看出王小强根本不是专业的赛车手，专业赛车手要有一双强而有力的手，但更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刻苦磨练，经年累月的操纵方向盘和换挡杆，手上肯定会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而王小强一双手光滑如玉，比女人的手还要秀美，显然不是车手该有的手，甚至经常开车的人手都不会如此。马克附在欧鹏叽里咕噜说了一通，欧鹏定睛一看，果然如此，嘴角一翘，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而他们哪知道，王小强修为深厚，有罡气护体，就算天天在石头上磨，手也不会生出茧子。光凭这个判断王小强不行，简直不能再天真。书仙，我和他的赌注已经准备好，但和你的还没说好，我想问问你，你想和我赌什么？欧鹏信心满满，已认为这是必赢之局，他对马克的车技有绝对的信心。我的赌注很简单，要是你输了，就永远不要来纠缠我。叶书仙实在骨子里讨厌欧鹏，因为这家伙实在太粘人太烦，就像一只绿头苍蝇，围着他没完没了。好，我答应你。欧鹏十分爽快，同时提出自己的条件，若是我赢，我邀请你约会，你不可拒绝，怎么样？他略微顿了一顿，摸了摸唇上的胡子，十分自信道：我敢保证，深入了解之后，你一定会深深爱上我。行，我答应你。叶书仙也很爽快，转头对王小强道：师傅，徒弟的一辈子的幸福就把握在你手里了，加油么么哒。王小强挠了挠脑袋，你这样搞得我压力很大啊。呵呵，欧鹏冷笑，现在想后悔已经晚了。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你不会想开面包车迎战马克吧？王小强微微一笑，有什么不可以？不仅是欧鹏，就连叶书仙也吓了一跳，有史以来第一次产生了默契，齐声惊呼：你没开玩笑？王小强道：没有啊，我的小面包车很快的。叶书仙急忙道：师傅，你别吓我，我的终生幸福可不能开玩笑。马克见这边有情况，低声询问，听了欧鹏的解释，眉头大皱，极快地说了几句话，显然非常不满。这洋鬼子说什么？王小强问道。叶书仙当起了翻译，他说：你实在看不起人，是一个不值得尊敬的对手。如果你用面包车和他比赛，他宁愿不比，直接认输，就算你得胜，也是胜之不武，招来别人耻笑。这洋鬼子还有点意思。王小强抬头看着他，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说道：那好，我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扭头对叶书仙道：我就开你的车吧。第81章在线漂移点烟。叶书仙急忙交出钥匙，一想到王小强马上又要开始表演他神乎其技的车技，叶书仙兴奋的身体发抖。唯一的遗憾是，他这次不能坐在副驾上，看到张小美得意洋洋的在副驾绑好了安全带，便一脸不高兴的朝他做了一个鬼脸。张小美当然不甘示弱，还了一个鬼脸。王小强和马克的车并道而行，2台跑车在起点线上发出野兽一般的轰鸣。在场的众人早就暗中开盘，赌下重金。先前与王小强对赌的那家伙，王小强根本没和叶书仙赛，
就直接让他输了500万，心中十分不爽。这一回他又不信邪，暗想马克是国际顶尖的高手，继承了舒马赫的衣钵，甚至有超越舒马赫的架势，这职业的怎么着也得比玩票的要强吧。东拼西凑又借了300万，赌马克赢。唰，赛旗落下，2台跑车化作2道弧光，嗖一声窜出去，瞬间提速到100以上。2台车都是顶级超跑，在瞬间爆发上拼了一个不相伯仲。直线赛道上一直在并驾齐驱，速度还在不断攀升，很快到了190。相对于山道赛道，这已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场的大多数业余车手都不敢这么玩。然而这2个人的速度还在提，3分钟后直接上到220，所有人吓得脸色都白了。220的速度对他们而言确实太快了，一个不小心就是车毁人亡的结果，这可是拿命在玩。马克身为职业赛车手，当然有资格这样玩，可是王小强就是个玩票的，这么玩时再勇气可嘉。马克面色渐渐凝重，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这么一个劲敌，对手绝对有着顶尖赛车手的技术。如果是在其他赛道，他有把握开到260左右，但是在这山道赛道上，多快1公里就多一分送命的危险。他不想因为一点钱而送了自己的命。他相信王小强同样也不敢拿命去搏，所以230、240应该是2个人的极限，下面要拼的就是技术。然而让马克万万没想到的是，王小强还在加速。230、240、250、260、270、280、290。嗖！摄影机已无法捕捉到王小强的车，大屏幕上只能看到一道赤焰火光划过，瞬间把马克甩开几个身位，在前面弯道上车尾一甩，潇洒的飘了过去，便消失不见。马克别说车尾灯，就连一根毛都看到不了。大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290，这是王小强现在的时速。所有人感觉自己面容僵硬，舌头发苦。要知道这都快赶上某些飞机起飞的助跑速度了，这样的山道赛道上开到290，完全是把命悬在手脚上玩，因为只要手脚稍微失误，就特么一命呜呼。而这时张小帅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面色大变，惊呼出声：糟糕了！小强还没有熟悉过路况，他是第一次开这赛道，疯了，疯了！所有人又是一阵，从来没开过这赛道，就直接飙上290，究竟是疯了还活腻了找死？快看，他进弯道了！大屏幕上出现一个连环弯道，像是一条弯弯曲曲蛇，这是这条赛道最难度最大、最危险的路段，不知道有多少车手在这出过事。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跟着紧张起来。但王小强并没有减速的迹象，车尾左摆右摆，几个连续漂移，车分分钟就冲出连环弯道，继续呼啸前行。所有人都傻了。老实说，他们心中很期待王小强可以顺利过弯，可是他们心中预想的场景，过弯的过程应该是无比复杂艰难的。然而王小强就这么简简单单、轻轻松松，就跟开过一条平坦大道一样，就把这连环弯道过掉。想象和现实落差太大，所有人一时半会儿竟有点难以接受，所以全都傻在了那里。一幕实在太经典，大屏幕上开始回放慢镜头。然而这慢镜头一放，又把众人雷得外焦内嫩，三观崩塌。只见慢镜头中，不管是直线赛道还是弯道，王小强都是一手掌方向盘，一手掌控排挡杆，单手操作。更恐怖的是，王小强在漂移过某一个弯道时，竟然双手离开方向盘，不慌不忙的给自己点了一根烟。是的，点了根烟。观众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这一画面重复播放了20多次后，观众们才肯接受这神话一般的事实。我的天，除了这3个字，众人实在找不到还有什么词语可以形容此时的震撼。头文字 D 都不敢这么演吧。然而他们却不知道，王小强这招绝技已在头文字 D 世界里表演过一次，漂移点烟对王小强而言就像呼吸一样简单。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回过神来，这是过弯的技巧，有点像藤原拓海。另外一人一巴掌呼过去，你他妈是不是傻了？那是动漫，难道没有人觉得刚才他过弯时，我们就像在看动漫吗？因为太不可思议了。所有人都不说话，他们确实有相同的感觉。他们甚至觉得，就算藤原拓海亲临，都可不能如此轻松开过这个弯道。王小强对车的掌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很快，王小强开回终点，轮胎冒着烟。所有人看他的目光已经改变，敬畏、佩服、崇拜、激动，甚至有跪下来膜拜他的冲动。他，王小强，是当之无愧的车王之王。直到下车，王小强手里的烟还没有抽完，众人看得很清楚，烟头上有一截烟灰，在如此高速的环境下竟没被抖落。王小强的车有多稳，可想而知。5分钟后，马克的车姗姗来迟。一个职业车手被一个玩票的横甩5分钟，说出去恐怕无人会信，而且这个人还是车神舒马赫的徒弟，甚至是超越舒马赫的存在。二人下车，欧鹏的脸色比吃了屎还要难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会输，但无情的事实狠狠地抽了他一记大耳光，
把他打得头晕目眩，眼冒金星。Yes， 我就知道一定会赢。叶书仙眉开眼笑，激动地在王小强脸上盖了一个章。师傅最棒了。张小美下车很不服气，也在王小强另外一面亲了一下，笑靥如花，强哥真厉害。叶书仙心情大好，没有功夫去和张小美争强斗胜，笑眯眯地看着欧鹏，你输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以后别来纠缠我了。欧鹏满脸阴沉，输了钱是小，输了面子却是大。他此刻已然恨王小强入骨，恨声道：小子，这事还没完。王小强一听还有后续，实在高兴，像欧鹏这样能拿出20亿的极品冤大头实在太少了，他再来找自己麻烦，自己还可以趁机敲一笔，想想都觉得太爽，微微一笑，随时恭候老板。欧鹏满脸愤恨，也不叫马克上车，钻进车里，发动汽车就走。第82章八字不合。马克十分无奈，对王小强的态度由不屑转为尊敬，叽里咕噜说着英文。叶书仙赶紧现场翻译，他说：你确实是个很强很了不起的对手，他很佩服你。他现在知道你想用面包车和他比赛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技术卓越，他认为你用面包车一定也能胜过他。王小强道：那是当然，你告诉他他也开得不错，好好努力啊，超过我肯定是不可能了，也许能做个世界第2，这世界第1当然就是他自己。叶书仙翻译过去，但没把世界第2转达，他告诉马克他只能做世界第3，因为世界第2的名额被叶书仙自己悄悄预定了。开玩笑，有王小强这样的逆天高手指点，连世界第2都拿不到，岂不是给师门蒙羞？马克深以为然的点头，又说了几句，叶书仙翻译过来，大概就是马克想邀请王小强加入车队，展开职业生涯，不仅可以挣很多钱，还能赢得无上的荣誉。王小强哪有这闲工夫？要是职业能挣个千800亿，他可能会考虑一下，但最多几百万的奖金都不够小乖这败家娘们塞牙缝，他干嘛去花那个时间？有这时间，还不如多找几个冤大头，敲上一笔来得快，所以他断然拒绝。马克十分失望，与王小强告别后离开。在场众人经过了一次史诗级的震惊，离开时都有点懵逼，甚至包括上一次在秋名山见过王小强的人。上一次他们以为王小强够装逼了，可能再也干不出比那更装逼的事情，然而他们错了，王小强这一次装的逼丝毫不亚于上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比上次更屌，简直是装逼无极限。他们中不少人在怀疑王小强是不是逼王转世，身上有卦。如果有人敢当面问王小强这个问题，王小强一定会告诉他，没错，老子身上就是有9天10地绝对无敌的外挂，就问你们这些渣渣服不服？比赛结束，王小强赚了20亿，心中十分痛快。像欧鹏这样的极品冤大头毕竟不多，他现在只希望那家伙快点来找自己麻烦，自己好再敲他一笔。叶书仙道：师傅，你帮我赢了那个讨厌鬼，真是太棒了。王小强笑道：你该怎么感谢我？叶书仙理所当然地说道：你是我师傅，师傅给徒弟出头不是很应该吗？要什么感谢？王小强相当无语，好像是这个道理。叶书仙笑逐颜开，歪着小脑袋认真想了想，又在王小强脸上一吻，这样感谢可以吧？得到美人相吻，王小强当然高兴，不过张小美就不那么高兴了，在旁冷哼一声表示不满。王小强夹在2个人女人中间，实在无奈，只好把张小美搂过来，在她脸上啄了一下，这总可以了吧？张小美回嗔作喜，这还差不多。目光落到叶书仙身上，十分得意。叶书仙气得不行，抓狂道：师傅，我也要亲亲。王小强道：这怎么行？你又不是我女朋友，那我现在就要做你的女朋友。又来，你俩是不是八字不合呀？王小强满头黑线，女朋友哪能有2个？怎么就不能了？老婆都能有2个呢，我老爹都可以有8个老婆，你怎么就不能有2个女朋友？我不管，我要当你徒弟，也要当你女朋友。叶书仙急得直跺脚，他的占有欲极强，输给张小美他实在不甘心。哼，就算你要做强哥的女朋友，你也只能做小的，我才是正宫娘娘，凭什么我要做小？我哪儿小了？我比你还大。胡说八道，你根本没有我大。强哥，你说谁大？呵呵，对你大，你年纪大，老太婆。什么？你说谁是老太婆？你这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小丫头片子，你说谁没发育完全？你再说一遍。说的就是你，再说一遍，你能怎么？小丫头片子。我的天，要不是王小强站在中间，他估计这2女人会当场撕起来。他以手扶额，头大如斗，仰天悲鸣，谁他妈能来救救我？2个女人从争吵变成了冷战。吃饭的时候好像是在参加一场谁为王小强家菜多，谁就能获得冠军的比赛。王小强碗里的菜堆起来，把他比苦瓜还要苦的脸给挡住。张小帅和猴子大有幸灾乐祸之感。王小强这家伙桃花运旺的让人羡慕嫉妒恨，怎么着也得有点报应才对得起天理循环吧？总不能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现在报应来了，夹在2个女人中间，这滋味简直生不如死。
这一顿气氛尴尬的晚饭终于结束，王小强第一次意识到吃饭原来那么难。走出饭店，张小美挽住王小强的手臂，笑眯眯地对叶书仙道：“小叶子，你自己回去吧，我要和强哥回家睡觉了。”叶书仙俏脸气得煞白，这一局算是张小美赢了。他跺了跺脚，跳上车，朝张小美竖了一个中指：“你别得意，我还会回来的。还有，别叫我小叶子。”轰的发动汽车汇入车流里，很快消失不见。好像真的很生气啊。张小美目送叶书仙的车远去，扯动嘴角微笑，别说和这小丫头斗嘴，还真好玩。王小强无语：“小美，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啊。”张小美抱住王小强的手臂撒娇：“强哥，人家还没做好和人分享你的准备吗？况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见到那丫头我就想和她斗斗嘴，真的忍不住。”王小强搂住她腰肢，摇头叹道：“看来你们还真是八字不合。”张小美嘴角翘起一个好看的弧度，轻轻哼道：“谁要和他八字合，我和强哥合就行了。”妈的，听不下去了，又他妈虐狗！小帅，我们快走，这1万点暴击我快承受不了了，等会被他们活活溺死在这儿。2条单身狗夹着尾巴灰溜溜的逃了。第83章叶书仙求救。王小强带着张小美回到出租屋，满身大汗的合了八字，结果是非常合拍，所以一不小心就合到了天明。王小强不愿再折腾小美，二人起床吃过早饭，他开着面包车把小美送去上班。车还没开出汽博城，电话响了。喂，谁？师傅，是我。叶书仙的声音传来，听起来有些焦急。怎么了？王小强急忙问道。昨天我不是跟你说我小姑生病了吗？今天突然病重，你快过来看看吧。叶书仙在电话那头已经带着哭腔。好，你家在什么位置？东昂国际新城，随便找人问就能找到。我马上过来，你别急。王小强挂断电话，方向盘一打，面包车原地掉头向东昂国际新城驶去。叶书仙家确实很好找，因为整个东昂国际新城几乎都是他家的。叶书仙早就等候多时，远远看到王小强的面包车，急忙快步迎接过来。师傅，快点吧，救人如救火呀！王小强道：“我都闯了好几个红灯了，别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都能救活。”叶书仙道：“我小姑现在不但还有气，而且还生龙活虎，哎呀，就是太生龙活虎了。”王小强一脸懵逼，不是快病重了吗？怎么还生龙活虎的？究竟什么鬼？叶书仙满脸焦急：“我要是知道就不找你了，你快去看看吧。”二人走入别墅，王小强看到别墅四面都贴着黄纸，用朱砂画着符篆，到处挂着八卦镜，悬着桃木剑，3个穿着黄袍的道士正在开坛做法，弄得整个别墅乌烟瘴气。叶家人站在一旁，个个神色紧张。这是怎么回事啊？王小强十分不解。我老爹说小姑是邪灵作祟，所以找来大师驱鬼。哼，我才不相信有什么邪灵作祟呢。叶书仙十分不满。王小强道：“子不语怪力乱神，连圣人都不敢妄论鬼神，更何况你我。况且这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不可能没有一点道理，你不相信并不代表就不存在。”叶书仙眼睛睁得圆溜溜的，不可思议道：“师傅，连你也信这个？你可是医生？”王小强耸耸肩膀：“这有什么矛盾的？”就在二人说话之时，楼上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紧接着一道人影从2楼摔下来，却是一个穿着杏黄道袍的道士，看这体型足有200斤左右，活像一头穿着道袍的大肥猪。能将他轰下楼，显然楼上的人力量不小。厉害厉害！胖子道士艰难从地上爬起来，摇头晃脑的道：“这邪祟厉害，加之叶小姐武艺高强，叶老先生贫道实在搞不定了。”叶家家主叶胜利是干瘦的小老头，长着一对3角眼，蓄着山羊胡，形貌看起来有几分猥琐，实在不像是雄踞一方的豪强。黄福道长，这宝贝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您再想想办法，钱好商量。黄福道长一听到钱字，为难的脸上出现几分喜色，旋即收敛。叶老先生，这次确实相当棘手，我看我们得祭出大杀器才行，那玩意儿可是逆天行事，损耗寿元的。叶胜利乃是一个老人精，怎听不出他的意思？他爱女心切，急忙道：“黄福道长，钱不是问题，只要能让我闺女平安无事，多少钱都没问题。”黄福道长听到许诺，从地上一跃而起，身上肥肉像是波浪一般抖了3抖，重拾信心：“叶老先生放心，就算拼尽一身修为，我也要把那邪灵从叶小姐身上驱走。”一把抓住道袍，从身上脱下，露出一身肥膘，伸手一探，抓起一支朱砂笔，空中念念有词：“天黄黄，地悠悠，风雷加无声，天火附武魂，天眼通八荒，心雷驱邪祟。”口中不停，手里也没闲着，持着朱砂笔在身上画来画去，画出许多弯弯扭扭的符篆图形，像是他自己在自己身上纹了个身。不一会儿，他整个人就成了一张活体符篆，甚至连背后都有画道。这对于一个胖子而言，确实有些不太容易。而就在这时，楼上传来一声凄厉尖叫，
就像是有刀子在钢板上刻划一般，十分尖锐恐怖，让人耳膜战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王小强下意识抬头一看，隐约看到那房间中有黑气缭绕，出于本能，他一个箭步飞速冲了上去。叶胜利这才发现王小强的存在，惊道：“他是谁？快把他赶下来！”叶书仙急忙道：“爷爷，他是我的师傅，叫王小强，是来替小姑姑看病的。之前他治好了邱爷爷的病。”叶胜利原本很是不悦，但听到叶书仙说王小强治好了邱月山的病，态度一变，先让他上去看看吧。黄福道长眉头一皱：“叶老爷子，这可不是病，耽误驱邪及时，恐怕你女儿有难。”叶胜利闻言又慌了，赶紧道：“道长快上去看看。”黄福道长持着桃木剑，哇呀呀地冲上2楼，叶家众人也跟着蜂拥而上。黄福道长一脚踹开大门，然后立刻猛逼，身后的人猝不及防，来不及刹车，狠狠撞到黄福道长的后背，一个接一个的追尾。只见房间之内，叶家千金叶云瑶正安安静静躺在王小强怀中，已然熟睡过去。王小强倒是没想到叶书仙的这个小姑姑竟然比他大不了几岁，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人。他冲上来时，叶云瑶正深陷疯狂之中，见到王小强便是一拳轰来。叶云瑶这一拳有着不俗的力量，在现实世界里算得上很有水准，不过在王小强眼中却如浮云一般。他轻轻伸手把叶云瑶的皓腕抓住，发现他脉搏跳得十分迅速，但却没有任何病状可言。他不由眉头微微一皱，双目金光四射，发现叶云瑶印堂发黑，瞳孔散乱，眼底似有阴影，这显然不是他的本来面目。第84章，黄福道长，难道真有邪灵作祟？王小强绝不会怀疑他自己的医术，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邪灵作祟，不能让他继续癫狂下去，否则会因脱力而亡。内劲稍微一放，冲进叶云瑶的体内，暂时遏制住他的感官。他稍微挣扎一下，整个人便软软倒入王小强的怀中。众人进来，正好看到这一幕。黄福道长当即一呆，他已经试过不下1000种方法让叶云瑶安静下来，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而这小子1分钟不到就让叶书仙乖乖躺进他的怀中，怎能让他不感到惊讶？这小子应该是来抢饭碗的。黄福道长心中暗想，暗暗对王小强多出一个心眼，生出一股敌视情绪。师傅，你把我小姑姑怎么了？叶书仙挤进房间问道。王小强把叶云瑶打横抱起，然后放在床上，顺便为她盖上被子。我暂时遏制住了她的身体感官，让她休息一下，免得她立即而亡。师傅，我小姑姑到底是什么病？叶书仙又急忙追问。王小强皱眉沉吟，恐怕不是病。叶书仙一呆，不可思议道：“难不成还真是邪灵作祟？”王小强回答的比较谨慎：“现在我尚且还不确定。”哼，有什么不确定？明明就是邪灵作祟。黄福道长冷哼一声，倒持桃木剑对王小强道：“茅山传人黄福，道友是哪派的？”王小强道：“我不是干这行的。”黄福眉角一挑：“既然不是干这行的，那就请吧，专业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哼，你那么专业，没见你把我小姑姑治好，我师父一来就让小姑姑安静下来，这怎么说？叶书仙十分不爽，直接一句话顶回去：“敢和师父过不去，就是和他过不去。”黄福一时语塞，事实摆在眼前，他确实无话可说。仙儿，别胡闹！叶书仙的父亲叶云伟笃信黄福，低斥一声：“小女不懂事，道长切莫见怪。”老爸，他们就是招摇撞骗来了，你们怎么还没清醒？叶书仙嘟起小嘴，挽着王小强的胳膊：“我师父才是最厉害的，不管小姑姑是生病还是中邪，我师父都能搞定。”叶云伟见叶书仙挽着王小强的臂膀，更是不满，眉头大皱：“仙儿，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和男人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快点放手！还有，他是你哪门子的师傅？我叶家的人有随意拜人为师的吗？”叶书仙仍不放手：“老爸，我师父开赛车可厉害了。”黄福一听，顿时有点无语，一个开赛车的跑来给人治病驱邪，这行业跨度未免也太大了一点吧？轻笑道：“叶小姐，这位兄弟虽然能让你小姑姑安静下来，却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邪祟不除，叶宅永无宁日，还是让贫道来给叶家断了病根较好。”叶云伟急忙道：“道长说的对，快请吧。”黄福一手桃木剑，一手八卦镜：“你们暂且退下，今天我是除邪祟，还叶家安宁。”王小强扯了扯嘴角，忽然说道：“我觉得你应该除了这邪祟。”叶书仙奇怪道：“师傅，你怎么知道？我的感觉一向很准。”黄福很是气恼：“哼，走着瞧！”众人退了出去，叶书仙一直挽着王小强的手臂，叶云伟气得不行，但他这女儿早被他惯坏，他根本管教不了，只能暗中叫人去查王小强的身份背景，怕宝贝女儿上当受骗。叶胜利有10个儿女，但是这个叶云瑶却不是他所亲生的孩子，这是他认识10数年的共同奋斗的商业伙伴的孩子。他们一家人在一场事故中意外身亡，只留下了一个女儿瑶瑶。叶胜利便是收养了伙伴的女儿，并且带着她改名叫做叶云瑶。10几年来，
叶胜利和妻子对叶云瑶也是视为掌上明珠，现在叶云瑶突然变成这样，让这老头在这几天苍老了好几岁。叶胜利的眼睛一直地盯着房间，生怕自己的叶云瑶出现意外。叶淑仙十分乖巧地走过去，握着爷爷的手，安慰道：“爷爷，小姑姑肯定会没事的，有我师傅在这儿，他一定会帮助我们。”从他见王小强第一面起，叶淑仙便对王小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感和安全感，觉得他是无所不能的超人，是他心目中最完美的英雄。这种感觉，也许他在玄狐院濒临死亡时被王小强救下后产生的潜意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叶胜利看了一眼王小强，他识人无数，但却没看透王小强的深浅，因为王小强的双眸犹如大海一般深不可测，甚至连秋月山的眼内也没有这等深邃。他可以料定王小强绝非凡人。你真的可以救瑶儿吗？叶胜利语气相当诚恳，他看着王小强，眼内充满渴求。如果你真的可以救我女儿，我愿意付出一切。王小强点点头，我尽力而为吧。先看看那胖道士如何。话音一落，忽听砰轰一声巨响，黄符又从屋内飞出来，像是个肉球一般滚下了楼梯间，狠狠砸中墙壁，使得整个别墅都颤了颤。黄符龇牙咧嘴站起来，神情狼狈无比，手中桃木剑早就断了，八卦镜也不翼而飞。厉害，厉害，太厉害了！黄符大头狂甩，叶老先生，我们得撤了，这邪祟实在厉害，你另请高明吧。叶云伟急忙道：“黄大师，不要走啊！您是正宗茅山术传人，您走了，我们找谁替我妹妹驱邪？”黄符下巴指了指王小强，没好气的道：“那儿不是有个开赛车的，也能驱邪吗？”叶云伟尴尬道：“那都是小女胡说八道，黄大师，只要你能救我妹妹，钱好商量。”黄符本来已在收拾东西，一听到钱，又立刻停下来。这邪祟厉害无比，恐怕是百年难见，我一人无法解决，要不我寻一些道友过来助我。叶先生，你看如何？叶云伟道：“只要能救我妹妹，怎样都行。”黄符放下吃饭的家伙，开始打电话。楼上又传来叶云瑶撕心裂肺的尖声惨叫。叶淑仙听了鼻子发酸，眼眶红红，哀求道：“师傅，你快去救救我小姑姑吧。”第85章，我和僵尸有个约会。王小强点点头，重新上楼，打开房门。叶云瑶疯了一样向他扑来，王小强手臂一抖，出手如风，点住他的穴道，将他放在床上。叶云瑶的一双眼睛滴溜溜的在眼眶内乱转，内中充满无尽的怨毒，盯得王小强背脊发凉，就好像这双眼睛根本不属于他一般。在哪儿去学抓鬼驱邪的本事呢？王小强挠了挠脑袋，是了，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世界南辕北马，抓鬼驱邪，天下一绝啊！想到这里，立刻唤出小乖，准备穿越。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世界。小乖道：“该世界介于低级位面与中级位面之间，需要消耗30亿软妹币，是否穿越？”擦，才赢了20亿，还要倒贴10亿，这得让叶家补给我才行。念头还没落毕，人已经来到处诡异之地，四周黑漆漆的，看不见任何东西。一阵阴风吹来，吹开天上乌云，露出惨白渗人的月亮。王小强这才看清自己身处一片乱葬岗，周围枯树横生，石碑林立，在阴森森月光笼罩之下，这些枯树石碑宛若重重鬼影。饶是王小强胆大包天，此时背脊也有点发凉。陡然之间，一群夜鸦惊起，直飞云霄，一座老坟突然爆炸，一道黑影冲天而起，对月长啸，吐出一股黑气，竟差将明月遮住。卧槽，没这么倒霉吧？上来就遇上江辰。王小强心中有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自己这也太点背了一点。江辰乃是盘古族人，僵尸之王。江辰的存在皆因命运而起，命运是有思想的强大的存在，他操纵着人类不断的重生灭亡，再重生再灭亡。盘古族人发现了命运玩弄人类的恶意，想摆脱命运的操纵，于是他们创造了超脱于3界6道的生物僵尸，用以对抗命运。江辰便是这世界上第一只僵尸。呼！江辰鼻子一动，发现了王小强的存在，他一步跨过，直接无视掉二人之间数十米的距离，瞬间来到王小强面前，手臂一抖，黑漆漆的手臂似是一截枯木，直接向王小强抓来。江辰身为僵尸之祖，力量当然非同凡响，这一爪之力起码也有数百公斤。不过王小强可不是省油的灯，冷笑一声，看你的爪厉害，还是我的。九阴白骨爪出手，二人双爪纠缠，王小强内劲一过，手臂似是一支威力巨大的气枪，爆发出砰轰一声巨响，气浪以二人为中心倒卷出去，劲风吹拂了方圆300米的荒草，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江辰虽然不能说话，但也是有意识的，赤红双目之中闪过一丝明显的震惊。一个人类的力量竟稳胜自己一筹，实在让他感到不可思议。他怒笑一声，口中喷出尸毒，身形一动，又向王小强扑了过去。王小强封神腿施展，身体在原地留出一道幻影，人已倏然转至江辰身后，抬起一脚就把这万僵之祖僵尸之王踹飞出去，感觉像是踢上一块冰冷坚冰，不过极有感觉，
毕竟他在现实世界打人踹人都是缩手缩脚不敢用力，免得稍微带几分力气就把人直接打死。放开全力揍人的感觉实在不要太爽。江晨第一次在一个人类手里如此吃瘪，心知不妙，飞身就逃。就在这时，天边传来一声清亮交斥：“江晨，哪里走？”几道黄符带着火焰划破夜空而来，直接砸在江晨身上，爆发出一串紫电雷光。紧接着一道倩影踏空而至，却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穿着一身鹅黄道袍，手持桃木剑短剑，五官秀美，眉眼细长，长相清秀又透着飒爽英气。之前王小强不知道自己在江约中所处的时间线，但现在从此女的打扮，他推断此女应该是江约女主马小玲的姑婆马丹娜。这就是说，自己应该是身处第一步江约开始之时。按照原本的事件走向，江晨出事，将濒死的邝天佑、山本一夫以及和复生咬伤。马丹娜赶到击退江晨，却不见了三人的踪影，被江晨咬伤，将会变为僵尸。马丹娜当即预言后事必是多事之秋，江约故事才由此展开。现在马丹娜正在追杀江晨，说明三人已经被咬。王小强的目的虽然是来学习驱邪捉鬼的道术，但也不妨碍他认儿子邝天佑、邝复生以及山本一夫都是江约主角，让他们在江约世界成长，当然对自己很有价值。至于学习道术，马丹娜身为驱魔龙族马氏传人，驱邪捉鬼可是专家，南貌北马，可不是浪得虚名。见马丹娜与江晨斗在一起，王小强抽身而退，去找邝天佑，免得这小子跑了。没走几步，便看到这三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面色苍白如纸，脖颈之处有2个血洞，上有血液流出。我去！王小强一探鼻息，仅有一丝尚存，还好爸爸来了。一丝内力输进邝天佑的体内，吊住这家伙最后一丝生机。王小强拿出一颗血菩提捏碎，喂进他嘴里，自言自语道：“血菩提和尸变，不知道会产生怎样有趣的化学反应。”一股雄浑内力输入，邝天佑生机渐渐回到体内，虽然活了过来，但因失血过多，仍是昏迷不醒。王小强将目光转到另外2人身上。邝复生此时还叫做何复生，是个小孩，他变成僵尸后再也无法长大，千方百计想死，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他，令他生不如死。王小强心想，与其你以后痛苦，不如现在给你一个了断。心中一横，一指下去，直接震碎了邝复生的心脉，邝复生当即气绝。至于你妈，王小强目光落到山本一夫身上，犯我中华的罪人，怎能让你好好活着？提起手掌一掌轰碎山本一夫的脑袋，红的白的四处飞溅，山本一夫立刻毙命。江约主角直接凉了2个，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王小强不知道也不关心，反正邝天佑还活着，江约世界的主角光环就在他脑袋上，他的成长对自己有利，这是最重要的。王小强丢下邝天佑，又去找江晨与马丹娜。就在他走后没多久，邝天佑突然睁开眼睛，只见他双目赤红如血，眸内竟有紫电雷光闪烁，血菩提尸变再加上王小强的内力，已让他变为超越江晨的存在，直接让他成为一代的僵尸之王。江约世界将会被彻彻底底的改变。第86章，僵尸道长毛小芳。那边的打斗声越来越激烈，王小强急忙赶过去，只见与江晨对战之人又多了一个，此人年约40上下，穿着杏黄道袍，相貌虽然普通，但满脸正气，额形相连的眉毛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这是南毛北马的僵尸道长毛小芳。王小强吃了一惊，在江约的世界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看来这个江约世界果然不是我所知的江约世界。不过这样也好，南毛北马都在这儿，我把他们的道术全都学会。此时江晨被2人连连逼迫，凶性大发，奋不顾身强攻2人，但南毛北马岂是浪得虚名，各种符篆犹如狂风暴雨一样洒落，每一张落在江晨身上就会引发一阵爆炸，几个回合便把他炸得浑身冒烟。江晨惊怒交迸，奋起鱼涌，撕开2人组成的防线，向远处逃去。他的速度极快，2人根本追不上，看着快要消失在夜空之中，忽然感觉身旁一阵风过，一道人影已追了过去。此人正是王小强，他的封神动势颠覆江约世界认知的速度，整个人像是乘着风一般，瞬间赶到江晨身边，一把拉住江晨的脚踝，硬生生把他从空中撤了回来，狠狠砸到地上。砰轰！地面立刻爆炸，出现一个方圆数十米的深坑。毛马2人惊得目瞪口呆，不借道法仅凭人力，竟然直接把江晨像破布娃娃一样从天上拽下来，摔到地上，力量之恐怖实在超乎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江晨没有疼痛之感，只是感到十分愤怒，他狠狠挣扎起来，不顾一切扑向王小强。马丹娜急忙念动咒语：天道无极，万法归元，乾坤五行，阴阳逆转，障蔽无形，赤令龙神。咒语念罢，晴空之中忽然闪出2道雷电，一条金色巨龙出现在皓月之下，极具威严。这是驱魔龙族马氏的独门道术，神龙赤令，远在秦朝时就被开发出来，专门克各种邪祟。与此同时，毛小芳也开酝酿大招，
道法搅动风云，气势不比马丹娜弱。江晨身躯一颤，眼内露出惊惧神色。王小强虽然厉害，可是终究只是一个人类，没有任何道术，固然能伤他皮肉，却伤不到他的根基，他根本不惧。但这驱魔龙族马丹娜、僵尸道长毛小芳酝酿的最强道术联袂一击，足以令他神形俱灭，顷刻之间化为齑粉。就在江晨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时，王小强脑内响起叮咚一声。这个时候响起系统提示音，王小强虎躯一震，菊花微紧，有种不太妙的预感。果然，只听小乖的萝莉音说道：“主人，您要把江晨收为义子。”王小强一个趔趄差点栽倒。之前在风云直接收个火麒麟还能勉强接受，可是现在要收个僵尸做义子，这是什么鬼？况且小乖明明可以在王小强进入僵约世界的时候就公布这个任务，可是他非要等到马二人放大招的时候说出来，这不是在坑爹吗？来不及多想，王小强闪到江晨身前，马二人大惊失色，不知王小强为何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两人大招酝酿完毕，如出鞘之剑无法收回，两击道术绝学似是天雷勾动地火，神龙驾着闪电咆哮着冲向王小强，威力惊人无比。砰轰！天地骤然明亮，空间隐隐颤动，爆炸形成的劲风四面横扫，整个乱葬岗一片狼藉，强光逐渐暗淡。马二人对视一眼，面上惊疑不定，实在想不通此人为何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竟用命去给僵尸王江晨挡招，被南毛北马的道术绝招击中，岂还能活命？然而下一秒，马二人僵住了，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丹娜更是惊呼出声：“这怎么可能？”只见王小强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强光消散之后的夜空中，甚至连衣角都没破损。神龙敕令加上茅山九雷秘术，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大一点鞭炮，一招十方无敌全给破掉。我还以为多厉害，原来也没什么嘛。王小强挠挠脑袋，十分无语，威力不咋地，阵仗还不小。江晨也呆住，他同样不清楚这强到逆天的人类为什么要给自己挡住马二人的攻击。见王小强此时背对着自己，忽然之间凶性大发，扑到王小强身后，一口咬向王小强脖颈。马二人骇然失色，可是出手去救已然晚矣。只听咔嚓一声，二人以为王小强被江晨咬断了脖子，但定睛一看，眼珠子都差点瞪出眼眶。如果他们会现代语言的话，一定会跳起来说一句卧槽尼玛，来表示心中的震惊。只见王小强的脖子依然是他的脖子，但江晨那两颗比手指还要粗的獠牙却不再是他的獠牙，因为他的獠牙在狠狠咬上王小强脖子的刹那，竟被王小强的脖子给磕断了。没错，是被王小强的脖子磕断。那咔嚓一声，正是江晨獠牙断掉的声音。马二人简直快疯了，心中在呐喊：这他妈究竟是脖子还是金刚钻？江晨满脸懵逼，一时之间有些不知所措。他变成僵尸以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实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场面一度尴尬。王小强转过身，抬手就是一巴掌，把江晨扇飞出去。反了你了，爸爸都敢咬！江晨飞出数十米之远，重重落到地上。这一摔把江晨从震惊摔清醒过来，现在他真的有点想哭。遇上毛二人，他还有一战之力，可是遇上这么一个变态妖孽，打也打不过，咬也咬不动，只能跑路。给老子滚回来！王小强直接开挂。江晨身体一颤，调转脑袋灰溜溜的跑回来。这一代僵尸之祖看起来竟比一条狗还要听话，赤红双目中充满了各种情绪，有恐惧，有震撼，有哀求，竟然还有敬爱。第87章僵尸咬道士。马二人看到这诡异一幕，面色古怪的对视一眼，因为他们同时感觉到江晨看王小强眼神就像是儿子在看爸爸，生出这样的感觉，连他们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过了好一会儿回过神来，想起消灭江晨是重中之重的任务，提着桃木剑又要杀过去。你们也够了！王小强玩的也差不多了，直接开挂收下二人，得到马道术绝学。马二人同时一愣，被系统强行植入关于王小强的记忆，立刻适应了新身份，说道：义父，江晨是万将之祖，如不将其杀灭，必将为祸苍生。哪有那么严重？江晨一共也没咬几个人。王小强说道：在僵约世界中，江晨一共就咬了5个人，只不过现在这世界时间线走向有变，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咬更多人。王小强想了想，干脆给他约法3章。喂，你这家伙以后不准咬人，饿了只能吃动物血。江晨不会说话，只好点头。马丹娜道：义父，他是僵尸，僵尸不咬人，这可能吗？王小强面上掠过不爽，我说不会就不会，难道爸爸的话你还会怀疑？马丹娜自知失言，急忙道：女儿知错了。王小强面上稍缓，忽然心中一动，仰头观天，凝视良久之后，隐隐发现一些征兆，虽然看不清楚，但根据他对僵约的了解，做出一些推断。他认为这个推断结果是8、9不离10的，对二人一失到这个世界，女娲才是幕后黑手，再过不久他将会重回地球，引发灭世之战。
你们的任务便是阻止他灭世。僵约第2部，人类始祖女娲创造人类之后，因为人类贪婪成性，自我走向灭亡。女娲不惜耗尽心力，将5种恶性、权力、妒忌、怨恨、迷茫、痴恋自人间抽出，化成5色彩石，使人间重归洁净。无奈事与愿违，5种恶性在人间再生。女娲深恶痛绝，决定向人类发出最后通牒，发誓在万世后回归之日，人类若仍是杀戮不断，便要将天地毁灭。江辰本是盘古一族创造出来抗击命运、监视女娲的产物，但千万年之后，他忘记自己的任务，甚至忘记自己是盘古族人，爱上了女娲。女娲离开之后，他便陷入沉睡，静待女娲回归。如果按照原本的剧情走向，江辰应该是在2000年才会苏醒过来，但现在他出现在这里，并且咬伤了邝天佑，是第2部的剧情回到第1部。王小强大胆推断，这个僵约世界是原世界2部僵约的重叠，僵约主角最终要对抗的 BOSS 就是女娲。至于僵约第3部在这个世界会如何发展，王小强实在无法预料，因为他的出现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的变数，这世界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既然他收下这2人，亦视为一子一女，就得让他们成长起来。不过马丹娜、毛小芳不是僵约世界主角，再过几十年就会死掉，价值不算太大。江辰身为僵尸之王，是跳出3界5行的存在，可以一直活下去，同时也是整个僵约世界中的关键人物，为王小强贡献的价值反而比毛、马2人更大。忽然之间，王小强跳了起来，生出一个相当大胆的想法，看着毛、马2人坏笑。毛、马2人被他盯得发毛，忍不住问道：“义父，你想干嘛？”王小强嘿嘿一笑，一抬手点住了2人的穴道，使2人动弹不得，对江辰道：“咬他们，把他们变成僵尸。”江辰一脸懵逼，这特么唱哪出？让他一个僵尸去咬僵尸道长，到底有没有搞错？王小强见江辰迟迟不行动，一巴掌拍到他脑袋上：“没听到啊，让你去咬。”毛、马2人吓傻了，颤声问道：“义父，你疯了吗？这是干嘛？”“为了让你们活得久一点，只好这样了。”王小强漫不经心地说道，“否则我这30亿怎么捞得回来？不过你们放心，我绝不会让你们变成僵尸，只是用尸毒延长你们寿命而已。”江辰从惊讶转为惊喜，毛小芳和马丹娜这些年杀得自己狼狈不堪，现在终于可以报仇雪恨，脸皮上竟然扯起一抹僵硬的笑容，看来诡异无比，让人头皮发麻。他扑上去，一口咬向马丹娜的脖子，王小强又是一巴掌拍过去，直接把江辰拍翻。谁他娘的让你咬脖子了？他一个姑娘家家的，咬了脖子多难看，还要不要嫁人了？江辰满眼委屈，心想：僵尸吸血咬脖子不是本能吗？不咬脖子难道咬屁股？吸这里！王小强拉起马丹娜的小手，在他掌上一划，他掌心立刻出现一条血痕。江辰过来吸了2口，算是了事。毛小芳也是如法炮制，尸毒经血液感染，有一定变异潜伏的时期。王小强不慌不忙，运用自己的医术，加上刚从2人身上得来的道术，将2人体内的尸毒分解，只留下可以延长寿命的一部分，然后将其他杂质的排除2人体外。做完这一切，快要将近天明，东方天空泛起鱼肚白，预示着马上就要天明。江辰眼内闪过恐惧，他毕竟是僵尸，阴气汇聚之物，最怕的就是阳光。王小强眉头一皱，叹道：“你也怪可怜的，我也帮你一把。”右掌拍向江辰的天灵盖，左手一抖，银针插入江辰各处要穴。但僵尸早已不是人，而是一具尸体，换而言之，已经死了，体内有血不流，仍有感官，却无知觉，全凭阴气操控着躯体行动。王小强一掌拍下，内劲强行推动江辰体内血液流动，血液一流，江辰僵硬的躯体立刻软了下来，身上银针被王小强内力感召，齐齐颤动，竟发出嗡嗡鸣响，宛若千万只蜜蜂同时震动翅膀。说时迟那时快，王小强手掌离开将陈天灵盖，一掌切入他心脏位置，生生将他肉体撕开，把他心脏给扯了出来。第88章，不惧阳光的僵尸。僵尸死而不腐，腐而不朽，心脏早就没有跳动，握在手里就像是一块坚冰。王小强内劲一过，五指捏着江辰的心脏，以极快的频率不断轻轻挤压，瞬息之间，这挤压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万次。陡然，他手指一停，江辰的心脏竟然自己跳动起来，虽然微弱，但确确实实是在自行跳动。毛二人震惊欲绝，根本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此时的感受。把僵尸救活，只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志怪小说恐怕都不敢这么写。然而事实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若非亲眼所见，就算打死二人也不会相信。这一顿骚操作耗费了王小强不少修为，他的额头隐隐见汗，把江辰的心脏塞回他胸腔。江辰的血液开始喷洒，将他破抹布一样的衣服湿透。此时王小强已经用内力帮助他血液流通，这显然说明他的心脏开始成功运作，把体内的血液压向全身血管。王小强从系统中拿出手术缝合的专用针线，很快将他的伤口缝合，为他止住出血。
这时，远方的鱼肚白变成了淡金色，然后又渐渐变红，旭日终于跳出地平线。朝阳洒满大地，江晨下意识地用手遮挡，然后当第一缕阳光洒在他身上时，他感觉到了久违的温暖。一阵晨风吹来，江晨舒服地打了一个哆嗦，竟忍不住呻吟出声。他满脸幸福地站起来，扬起脸感受阳光，感受花香，感受这久违的一切。忽然之间，他感受到脸上温热，他伸手抹去，竟然是眼泪，温热的眼泪。他都已忘记流泪的滋味了，他实在无法形容这种感觉，他只想哭，只想发泄自己情绪。于是毛二人看到这样诡异又滑稽的一幕，僵尸之王江晨竟然像个受了委屈的娘们一样蹲在路边呜呜哭泣，声音之难听，就像火车鸣笛的声音。行了行了，王小强过去一脚把他踹翻，好歹也是万江之祖，别像一个娘们一样可以吗？还有，哭得真特么难听。毛二人满脸黑线，你也说是万江之祖了，难道不能给他一点面子吗？江晨止住哭泣，擦干眼泪，颤声道：是他恢复气血生命，当然可以开口说话，只是久未人言，语气相当艰涩，就像才开始学习中文的老外。以后你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你们俩不准欺负他，老子走了，以后回不回来看老子的心情。王小强说完这句话，人就消失在朝阳之中，只剩他的余音袅袅。江晨，你特么赶紧滚去洗个澡，几千年没洗臭死了。自此之后，江约世界出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队伍，两个倒是带着一个僵尸捉鬼，而且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这僵尸镜头不歪，眼不斜，四肢不僵硬，甚至不惧怕阳光，还不吸人血，这还真的是僵尸吗？另一主角邝天佑得到血菩提和王小强的修为后，直接进化为赤炎紫瞳师拔，性格大变，反而成了江约世界中的大反派。当然，王小强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因为他已经回到了叶家别墅，进入万界经历了一夜，在现实世界不过数秒钟不到的时间。叶云瑶的双目依然充满怨毒，滴溜溜乱转，相当瘆人。此时王小强一身骑马，毛两派道术在身，已然看穿叶云瑶是被五野仙上身。五野仙是民间崇拜的5种妖仙，分别是指狐仙狐狸、黄仙黄鼠狼、白仙刺猬、柳仙蛇、灰仙老鼠。叶云瑶便是被其中一种上身。虽然王小强没有看清究竟是哪只妖仙，但这也无所谓，反正不管是什么野仙，王小强都可以将其驱逐，只不过需要一些法器协助。他并非专业驱鬼人，哪来的法器？只好走到走廊处，对下面正打电话请人过来帮忙的黄福道：喂，胖子，把你朱砂笔和黄符纸借我用用。黄福此时刚好谈妥，挂断电话，一听王小强竟要用他朱砂笔和符纸，揶揄道：怎么，赛车手还真要捉鬼驱邪？那我问问你，叶小姐被什么邪物上身了？五野仙，但具体是哪种我没看清是哪种，不过无所谓，你把朱砂笔和黄符纸借我，我画一道符就能搞定。黄福勃然大怒：放屁，区五野仙，贫道怎会看不出来？王小强没好气道：道行不够呗，还能因为啥？废话少说，东西借不借？不借我让我徒弟去买。黄福简直快被王小强这句道行不够给活活气死。他黄福乃是捉鬼世家，茅山道术正宗传人，与龙虎山也颇有渊源，在这捉鬼驱邪这一行也算是大师级的人物，出道至今还没有谁敢说他道行不够，王小强是第一人。他怒极反笑，反而冷静了几分，呵笑道：好啊，既然我道行不够，那我便要瞧瞧你有多深的道行，朱砂黄符你随便用。哼，一个开赛车的能捉鬼驱邪，那才邪门。你要能把叶小姐救活过来，我叫你爷爷。王小强急忙摇头：这可不行。黄福冷笑：怎么怕了？不是，我这么帅，哪能生出你这又丑又肥的孙子？黄福被王小强这句话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要不是碍于叶家的面子，他真想冲上去把王小强的嘴给撕烂。叶书仙见王小强出手，大喜过望，仰着小脸问道：师傅，你要多少符纸？王小强道：要1张就够了，又不是搞批发，拿这么多来干嘛？正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福怎么听都觉得这话里有刺，冷冷道：行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1张符驱邪。叶书仙将毛笔宝蘸朱砂，拿起1张符纸屁颠屁颠跑上楼，黄福和叶家人也跟在身后，都想看看王小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第89章驱妖。王小强面色平静，双指夹住符纸，内劲一过，本来软趴趴的符纸就像是吃了伟哥，分分钟雄赳赳气昂昂的立起来。黄福鼻孔里喷出2道冷气，十分不屑，雕虫小技。王小强懒得理会他，笔走龙蛇，行云流水，黄符之上出现一道敕令。黄福从未见过这道敕令，哈哈大笑：这是什么敕令？鬼画符吗？这也怪不得他，因为江约世界中的驱邪敕令早已在现实世界中失传。王小强将符篆敕令竖在眼前，念道：天地自然，晦气分散，洞中玄虚，晃廊太元，八方神威，助我攻城，灵宝符咒，普告9天，暗行5月，八荒之文，斩妖缚邪，清明乾坤，
凶秽退散，正气长存，急急如律令。呵，符纸一动，无火自燃，烧至一半，王小强一口吹灭，半截符就够了，一截威力太大，免得伤人。黄福在旁已经傻眼了，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他身为驱邪捉鬼的大师，当然知道王小强录的这一手已是真本事了。原因很简单，他的符纸是用特殊材料制成，普通火焰根本点不着，需要用道士本体修炼出的道火方可引燃。然而一般的道士因为道行太浅，根本没有道火可言，只有道术修为达到一定境界，才能激发道火点燃符纸。黄福原本想看王小强点不着符纸时的尴尬样子，自己好趁机打脸，可是没想到的是，事情直接反转，打脸不成反被扇。半截符纸烧完，本来安静睡在床上的叶云瑶突然像是打摆子一样，浑身抽搐颤抖起来，眼睛翻白，口吐白沫。叶家人吓得不轻，叶云伟直接怒了，咆哮道：小子，你做了什么？准备冲上去痛揍王小强一顿。黄福急忙将他拦住，语气苦涩道：这是邪祟被震的正常反应，他已经快要把邪祟驱逐了。虽然他很不愿意承认，可是事实就是如此。自己大张旗鼓搞了半天，还被这邪祟揍得鼻青脸肿，结果王小强半张符纸就搞定，这修为高低，道行深浅，连瞎子都看得出来。呼！叶云瑶口中忽然吐出一口黑气，腥臭扑鼻，整个房间都闻到。下一刻，他的床底箭一般射出一道白影，王小强将用手里那半截符扔过去，这薄薄的一张纸片竟像是变成了一颗炸弹，击中那白影后发出砰轰一声巨响，那白影被爆炸劲力远远抛飞，撞到墙上，然后滑落。众人眼睛细看，原来是一只白狐，浑身雪白，没有一丝杂色。但这不是最奇异的，最奇异的是他身后竟然长着3条尾巴，这是三尾狐。黄福倒抽了一口凉气，三尾狐的修为至少也在500年以上，难怪我无法驱逐这邪祟。旋即想起王小强只用了半张符就把三尾狐仙从叶云瑶身上赶了出来，那该是多么恐怖的道术修为。念及此处，他面色古怪地看着王小强，目光渐渐由震惊变为敬佩，最后竟变得有几分猥琐暧昧。被一个猥琐的大胖子这样盯着，当然不会是什么享受的事。王小强被他盯得心里发毛，略带几分警惕地看着他：你干嘛？别用这种眼神看我，老子不好那一口，就算好那一口也看不上你，滚！黄福不但没有滚的意思，反而笑嘻嘻贴上去，猥琐笑道：爷爷，您这道术真厉害，可以教教我吗？卧槽，你叫我什么？王小强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错了。爷爷，刚才我们打赌，我输了，输的心服口服，所以叫你一声爷爷。黄胖子说的有理有据，铿锵有力。卧槽，这都可以？我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像你一样厚颜无耻之人。王小强相当无语，没开挂收了个孙子，这还是第一次，脸皮厚吃得够。爷爷，你就收我为徒吧。胖子满脸诚恳，他这辈子只追求3件事：道术、钱和吃。道术排第一，是他最重要的追求，但他的道术已达到一定境界，进入一个桎梏瓶颈，世上再无人能指点他，这种欲穷千里目却无法更上一层楼的痛苦折磨着他。他本已绝望，觉得人生晦暗，只能把注意力转移到赚钱和吃喝上去。直到今天，他见到王小强，王小强那神一般的道法使他重新燃起了希望。所以无论如何，他也要让王小强传授道术给他。只要王小强肯点头传授道术，别说让他喊爷爷，就算是喊老祖宗，他都愿意。我勒个去，你叫我爷爷，又让收你为徒，这是什么骚操作？你有没有节操？胖子干脆直接跪下，抱住王小强的大腿，叫嚷道：在高深的道术面前，节操算个屁！爷爷，您就收我为徒吧，要不收我当孙子也可以。叶家人惊得目瞪口呆，满脸黑线。刚才还对王小强冷嘲热讽的黄福道长，转眼之间竟然抱着王小强的大腿耍混撒赖，要对方收他当孙子。这角色变化太快，叶家所有人一时半会还真接受不了。师傅，先别管这死胖子了，那只狐狸好像动了。叶书仙也算神经大条的了，不过面对三尾狐狸这种超乎基本认知的东西，还是有些恐惧，缩在他父亲身后。而他父亲，确切地说，整个叶家人都缩在门口走廊，缩头缩脑地往里看。不用怕，这狐狸不能作祟了。王小强一脚把黄福踢开，他接近200斤的身体像是一个轻飘飘的气球，被王小强一脚踢飞，再一次从2楼落了下去。下一秒后，只听砰轰一声，整栋别墅都颤了颤。第90章，野仙。三尾狐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嘴角犹处有血丝滴落，双目充满怨毒地看着王小强。本来念你修行不易，想放你一命，然而你怨念太深，留你不得，安心受死。三尾狐已经有灵智，自然听得懂王小强的话，目中闪过一丝凶戾，后足一蹬，向窗户射去。王小强早有准备，一掌降龙18掌拍了过去，隐隐有山呼海啸之声，果断击中三尾狐。那狐狸身在半空惨叫一声，被掌劲击飞出去。这掌劲威力惊人，不仅将玻璃震得粉碎，还顺带震塌了大半个窗台。
王小强赶到窗台边，只见别墅花园中迅速窜出一只体型比小豹子还大的黄鼠狼，叼起狐狸站在原地，狠狠看了王小强一眼，很快钻进灌木丛中，消失不见。还有黄仙，王小强心中一凛，隐隐觉得事情不对。狐仙、黄仙向来不喜欢招惹是非，叶家怎会同时招惹上狐、黄两只妖仙？看来其中必有蹊跷。王小强望着黄仙消失的地方，目中金光闪烁。俗话说救人就到底，送佛送到西，他既然已接手这件事，就不会只做一半。他已打定主意要将这件事彻底调查清楚，还叶家一个安宁。师傅，怎么了？叶书仙见王小强站在窗边发呆，急忙问道：那只狐狸死了吗？王小强摇摇头，被黄仙叼走了。黄仙？又是什么东西？叶书仙眨巴着眼睛问道。黄鼠狼，看起来应该和这只狐狸差不多修为。王小强解释一句，转头对叶胜利道：叶老伯，黄、狐二仙同时找上叶家，可不是什么巧合。近日你们有没有做过对野仙不敬之事？叶胜利皱眉紧锁，想了半天，茫然摇头，似乎没有。王小强提醒一句，比如说开山破庙、动土兴墓时毁坏了供奉野仙的庙宇，或者端掉了野仙的巢穴。叶云伟道：绝对不可能，叶家最近都没兴动土木。王小强捏着自己的下巴，这倒是奇怪了，莫非是得罪了什么人，被人算计？叶胜利道：谁都知道我叶家在这燕京城是老好人，燕京城内就算秋翁也会给我叶某几分薄面，不可能，野仙不会无缘无故的伤人。王小强想了想，目光落到叶云瑶身上，看来答案在叶小姐身上，只有等叶小姐醒来之后，谜底方能揭晓。这样吧，我开几副安神药给叶小姐，让她快点恢复。抓起笔刷刷写了一副方子，她的字可没有符咒赤灵那么漂亮。时间也不早了，我就先走了。王小强放下方子，又向叶云瑶体内输入些许内劲，帮助她恢复。叶书仙挽住王小强的胳膊，哀求道：师傅，你住在这儿不行吗？我好怕。王小强道：他们暂时不敢回来了，不用怕。喂，胖子，你死没死？黄福听到王小强召唤，立刻从楼下冲上来，楼梯被他踩得咚咚咚直响，感觉就像有10000头肥猪在楼梯上奔跑，整栋楼都随着他上楼的节奏晃动。王小强满脸黑线，真的很担心这胖子把楼梯给踩塌了。爷爷，我在这儿。胖子笑得相当之猥琐，而且没有节操。这几天就让你留在叶宅，帮我盯一盯，有什么问题立刻通知我。王小强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这猥琐的胖子眼睛都在发光。爷爷，你愿意收我为徒了吗？看你表现。王小强感觉这胖子除了猥琐一点，其实还不错，他不要脸的样子依稀有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没问题，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黄福把一身肥肉拍得山响，隔着道袍都能看到他身上肥肉荡起层层波浪。叶老伯。王小强忽然扭捏起来，几度张了张口，又给咽了回去。果然，开口要钱这种事情，不管是什么场合都有些难以启齿啊。不过叶胜利是个老人精，看到王小强这神情，便知他是为了什么，笑盈盈的说道：王老弟，你帮我叶家一个大忙，感谢当然少不了，你要多少尽管开口。王小强喜笑颜开，心想这老头还真是上道，也就不客气了，说道：我要得也不多，100亿吧。卧槽！胖子黄福听到这个数字，吓得把手上握着的桃木剑都掉到地上，满脸不可置信地问了一遍：多少？100亿太多了吗？王小强一脸茫然：100亿也不多啊，穿越2次风云世界就没了。叶家人也满脸懵逼。叶胜利说尽管开口，就是客气一句，没想到王小强还真尽管开口，开口就是100亿。这不是狮子大开口，这是恐龙大开口，而且还是霸王龙。我只要了100万，就觉得是在敲诈了。黄福弱弱地说道：那是因为你只值那个价。王小强没好气地回答，看着懵逼的叶家众人，挠挠脑袋，看在徒弟的面子上，打个折，收50亿总可以了吧？叶胜利急忙道：小强老弟，不是这个意思，100亿我们一分不少的给你。刚才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开出这个价，要知道一般人觉得1个亿都太多了，甚至有的人连开出1000万的勇气都没有。但是在暗指黄福，黄福肥脸通红，张了张嘴却没有争辩，他觉得100万都是在敲诈，1000万岂不是在明抢？可是王小强却更狠，直接要价100亿，报出这个价还真需要莫大的勇气。叶书仙有几分的意道：爷爷，师傅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叶胜利深以为然的点点头，确实如此。云伟，花200亿到小强老弟的户头上去，100亿是小强老弟应得的酬劳，另外100亿是我交定这个朋友。他是个老人精，王小强身怀绝技，绝非池中之物。而且叶书仙曾经说过，他治好了秋月山的病，光凭这层关系，与他搭上交情，就绝对值100亿。卧槽，还真给了！黄福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觉得这天方夜谭一般的数字，叶家绝不会掏。可是没想到叶家不但给了，而且还主动多掏100亿，只为和王小强交朋友。他的笑容发苦，这人和人的差距也太大他娘的大了吧！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命啊？事实上，这不是命好命坏的问题，是实力的问题。可仔细一想，其实就是命好命坏的问题。如果他能像王小强一般命好，得到逆天系统，那么今天站在王小强的这个位置的，将会是他皇福。第91章风云无名。王小强当然没想那么多，他需要钱，很多很多钱，养着小乖那个败家小娘们儿，他有再多钱也是个穷逼。况且以他的性格，送来的钱断没有往外推的道理，所以当然照单全收。那么我叶家今后的安宁，就拜托小强老弟了。叶胜利深鞠一躬，王小强急忙拦住他，且不说这老头的地位在燕京城只逊于秋月山，就说他为人处事也是深得王小强欣赏，所以他王小强绝不能受他的大礼。叶老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保准叶家平安无事。王小强拍着胸膛保证，之前黄福也这样拍着胸膛保证过，叶家人本应该免疫了，但这话由王小强口中说出来，却让他们感觉无比信任。王小强告辞离开，叶书仙本来极力挽留，不过还是被他拒绝。如果是在别处过夜，王小强也许会考虑留下，但是在叶家不行，要是被小美知道，少不了要吃飞醋生气。好男人怎会让心爱的女人受一点点伤？回到出租屋，时间已经不早，小美今天不会在这边过夜，所以王小强洗了个澡，准备进入风云世界完成他未完成的任务。出发之前，他查看了一下任务列表，风云卷上赫然写着2个字，使他既兴奋又期待。无名。在风云世界被誉为武林神话，天剑化身，剑道实力已真至天剑境界，实力非凡，是开启剑界的唯一钥匙。无名天赋异禀，正气凛然，义薄云天，淡泊名利，战绩惊人，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堪称妖孽级天才。年轻时就曾以一己之力力挫武林8大门派，并击败剑道高手剑圣，一时光华无两。但其后却因爱妻之死而意志消沉，退隐江湖20年，立誓不再习武，也发誓不再沾染血腥。不料中原武林竟屡遭劫难，无名为了天下苍生不得已，只得重出江湖，并创下种种惊人之举，先败绝无神，再战地势天，然后勇斗断浪，追杀决心，开剑界，战平幕英雄，一桩桩一件件皆是惊天之举，然最终却隐居于天乐村，看破红尘，自甘平淡。天剑无名，残而不废，是风云世界武林正道人士共同敬仰的精神领袖。风云世界，一片翠绿竹林，竹林之中有一间小木屋，木屋内有二胡之声伴着竹涛送入耳中。王小强不懂音律，但也听出这二胡中有一股悲意，莫名其妙的悲意让闻者伤心，听者流泪。王小强踏着竹叶步入小屋，无名弟子剑尘在院中练剑，此时剑尘已经是一个轩昂的青年，说明离自己上次进入风云世界又过了数年。剑尘已发现王小强的存在，他收剑而立，远远看着王小强，极有礼貌的躬身一揖，尽显名门大家的风范，兄台有礼，请问找谁？人家客客气气，王小强总不能失了礼数，也学着他还了一礼。我是来找尊师无名的。剑尘早就料到，暗中思忖，我与师父隐居在此，无人知晓行踪，此人怎会寻来？又有何目的？他虽然奇怪，但也没有出口询问。既然是来找师父，那么就应该由师父与来人直接对话，他不能越俎代庖。略微拱手道：“烦请告知尊姓大名，在下好进去通报。”我叫王小强。见无名是为了王小强略微一顿，略微尴尬的挠了挠脑袋。他总不能说自己是来认无名做儿子的吧？要是剑尘听了这句话，非得立刻拔剑就斩。他小强哥虽然不怕麻烦，但也不想招惹多的麻烦，嘴角一扯，到嘴边的话给咽了下去，继续说道：“是为了领教他的剑法。”剑尘本想进去通报，但听到这话，反而止住身形，拱手道：“师尊早已金盆洗手，不再过问江湖之事，更不会再与人争斗。如果仅是为了切磋剑术，那么兄台还是请回吧。”王小强暗想：你这骗鬼呢？杀败绝无神，再战地势天，然后勇斗断浪，追杀决心，开剑界，战平幕英雄，难道不是无名做的？只不过这都是风云世界的后来发生的事件，无名现在确实是不问世事的隐居状态，直到绝世好剑出世，无名担心绝世好剑落入恶徒之手，这才不得已重出江湖，介入纷争。就这样回去可不行，我这可是花了50亿来的。王小强自顾自说着：“你要知道，外面挣钱很不容易的。”剑尘根本听不懂，所以满脸懵逼。但他看得出王小强显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可他涵养极好，既没有生气，也没有动怒，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十分真挚地说道：“兄台何必执迷不悟？学习武艺，一是用来强健身体，锻炼精神；二是用来惩奸除恶，匡扶正义，争强斗勇，有被武道精神。师尊不会相见，请吧。”言毕，不再理会王小强，自顾自练剑。王小强抓了抓屁股，感觉有点尴尬。要是剑尘上来就横眉冷对，怒目而斥，王小强会立刻动手打脸，根本不解释。但关键是剑尘素质又高，涵养又好，而且说话不卑不亢，有礼有节，
人家以礼相待，他总不能不要脸的蛮横，你对吧？毕竟他小强哥也是受过教育的四有青年，做不出来这事儿，这就难办了。王小强不愿意硬闯，建成也不鸟他，可是直接开挂，他又觉得太没意思，做人真的好难。看来只有让无名自己出来了。念头一落，微微扬起手臂，二指如剑，轻飘飘地往虚空一刺。与此同时，呼，一阵风来，竹涛如海，整片竹林朝着王小强手指刺出的方向倾倒，既好像是他这一指带起了风，又好像是受风感召才刺出这一指。二胡之声戛然而止，木屋大门两边打开，无名穿着青衫，负手出现在门口。嗡！剑臣手里的英雄剑一颤，似是在欢迎主人。第92章，万剑归宗。师傅，剑臣收势，急忙躬身请安。无名微微点头，目光却一直放在王小强身上。王小强也在打量无名，银色微卷长发，目光灼灼，满脸正气，眼底深处有一股难以言述的悲凉和寂寞，显然丧妻之痛难以消弭，日久年深，早已经深刻入骨。二人就这样看着对方，谁也没有率先开口。竹林之风吹得二人衣袂飘飘，似是随时会乘风而起一般。剑臣立在一旁，忽然产生一种错觉，这里站着的不是两个人，而是两柄剑在对峙。万剑归宗，最终还是无名率先开口。万剑归宗。王小强点头。怎会是万剑归宗？万剑归宗是他感悟剑道所得，自问这普天之下只有他一人才会，怎就不能是万剑归宗？王小强的万剑归宗是他从儿子步惊云处获取的技能，经过系统的融合，各种剑法绝技早就成为王小强的专属剑术。不过他当然无法给无名这样解释，所以只能来这一句很装逼的回答，意思就是说，你能从剑道中领悟万剑归宗，老子一样也可以。无名悚然动容，旋即又恢复平静，微微侧身一引，请。听着二人讥讽一般的话，剑臣茫然不解。师傅。无名抬手制止他说话。臣儿备茶。剑臣不敢再说什么，躬身道：是。王小强进屋，与剑臣错身之际，英雄剑忽然一阵颤鸣，既像是恐惧，又像是兴奋。剑臣。无名面色一变，剑臣低喃一句：英雄剑，你怎么了？无名不语，径直入屋。王小强斜眼瞧着英雄剑，十分欣赏道：好剑，好剑，可惜最后被火灵斩断。不过既然我来了，便会让你摆脱这命运。英雄剑又是一颤，像是在回应。剑臣微微一呆，英雄剑响应陌生人感召，是前所未有之事。小木屋内，王小强与无名相对而坐，剑臣站在无名后侧势立，英雄剑环归剑鞘，放在茶几之上，有风吹来，剑碎轻摇，茶烟亦轻摇。还未请教侠士尊姓大名？无名微微低头看着杯盏中的茶水，倒映出他饱经沧桑的脸。我叫王小强。王侠是无名心中反复念了几句这名字，脑中没有任何印象。他久未涉足江湖，不过江湖见闻他是知晓的。天下会雄霸风头正剑，座下三大弟子秦霜、步惊云、聂风，皆是青年才俊，无双城雄踞一方，亦是高手辈出，但却没有听说过王小强这个名字。可是按道理讲，能和他一样参悟万剑归宗这等绝顶剑道的青年，早就应该名动江湖才对，怎会籍籍无名？忽然心中一动，想到一种可能，难道是想以我为跳板，一战成名，名噪天下？虽是这样在想，可是却并未直接询问，他不愿以己之心夺他人之意，旁敲侧击道：侠士忽然拜访，是为何事？王小强肯定不能说我是来收你做儿子的，挠挠脑袋道：我是来找你切磋剑艺的。无名盯着英雄剑，目光苍凉寂寞。名是水中月，立是镜中花，一切皆是浮云。学习武艺，一是用来强健身体，锻炼精神；二是用来惩奸除恶，匡扶正义，争强斗勇，有悖武道精神。侠士何必执着？王小强以手揉额，这二人果是师徒。同样的话，他已经听了2遍，耳朵都快要起茧。我不是向你挑战，而是与你切磋。挑战是为名利，切磋却是为了技艺。从一开始你们就误会我了。王小强耐着性子解释。当然，无名师徒二人之所以会产生误解，是有道理的。无名号称武林神话，天剑化身剑道修为早已登峰造极，世上再无人能与他比肩。对他而言，要么是他居高临下指点旁人，要么是旁人高山仰止挑战他，绝无平等切磋一说。是以王小强说切磋，二人自然而然想到的是挑战。但王小强切磋的意思就是切磋，如果要说的更具体一点，便是两个实力相当之人，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平等相待，探索剑道极致。无名没有说话，他盯着王小强是眼睛，那一双眸子相当清澈，同时也很深邃。他看不清也看不穿，这是他出道至今第一次看不穿一个年轻后辈。王小强微微一笑，我想我有这个资格，否则你也不会开门相见。无名坦然点头，端起茶杯，我只是很好奇，万剑归宗，我以为只有我一人参悟到了。王小强暗想，确实是只有你参悟到了，我又不是参悟来的。
心中虽然这样想，脸上摆出一副大宗师才有的讳莫如深的神情，微笑着很是装逼道：“大道万千，宗规一流。既然你能参悟，为什么旁人就不能参悟？”无名微微皱眉道：“我非是这个意思，毕竟万剑归宗乃是剑道极致，接近天道，参悟靠的不仅是天赋，还需莫大机缘。”顿了一顿，放下茶盏：“你我皆是有缘之人。”王小强暗想：“你和我是父子缘分，乖孩子。”接着哈哈笑道：“确实如此。剑术之道，永无止境。你我在此论剑切磋，探讨剑道最终奥义，岂不快哉？”无名放下茶盏，眼底一道光闪过，这是他许久不曾出现过的战意和渴求。身在绝顶之巅的孤独，比世间任何孤独还要孤独。剑道无涯，他知道的越多，便越觉得自己渺小。他渴望知道更多，可是已无人告诉他更多。他一个人苦苦探索，悲凉而寂寞。王小强忽然出现，像是一道光，使他平静的内心泛起层层久违的涟漪。第93章，错，这是剑26。茶盏落下的一瞬间，无名的眼神变了，他身上忽然散发出无形剑意，接着他轻松放在茶几上的手指忽然轻轻弹了弹，就像人下意识的抽搐那么细微自然。呼！与此同时，外面竹林忽然刮过一阵大风，风从窗户里猛灌进来，可是屋里的一切没有受到丝毫影响，甚至连热茶冒出的青烟都没被吹散，依然袅袅腾空，最后化成了两柄剑的形状，然后消弭于空气之中。嗡！英雄剑开始在剑鞘内不停颤抖，像是要脱壳而出。好强大的剑意！剑臣面色微变，王小强微微一笑，忽然抬起手臂，食指中指微微并拢，向前刺去。他的动作极缓极慢，伴随时间空间移动，看起来如此自然和谐，浑然天成，就像这手臂本就该如此，以这样速度，这样轨迹前进，这双指本就该微微并拢成如此，弯曲成这般弧度。如此之慢的速度，甚至把时间、空间也给带慢下来。在无名和剑臣眼内，世上的一切都像是静止凝固了，甚至连外面的风也不例外。但除了王小强的手，按理说，王小强以这样的速度刺出的一指，连儿童也可以躲开，但身为武林神话、天剑化身的无名却根本无法躲避。他瞳孔中只看到王小强的指尖不断放大，似是藏有无穷的变化，又像是简简单单、平平凡凡，似乎包含深刻含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简单而朴素。无名根本无法琢磨，他的眼神里闪过各种复杂的情绪，疑惑、迷茫、震惊，但时而又出现惊喜、希望、兴奋、激动，种种情绪交集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了一片空茫。而就在此时，王小强的指尖轻轻点上了无名的胸膛心口位置，点到即止，一触而收。时间空间又恢复正常，外面竹涛如海，猛灌入屋内，笔直升起的袅袅青烟立刻被这风吹散，英雄剑不再颤鸣，剑碎在空中晃荡，桌上的书亦被风哗哗翻动，三人的衣袍也与风摩擦作响。世界回归本来的样子，世界本该就是这个样子。一时之间，房间内除了风声，便没有人说话。忽然之间，无名雄躯一震，终于回过神来，深深盯着王小强看了良久，站起来一移到地，十分诚恳道：“多谢指点。”“不可能，师傅怎么会摆？”剑臣愣住，震撼自语。无名是他最尊敬佩服的人，在他心中如父亲一般威严慈祥。更重要的是，自小至今，他都认为无名的剑法是当世第一人。直到王小强出现，终于打破无名在他心中神一般的形象，一时之间让他无从适应，以至于有些无法接受现实。无名无限慈爱道：“晨儿，我怎么就不会摆？你永远记住，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剑道无涯，只能砥砺前行，切不可骄傲自满。”剑臣还想再说点什么，最终只是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情绪，恭敬道：“师傅教诲，臣儿谨记。”事实上，刚才王小强的那一指也让剑臣获益良多，可以说观摩王小强那一指得到的收获，比他练剑10年还要多得多得。原本的切磋，到现在变成了指点，不是无名指点王小强，而是王小强指点无名，剑道一途指点无名，说出去恐怕无人会信。王小强一看时间也差不多，开挂将这师徒二人以及英雄剑一并收为义子，完成任务准备退出。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剑意从竹林深处飘逸而来，充满无情肃杀之意。“无名，出来一剑！”一道苍劲雄浑的声音从外传来，语气如剑锋锐无比，震得外面竹林簌簌发抖，落叶纷飞。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目光越过大门，看到一名须发皆白的白袍老人大踏步走进竹林，须发在风中飞舞，脚步坚定无比，似乎什么也无法阻止他的前进，整个人宛若一柄苍凉古朴的长剑，意态昂然，锋芒毕露。他所过之处，杀气如沸，两边竹林仿佛被他威势所迫，向后倾倒，为他让出一条大道。整片竹林四势被一剑展开，直抵木屋。剑圣，独孤剑。王小强立刻认出此人。风云世界，剑圣与无名齐名，有南无名，北剑圣之说。此人天生剑痴，5岁习剑，
9岁成名，13岁彻悟剑道，曾为求剑道巅峰而前往东瀛寻找伴星，并因此结识了爱人宫本雪玲，与其合创圣灵剑法。后为寻敌手，被僧皇相助，前往穆家与慕容定下与子一战之约，因此才成就了一代神话无名。多年以后，与被誉为天剑的无名约战，结果被其莫名剑法所败，从此退隐江湖，淡泊世情。在后为复兴无双城而重踏江湖，在挑战天下会一战中，时其气数将尽，临死前悟出惊天动地的圣灵剑法剑念三式，凭借一股不屈战意，死前元神出窍与雄霸决战，就在即将杀死雄霸的紧要关头，真身被步惊云击倒而魂飞魄散。剑圣出现在此，显然时间线还未推进到他与雄霸决战之时。他曾败于无名之手，闻之无名在此，特来一雪前耻。而就在踏入竹林的那一刻，他忽然感应到一股玄奥莫名的剑意，他当即愣立原地仔细感悟，竟然从中领悟到无上剑道剑23。他当然不知那股剑意是从王小强身上而来，还以为是自己天人交感，恍然顿悟。剑圣欣喜若狂，剑23在此，必能力挫无名，一雪前耻。呼！剑圣忽然乘风而动，整个人犹如天外飞剑，夹着一往无前之势杀向无名。剑23本非凡人能练就的毁天灭地之招数，剑圣出招时肉身其实已死，凭着执着精神发出。但现在他能通过肉身出招，盖因王小强剑意实在太过强大，让剑圣另辟蹊径，重新感悟此招，而且威力更甚援助。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凝立不动，迎着剑圣手指微微点出。剑圣陡然之间面色巨变，不由惊呼失声：剑23。王小强微笑：错，这是剑26。第94章，全是假货。下一刻，王小强手指出现在剑圣额心，剑圣凝聚起的澎湃剑势瞬间瓦解，消弭于无形。剑26，剑圣惊骇失声：这世上怎会有剑26？剑23就是终极剑道。王小强哈哈一笑，收回手指，指了指天：终极算是什么？剑26是天级剑道。剑圣闻言陡然一惊：天级剑道？旋即目中露出迷惘神色，天级剑道那究竟是怎样的存在？王小强也不解释，拍拍剑圣肩膀：慢慢感悟吧，我走了。无名急忙弯腰作揖道：恭送义父。剑圣还没从剑26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又被无名这一声义父吓得不轻。这老家伙像是猫一样跳起，难以置信地问道：你说他是谁？正是家父。家父。难怪剑圣望着王小强离去的背影，低喃：令尊剑术早已超越凡人境界，他是你的父亲，你应该骄傲；你是他的儿子，你应该惭愧。无名，从今日始，我便不再是剑圣，在神面前称圣是对神的亵渎，而你这武林神话天剑化身的名头，哼！独孤剑冷冷一哼，满是不屑：你好自为之。言毕，追随着王小强的身影大踏步离开。王小强回归现实，睁开眼睛抽了根烟。每次万界穿越对他而言就像是做了一场真实无比的梦，甚至有时现实与万界交替过多，他都有点懵逼，搞不清哪个世界是真，哪个世界是假。而事实上，现实世界与万界都是真，只是他现在还没习惯罢了。烟灰掉下，一根烟抽完，小美打来电话，告诉他原定的赛车比赛取消。王小强追问原因，原来马克被王小强惨虐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燕京城赛车圈。本来其他 4S 店是想通过赛车吸引人气，但哪知宾利有找了王小强这么一个妖孽级变态，连世界一流赛车手都跟虐得完似的。如果真进行比赛，风头岂不是要被宾利抢光？与其给人做嫁衣，不如一拍两散，干脆撤销比赛。王小强有点无语，看着有点乐子，现在竟然飞了，早知道会产生这样的后果，他当时就该手下留情，不把马克虐得那么惨了。小美听出王小强失落，安慰了几句，答应晚上过来陪他。挂断电话，王小强开始无聊起来。这坐吃等死的日子虽然潇洒，可是容易丧失生活动力。他忽然想到自己以前看过那些小说，主角得到逆天系统就开始装逼，当时他觉得有些不太贴合实际，可是现在想想他就很容易理解了。你得了个逆天系统，再也不愁吃不愁喝不愁钱，不装逼不泡妞，还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生活压力而堆积的旺盛精力该怎样发现？难道靠手解决吗？系统给的各种天赋异能当魔术表演给自己看吗？所以得到系统就该吊，就该浪，就该行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就该潇潇洒洒，无拘无束。只不过王小强和小说故事里的主角不太一样，他们似乎永远有泡不尽的妞，处理不完的麻烦，永远不会感到无聊。而王小强现在竟然无聊起来了，他觉得自己简直是系统界的一股泥石流，给整个系统界蒙羞。可这家伙确实又不爱惹是生非，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反省自己为何会如此失败，想了半天也没任何结果，只好长长一叹，算了，出去买个电脑回来玩游戏吧，最近那吃鸡游戏不是挺火的吗？说干就干，王小强穿上大裤衩，开着面包车便走。一踏进电脑城，立刻有一大堆的人围拢来，
那阵仗比车站外面问宾馆住宿还要夸张。有那么一瞬，王小强还以为自己被一群僵尸给围住。小伙子，配什么电脑？我们这儿来看，品牌齐全，价格公道，童叟无欺，用来办公还是玩游戏？我们这儿保修3年，免费装系统，还附赠岛国小电影哦。王小强没理会这些人，径直走入国际品牌香蕉手机专卖店。他听说香蕉公司也出电脑，而且质量不错，只是价格不太便宜。但他现在有的是钱，价格因素当然直接忽略。这家专卖店是新开的，正在打折。香蕉身为国际品牌，光顾的人自然很多，大部分顾客都是自行选购，销售人员只是在需要时才会出现。王小强转了一圈，看中屏幕最大的一体式电脑和最新款的香蕉8手机。他的4和4卡4带4喇叭手机最近老是罢工，所以他只能换一个。找到一名销售人员，王小强也没咨询，我想买台电脑和俩手机，给我包起来吧。销售人员看了王小强一眼，发现他穿的有些穷酸，眼神有些怀疑。要知道这2台电脑可是价值不菲，新款香蕉手机更不是一般工薪阶层可以消费的。但他也没有多问，因为他深知人不貌向海水不可斗量的道理，急忙道：好的先生，请您稍后。王小强点点头，靠在柜台摆弄手机。就在这时，有人忽然在他背上一拍，十分惊喜道：师傅。转过头，原来是杨刚。王小强有些意外，嘿，是你小子，好久不见。目光一转，落到杨刚身边清纯俏丽的女生身上，揶揄一笑：女朋友。杨刚脸上一红，腼腆一笑：是同学。看着笑容，王小强便明白过来，饶有深意笑道：暂时是同学是吧？杨刚嘿嘿傻笑，向身边的女生介绍道：韦婷婷她是我师傅，叫王小强，很厉害的。韦婷婷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冲着王小强笑了笑：强哥你好，经常听杨刚提起你。王小强点头算是回应。杨刚又问道：师傅，你在这做什么？买电脑手机啊，还能怎么？杨刚一听，眉头立刻大皱：师傅，这家的手机电脑都是假货。第95章，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忘记砸到你的头顶。杨刚的声音颇大，引得周围人都向他看来。他浑不在意，继续说道：婷婷前几天好不容易攒钱买个手机，用了没2天就坏了，他们的售后也不给修理，说修理要另外掏钱。婷婷一个穷学生，辛苦打工挣钱，哪有闲钱，只能拿到外面去修。修理师傅拆开一看，就说是假货。本来我还不信，心想这么大一个店怎么可能卖假货，于是又找不少人鉴定，都说是假货，只是仿得特别真实，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手段，连官网上都能查询，但事实上就是假的。就在昨天，他们还找人威胁婷婷，刚好被我撞见。杨刚满脸气愤，我气不过，就带着婷婷来了，一定要让他们给个说法。王小强眉角一挑，还有这样的事？千真万确。杨刚重重点头，师傅，你不要在这儿买了，卖假货坑人的东西。旁边一个营业员听得眉头大皱，小伙子别在这儿胡言乱语，信口开河，你这样污蔑我们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绝不是信口开河，我也愿意为此负法律责任。杨刚忠心十足，嗓门很大，拿着韦婷婷的那部手机对店内的顾客道：这部手机买了24小时不到就黑屏再也打不开，好几个修理师傅说里面的零件不是原装，而是损耗过的，我也拿到相关部门去检测过，有专业的鉴定证明，证据确凿，你们还想抵赖不成？说着晃了晃手里的一叠打印纸，一旦激起千层浪，店内顾客都停止选购，全都朝这边看来，面上惊疑不定。要真是如此，那谁还敢在这儿放心购买？喂，什么情况？他说的是真是假？负责人呢？总得出来给个解释吧？是啊，2-3个月的工资买一部手机装逼，如果买到假货，那多糟心。不错，那我半个月的砖岂不是白搬了？一时之间，众人理论纷纷，抗议声差点把专卖店屋顶给掀了。营业员有点慌，他只是打工的。老实说，这玩意儿究竟是真是假，他还真不知道。他也只是经过几天培训就上岗，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再加上对方证据确凿，底气十足，他不敢多说，因为多说多错。急忙安抚一句：大家请冷静，我们也不能听这小伙子的一面之词，我马上找领导过来，让他来替各位解答这个问题。他赶紧撤下去，打电话找领导来解决。这时去库房给王小强提货的营业员走了进来，他尚未意识到发生什么事，对王小强道：先生，您要电脑包好了，一共5万，我们这边是可以替您送货上门的。先等等。王小强把电脑一堆，我徒弟说你们这儿卖的是假货，我想先看看你怎么解释。营业员眨巴了一下眼睛，十分不解，假货？不可能吧，我们手机电脑都有特殊编码，是可以在官网上查询的。心中皱眉，早就问候了王小强祖宗18代，暗骂草泥马的穷鬼，逗大爷玩呢，装什么逼。先前那个营业员打完了电话，听到这句话像是注入一针强心剂，也说道：不错，假货是肯定不能在官网上查询的，手机坏了可以找我们售后，但不能这样无理污蔑啊。杨刚十分固执道：如果是我错了，我下跪给你们道歉，并且赔偿一切损失，若是要背上法律责任，我也愿意。刚才接待王小强的营业员心中堆了一肚子不爽，认定他们2人就是来捣乱的，
现在终于暴露本性，十分不屑道：“就凭你，拿什么赔？”王小强挠了挠鼻子，把黑金至尊卡往桌上一放：“他赔不了，我就来赔。你放心，里面的钱可以买1万个你们这店。”杨刚满眼感动：“师傅，什么都别说，我来不了煽情，我是你师傅，我不罩你，谁罩你？”营业员撇撇嘴角，明显不信，暗想：这特么牛逼，都快吹上天了，真那么有钱？先把你自己这身行头换换吧。王小强懒得和他这种人多做计较，赶快去把你们能管事的人找来吧，和你说半天也没意思。韦婷婷眼中有些慌乱，昨天他才被人威胁，不准他把这事宣扬出去，否则会让他死得很难看。他出身很普通，没有什么背景，父母供他上学很不容易，这部手机是他辛苦打工给父亲买的生日礼物，却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杨刚，我看就算了吧，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个哑巴亏，以后不来这儿买就行了。韦婷婷眼中满是不安和忐忑，显然是昨天的威胁把他吓怕了。那怎么行？那可是你辛苦打工赚来的钱，不能便宜了这些黑心商人。况且我们不揭穿他们，他们就要害更多人的受骗。我师父曾经说过，要是好人怕了，坏人就会更恶，我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杨刚义正言辞，正气凛然。王小强露出一个孺子可教的欣慰神色，拍了拍他的肩膀：“算我没白疼你。”韦婷婷眼睑微微下垂，叹道：“杨刚，你说都对，可是我们没有身份，没有背景。他们说，如果我敢找事，就让我全家不得安宁。我没你这样和恶人斗争的勇气，我选择沉默。对不起。”他把手机塞进杨刚手里：“杨刚，你真是一个很好的好人，我也很喜欢你。可是，我们生活理念不一样，我太懦弱了，配不上你的勇敢。再见吧。”说完转身跑了出去，有2滴温暖热泪飘到杨刚手背。婷婷，杨刚伸手去拉，却拉了一个空，只得目送他的倩影消失在茫茫人海当中。他失魂落魄，转头看着王小强，眼眶红红，眼神既悲伤又茫然，而且无助。师傅，我追求正义，难道有错吗？追求正义永远没有错，错的是人的懦弱。如果习惯了黑暗，就会害怕追逐光明。但王小强没将这句话说出来，而是问道：“你喜欢那个姑娘吗？”杨刚重重点头道：“我喜欢韦婷婷。”“你告诉过她吗？”杨刚摇摇头：“我不敢，我觉得我配不上她。”王小强道：“你既然有勇气追求正义，为什么就没有勇气追求爱情？那姑娘，我觉得挺好，去把她追回来吧。”杨刚道：“可是这儿怎么办？有我在，我就不会让你所做的一切白费。”王小强目中金光一闪，翘起嘴角笑道：“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忘记砸到你的头顶。去吧。”第96章，胖子店长。杨刚重重点头，追了出去。你们看到了王小强转过头来，神色淡漠如水。如果此时有认识他的人在场，一定知道他现在很生气，因为你们的假货把我这么漂亮的徒弟媳妇气跑了。现在我很生气，后果会比较严重。如果你们管事的在3分钟之内没有赶到，并且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我就开始砸店，从你们这柜台开始。2个营业员直接被王小强冰冷语气射住，赶紧打电话又催了一次，店长终于姗姗来迟。砸店？店长是满脸痘坑的青年，长相十分普通，但可以感觉又很骚包，因为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擦得光可见人，身上还有淡淡香水味，可是混着他的狐臭，所以并不好闻。他的目光在王小强脸上转了一圈，先从他这身打扮判断出这家伙应该没什么背景，砸店的这种话显然是吹牛逼。有人上门找事，他当然不会笑脸相迎，不屑的一笑：“可以啊，你砸一个给我看看。算你运气好，3分钟内赶来了，所以我得遵守承诺，暂时不砸。”王小强向来很有原则。在店长看来，王小强这句话只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暗想：演，继续演；装，继续装。穷逼怂狗一个，还敢在老子面前装逼？神色更是轻蔑，冷冷笑道：“暂时不砸，意思说等会要砸喽。”王小强点点头，就看你给我的交代满不满意了。店长一笑，转身拿出一圈东西，递给王小强：“你看这交代满意吗？”手里赫然是一圈胶带。营业员暗笑：“让你小子装逼，店长道上混的，什么无赖泼皮没见过，在我们这儿撒野，你小子没找对地方。”这已是赤裸裸的挑衅。不过王小强既没生气也没动怒。如果说这小子很有身份背景，他倒不介意和他玩玩。可是这家伙就一个香蕉专卖店的店长，能有什么背景后台？一坨屎一样的存在。王小强看见他就觉得恶心，更别说去踩。更重要的是，王小强只想为杨刚和韦婷婷讨回公道，弄清这手机究竟是不是假货。我徒弟说，你们店里卖的手机是假货，有没有这回事？王小强神情淡漠，像是法官在审问犯人。当然不可能。店长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是香蕉公司品牌授权的直营店，营业牌照、授权书样样齐全，而且每台机器都可以进官网查询，你不要血口喷人。那为什么我徒弟在这儿买的手机，经过鉴定是假货呢？这是你们开出的票据，这是他到质监部门检验的结果，这你总不能抵赖吧？”王小强指了指摆在桌上的文件：“哼，纯属污蔑。”
我看你这质检报告才是假货。店长斜眼看到质检报告上的公章，眼皮微微一跳。他当然知道这是真东西，如果事情真的闹大，诉诸法庭，这是相当重要的呈堂证供，所以他立刻出手去夺。他的那点小心思怎会瞒得过王小强？王小强巴掌往文件上轻轻一放，店长的手指刚刚触到文件，指尖立刻被一股电流般强大力量高高击飞，整条手臂夸张弹起，他肥胖的身体也跟着连连后退，一屁股坐倒在地，脸色煞白如纸，额上虚汗直冒，惊恐万状地看着王小强。不该碰的东西就不要碰。王小强手指在柜台上敲击，发出有节奏的嘟嘟声。那几个靠在柜台的营业员赶紧远离柜台，神色如同见鬼。店内所有顾客也均都吓了大跳，不可思议地看着王小强，猜测他怎么把这160-170斤的大胖子震飞的。关键是也没看到他动手，唯一的动作就是将手轻轻往桌上一放，便造成了这样诡异的效果。这到底是异能还是内功？是魔法还是巫术？或者是传说中的隔山打牛？胖子店长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心知这回恐怕踢上钢板，但绝不能承认店内售假，名誉什么的不值钱，可要是被关进耗子，一辈子就完了。暗暗猜测王小强找事无非就是为了求财，否则谁会为了几千块的手机又费时间又费钱财的去做质检报告？要知道做报告所花的钱都可以买几部手机了。他哪知自己遇上了杨刚这死脑筋，非得讨个公道，求个真相，所以才吃力不讨好的去做了质检报告。刚才我想看看这质检报告究竟是哪方机构开具的，有没有权威性。你那么紧张干嘛？胖子店长在店员搀扶下站起来，抹了额上的汗水，语气缓了几分，姿态也没了刚才的高傲。谁知道你的鉴定证明是真是假？王小强没好气的道，既然你都没看过，为什么刚才你很笃定我的鉴定报告是假的？况且紧张的不是我，而是你吧？我哪有紧张？没紧张，你声音结巴干什么？没紧张，你满脑门的汗。没紧张，你手搓着衣角干嘛？做贼心虚了。胖子店长被王小强一说，紧张更加藏不住，他不断自我暗示不要紧张，可是紧张偏偏冒头冒脑的全都钻出来了，脑门上的汗水更多，简直可说挥汗如雨，瞬间把他的衣服全都打湿。见此一幕，店内的顾客们不由对他话语的可信度又锐减几分。店长，身正不怕影子斜，你紧张什么？对啊，难道他说的是真的？你们这儿卖的都是假货？如果真是如此，那我可不敢买了。这么大的店卖假货那还得了，非得抓你们坐牢不可。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胖子店长都快哭了。不过现在事到临头，不拿出有力证据反驳王小强，客户根本不会听他解释，他只能硬着头皮道：诸位，我可以保证我们店内绝不可能售假。至于这位先生买到假货，也许是渠道出了问题，我们这就展开调查。他伸出一双胖手，颤颤巍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他已经不敢咬死自己这绝对没假货，所以这解释还算勉强过关，不过仍然不足以堵上众人的嘴。哦，王小强眉角微微一挑，再将一军，调查结果什么时候能拿到？总不能无限期的调查吧？第97章俩二货。胖子店长真想一屁股坐死王小强，这本就是他的缓兵之计。王小强一逼再逼，这让他怎么打？他指导道：尽快。您这部手机是在我们这儿出问题的，无论如何我们也逃不了责任，给您造成的损失我们一定赔偿。赔偿二字声音压得较低，而且拖出了奇怪的尾音。王小强一听，当时便明悟过来，直接当场戳穿：怎么想用钱解决？来，这是我的车钥匙，你拿去。胖子店长愕然，什么意思？你拿着我的车钥匙到外面停车场找一辆左车尾灯被撞坏的面包车，打开后备箱，然后想好了再来和我谈钱的事。或者你想想，我来这儿找你们究竟是不是为了钱？说着，王小强把车钥匙往胖子店长手里一塞，拍拍他的肩膀，去吧。胖子店长满脸懵逼，但又无法拒绝，怀着好奇心又十分忐忑的出去，然后按照王小强所说的找到他的面包车，打开后备箱。等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写着4个大字：失魂落魄。营业员都很好奇，胖子店长究竟看到了什么。胖子店长当然看到的是王小强面包车中满满一后备箱的软妹币，说明这小子根本不是冲着钱来的，不是冲着钱来，就是冲着事来。既然冲着事来，那就无法用钱解决。他忽然想起王小强刚才说他来晚就砸店，他开始不信，现在信了，暗想自己来得及时，否则这店估计已经被砸了。就凭那一面包车的钱，他可以很确定，这小子绝对有砸店的资本。胖子店长哭丧着脸，我没法做主了，我哥马上就来，他是老板。好吧。王小强点点头，也不想为难他。香蕉店的顾客觉得事情已隐隐朝着他们所预料的方向发展，所以都不想走，想看看事情最终会有怎样的结果。几分钟后，香蕉专卖店的老板没来，杨刚反而回来了。他孤身一人，神情萧索，失魂落魄，满脸颓丧。人没追到，王小强十分关切。杨刚难过的摇摇头，叹了一声：师傅，我真的很喜欢婷婷，我该怎么办？喜欢就去追求，
他也说了他喜欢你了，但是我们生活理念不同，他只是缺乏安全感罢了。如果你变得更强，足以保护他，他就不会这样了。他之所以会怕，是怕你没有足够能力挑战邪恶，最终伤害自己。杨刚转忧为喜，真的吗？师傅，我骗你干什么？你是我第一个徒弟，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好，说出去不是给老子丢脸吗？之前一直在忙，没有照顾你，是我的失职。以后你每逢周末到我这儿来，我要你成为这地球上除我之外最强之人。杨刚重重点头，目中燃烧着火焰。其他人一听，成为地球上最强之人，这俩二货不会是神经病吧？拍七龙珠还是一拳超人啊？就在这时，外面响起跑车轰鸣声，声音店门口戛然而止。一个30出头的男子风风火火冲进店里，面沉似水，进来劈头盖脸冲着胖子店长一顿臭骂：他妈的，这点事情都解决不好，要你何用？胖子店长肥脸发抖：对不起大哥。操，对不起有用，要警察干嘛？目光一转，落到王小强身上：兄弟，哪条道上的？敢通得明吗？正道上的。喂，你们家的手机是不是假货？王小强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质问。我家的手机绝对正品行货，有一个假货，你当场把我的店给砸了。毕竟是老板，说话相当有底气。兄弟，你看着眼熟啊。想起来了，你是众泰通讯的人。怎么，生意做不走，你就想使这些阴招？告诉你，老子向来身正不怕影子斜，你们有什么招式尽管来，泼脏水老子可不怕。哼，质检报告老子可以找人做100份出来，你想要什么样的都有。众泰通讯。王小强先是一懵，旋即恍然，这是他倒打一耙，营造成同行诋毁的假象啊！店内顾客听他如此信誓旦旦又深恶痛绝，被他这高超的演技蒙骗。原本有人也不是特别相信王小强，显然便开始动摇，怀疑他真的其他公司派来捣乱的人。营业员见老板在此，巴不得表现一下自己，急忙带一波节奏。难怪我也觉得你小子面熟，原来是众泰通讯的人，怎么想抹黑我们吗？这手段也太下作了吧，简直无耻至极！我们店都是正品行货，绝无假货水货，倒是你们众泰通讯似乎爆出过售假的丑闻吧？路人被这几人节奏一带，更是风吹墙头草，左右摇不定，好像是听说众泰通讯有假货，都快倒闭了，真是来恶意抹黑的，真够卑鄙的。别忙急着站队，可能还有反转呢，我们路人吃瓜看戏就行了。说得对，不过这家伙真是恶意重伤，可以告他诽谤吧？王小强此时可以肯定这家店是假货无疑，否则他直接出示相关证明就行了，何必引发舆论，故意带偏节奏？他心中暗想，信他话的还真是白痴，而且看来这里白痴还不少。行了，王小强打断老板的表演，不用再装了，本来事情不大，你承认你卖的是假货，然后向我徒弟的女同学道歉就行了，咱们好好谈点补偿，也就完事。可是你非要一条胡同走到黑，嘴硬死撑，那行吧？你说你这里售假，就可以把你这店砸了，大家都听得清清楚楚，老子就让你亲口承认，再砸了你的店，看你怎么抵赖。老板依然不惧，老子没卖假。王小强懒得听完，直接开挂。老板突然身躯一颤，面色死白，双腿发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所有人都被这突然一变吓了一跳，还以为这老板中邪了。说吧，15110，原原本本的说出来。王小强神色淡漠，手机是真是假？假假的用的二手机的零件组装的，电脑是真是假？王小强抽出板凳坐下，给自己点了一根烟，就像是警察在审讯犯人。假假的也是二手零件组装，营业执照呢？假的。授权证明呢？假的。专营店资格呢？还是假的？有什么是真的？全都是假的。第98章，又是书笑忘。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让他们震惊的不仅是老板所说的一切，更让他们震惊的是，这年轻人竟让他自己15110的全部说了出来。要知道，如此大的一个专卖店售假，就已经涉及到商业诈骗，那可是要蹲大牢的。这种秘密本应该是要带进的棺材的，可是他却在所有人面前吐露出来，想抵赖都赖不了。这他是怎么做到的？让一个骗子交代，主动交代自己罪行，难道他真的会意呢？你忘记刚才那个胖子了吗？这是在拍电影啊，或者恶搞视频？一时之间，众说纷纭，皆对这一幕感到不可思议。王小强既解释不清楚，也懒得解释，对那老板道：现在我可以砸你的店了吗？老板哪敢说不，王小强可是他敬若神明的干爹。众人一听，吓懵逼了，杨刚也有点懵圈，问道：师傅，真要砸？砸？怎么不砸？他说有假货就砸他的店，这是对他惩罚，坏人做了坏事，没惩罚怎么行？王小强神色没有什么变化，对所有人道：我要砸店了，你们出去，误伤到就不好了。所有人一看这阵仗是要动真格的，急忙蜂拥退出去，站在外面看热闹。杨刚一瞧师傅来真的，挽起袖子准备开干，王小强拉住他：
小子，你干嘛？砸店啊！王小强满脸黑线，你这样砸多费劲啊！杨刚一脸懵，那该怎么砸？来，站出来！王小强让他站到外面，看热闹的站远一点。哎，那家伙靠这么近干嘛？你也想来参加一个？那人急忙缩回人群，和所有路人一样伸长了脖子，都想看王小强怎么把这店给砸了。万众瞩目之中，王小强却没有什么动作，只见他就跺了跺脚，轻轻松松说道：“完事。”众人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这就完事了？完全没反应啊！杨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头雾水道：“师傅，没变化啊？”王小强白眼一翻：“你懂什么？让内劲飞一会儿。”话音一落，店内像是突然爆发了一场小型地震，但这地震只在店内范围发生，店内所有产品全都剧烈摇晃起来，但没有摔落在地，而是直接原地爆炸。砰砰砰！没有一件东西能逃过此劫，整个店就像是变魔术一样，瞬间被砸，而且还被砸得彻彻底底。众人已经立在当地石化，不知该怎样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均都觉得这应该是在拍电影，加了特效，因为这件事实在已经超出他们可以理解的范围，所以他们只能找一个合理借口来安慰自己。杨刚由精转配：“师傅，你太厉害了，可以教我吗？你是我徒弟，我不教你我教谁？太棒了，师傅，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周末你到我这儿来，我先给你打通任督二脉，再给你淬炼体魄，你根基太差了。”周围众人满脸懵逼，打通任督二脉，淬炼体魄，如果不是中二病犯，就是在拍武侠电影，可是怎么没看到摄影机？喂，你现在报警吧！王小强忽然说道。报警是干嘛？您砸我的店铺是应该的，我哪能报警抓你？抓我？王小强一巴掌拍中这老板的脑袋，我让你报警自首，你卖假货难道还想逍遥法外？啊！老板快要哭了，但王小强的命令他不敢违背，只能报警。喂，警察局吗？我是来自首的，我犯了什么罪？我售假，你们快来抓我吧！这又是一次心灵暴击，王小强让这家伙自己报警，把自己送进监狱，这又是什么骚操作？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王小强当然不会去解答他们的问题，若无其事的到隔壁店去闲逛。那店长吓得冷汗直冒，急忙道：“大哥，我们这货有点问题，您看您是不是去其他地方看看？你们也是假的？”王小强一愣，店长见识了王小强的厉害，哪敢撒谎？可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又不敢承认有假，否则自己这招牌可就砸了。第一次觉得做人如此艰难，期期爱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暗想老子可真特么倒霉，这都能躺枪。王小强扯扯嘴角，不用说也是假的，害人，脚一跺，把这店也给砸了。店长失声惊呼：“有东西是真的？哦，那就不好意思了。”王小强眉角一挑：“真货我10倍赔偿给你。”其他店铺一看苗头不对，这煞星是专门打假来了，急忙拉下门帘。一时之间，偌大的电脑城敢开门的只有7、8家。电脑城所有顾客都懵了，事情都发展成这样，他们难道还看不出来？只是他们没想到假货竟如此猖獗。是谁报警？忽然一道声音传来，美女警花跃众而出，看得周围人均是一呆。啊，舒警官，又是你！王小强先是一愣，旋即嘿嘿贼笑，世界可真小。美女警花不是别人，正是前几天他在玄狐院救下的舒孝旺。舒孝旺同样没想到今天又遇上了这家伙，回想起那天自己被他看光光的场景，脸上浮起一抹红霞，他轻轻晃了晃脑袋，把那天的场景赶出脑海，恢复如常，柳眉一竖，大声大气地问道：“喂，你这混蛋怎么在这儿？”王小强白眼一翻：“喂，舒警官，你虽然是警察，可是我一个良好市民，想在哪儿就哪儿，这不用你管吧？况且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上来就喊我混蛋，未免太不讲理了吧？”众人一看，这女警和这小子貌似有一段恩怨，心中均都燃起熊熊八卦之火。杨刚十分感兴趣地问道：“师傅，你是这女警官的救命恩人，是和银行劫匪搏斗时救了她，还是与杀人狂魔周旋时救了她？”王小强斜眼瞟着舒孝旺，对杨刚道：“这么想知道，那我就说给你听，你来评评理，他骂我混蛋有没有道理？”杨刚欢呼道：“好啊！”舒孝旺气得快要吐血，这事儿真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自己也没脸活了，怒道：“王小强，你不准说！”不知怎么，王小强就爱看这美女警花被自己气得跳脚的模样，就像一头发怒的暴龙。我偏要说，怎么样，打我喽！王小强笑得相当之贱，不仅是女警官，就连路人都有一种想揍他的冲动。一个年轻小伙，一个女警花，二人之间究竟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第99章变脸女暴龙。王小强，舒孝旺陡然提高了几度音量。王小强十分抱歉的挠挠脑袋：“舒警官，我刚才开个玩笑的，你来这儿是办正事的吧？”这算是明知故问，因为他想把这尴尬的话题转移走。舒孝旺赶紧借坡下驴：“不错，我们接到报警，这儿有人售假，所以我们联合工商和质检部门过来执法，
刚才谁报警？店老板畏畏缩缩地站出来，是我，我自首，我是卖假货的，这店都假货，绝对没有一件正品。联合过来执法的工商质检部门负责人面面相觑，有点懵逼。他们执法数年，从来没遇到这么坦白的罪犯，这还没审问就直接1五1十的认罪。这如果不是觉悟高，就应该是受了什么巨大打击，精神不太正常。舒孝旺目光放到店内，一片狼藉，处于直接习惯，语气严厉地问道：什么情况？王小强挠挠脑袋，是我砸的。舒孝旺皱眉道：为什么要砸店？他让我砸的。王小强指了指店老板，他说有假货就砸店，他家全是假货，所以我就砸了。嘿，你这小女警还真奇怪了，他砸我的店，砸的是光明磊落，天经地义，我一个卖假货的，活该被砸店，你不抓我，管那么多闲事干嘛？别说他砸我店，就算是砸我破我脑袋，我也认。舒孝旺满脸黑线，自己店被人砸了，还一心一意维护砸店的人，这是什么操作？这人应该是脑子有病吧？行，带走。2个青年南京考上店主，架着他往警车内塞，店主根本没挣扎，回头大喊：爸爸，我错了，爸爸，我再也不卖假货坑人了，爸爸，出来之后会重新做人的。难道被警察一按推入车内，声音戛然而止。王小强当然知道他是说给自己听的，可是其他人却以为这货终于良心发现，向最敬爱的老爹忏悔。一场风波平息，工商质检的负责人当场宣布查封该店，并对电脑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大盘查。消费者一片欢腾，立刻围着质检和工商的几名工作人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自己卖到假货的遭遇，要求他们顺便把 A 超市和 B 商场也查查。电脑城的店主们却是截然相反，一片哀鸿遍野，把王小强恨得入骨，数道充满怨毒的目光向王小强射来。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王小强此时恐怕不知已经死了多少回。一个老太婆走过来，显然也是一个店主，指着王小强的鼻子大骂：断人财路，全家死绝。王小强浑不在意，老太婆，要死也是你先死，这么大一把岁数还敢卖假货坑人，不怕下地狱进油锅？老太婆道：我们做不成生意，全家都得被你害死，你高兴了？王小强目光变得凌厉清冷，你全家死，那也是因你们卖假货死，关我屁事。祝你们全家一路顺风。卖假货坑人，竟不反省，反而来怪他害人，这逻辑真是可以。老太婆被气得脸色发白，捂着心脏，哎呦哎呦喊了2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王小强眉角一挑，怎么还想碰瓷？老太婆家人急忙冲了上来，一个年轻小伙满脸怒色，上来就要揍王小强。杨刚不爽了，挡在王小强面前，一脚把小子踹翻。你干嘛？你小子把我奶奶气晕倒了，她有心脏病，不给个交代，你们俩今天别想走。王小强不慌不忙，是我先找这老太婆说话吗？不是我。王小强自问自答。我动手了吗？王小强又问又答，我也没有。这老太婆自己有心脏病，自己心脏病犯，关老子屁事。年轻人道：我不管，今天不说个解决办法，老子要跟你拼命。又不顾一切冲上来。这一次出手的却是舒孝旺，他一巴掌扬起，直接把这年轻人拍翻在地，一脚踏中他的后背，将他双手反剪铐住。卖了假货还讹上别人，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年轻人脸贴着地面，一张脸涨得通红，他没想到一个女人竟会有如此大的力量，喘着粗气大喊：你干嘛？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如果换作是平时，这种事件一定会引来一片斥责，但这一次所有人都很有默契地站在舒孝旺这边，因为这年轻人是个卖假货的无良奸商，人人唾弃的对象。靠！卖假货还这么猖狂，小伙子都没动手，老太婆自己晕倒的，怪谁？全家人卖假货反而还有道理了。就是我看统统抓进去，免得害人。年纪轻轻却被长辈带进邪路，也真不知家里人怎么想的。这家伙故意滋事，带走吧。舒孝旺像是拎小鸡一样把这年轻人拎起来，回去关2天，教育教育。老太婆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如同诈尸，急忙道：警官，警官，我刚才装的，我没有心脏病，什么事都没有，放了我孙子吧。舒孝旺道：放了不可能，自己到警局保释吧。把年轻人一推，让年轻的男警察压了下去。老太婆肠子都悔青，急忙追了出去。哼，我最讨厌这种人，明明做错出了事，不但不知悔改，还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实在不要脸。王小强笑道：舒警官，咱们终于志同道合了一回。呸！谁要和你志同道合？舒孝旺傲娇的扭头就走。他每次遇到王小强都没好事，这可能是个诅咒，所以他想尽快离这家伙远远的，和这家伙在一起多待1秒钟，就多一分没头砸上脑袋的危险。王小强撇撇嘴角，满脸黑线，这女暴龙还真不是盖的呀。经过这么一闹，王小强也没了买电脑的心情，肚子有点饿了，准备带着杨刚去找点东西吃。2人跟着舒孝旺进了电梯，刚才明明很多人，可是到了电梯里就剩下他们3人。王小强嘿嘿一笑，
舒警官一句话没有说话，舒孝旺满脸黑线的打断他：“你闭嘴！”楼层不高，电梯一沉，很快到楼底。舒孝旺逃一样的走出电梯，王小强后脚跟上，但没想的是，舒孝旺忽然拧头，一把挽住了王小强的胳膊，面上笑靥如花，甜甜蜜蜜嘟嘴撒娇：“亲爱的，咱们去吃什么呀？”啊！王小强真不是一般两般的懵逼，是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由内而外，每根肌肉每个毛孔都透着懵逼二字，同时心里有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这特么画风也转变得太快了一点吧？大姐，你确定你不是人格分裂？而且这声快要甜到腻的亲爱的是什么情况？这和你女暴龙的设定完全不符合呀！喂！王小强打了个寒战，心中升腾起不太妙的预感。就在这时候，舒孝旺在肩膀上一靠，低声道：“帮我一个忙。”第100章，我是她老公。王小强想也没想就拒绝，这女暴龙的忙哪能有好事？求求你！舒孝旺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盯着王小强，满是祈求神色。这哪儿还是对天对地对空气的女暴龙，明明就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就算是最残暴的大灰狼，看到也一定会心软。可是这眼神实在够有杀伤力，王小强立刻缴械投降，他根本没法抵抗好吗？怎么帮？王小强这一句话说出来就后悔了，他真是恨自己，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大嘴巴子，让自己清醒清醒。这家伙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女暴龙，不是我见犹怜的小白兔啊！果然，舒孝旺见王小强答应下来，立即恢复本色，板着脸道：“从现在起，一切听我指挥，服从命令，记住这不是演习。重复一次，这不是演习。”我特么王小强无语，这变脸速度真他娘的比最顶尖的电脑处理器还要快。小叔，这要巧！不远处走来一个年轻人，面貌英俊，身材挺拔，穿着立领 T 恤、棉质运动裤，脚底踩着一双跑步鞋，浑身肌肉线条明朗，看得出是经常健身的结果。在他身后停着一辆相当炫酷的跑车，虽然看不清车牌，不过一看便知价值不菲。曾一鸣，你怎么在这里？舒孝旺装作很意外的样子，事实上他早就看到这讨厌鬼，否则也不可能折回来让王小强帮忙做戏。我过来办点事，恰好看到你的警车停在这里，所以就顺便过来看看。曾一鸣说着，目光却不由自主瞟到王小强的身上。这位是？这是我男朋友王小强。舒孝旺介绍着，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有男友了，可是你不相信，现在你信了吧？王小强一看自己这是被这女暴龙顺手抓来当壮丁了，十分无奈，说道：“我不是她男朋友。”舒孝旺脸色立刻变得很难看，曾一鸣也相当精彩。王小强不急不缓，慢吞吞地说道：“我是她老公。”说着，侧过头，直接在舒孝旺的脸上亲了一口。既然抓自己来当挡箭牌，怎么也得收点费用啊，否则不是血亏。舒孝旺气得要死，但在曾一鸣面前只能压制心里的怒火。更糟心的是，他还得保持微笑。曾一鸣是家里指定的相亲对象，二人相处了几天，他实在不喜欢这表里不一、如笑面虎一般的小子。他曾明确表示不喜欢这家伙，但因为当年曾家对自己家有恩，父母抹不开面子，想让他与曾一鸣多相处几天试试再做决定。他不想得罪曾一鸣，使自己父母难堪，也就答应下来。结果曾一鸣却接受到错误信号，误以为他对自己是有好感的，一路穷追猛打，搞得他都不敢回家，在警队躲了好几天。后来曾一鸣以退为进，说如果舒孝旺在10天内找到自己合适的，他愿意成全，再也不来打扰他。但如果没找到，二人就再试试。舒孝旺当时就乐了，暗想老娘身边的帅警察多的是，随便拎一个出来冒牌就可以。谁曾料想他女暴龙的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男警察们宁愿跟穷凶极恶的匪徒搏斗，宁愿和全副武装的毒枭周旋，甚至宁愿和饥肠辘辘的雄狮关进同一只笼子里，也不愿做舒孝旺的冒牌男友。舒孝旺气得不行，他自认自己魅力惊人，可是没想最后竟是这样的结果，实在让他自尊受挫。而更糟糕的是，今天便是1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他正在为这件事发愁，没想到出门就遇上曾一鸣，显然这家伙是故意跟来的。舒孝旺实在没办法，情急之下只好把倒霉的王小强抓来当壮丁。虽然王小强也是个混蛋，但不知怎么，他觉得王小强这混蛋至少还有点可爱之处，至少并不虚伪。然而下一秒，舒孝旺就想收回自己的想法，并且掐死自己。自己究竟是哪根神经不对，竟然找王小强来做自己的挡箭牌？不过曾一鸣神色变得很精彩，上下打量了王小强一眼。不过他也深知舒孝旺的暴烈脾气，绝不可能让人对他动手动脚，更别说亲他一口。要知道他们接触这段时间，他曾经尝试去牵舒孝旺的手，结果被他一个过肩摔放倒，双手反剪摁在地上。若不是那天舒孝旺穿着便服，他会尝到第一次被铐上手铐的滋味。所以他推断，就算王小强不是她老公，也该是未婚夫。退1万步，男朋友是绝对没跑了。曾一鸣有着舒孝旺，简直不识抬举，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吗？一股恶气无法宣泄，变成了歹毒的恶意。不过舒孝旺是警察，他怎么敢明着乱来？但恶气不出，憋屈至极。心里稍微一合计，有了主意，不动声色道：“小叔原来已经寻觅到知心凉伴，
实在可喜可贺，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咱们也算是相识一场，不如今天我做东，一起去吃个饭吧。顿了一顿，怕舒小旺拒绝，这顿饭后，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打扰舒小姐的生活，你看怎样？这句话的暗示很明显，你要是不跟我吃这顿饭，以后老子还是会缠着你，就算你有男朋友也一样。舒小旺当然领会得很清楚，暗骂一声无赖，点头同意。王小强忽然干咳一声，煞有介事地说道：